哼，你就是个丧门星，克死你娘！可你爹没儿子，家里能留你到现在，已是仁至义尽，你别不知好歹。哎，阿慈，我们都是为你好，你被夫家退婚，现在名声都毁了，能有人要你，你应该感恩。死丫头，跟你说是通知你，不是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是再不听话，我打死你！周围都是他的亲人，而每个人都冷漠地看着他。瘦小的姑娘跪在屋子正中，泪流满面。我不是克星，你们逼死我娘，周氏生不出儿子，就像还是我克他，就连我的亲事都被堂姐抢了，一句话都没有，还把我的亲事让给了堂姐。我被退了婚，出来责怪我的名声毁了，让我嫁给那个恶霸，把我推进火坑，还不是因为我没有娘亲，你们都来欺辱我，你们都会遭报应的，就算死我也不嫁。你还敢还嘴？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说完，男人拿起鞭子对着他狠狠地抽了起来，背上一条条的血痕触目惊心。小姑娘倒在地上，口角流血，却没有发出一声求饶。坐在正位上的祖母一脸的不耐烦。行了行了，聘礼都收了，别把人打死了。小姑娘被抬回了房间，继母周氏跟大伯母许氏一起给她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周氏把她手上的镯子拿了下来。死丫头，这镯子你当成命，现在还不是落在我手里。小姑娘想去把镯子抢回来，却被周氏一把甩开。这丫头跟她娘一样，都是个倔主，赶紧抬走，看着就晦气。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姜慈睁开眼睛，她艰难起身。当她看到屋子里的摆设时，整个人都怔住了。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大红的喜字贴在墙上，桌子上有2根龙凤蜡烛，2杯合卺酒。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学校的实验田里跟同学们一起记录嫁接果树新品种的生长情况，谁知他那重男轻女的父母找到学校，逼着他回去结婚。叛逆的他为了打消父母的念头，一头撞在墙上，本想用来吓唬他们，难道自己用力过猛撞死了？姜慈使劲揉了揉眼睛，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他用力掐了一下大腿，疼得他龇牙。突然门被推开，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古代长袍的男人走了进来，小麦肤色，眼睛凌厉，鼻梁高耸，还带着胡茬，操中带着野性，像只山里的豹子。姜慈愣住了。周成见他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眉头皱了起来，心里想着，他这脑子莫不是撞坏了？你没事吧？这是哪里？你是谁？这里是周家村，我是你相公。你是我相公？周阎王。周成点点头。姜慈的脑子里突然多了很多不属于他的记忆，才明白过来是他穿越到了这个姑娘身上了。这也太玄幻了吧。根据原主的记忆，他那恶霸夫君可不是什么好人，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恶霸。他杀人如麻，性格暴虐，就连深山里的野兽见了他都要掉头逃命的种。而面前这个自称他相公的男人，长了一副好皮囊，看不到一点恶霸的样子。不过越是这样的人应该更可怕。你在想什么？能退婚吗？为何想要退婚啊？我怕你打死我。我从不打女人，也从不随意打人。真的？周成点点头。姜慈见他不像是个性格不稳定、脾气暴躁的人，主要是这男人长得实在是让人无法把他跟坏人搭边。他穿来这里人生地不熟，还是在大山里，想跑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就算退婚了，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原来的世界肯定也回不去了，原主的娘家更是不能回，那就是个火坑，回去了也没有好下场。思来想去，他还是打算赌一把。他选择暂时留下来，以后再做打算。好吧，我暂时相信你说的，我可以留下来。好，我不同意，这婚必须退。你的心不在我儿身上，又是撞墙又要退婚，我们家可经不起你折腾。一个妇人气哄哄地走了进来。娘，你别说话，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原来这是他婆母，看起来就不好惹。姜慈看向了身边的男人，你刚刚答应我的，要反悔吗？阿成，你别被他骗了，留下他，今后就是个麻烦。娘，他跟我拜了堂就是我娘子，没有把人送回去的道理啊。见自己的儿子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就顺着台阶下了。他看向姜慈，这件事就算了，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儿过日子，不要再弄出乱七八糟的事儿，否则到时候我都不饶你。见李氏终于松口了，姜慈也松了口气。谢谢婆婆，愿意给我机会。知道就好。阿成，你出去陪客。周成看了姜慈一眼，
然后出去了。老妇人也跟着出去了。房间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姜子一个人了。他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窗外的山高耸入云，层层叠叠，可以想象这里的山有多大，有多深。姜子没有逃跑的想法，身处大山之中，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这副身子也只有16岁，原主从来没有出过山。姜子一个外来者，更没有能力从这深山之中逃出去。逃跑只有死路一条。也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脚步声。今天是他的新婚之夜，要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同床共寝。虽然那人长得不错，但是从心里还是接受不了。门被推开了，高大的身影有些踉跄的走了进来。过来扶我一把。姜子犹豫了一下，还是乖乖的走了过去。毕竟外界传言他是恶霸，如果自己不听话，发酒疯打人，他这小身板可不禁打啊。姜子有些心惊胆颤的扶着他坐在床边，看到桌子上还有2杯合卺酒，这男人已经喝多了。如果把这2杯都给他喝了，自己应该就能躲过今晚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男人反身压在了身下。原主身上有伤，这男人人高马大砸在他身上，一阵撕裂的剧痛从背后传来，疼得他额头都冒汗了。姜子想推开他根本不可能，背后的剧痛在一点点的加剧，他能感受到温热的液体从伤口里流出来，疼痛让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别怕，我会温柔些的。我背后有伤，你压着我好疼。周成怔了一下，从他身上起来。怎么回事？是我爹打的。给我看看。他转过身，背对着周成，他的后背已经被鲜红的血浸透了。周成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甚至有些愤怒，多大的仇恨，对自己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上药吧。姜子也顾不得羞涩，背对着周成脱了衣服，露出了后背。周成拿来创伤药，看到那娇嫩的背后几乎布满大大小小旧伤新伤，还有好几道新鲜的伤口都裂开了，再往外渗血，不敢想象这有多疼。会有点疼的，你忍着点。他把药粉撒在那些伤口上。这个创伤药很好，只要2、3天伤口就能愈合。你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了？你爹要这样对你？我都习惯了，只要他们不高兴，我就是他们的出气筒。周成听得脸色变得很难看。今后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姜子一怔，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么温暖的。爷爷奶奶虽然把他养大，但他们的心里还是向着孙子的。爹妈就更不用提了，他们更不会把心思放在他身上。是不是很疼？姜子摇了摇头，现在不疼了。周成把药收好，然后上了床，躺在了靠墙的位置。今天也累了一天了，睡吧。姜子确实累了，敷了药的后背冰冰凉凉的，一点都不疼了。他紧张了一天，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周成睡不着，桌子上的红烛还在燃烧，合卺酒也没喝，洞房花烛什么也没干。这婚结的多少有些潦草。天刚蒙蒙亮，姜子就醒了，他也不敢动，因为男人的手搭在他的腰上，而他自己的腿也搭在了男人的身上。时间还早，不用起那么早的。新婚第一夜要去给爹娘敬茶的。你身上有伤，去晚一点也没事的。不行，爹娘现在对我的印象不好，要是去晚了，对我就更有意见了。其实我娘就是嘴巴不饶人，她是个很好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姜子没想到他会跟自己说这个。爹呢？我爹10年前被抓去做壮丁，离开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应该是不在了。怪不得昨天发生那么大的事儿，也没看到公公露面，原来是这个原因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嫂子2年前跟一个收茶叶的走了，留下了一个小侄子。我哥在外干活赚钱，这次是专门为我回来的，他也是个很好的人。一家子都是好人，那他面前的男人应该也坏不到哪儿去。先别急，让我看看你的伤。姜子没有拒绝，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让他看了。好多了，看来还要继续上药。说着下了床。这男人真细心啊！姜子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他那不好的名声到底是怎么传出去的？见他好说话，姜子问出了自己的疑问。外头传言你是恶霸，你知道吗？你是因为那些传言才想不开去撞墙的吗？周成继续给他上药。这样说也没错。你真的杀过人啊？为什么？当年我爹被装了壮丁之后，家里就只剩下了我哥还有我娘3个人相依为命。那个时候我也才10多岁，我哥比我大2岁，那些不怀好意的贼人就盯上了我娘，经常有人来家里骚扰她。我娘其实也算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也没有办法逃离骚扰，甚至有人夜里翻墙进去敲门，我们每天都不敢睡觉，我娘也是整日里哭。这样的日子过了2年，那时候我14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把一个想占我娘便宜的人给捅死了，我还把他的头给剃了下来。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我家了，恶霸周阎王的名声就是从那时候传出去的。姜子听出了周成的无奈，也能感受到他们当年的无助，他能理解这都
都是被逼的。他对周成开始有了好感。周成给他上完了药，姜慈换上了一件原主带过来的旧衣服，上面补丁烙补丁，一看就知道是穿了很多年的。原主的娘家舍不得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他继母还把原主娘亲留给他的镯子给抠去了。姜慈都替原主生气啊！原主娘亲那个手镯是原主唯一的念想，要是有机会，我一定要帮原主给拿回来，就算扔了也不能便宜姜家那些人。周成看了眼他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说，伸手牵着他的手走。姜慈跟着周成一起去了婆母的院子。婆母对他并没有好脸色，整个进茶的过程结束，也没有从他脸上看到一丝笑容，心里不痛快，对他态度不好，自己能够理解。整个过程姜慈都是面带笑容给婆母敬茶。大哥周彪坐在了父亲的位置，长兄如父。阿成不是像外界传的那样，弟妹不要相信那些谣传。我都明白，家里就拜托你来照顾了。小宝今后要是惹你生气了，你尽管当自己的孩子教育就好。姜慈见坐在一边的小宝，他乖乖地坐着，清澈如泉水一样的眼睛看着自己，小脸肉嘟嘟的，看着就讨人喜欢。这么乖的孩子，就算惹我生气了，我也喜欢啊。周小宝虽然年纪小，但是从小没有母亲，懂事的比正常孩子要早。这个小沈在夸奖他，对小沈的印象就更好了，奶声奶气的说道：小宝很乖的，不会惹小婶婶生气的。小宝真乖，来婶婶跟前。小宝高兴的咧着嘴跑到姜慈跟前，周彪心里高兴，咧着嘴笑。李氏虽然没有笑容，但是从他那已经柔和下来的眼神看得出他也是满意的。周成被母亲叫了过去。你娘子新婚第一天穿成这样会被人说闲话的。他娘家没有陪嫁，没有新衣，真是不像话。这做长辈的也真是一点脸面也不要了，咱们可是给了一张狼皮做的聘礼，一件衣服都舍不得。说完从身上掏出一个钱袋子，你带他去镇上的裁缝铺子里买2身衣服，让他们娘家人知道我们对这孩子的重视，后日回门要穿得体体面面的，不至于回娘家还要看他们脸色。娘，我知道了。周成伸手接过，就算他娘不这么做，他也打算这么做的。娘，你不生气了？谁说我不生气的？我这口气一时半会可消不了。不要说我给的，你带着他去买，想必他都没出过山。我都听您的。娘，我还有个事儿要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周成把姜慈身上的伤说了一遍，后背还有好几道伤口都裂开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恐怕做不了活了，就只能辛苦娘一段时间了。这孩子能长这么大真是不容易，这是受了多少罪呀！家里的活我能干完，就让他养着吧。你以后要好好待他，这孩子太可怜了，自己的闺女是怎么下得去手的？回到房间，周成就把母亲给的钱拿给了姜慈。这是什么呀？是我娘给的，她见你身上的衣服太旧了，叫我带你去镇子上买2身衣服呢。姜慈有些受宠若惊，早上婆母对他可没有好脸色，就连笑容都没有给他一个，却知道他没有衣服穿，给钱让他买衣服。他们家的条件比一般的人家要好一些。周成照顾家里，以进山打猎为生，想要赚到钱，就要进深山老林才能打到大型的野兽。周成每次进去都是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一般人不是吃不上饭了，是绝对不会进入深山的。所以周成打猎的钱都是卖命钱，还有一部分是大哥周彪在山外给人干活挣钱，赚的每一分钱也都是辛苦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可不好意思用这些钱给自己买衣服，我这衣服还能穿，你把钱拿回去还给婆婆。就算我娘不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的。你娘家不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再说了，回门的时候，你总不能还穿着这身旧衣服回去吧？周成的意思他是明白的，娘家人已经这样对待他了，要是新婚回门还穿着带过来的旧衣服，他就更会被瞧不起了。只是周成不知道，他一点都不在乎那家人，能跟他们断绝关系最好，一辈子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系。姜慈想回去的主要目的是把原主母亲留给原主的镯子拿回来。姜慈的这个想法很强烈，他已经跟原主完全融合在一体了，他现在就是原主。好了，不用犹豫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咱们现在就去。姜慈把钱袋子收了起来。等等吧，换下来的衣服还没洗呢，反正时间还早，我把衣服洗干净了再去。不用了，你身上还有伤，好好养着吧。洗衣做饭的事也不用你做，我现在要去洗衣服，把你们的衣服拿过来。婆母端着木盆走了过来。不用了，这点衣服回来洗也是一样的。你是怕我给你洗不干净？不是的。不是就去把衣服拿出来，我不喜欢磨磨唧唧的。周成已经从房间里出来了，他手上拿着他们昨天换下来的衣服，递给了母亲。李氏接过衣服，转身就走，还没走出2步，又回过头来。路上小心，早点回来。说完，转身就走。姜慈觉得这老太太还挺可爱的，用着最凶的语气，说着最温暖的话。她
他就是嘴。我明白，伯母是个好人，你不用跟我解释。周成也是难得的露出了笑容，他笑的时候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周成见他对自己傻笑，你笑什么？没看什么，娘让咱们快去快回，咱们走吧。周成所在的村子叫周家村，是个山脚下的小村庄。姜慈对这里充满了新奇，山里的空气新鲜，周围的环境也很美，能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周成无奈的摇头，小娘子也是山里长大的，应该对山里的景色习以为常才对。瞧她那目不暇接的样子，好像第一次见似的。两人正往前走，突然左前方的草丛发出哗哗的声音，周成警惕地拉着姜慈，别动，前面有危险。姜慈也吓了一跳，顺着周成的目光看到左前方灌木丛里，周成很自然地站在他面前，从地上捡起一大块带尖的石头，握在手里。那是什么东西啊？别害怕，这里一般没有能伤害人的野兽。话刚说完，一头半大野猪从草丛里探出头来。这只野猪能卖1两银子呢，你往后退2步。姜慈听话的往后面小心的后退了2步，周成站在原地没动，扬起手里的石头，对准那头野猪的头，狠狠地砸了过去。是不是吓到你了？没有，你真厉害。帅呆了，那是什么意思啊？太激动了，把上一世的词汇都给说了出来。他笑了笑，解释道：“就是夸你厉害。”周成点点头，他此刻还是很高兴的。不仅仅是他的新婚小娘子夸奖他，这头野猪是意外的收获，还能让他赚上一笔。野猪不算大，但是却不轻，不止他目测的40多斤，凭他的经验，差不多也快到50斤了。你跟在我后面走。要不咱俩抬着走吧？不用，你后背还有伤呢，用力会再次裂开的。这点重量对我来说很轻松，我曾经还从山里背过一头黑熊呢，你不用担心我。周成一脸轻松，姜慈对他的佩服五体投地。能背一头熊的人，那是真男人。因为抄的是近道，本来要2个小时才能出山的路，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走出了。走了一路，姜慈都有些累了，而周成却是脸不红气不粗，一头猪在身上，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到了镇子上，就看到一个牌坊，是用石头雕刻的，上面写着西门镇。镇子上有不少人，住在山里或者周围的人需要补充物品，都要来这个镇子，所以是比较热闹的。周成对这里是很熟悉的，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里卖野物的皮子。2个人走在街道上，对面有几个人过来问他肩膀上野猪的价格，周成直接开价1两银子。那些人从500文砍到800文，周成是少1分不卖。那些人见讲不下来价格，最后还是1两银子成交了。累了吧？带你去吃东西，吃饱了咱们再去买衣服。这里有一家面店，口味很好。姜慈也喜欢吃面，就跟着周成去了。面馆的掌柜跟周成是老熟人了，见他带着一个漂亮的小娘子，好奇地问道：“阿成，真是稀罕事儿，咱们认识这么多年啊，你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这次带了个小娘子，是你什么人？”我娘子？什么时候的事儿？前天你过来的时候可没听你说。昨日？真是难得，我还以为你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呢。哎，你小子真有福气，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娘子，恭喜恭喜啊！哎，今天的面我请了。这怎么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你在我这儿吃了这么多年的面，给我赚了那么多钱，请你吃2碗面算什么？别跟我客气。说完就去厨房了。这掌柜真热情啊，确实是个不错的人，说话也很有意思。他说你年纪大了，你多年轻啊？姜慈看向周成那张好看的脸。我比你大，你不嫌弃？当然不嫌弃啊，我喜欢比我大的，这样更有安全感。周成听了心里美滋滋的。2个人吃完饭，跟老板道了谢。经过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周成给姜慈买了一个糖葫芦，跟后世的味道没有差别。2人在街道上闲逛，姜慈对这个时代的集市很感兴趣。豆腐，好吃的豆腐。哎，客官，买豆腐吗？这声音听着耳熟。姜慈看向不远处那吆喝的人，那不是原主堂姐江明慧吗？这嫁过来也没多少天，还有着身孕，这就出来卖豆腐了。看来婆家人对她也不怎么样呢。怎么了？我大伯家的堂姐江明慧，看到她真是晦气。不喜欢就直接走过去，不用跟他打招呼。今天逢大吉，客流量特别大。江明慧手扶着腰，站在豆腐摊位前，有气无力地吆喝着。她以为嫁到一个好人家就能过上少奶奶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边有佣人专门伺候的好日子，却没想到她费尽心机弄来的好姻缘，好像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国家确实不愁吃穿，但是也确实不养闲人。
他不仅要帮忙卖豆腐，还要跟家里人一起起早贪黑做豆腐。他相公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一天到晚不见人影。当初他跟张晨文的事儿，张家人就看不起他，是因为在无媒无聘的情况下怀孕的。张晨文要娶她，婆家人才勉强同意的。好在张家不愁吃穿，不用像在家里那样几个月也吃不上一顿肉，再坏也比他那个堂妹嫁给一个生性残暴、相貌丑陋的野蛮人，一辈子走不出深山要强多了。两相对比，他就是生活在天堂里。哎，客官买豆腐。江明慧见来了顾客，赶紧笑脸相迎，眼角的余光看到姜慈的时候，整个人都是一怔。他旁边的这个长相英俊的男人是谁？姜慈，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是谁？堂姐，是你呀！我差点都没认出来，这才多久没见呐？你怎么变得这么憔悴了？老了好几岁呢。哦，对了，堂姐，你可是张家的少奶奶，不是还有身孕吗？你这婆家人怎么还能让你出来干活呢？你相公也太不作为了吧，真是太不像话了。哎，不用你操心，婆家人对我好着呢。我相公更是把我当成宝，想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想吃什么佣人做好直接端我面前，我好着呢。知道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江明慧明明知道他是在讽刺自己，说出的话做出的表情都让他没有办法发挥，目光又掠过那男人的脸。姜慈嫁的什么人他再清楚不过了，那可是远近闻名的丑八怪死变态。而面前的这个男人身材高大精壮，男子气概十足，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副极好的皮囊，不可能是他新嫁的相公。姜慈，你跟别的男人这么亲近，难道就不怕你那丑八怪的变态男人知道了把你给打死？不好意思，我就是他的相公。相公，不用跟他解释了，你不是说还要给我买衣服的吗？别耽搁时间了。时候是不早了，走吧。两个人也没跟江明慧打声招呼，就这么趾高气扬的走了。江明慧差点被气死，一直都是他江明慧压他姜慈一头，什么时候轮到姜慈来压自己一头了？刚才那是谁呀？张晨文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江明慧一看到他，一股浓浓的酒味袭来，这又是喝酒了。想到刚才那个男人，再看看自己这个用尽手段抢来的男人，心里就更来气了。不认识。你们说了那么久，也没买咱家的豆腐，你说不认识？你跟我说实话。我堂妹。张晨文虽然跟姜慈定过亲，但是俩人是没有见过面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需要见面就可以直接定下婚事。当然江明慧跟他是个例外，听到是自己退亲的对象，张晨文也没有了兴趣。江明慧带他见过姜慈，瘦瘦小小的不说，干巴巴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脸上还有一块难看的胎记。虽然远远的看了一眼，他还是被吓得不轻，现在想起来都想皱眉头，他就没有见过那么丑的人。掌柜的，麻烦把那件浅蓝色的拿过来试试。哎呦，公子啊，您可真有眼光，这可是我们才做出来的新款式。掌柜的把衣服拿下来给了姜慈，拿到料子手感明显要柔软得多，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掌柜的，这料子不便宜吧？要是太贵的话，我就不试了。哎呀，您先试试，价格也不是死的，都可以谈的嘛。今天就是来买衣服的，不用怕花钱。你瞧瞧，你相公都说话了，你还犹豫什么呢？像你这样的相公可不多了，快进去吧。姜慈换好衣服从里间走出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周成，就连掌柜的都愣住了。淡蓝色的衣裙仙气飘飘，衬得她那张漂亮的小脸更加的熠熠生辉。如果说刚才还是一个小村姑，现在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儿，这也太美了吧！周成的眼睛都看直了。人靠衣裳，马靠鞍的话，在此刻具象化了。怎么样？好看。周成这才回过神来，点点头，然后看向掌柜的。我觉得杏花色的也好看。公子的眼光真不错，你娘子的皮肤偏白，这一件会更好看。掌柜的赶紧上来推销，也给拿了过来。款式其实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同而已。不用试了，请问多少钱一件？啊，真好看啊！还有吗？我也要一套。从外面进来一个姑娘，指着姜慈身上的衣服问店掌柜：哎呦，这个颜色没有啦。
他手上那个杏花色的给我试试。那件我们也要了，姑娘再选别的颜色吧。周成赶紧把那件杏花色的拿在手里，掌柜的笑眯眯的对那姑娘说：这个款式呀，现在没有啦。如果你喜欢，可以定做，3天就能拿到。啊，那好吧，那就给我做一套，需要多少银钱？600文啊，要600文，太贵了。哎呀，您看看这衣服呀，都是好料子，也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这一件衣服呀，我就要花3天的时间，600文不贵的啊。那我还是看看别的吧。姑娘被价格吓退了，看起了其他衣服。姜子也觉得贵，还是看看别的吧，太贵了。不贵，又不是每天都买，我看这料子软和，穿着也舒服，最重要的是你穿着也好看。周成拿出银子给掌柜的付钱。娘子啊，你找了一个好相公。掌柜开心的收了钱。看衣服的姑娘看了一眼这对夫妻，男人舍得给自己的娘子花钱，她有些羡慕。出了裁缝铺子，周成又带着姜慈去买了双鞋，花了100文钱，然后还给小宝买了2包糕点。东西买完了，事情也做完了，两个人准备回去了。江明慧的豆腐摊子越来越近，这都过去差不多半个时辰了。江明慧还坐在豆腐摊位前，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看起来心情并不好。看他心情不好，姜慈就莫名的开心。要不买2块豆腐回去？你还想气他？不是啊，我想吃豆腐了。堂姐，给我称2斤豆腐。我家的豆腐不卖给你。堂姐，你怎么不知好人心呢？你面前还有这么多豆腐，早卖完早回去歇息啊。我看你也挺累的，我这也是帮你啊。要是让那姜家人知道你都怀孕了，还在给婆家卖豆腐，知道你过得不好，他们得有多难受啊。姜慈，你既然这么不知好歹，那就算了。相公，咱们走了。说完，伸手挽住了周成的胳膊就走了。江明慧一口气憋在心里，差点没站稳。姜慈这般羞辱他，他一定不会让姜慈好过的。哎，嫂子，你认识前面那2个人啊？啊，不认识。哦，我看他们站在摊位前跟你说话，还以为你们认识呢。你认识他吗？江明慧心里一紧，他这个姻缘是用手段弄来的，要是小姑子知道姜慈是谁，再告诉张成文，那可就麻烦了。不认识，刚才我去裁缝店里看衣服也遇到他们了。哎，嫂子，你知道那小娘子身上的衣服有多贵吗？江明慧摇了摇头，一身要600文呢。那相公一下子给她买了2身。那小娘子的命真好，相公长得也好看，又疼她，还舍得给她花钱。哎，我以后也要找那样的相公。张秋云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羡慕。不听这话还好，听了这话，江明慧的心里就更难受了。心里舒服了？哎呀，舒服了。被他欺压了那么些年，今天算是出了口气。你就不怕他回娘家告你的状啊？不怕，我巴不得他去告状呢，不能让他自己心里难受啊，也要让那江家人跟着一起难受才行。特别是我那个爹，一想到他暴跳如雷的样子，我心里就高兴。你爹为什么对你堂姐比对你还好啊？你不是他亲生呢？因为我爹没有儿子，我母亲因为生我时伤了身子，不能生了，我爹就把我娘给休了。我娘受不了打击，上吊自杀，我爹马上就把继母领回家了。继母倒是能生，这么多年一连生了6个，全部都是闺女，死了5个，活下来1个。继母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身上，说我命硬是灾星，克死母亲，又克死他的孩子。我父亲、祖父母都相信继母说的话，他去算命也说他命中无子，大伯家有儿子，还有1个女儿。我祖父祖母也偏心我大伯一家，我爹觉得没有儿子就没有了依靠，他把大伯家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就连大伯家的堂姐也当成是他自己的闺女，讨好我大伯一家。你继母的孩子，你爹也这样对待吗？有我继母在，他的日子当然很好啊，他跟我爹一样，很会巴结我大伯一家，他在家里过得不错的。等我这趟回去，把我娘给我的镯子拿回来，这辈子不会再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系。李氏出门看了几趟，儿子还没有回来。周彪扛着锄头进了家门，李氏对周彪说道：阿琛他们去了大半天了，怎么还没回来？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出去找找。不用担心，那些山里的野兽见了二弟都要回头，您还怕他出事啊？他不是带着你弟妹吗？那孩子身体还有伤，柔柔弱弱的，要是遇到什么事，你二弟还要顾着他，你还是去瞧瞧吧。周彪走到出山的那条小道上，远远的就看见二弟背着弟媳，两个人往这边走。看到人没事儿，他也没有上前，转身回到家里。李氏见他才出去就回来了，看他身后也没有人。你怎么回来了？我看到二弟了，他跟弟妹已经回来了。那就好，我去把饭热热。周成背着姜慈来到家门口，你把我放下来吧，被娘和大哥看到多不好意思啊。没事，他们不会笑话的。说着把他背进了院子。周小宝在院子里玩，看到二叔跟小婶婶回来了，高兴地跑了过来。
二叔，婶婶怎么了？婶婶没事，是脚崴了。这个时候，李氏也热好了饭，从灶房里走了出来。多大个人了，还能崴脚？怎么样了？我看看。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周成在路边找了一些草药捣碎给我敷上了，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李氏还是不放心的检查了一下，已经不肿了，应该是没事了。下来试试，看看还疼不疼。他让周成把它放下来，慢慢的走了2步，惊喜的说：“哎，一点都不疼了。”不疼就说明好了。李氏看了眼他身上的衣服，这衣服好看，很适合你。小婶婶，你身上的衣服真好看，像个仙女儿。你呀，这小嘴儿像抹了蜜似的。你看婶婶给你带了什么？啊，是糕点。婶婶，你太好了。好了，饭已经做好了，吃饭吧。周成把钱袋子给了李氏，跟他说了在路上抓到野猪的事儿。李氏也说他们运气好，姜慈在家里休养，伯母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只有小宝时刻陪着他。一高一矮2小只坐在门口的石墩子上，姜慈看着周围巍峨的高山，奇形怪状的石头，还有那颜色丰富的秀美景色，妥妥的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呢。他已经喜欢上了这里，喜欢这个家的氛围，他在这个家里感受到了被人重视的滋味，这是他上一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喜欢这样的日子。周成跟周彪2兄弟快到傍晚的时候才回来，他们带回来2只野山鸡，1只野兔子，兄弟俩都很高兴。明天回门，李氏让姜慈把这些野物也拿回娘家，不用留着咱们自己吃，他们吃不惯这样的好东西的。这趟回去什么都不带，这么好的东西自己吃不香吗？给那些人吃，浪费了好东西。那怎么可以？人言可畏，你们村子里的人看到你空着手回去，会说我们不懂事，要有的礼节都还是要有的。娘，您就不用担心了，我心里有数的。要是真有人说闲话的话，那也不是说咱们的闲话。他这次回去最主要的目的是拿回镯子，顺便给原主出气的。是啊，娘，你就听阿慈的。那就留下来给你补补身子。我瞧着你比来的时候气色好多了。傍晚，一家人围坐在桌子前，美美的吃上了炖野鸡。周成给姜慈盛了满满1大碗鸡汤，姜慈都吃撑了。晚上2人回到房间，姜慈洗了澡回来趴在床上，周成给他的后背上药。经过这2天的相处，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男人。周成虽然平时话不多，也不爱笑，但会为他着想，他很有担当，让自己有安全感。最要命的是，他那张脸长在他的心坎上啊！没传来之前，他心目中理想的另一半就是周成这样的。现在周成是自己相公了，他也下定决心跟周成好好过日子。如果周成今晚要圆房，他是不会拒绝的。周成给他上完药，恢复得很好，再过3、4天应该就能彻底好了。说完，把药收起来，拿着毛巾就去院子里冲凉了。姜慈忍着笑看他走出去，不一会儿，光着上半身走了进来。今天晚上真热呀！这男人在给他秀身材，难道今天晚上他要行动了？想到此，姜慈突然脸红了，他的心也开始激动的小鹿乱撞。周成直挺挺的躺在靠墙的位置，2个人之间还空着1个人的距离。你睡了吗？我有点冷，你靠近一点。他了解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好力度，免不得会让他再次受伤，但是还是鬼使神差的往他的跟前挪了挪，四目相对。这样可以了吗？你搂着我的话会更暖和。主动往他跟前挪了挪，伸手搭在周成的腰上。周成浑身一紧，心口起伏不平的幅度更大了。你知道后果吗？你的伤还没彻底好啊。可是我已经不疼了。周成知道自己快要控制不住了，趁自己还有思考的能力，一咬牙把姜慈放在他腰上的那只手拿了下去，整个人坐了起来。现在还不是时候，伤口刚刚愈合，很容易再次崩开的。说完起身下了床，拿着毛巾出去了。这个傻男人身上都烫得要着火了，竟然还能想到他的伤口，感动之余心里也空落落的。周成在院子里一连往头上浇了2盆水，这才把身上那团火给浇灭了，把身上擦干净，这才转身回了房间，爬上了床，在他身边躺下。明天还有事，快睡吧。那你搂着我睡，什么都不做。周成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姜慈窝在他的怀里，头枕在他的胳膊上。翌日天刚蒙蒙亮，姜慈就起来了。起那么早做什么？我浑身都不得劲儿，我得干点啥，要不然我整个人都废了。家里也没什么让你做的。伯母早起做饭，我把家里人的衣服给洗了，也能替她分担一些。好吧，娘要是知道你有这个孝心，她一定会很高兴的。你没事可以多睡一会儿。我起来去挑水，昨天洗了2次澡，水槽里的水不够今天用的。那咱们一起。说着把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放进了木盆里，端了出去，就看到大哥周彪挑着2桶水走进院子。大哥早。哦，早。
大哥，你跟小宝换下来的衣服拿给我，我今天去洗衣服。不用了。大哥，没事儿的，今后我要跟娘一起分担家务的，拿出来吧。周彪挠了挠头，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周成从房间走了出来，哥，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不用这么客气的。周彪只能说好，去房间里把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拿了出来。那就谢谢弟妹了。大哥，您太客气了。姜慈把衣服接了过来，说完就去拿婆母的衣服。都在一个院子里，李氏听到他们说的话了。见姜慈这么懂事儿，结婚那天的事儿他已经放下了。李氏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儿媳妇儿。他从灶房里走了出来，就看到姜慈也走了过来。你有这份心就够了，瞧你瘦瘦弱弱的，身上还有伤，把身体养好了再做也不迟。李氏把他手里的木盆拿了过去，可是没有可是，如果实在闲得慌，就去给我看着锅，别让里面的饭扑了。姜慈觉得也可以，高兴的去了灶房。阿成，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大哥，你等我一下。说完，跟着母亲来到房间。娘，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要节制点儿，阿慈身上还有伤，他那小身板太弱，经不住你折腾。你也不能天天晚上出来冲冷水澡，昨晚就冲了2次，一冷一热的，对你身体也不好。周成知道母亲误会了，但是这个也没法解释。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没圆房。你们行完房要用枕头垫在你媳妇的后面，这样更容易受孕。听到这话，周成的脸也红了，硬着头皮说：我知道了。二弟，咱娘跟你说什么了？你的脸怎么红了？没说什么啊，那咱们快走吧，去后山看看，别耽误了你带弟妹回娘家。床上的周小宝也醒了。祖母，小宝，你醒啦，天还早着呢，再睡一会儿吧。祖母，我要起来去找婶婶。他的这个小孙子依赖姜慈，夜里睡觉的时候做梦，嘴巴里还喊着婶婶。婶婶，你今天做饭呀？一声稚嫩的小奶音从身后传来，姜慈回过身来，就看到周小宝满脸笑容的看着他。是呀，小宝怎么起这么早呀？祖母说是你在做饭，我就起来了。小宝还没吃过婶婶做的饭呢。李氏也来到灶房，看着俩人，脸上也露出了笑意。这孩子啊，夜里还喊小婶婶呢。这孩子依赖他，他知道，也许这孩子把对母亲的思念寄托在了他身上。小宝今年5岁，他母亲离开2年，3岁的孩子应该是记事的。姜慈摸了摸小宝的小脑袋，是不是夜里做梦梦到婶婶啦？我夜里做梦梦到你走了。小宝点点头。姜慈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婶婶不会走的，婶婶还要等着小宝长大呢。小婶婶，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小婶婶从来不骗小孩子。没多久，周成2兄弟也回来了。今天运气不好，一只野物也没有抓到。没关系，家里不是还有一只野鸡野兔呢，还够吃2顿的。吃完了饭，姜慈跟周成2个人启程去了姜家。临行的时候，姜慈对李氏说，可能要在姜家待个几日，让他跟大哥不用担心他们，不会超过5日，他们就能回来。李氏点点头，让他们路上小心。小婶婶，你答应过我的，说要看着我长大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一定要回来。好，婶婶说话算话。姜慈摸摸他的小脸，然后跟着周成2个人走了。弟妹空着手回去，又要待那么久，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管做什么，有你二弟在，那丫头吃不了亏。哎呀，阿慈，你回来了！一个中年女人高兴地跑了过来。这位婶子叫杨氏，原主娘亲没死之前的好友。原主娘亲死了之后，杨氏暗地里对原主照顾不少，没有她，原主或许早就饿死了。全村人都在议论你活不过3天，我这心里难受死了。没想到你还能回来。这时候又围过来2个妇人，你这丫头命还真大呀！都以为你活不过3天，全村没人不骂你爹的，把一个好好的闺女扔进火坑。婶子，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是啊，看到你好，我就放心了。对了，昨天你堂姐江明慧回来过，下午又急匆匆的走了。听说呀，她在婆家过得不好，嫁过去起早贪黑的做豆腐，那婆家人根本就看不起她。她相公也游手好闲的不挣钱，可能是心里难受，回娘家来诉诉苦吧。他娘还到处说他闺女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奶奶生活，原来呀都是吹牛。
我就说嘛，怎么上午来了，下午就走了？原来是要回家干活呀！姜慈把闲话已经扯出来了，接下来把这件事儿要怎么传下去，就要看这些婶子的功力了。哎，阿慈啊，这位公子是？婶儿，他是我相公。周成想上前跟他们打招呼，不仅是杨氏，还有其他那2位妇人，一听是姜慈的相公，条件反射的跟他拉开了安全距离。他们都知道周阎王的恶名，有这样的反应一点儿都不奇怪。婶子们别怕，你看我过得这么好，要是真如传言那般，我还回得来吗？哎呦，你看说的也是，这么周正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是外面传的那个样子呢？我看到你爹跟你大伯在后山的地里干活呢，好像啊，并不知道你们要回来。没事儿，我暂时也不走，反正要在家里过一段时间的。婶子，有时间我去你家看你，我现在要回家了。好，你先回家吧。姜慈跟那2位婶子告了别，2人一起往家的方向去了。哎，你说他回门怎么空着手啊？哎，那孩子在家里受的那些苦，能带着相公回来看看就不错了。要是我有这样的娘家呀，肯定得离得远远的，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你说的也对，看他的穿着，说明婆家对他也不错，相公也长得周正，看起来跟外界传言的一点都不一样啊。人不可貌相，那坏人可不会写在脸上。那男人虽然长得不错，我刚才呀跟他对视了一眼，哎呦，真的不敢再看第2眼，有一股子狠劲儿，看起来呀这让人心里直发毛。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姜家走了出来，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子，看着院子里好像在等人。他就是原主的大伯母许氏。接着继母周氏也走了出来。许氏一抬头，看到迎面走过来2个年轻人，目光扫过那张娇俏的小脸时，许氏整个人怔住了。周氏正在和许氏说话，见他像是见了鬼一样的神情，也随着他目光的方向看了过去。阿慈，许氏也回过神来，昨天姜明慧回来跟他说，在豆腐坊门口看到姜慈跟一个长相周正英俊的男人手挽手走在一起，那个男人还花了1两200文的银钱给姜慈买了2身衣服，还给他买糕点鞋子。不仅如此，姜慈还在豆腐摊子跟前羞辱他在婆家过得不好。对于姜明慧说的这些，他是不相信的。怎么不认识我了吗？你怎么回来了？姜慈又往他跟前走了一步，周氏跟大伯母许氏不约而同的往后退了一步。3日回门，我来看看你们呀，怎么不欢迎我回家吗？姜慈又往前了一步。这个时候，村寨里的一位老人经过，看到是姜慈，惊讶的停下了脚步。阿慈，你真的是阿慈，你回来了。阿公，我是阿慈，今日是3日回门的日子，我带相公来认认家门，顺便在家里过上一段时日，好好孝顺一下父母、祖父祖母还有大伯母一家。他们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相公，我要好好报答他们。相公，这是我们村寨最德高望重的阿公。周成有礼的跟阿公打了个招呼，阿公认真的看了这个小伙子一眼。阿慈是个善良的好孩子，他现在是你娘子了，今后一定要好好待他。阿公，您放心，我的娘子谁也欺负不了。说完看了周氏跟许氏一眼，周氏正好对上他的眼，整个人莫名的脊背发凉，赶紧移开了目光。今天可是你们家大好的日子，怎么还让人在外面站着呢？太不像话了。阿公，阿慈这不是跟你们话家常吗？阿慈能回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不让人进去呢？许氏笑着对姜慈说，你们走了那么多的山路，一定累坏了吧？快进家里歇歇，你祖父祖母要是知道你们回来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阿公，你也进家里坐坐吧。你们一家团聚，我就不凑那个热闹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阿公您慢走，你大伯跟你爹都在地里干活呢，我去把他们给叫回来，让你娘带着你们进去见见你的祖父母。你们在这里等着，你祖母有午睡的习惯，我去看看她有没有醒。那就暂时先别叫他，把我住的那间屋子给我收拾出来，我会在家里住些日子。姜慈像吩咐佣人一样吩咐周氏，被妓女当佣人使唤，周氏一肚子火，但是瞥眼看到站在姜慈身边那皱着眉头一脸杀气盯着他的男人，他还是怂了。你住的房已经堆杂物了，那就让江明艳那间房给我住。你住明艳的房间，她要住哪里啊？姨娘，我这大老远的回来，还把你女婿给带回来了，你不会让我们住杂物间吧？我住也没事儿，只是我这相公吧，你们也是知道，脾气暴虐，生起气来杀人放火，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也不想家里出什么事儿吧？姜慈虽然笑眯眯地说，一副人畜无害的单纯样子，周氏听了脊背嗖嗖冒
暴冷风。是谁呀？吵吵闹闹的，连安静的觉都不能睡。周氏一见婆母，赶紧走了过去。娘，是阿慈带着她的相公回来了。阿慈，祖母，孙女儿带女婿来看你啦。哼，你还有脸回来？祖母，怎么我出嫁了就不能回来了吗？老太太目光看向面无表情的周成，伸手指着他。那个人是谁？祖母啊，你该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这是你们给我找的相公啊，你们不会连我相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把我给送走了吧？你竟敢说我老糊涂！姜慈，你太没规矩了，竟然跟你祖母这样说话。姜慈做出一脸震惊的模样。哎呀，咱们还有规矩呢，礼仪廉耻都没有，还有什么规矩哟？汤真是笑死个人了。哎姨娘，你还是去把房间给我收拾出来吧。要是我自己动手收拾的话，俏明艳的东西我可不会爱护的，弄坏了或者是出了其他的问题，可不要来找我呀。姜慈，你这次回来是来找事的吧？你这样想的其实也没有错，但是我不是来找事儿的，我是回来拿东西的。哼，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姜家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你的。你别忘了，你现在只是个外人，还想着娘家的东西，也不怕传出去被人说闲话。周氏眼珠子转了转，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故意装作不知道。姜老太也心知肚明，那镯子这丫头偷偷藏了那么多年，要不是被周氏及时发现，就被她给带到婆家了。你母亲说的对，出嫁的闺女就不要惦记娘家的东西了，被外人知道了，不光骂你不懂事，更会骂你夫家不知好歹。祖母，你错了，我娘子回来拿的是她自己的东西，那是娘留给我娘子的，是你们从她手里抢走的。要是被外人知道了，只会骂你们一家贪得无厌，连孙女的东西都抢。你们要是不想有麻烦，就把我娘子的东西还回来。哼，威胁我要是不给，你还想杀了我们不成？你放心，你们的命啊，不值得我相公动手。不妨告诉你，东西呢，我是一定要拿到手，不然我就住下来。什么时候你们想通了，把我娘的镯子给我，我跟我相公啊，什么时候走？你这个贱婢，等你爹和你大伯回来的。祖母啊，你可别激动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是会很开心的。姜慈说完，还忍不住的笑出了声。在他身边的周成也忍不住弯起了嘴角，他的小娘子战斗力实在是惊人，变化真的是太大了。他竟然来咒我，气死我了！姜老太太手捂着胸口，一脸痛苦地看着周氏。周氏见婆母难受的样子，也吓了一跳。哎呀，娘，你没事吧？我扶您去床上躺着。姜家大嫂，啥事儿啊？哎呀，现在村子里呀都传遍了，说你家明慧在婆家不受待见，每天起早贪黑的做豆腐，白天还要卖豆腐，回一趟娘家也不敢多待，当天来当天还得回去，要不然还要挨打，是真的吗？你听谁说的？哎，这村子里现在都这么传呢？胡说八道！我闺女过得好着呢，到底是哪个坏心眼的东西，见不得我家闺女过得好吗？让我知道，我一定饶不了她。说完抬腿就走。他想到了姜慈今天的反常，昨天他闺女回来说姜慈侮辱他，不受婆家人待见，一定是那死丫头做的。想到这儿，气得跺脚。远远看到公公坐在地头，他男人跟姜老二在弯腰除草。爹，快回家吧，家里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阿慈带着他的相公回来了。什么？那死丫头回来了，还带着她相公？许氏点点头。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人现在就在家里呢，快点回去吧。他这次来可没安好心。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村里到处都在传我家明慧在婆家过得不好，传得可难听了。明慧在婆家受委屈的事情，只有咱们家里人知道。她一来，这件事情就在村子里面传开了，不是她还能是谁？这个臭丫头竟然敢到处坏她姐姐的名声！嫂子，你放心，如果真的是她做的，我不会饶了她的。走，咱们回去。哎，二弟，你可别冲动，他相公可是个恶霸，杀过人的。那又怎么样？他现在是我的女婿，我不信他还能来杀了我。你呀，就是个冲动的性子。你哥说的对，不要太冲动，回去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再做决定。我知道了，爹。几个人刚到院子门口，周氏哭丧着一张脸跑了过来。爹，你终于回来了呀！哎呀，你快进去看看吧。阿慈把娘气得躺在床上了，还要占了明夜的房间。哎呦啊，现在好些了，你们快进去看看吧。几个人一进院子，姜慈跟周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姜慈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祖父、爹、大伯，你们回来了。”见到姜慈，几个人也都愣了一下。不过3天没见，姜慈的变化实在太大，要不是还是那张熟悉的脸，谁都不敢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穿着得体、面部红润、落落大方的是他们嫌弃的那个唯唯诺诺的灾星。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相公。
跟传言中那可怕的长相一点儿都不搭。死丫头，听说你回来很嚣张，把你祖母气到了床上，还想占你妹妹的房间？是啊，你们不用这么惊讶，以后啊还有更多你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你们呢。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后我跟我相公就在这儿住下了。你说什么？在这里住下来？谁允许你在这里住下来的？我自己允许的。我不仅住在这儿，吃穿用度都要你们负责。姜老二本来就是个暴脾气，哪里受过这样的气？何况还是克他不能生儿子的灾星，抬脚就去踹姜慈。周成眼疾手快，抱着姜慈一个转身，同时也伸出一脚。周成一脚把他踹飞了出去，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刚刚还以为他就是个普通人，这一脚，姜老二只觉得肚子里的内脏都移了位置，差点送他去见了阎王。爬了几下没爬起来，周氏跑过去把他给扶了起来。真是个野蛮人，他可是你岳父。你说的不错，我就是个野蛮人，我周阎王的名声也不是乱叫的。我不管他是谁，敢动我娘子，我就敢要他的命。这里是你娘家，你今天闹成这样，到底是想要做什么？我的目的啊，很简单，从小你们就不把我当人，我母亲不在了之后，你们更是把我当成一个灾星。我小小年纪伺候你们一家吃穿，干最多的活，挨最多的打，你们逼死我母亲，还把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给抢走了。你们以为把我扔进火坑，可惜老天有眼呐，没如你们的意，让我嫁了个好婆家。我这次回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回我母亲那个镯子，东西给我，咱们断亲，我立即走人。从今往后，你们的死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哼，你知道跟娘家断绝关系会是什么后果吗？没有娘家依靠，今后你在婆家遇到任何问题会有什么下场，你可知道？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害我的不都是你们这一群所谓的亲人吗？死丫头，你有种，不是要断亲吗？现在就给我滚，你不再是我姜家的子孙。没问题啊，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我立刻就走。你想得美，那是你娘的镯子，她是我们姜家的人，她的东西就是我姜家的东西。不妨告诉你，那镯子已经当做明慧的聘礼送走了，不可能再拿回来了。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娘被你给逼死了，还有脸说我娘的东西是你们家的？我也告诉你，东西不拿回来，我就在这个家住下了。你敢？那你就瞧着我们敢不敢吧。姜慈笑眯眯的对身边的周成说：“相公，咱们去收拾收拾房间，待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周成点点头，说完转身就去了江明艳的房间。逆子，早知道他是这副德行，生下来就应该直接掐死他。就这么让他住下来了？明艳回来住哪里呀？哎呀，弟妹，你就放心吧，她婆家就2兄弟，还有一个老娘，她大哥还有一个孩子要照顾，怎么可能让他们在咱们这里住下来？要不了几日呀，他们就能回去啦。你说的也有道理，都不要理他们，我就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脸，在这个家住下去。娘子，你别生气，镯子什么的我都会给你拿回来的。我没有生气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太清楚了。我家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不用你动手，你只需要震慑他们就行。他们如此不要脸，我也不会跟他们客气的，他们会乖乖把我娘的镯子给我送回来。好，我都听你的。江明艳的房间很简陋，就一张床，一个小凳子，一个放衣服的柳条箱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再去灶房看看还有什么能吃的，我去做一点。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你只等着吃就行。姜慈出了房间的门，见院子里没人，他直接去了灶房。有原主的记忆，姜慈对这个家实在是太熟悉了，直接就在灶房里翻到了20多个野鸡蛋。野鸡蛋很小，姜慈毫不犹豫用猪油把这20多个野鸡蛋全部都给煎了。好香啊！谁在灶房做饭？你在做什么？我在做鸡蛋糕，好久没吃了，野鸡蛋做的就是香。哎呦，快去看看，野鸡蛋是不是被他给造光？周氏这么一说，许氏也跟着一起出了他婆母的房间。姜老大、姜老二也跟着出去了，姜老太太也要出去。姜老爷子说：“这丫头是故意的。”周氏跟许氏同时出了门，姜慈见他们出来，转头进了屋子。这么多，20多个野鸡蛋都在这儿了，咱们把它给吃了。你这样还不把他们给气死啊？气死才好呢！谁叫他们不把镯子还给我？咱们快点给吃了，冷了就不好吃了，好不好吃啊？周成点头说好吃。你也吃。周氏第一个跑进灶房，看到扔在一边空空如也的竹篮子，整个人都呆住了。哎呦喂，这个糟践啥的，他把竹篮里的鸡蛋都给糟了。跟着进来的许氏、姜家弟兄2个也都看到了。姜老二火气上头，忘记了刚才被周成一脚踹得起不来的事儿了，转身来到了姜慈的房间门口。死丫头，你给我出来！姜慈抹了抹嘴巴上的油渍，拿着空盘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姜老二一看到姜慈出来，手里的盘子已经空了，气得扬起手就朝着他的头招呼过去。周成及时出现，伸手抓住了他即将要落下来的手腕，暗暗用力一捏，
周成给了他教训，松了力度，把他往后一推，没有站稳的江老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阿慈，你们太过分了，他可是你爹，你就眼看着让他对你爹动手？可不是我相公先动手的啊，我相公那是自卫，哪有女婿第一次登门，老丈人就对人3番2次动手动脚的，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说出去啊，我都嫌丢人。我不就是吃了你们几个野鸡蛋吗？一家子跑过来，至于吗？不是不给你吃，那篮子里的鸡蛋啊，是给你祖父祖母补身子的，你一下子都给吃光了。他们吃什么？他们吃什么，你们就不要来问我了。不过呢，我既然已经在这里住下了，你就要准备供我们吃喝。要是让我自己动手的话，那就不要怪我吃什么了。说完，把碟子放在周氏的手上，麻烦你给我洗干净了。你姜慈，你不要太过分了。这个时候，门口有人经过，姜慈故意大声说：“我到底哪里过分了？我们新婚3日回门，你们不招待也就算了，不过就是吃了你们几个野鸡蛋，你们全家都过来讨伐我，你们也是这样对待江明慧的吗？你是故意的？是呀，我就是故意的，你能拿我怎么样？嫂子，咱们走，别跟他一般见识。哼，相公，你在家里待着，我出去转转。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你跟我出去呢，别人见到你害怕，我自己出去找人聊聊今天的事儿，得让大家知道，咱们呀得先下手为强。好吧，那你去吧。姜慈出了门，看到刚才经过他家门口的几个人，他不知道他们听到了多少，故意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朝他们的方向走了过去。他们姜家真不像话，3天回门不招待，也实在是过分了。那阿慈今后在婆家还能有地位吗？是啊，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阿慈那孩子太可怜了，摊上这么个人家。几人正在议论，见姜慈从家里出来了，那一副可怜的样子，让人看了都心疼。阿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姜慈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眼泪，我出来走走，心里好受一些。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阿慈，我们都知道你家的事儿，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你跟我们说说，你心里啊也能好受些。婶子、大娘，你们听到了可不能说出去啊，要不然他们就更不待见我了。阿慈啊，你已经嫁人了，不用再跟以前一样，他们不待见你，你就离开回婆家去，今后不要回来就是了。他们终究是我的亲人，他们能这样对我，我却不能不孝。哎，你这傻孩子，心地太善良了。哎，这么好的孩子，遇到那样的人家。大娘、婶子，跟你们说说话，我心情好受多了。你呀，有事别放在心里，没事了就出来走走。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在我困难的时候递到我手上的每一份食物。如若有一天我发达了，我一定回来报答你们的恩情。你这孩子真有良心，我们不用你报答，你能过得好就行了。婶子、大娘，你们忙你们的吧，我自己再走走。好，有啥事呀，别放在心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姜慈离开了。哎，这孩子从小到大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竟然还有一颗这么纯善的心，真是个好孩子呀。那有什么用？没有了亲娘，就没有了依靠，好孩子啊，只会受欺负。哎，两个妇人都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是我的房间，凭什么给那个扫把星住？他还把我箱子给扔出来了，我一直没舍得吃的那2块麦芽糖也没有了。啊，爹娘，你得给我做主。行了，这房间先给那死丫头住着，等会儿把杂物间收拾出来，你去住那儿。爹，我不去，我要住我自己的房间，杂物间给他们住嘛。就这么决定了。姜慈听到这个声音，知道是江明燕回来了，他扬起了嘴角，然后走进了院子。这是怎么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死人了呢，原来是明燕呢。谁得罪你了？怎么哭成这样啊？姜慈，你口无遮拦不成体统，不要来挑战我的耐心。姜慈每次看到姜老二那副想要吃了他而又无能为力的样子，他就觉得很开心。他什么都没说，一副挑衅的神情跟他对视。姜慈，你把我房间还给我，你住杂物间。我要是不给呢？你什么你的，乖乖听你爹的话，乖乖的住杂物间，否则我会让你吃大亏的。这个时候，一直关着的门也打开了，周成那张帅气的脸出现在他面前。回来了，打扰你休息了吧？没有，没人敢敲门。说完，在众目睽睽之下，姜慈转身把门给带上了。娘，那个男人是他相公？周氏点点头。原来昨天明慧姐说的都是真的，姜慈居然有这么好的运气，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相公。周氏把还在愣神的江明燕拉进了他住的房间。明燕，这2天你别去惹那个死丫头，现在的她已经不是以前的她了，现在的她邪恶的很，就连你爹都不敢惹她。我爹都不敢惹她，她是有3头6臂吗？她没有3头6臂，但是她身边有个活阎王，你爹已经吃过那人2次亏了。听娘的，他在这里住不了多久，等他走了，房间还是你的啊。江明燕此刻倒有些羡慕姜慈了，活阎王长得那么好看，还对他那么好。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我知道了，娘，别人回门都是要当天回去的，他们为什么要在家里住下来？就咱们这个态度。他这次回来是想拿镯子的。是他娘留给他的那个镯子吗？周氏点点头。可是那个镯子不是已经给了明辉哥做聘礼了吗？他拿不到镯子能回去吗？你就不要操心这个了，你记住不要惹他就行。娘跟你去把杂物房收拾收拾。姜慈回到房间，直接躺在了床上。早上天还刚蒙蒙亮，他就起来了，又走了那么多的山路。原主的身体柔弱，身体早就没力气了。累了吧？我睡一觉，养精蓄锐，晚上还有惊喜等着他们呢。周成也在他身边躺下，有我在，你尽可以安心的睡。姜慈看着那张阴气逼人的脸，姜慈逗他，往他身边靠了靠，伸手搂住他的腰。我相公真好。周成被他的举动弄得整个人都紧张起来，再看向他的时候，姜慈已经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就听到他平稳的呼吸声，周成这才敢大胆仔细的端详他那张娇俏可爱白嫩小脸，他的目光停留在姜慈的，像是有魔力一般吸引人，慢慢朝着姜慈靠近。就在他的唇要吻上的刹那，姜慈睁开了眼睛，两个人对视了一瞬。姜慈想逗他，伸手勾住他的脖颈，起身蜻蜓点水从他的唇上会个意外的惊喜，周成完全没有料到。我要睡一会儿了，你也睡一会儿吧。说完搂住他的腰，闭上了眼睛。周成心里的喜悦都表现在脸上，看着怀里的娘子，伸手搂住了他。你就忍几天，等他走了你就回去了。两个人正在说话，许氏走了进来。弟妹，你跟我出去一趟吧，这里让明艳自己收拾。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只是越想越不对劲，那个死丫头出去转了一圈，肯定没干好事儿，还不知道败坏我们家多少名声呢。好，明艳你自己收拾，我跟你大伯母出去一趟。两个人出门就分开了。妹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这是要做什么去呀？我去那边的山上看看，找一些菌菇野菜之类的，家里也没吃的了。阿慈跟他相公回来，我们也没想到，家里也没有准备东西，这丫头呀就开始对我们不满了，在外面到处说我们不给她饭吃，嫌弃她吃了家里的鸡蛋。嫂子，你说说，我们是那样的人吗？结婚3日回门是多么重要的日子呀！你说是你们没想到，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心里舒不舒服？你们这是对人家相公的轻视，以后啊，你们让阿慈在婆家怎么抬头做人啊？人家阿慈可没说你们的坏话，这话呀你不说我们可不知道。刚才我碰到了阿慈，他还说要留在家里好好的陪你们一阵子，他住在山里出来一趟不容易，他说呀始终把你们当成他的亲人，会好好的孝敬你们的。阿慈是多善良的一个姑娘啊，你们要好好待她才对。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他心眼子多着呢，他这是故意这样说的。在家里他相公都打了他爹2次了，还把我婆母气得躺在床上，霸占明艳的房间，他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是把我们都当成傻子了？你先别说他有没有能力这么做，而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们爱信不信。说完转身就走了。你看看急眼了。之前呢，我跟嫂子经过他家门口，听到里面在吵架，说阿慈吃了他们家的鸡蛋。哎呦呦，这一家子围在跟前这顿数落哟。阿慈看到我们，还拜托我们不要说出去，想维护他们姜家的面子。你看这许是小人之心，以为这阿慈出来说他们坏话了，也出来谣传阿慈的坏话。这女人真是坏透了，你们可千万不要相信她的话。周氏也是同样的遭遇，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也气呼呼的回来了。以后少惹她，见面也不要理她，吃的东西也不要放在灶房，都收到房间里。出门呢就把门给锁上，我看她能坚持多久。江明艳也把杂物间清理出来，把姜慈扔出来的箱子搬了进去。收拾箱子时，发现里面的新衣服不见了，气得在房间里跺脚大哭。周氏一听，赶紧从婆母的房间跑了出来，许氏也吓了一跳，跟着出来了。到了江明艳的房间，一问才知道不见了2身衣服。谁都知道东西在姜慈那儿，想要回来是不可能的。许氏跟周氏也都见识过姜慈的无赖，只能劝他算了，等姜慈走了之后再给他做一身，这才平息了江明艳的愤怒。姜慈睡了一会儿就醒了，从床上坐起来，房间里没有看到周成的影子，他对这里又不熟悉，人去了哪里啊？心里正好奇。周成推门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只带血的野兔子。你去打猎了？我刚才出去方便，发现有一只野兔子，我就给抓回来了。你身子太弱了，好好给你补补。跟着周成一起出去，看他收拾那只野兔子。出了房间，看到院子里的拐角处放了2捆木柴。姜家人的主要经济收入还是去后山捡柴，或者去山上找山货，拿去镇子上卖，换取银钱，再用银钱买需要的东西。两个人一起出去，到了一个小溪边，开始收拾那只野兔。姜慈坐在溪边的沿，看着周围美丽的景色，跟他说着话。
话。收拾完，俩人还在小溪边看了一会儿风景，聊了一会儿天。姜慈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一起回去了。回到家里，人都还没回来，他直接去了灶房，把兔子放在锅里煮了，肉香味飘呀飘，飘进了姜老太的鼻子里。他岁数大了，不能跟着一起上山，在家没事儿会去别人家串门解闷。大娘，今天家里煮肉啊？是啊是啊，阿慈不是回来了吗？外头胡说八道，传我家不给孩子饭吃，我们直接炖肉，堵住那些人的嘴巴。走走，进去瞧瞧，我儿今儿个弄到了什么猎物。妇人也很高兴，跟着姜老太一起进了院子。姜老太没有看到他的儿子们，只看到院子里晾着一张灰褐色的兔皮。原来是兔子呀，看起来有7、8斤重呢。姜老太没有看到其他人，觉得有些奇怪，还是带着那个妇人来到灶房门口，没看到他的儿媳妇儿，却看到姜慈。怎么会是你？你从哪儿弄来的兔子？姜慈看到还有其他人，大娘你也来了，今儿个别走了，在这里吃肉。嗨，你这孩子太客气了。祖母，是我让相公出去打来的。你跟祖父岁数都大了，身体不好，大伯跟我爹每天都很辛苦的，就想着弄点野物来给你们补补。大娘，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孝顺的孙女儿。对了，祖母，中午的时候我看灶房还有米面等吃的，怎么现在一样也没有了？我还想做点饭呢，您是不是给收起来了？就知道这个死丫头没安好心，她在这里等着呢。这是跟人家说我把东西都藏起来了。怎么会呢？那灶房里有老鼠。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您给藏起来了呢。瞧你这丫头，我怎么会把东西藏起来呢？那妇人怎么能瞧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姜慈这孩子太善良太单纯了，都这样对他了，还想着弄些好吃的给他们，他再继续待下去也尴尬。我也要回家做饭了，那就先回去了。说完就走了。姜慈见那妇人走了，再看向姜老太那张并不愉快的脸。祖母，您不高兴啊？姜老太知道他是故意气自己的，翻了个白眼儿进了屋。姜慈见他生气，心里那叫一个爽啊！等锅里的肉都炖烂了，姜慈连肉带汤盛在一个盆里，叫周成过来一起吃。好久没有吃肉了，我好想吃肉啊！哎，谁不想吃肉啊？明辉也不知道这个月能不能回来，等他回来去镇子上打些猪肉回来。大伯母，明辉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呀？他现在呀，跟着师傅学木工手艺，不能说回来就回来。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肉香味就越浓。哎，这肉味儿好像从我们家里传出来的。一行人进了院子，就看到姜慈跟周成正围坐在灶房前，一口口的吃着兔肉。姜慈见他们回来了，装作没有看到。哎呀，相公，这兔肉真好吃啊！喜欢吃你就多吃点，你太瘦了，需要多补补。姜老太从灶房里出来，看到他们站在门口，来，都过来吃饭吧。这才把他们从震惊中叫了回来。姜慈吃的是自己的东西，他们也不能说什么。姜老大跟姜老二把柴火挑到墙角，一看，原来的那捆柴火不见了。放在这里的柴火都是用来卖的，家里人都知道，母亲是不会拿来烧锅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被姜慈那个死丫头给用了。我的柴火是不是被你给用了？我没用啊。你没用？那你煮肉的柴是从哪儿来的？你不知道那是我用来卖钱的吗？我是从那儿捡来的。你在家里能捡到柴火？姜慈，你不要来挑战我的耐心。你也不要来挑战我的耐心。告诉你啊，镯子一天你不给我还回来，你们就别想有一天舒心的日子过。二弟，你没发现他是故意气咱们吗？你生气就上了他的当了。是啊，走，咱们吃饭去。晚上大家都回房休息，姜老大一脸的担忧。这丫头，我看她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只是这一日，家里就被她弄得鸡飞狗跳的。接下来不知她还要做什么呢？要不咱们去把镯子要回来，还给她得了。她留在这里一天，咱们就一天没有安稳的日子过呀。你想什么呢？东西要回来，明辉的婚事怎么办呀？你就由着他闹，咱们就不给，看他能闹出什么花来。睡觉，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那死丫头在挑战我的耐心，她现在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把我逼急了，我弄死她。别激动，你弄死她容易，可她身边还有个活阎王呢。你今日挨的那2下，难道你忘记了？那不是个好惹的。那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这个家闹得鸡犬不宁嘛。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拿那只镯子给明辉当聘礼，要不然咱们能这么被动？明辉是我侄子，是我姜家的根，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说不上媳妇儿吗？你要是有本事给我生个儿子，我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明辉的身上吗？哼，不就是说说吗？再说了，我不能生儿子，还不是因为你闺女克的？你怎么能把不能生儿子的罪名挂在我头上呢？啊！行了，明天还要早起去卖柴呢。半夜时，夜深人静，就连虫子都进入了梦乡。姜慈没睡，他还有大招没放。我都准备好了。好了，没你事了，接下来的事儿由我来做。你让我弄2桶大粪，要做什么？你就等着看好戏就行了，把门窗关紧了，等着我回来。好吧。姜慈出了门，整个院子都是臭的，他捂住鼻子，防止自己呕吐出来，拎着那桶粪水，先来到原主他爹姜老二的门口。
然后对着门缝把粪水倒了进去，接着又把第2桶粪水倒在了许氏的房间里。整个院子里的空气被臭气包围了，姜慈几次差点呕吐出来，把2个粪桶放在墙角边，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把那些粪水弄到哪里去了？我把粪水都倒进我大伯跟姜老二的房间了。周成想了半天都没有想明白姜慈让他弄大粪水的目的，现在听到他这样说，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肯定也要疯了，就是要看他们疯啊！怎么这么臭啊？睡得迷迷糊的许氏被臭醒了，清醒过来，臭味就更浓了。他爹，你醒醒！姜老大被他给叫醒，迷迷糊糊的也闻到了臭味，整个人也清醒过来。怎么这么臭？不知道呀，你快起来看看。姜老大下床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脚一放在地上就踩到了黏糊的东西。房间里太黑，看不清地上的东西，但心里已经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了。你怎么了？我踩到黏糊糊的东西。咦，是什么东西啊？大粪。房间里怎么会有大粪呢？我知道了，肯定又是姜慈那死丫头搞的鬼。他是疯了吗？许氏无法相信，正常人谁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响彻在寂静无声的夜空之中，打破了整个山村的安静。周氏连滚带爬从房间里跑出来，他刚才还滑倒了，现在满身满脸都是臭气熏天的大粪。随即姜老二也捂着鼻子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姜老大跟许氏也都被这声叫声吓了一跳，地上都是大粪，这屋子也待不住了，忍着恶心，2人便踩着大便也冲出了房间。一出门，许氏开始大口大口的呕吐起来。周氏冲出房间就去水缸跟前，舀起水缸里冰凉的山泉就往身上浇。姜老二顿时被气得整个人都要失去理智，跑到姜慈门口砸门。开门，你个死丫头！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敲门的声音震天响，不说整个姜家寨，起码住在周围的人都被这边的动静给吵醒了。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可能是出了大事儿，都从床上爬了起来，往这边赶了过来。姜老太跟姜老爷子被惊醒，也闻到了臭味，院子里乱糟糟的，知道出事儿了。这死丫头又搞什么鬼？3更半夜的，连觉都睡不好。那个死丫头疯了，我屋子里也都是大粪，你要杀了她！听到动静的村民都跑了出来，一进院子闻到一股大粪的臭味，纷纷的捂住了鼻子。怎么这么臭？哎呦，我的天哪！我跟弟妹的房间里也被姜慈那个死丫头倒了大粪呢！这不可能吧？阿慈那个丫头我知道做不出这样的事。是呀，她为什么要在你们的房间里倒大粪呀？你们可别被她的表面给骗了呀！那个丫头光会做戏，她对我们有意见，她这是在报复我们呢！你可别这么说，她在外面可都说了你们家的好话呀，为你们着想，炖一只兔子都要给你们吃啊！你娘也在，我当时可是亲眼看到的。村里人都知道他们家的情况，阿慈那丫头从小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没人相信周氏的话。这个时候，姜老二还在使劲的敲门，嘴里骂得很难听。姜慈起来开门，周成一把拉住了他。你在我身后，我来开。开门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啊！我没问题。说完走到门口，伸手拉开了门，果然不出所料，门一打开，一个拳头就朝他挥舞了过。周成巧妙的避过了，姜老二没打到人，心里更加的懊恼。进了屋子想去打人，屋子里黑灯瞎火，一进去什么都看不到。姜老二刚刚站稳，姜慈一脚把他踹在了地上。姜老二被偷袭，没有任何的防备，就这么生生的踹到了地上。趁着他愣神的功夫，周成拉着姜慈出了房间。姨娘，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我爹不顾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人。你就别装无辜了，你为什么要把大粪倒在我和你伯母的房间里？什么？有人把大粪倒在了你们的房间？我就说嘛，怎么这么臭呢？别装了，不是你还能是谁？姨娘，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次我回来你们都不高兴，你们怎么对我，我都没有怨言，因为你们都是我尊敬的长辈，是我唯一的家人，我敬重你们。但是你不能把这莫须有的罪名安在我身上啊！我想讨好你们还来不及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你不要在这里演戏了，你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里除了你，谁会往我们的屋里倒大粪？大伯母，话不能胡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我还认为是你做的呢。大家都听听，他说是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把大粪倒在自己屋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大伯母，我知道你一心想要把我赶走，怕我说出堂姐江明慧不可告人的秘密，我都说了我会保密的，为什么你们就容不下我呢？这话里的信息就多了，顿时勾起院子里所有人的八卦之心，纷纷把目光落在许氏的脸上。许氏当场被姜慈的话给噎住了。姜慈被退婚是因为江明慧从中作梗，跟他未来的妹夫搞在一起，还怀了身孕，最后抢了姜慈的婚事。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不仅他闺女江明慧的名声毁了，他们整个姜家也都会被人讲究死。最重要的是，儿子江明辉才定下来的婚事要是传扬出去，难免不会受到影响。都别吵了，这件事以后再说，时候也不早了。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这都是些误会，说开了就好了。不行，祖母，这件事您得给孙女做主，必须把盗大粪的人给找出来，我不能就这么受了冤枉。姜慈啊，时候太晚了，你影响到大家的休息了，这件事明天再说。好吧，既然祖母您都这样说了，那我相信你，明天您一定会给我一个结果的。姜慈一脸委屈，村民们虽然没有得到答案，但看到姜老太这么心虚，心里都偏向姜慈这边，那就是许氏跟周氏想赶走姜慈，故意给他做的局。之后众人都散了，姜老二被姜慈那一脚踹得不轻，头又磕在床沿上，整个人缓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村民们已经走光了。姜老太见儿子额头鼓起了一个大包，快把老二扶到我屋里去。姜老太过去扶着姜老二就去了姜老太住的正房。周氏见姜慈笑眯眯地看着他，气得跺脚，你有种！说着也跟着走了。许氏瞪着姜慈一眼，转身也走了。现场就剩下姜明艳，不敢相信姜慈竟然强大到连自己母亲跟大伯母甚至祖母都拿他没有办法，明明都知道是他做的，却还只能忍气吞声，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相公，时候不早了，咱们回房休息吧。周成的嘴角也弯了起来，他们今晚睡不到好觉了。娘，我们都知道是姜慈那个死丫头做的，咱们就应该让大家看清楚她的嘴脸，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切，没脑子的！你没听说他要把明慧做的丑事说出来吗？他只要一天拿不到镯子，这件事他迟早会说出来的。反正明慧已经嫁人了，他也不会经常回来，对他没有多大影响。如果你们怕这件事被姜慈那死丫头说出来，那就尽早把镯子拿回来，还给他，让他走，咱们还能过上正常日子。不行，如果把镯子拿回来，明慧的婚事就毁了。那你说怎么办？不还回镯子，就让他一直闹下去？不能让他继续闹下去了。明日我找他，好好跟他说几句好话，让他放弃那镯子。他能听您的吗？哎，听不听的总要试试。时候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吧，我也累了。弟妹，去叫明艳起来做饭吧，我累死了，什么也做不了。哎呦，明艳做饭不好吃，白白浪费粮食，还是咱们一起去做吧。许氏知道周氏舍不得他姑娘做，不过姜明艳做的饭的确不好吃，她只能跟着周氏去了灶房。伯母也起来了，今儿个多做2个人的饭菜，等会儿叫阿慈夫妻2个过来一起吃饭。什么？让他们过来吃饭？昨天我不是说要跟他好好谈谈吗？世人嘴短，拿人手短，大家一起吃个饭，咱们对他的态度和蔼一些，尽量让他放弃要回镯子的念头。姜老太亲自去敲了姜慈的房门，让他起来吃早饭。姜慈跟周成已经醒了，他主动叫咱们吃饭了。那咱们起来去吃早饭。桌子上的饭菜清汤寡水，姜慈没有嫌弃，拉着周成的手在桌子边坐下，看了一圈，少了姜家2兄弟。这么客气啊，是不是想通了？姜慈啊，你也太没有规矩了，长辈们都在，你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的吗？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听说过这句话吗？这做长辈的没有个做长辈的样子，你让我守哪门子的规矩啊？混账！我看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想要得到我的尊重，就把我娘给我的东西拿回来，还给我。好了好了，阿慈啊，你也是带着相公回来了，就算不给我们面子，多少也要给你相公的面子吧。他第一次来，你就逼着他做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你没想过他会在心里怎么看你吗？相公，你怎么看我？娘子，你做得很对，用不择手段从不择手段的人手里要回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阿慈啊，那镯子真的拿不回来了，你就当跟你明辉哥随礼了。我们姜家就这一根独苗，家里的条件你也清楚，但凡家里有条件，也不会拿你娘留给你的镯子。祖母求你了，镯子的事儿就放下吧。昨天跟晚上你做的那些事情啊，我们都可以不跟你计较，在这里开开心心的住2天就回去，好不好？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凭什么要拿去送给你孙子？他又不是我娘养的，我可没有这个义务啊。他结婚生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不用跟我说有的没的。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镯子还给我，我立刻走人。如果还幻想让我放弃拿回镯子的念头，那你们呀就要做好思想准备了。我保证，你们姜家不仅颜面尽失，姜明艳会受到牵连，你的宝贝孙子的亲事也成不了。姜慈虽然是笑眯眯说的，但是他的目光中很厉之色，说明他很有自信。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姜慈，那镯子对你就那么重要吗？你别忘了，你身上流着的是我们姜家的血，别人骂我们，难道你脸上就有光？你们不是一直都说我是灾星吗？从我娘去世之后，你们谁把我当成姜家人了？别跟我说这些，你们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想拿回我的镯子。姜老爷子气得摔了筷子，哼了一声就回房间了。我也不吃了。许氏跟周氏也起身跟着走了，桌子上只剩下姜明艳。他见家人都走光了，看了一眼正在看他的姜慈跟周成，他也坐不下去了，对他们俩翻了个白眼，跟着走了。相公，吃饭。回到房间，姜老爷子把桌子上的茶杯扔在了地，啪的一声摔得粉碎。气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了！我们姜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逆子啊！
哎，你消消气，我看那丫头是铁了心的要拿回镯子，如果不答应她，她可真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呀。娘说的对，他们夫妻两个太疯狂了，他能在晚上往咱们房间灌大粪，接下来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东西已经送出去了，要怎么要回来？明辉好不容易说的亲事，难道就这么算了？你还有其他的法子吗？爹娘，你们说怎么办？不管他，他要是继续做出格的事儿，就跟他断绝关系，把他从家里给轰出去。这样能行吗？就这么定了。明夜，你去告诉他们，要是那死丫头再敢做出格的事儿，他就被家里的族谱除名。江明艳话的出了房间，姜慈也吃好饭了，跟周成正要离开。你站住！祖父说了，你要是再做出出格的事情，就把你的名字从族谱中划掉，跟你断绝关系，把你赶出家门。镯子的事儿没得商量。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姜慈的声音很大，里面的人都听到他说的话。姜老太跟周氏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许氏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刚刚太激动了，那丫头刚来的时候就说要跟咱们断绝关系，你用族谱除名的方式吓唬她，根本没有用。依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许氏跟周氏因为忙活了一夜，现在又累又去山里捡柴，也没有精神，在家里休息了1个时辰，叫上江明艳，3个人一起去后山捡柴。他们母女3人去后山，中午回来的时候，江明慧未婚先孕的丑事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了。许氏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我要杀了那个贱人，他毁了我闺女啊！哎呦，嫂子，你别激动，咱爹会给你做主的啊！许氏的肺都要气炸了，也顾不得别人异样的目光，跑回家里。江家2兄弟也都回来了，听到外头的谣言，房间里找姜慈，却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人。姜慈跟周成从外面拎着一只野鸡回来了。许氏哭天抹泪，姜老二要上前打人。不要冲动啊，不是他对手。姜慈，外面的谣言是不是你传出去的？没错，是我传出去的。你，我今天去了金湾子村，跟那里的村民说了咱们姜家人的德行，说了你们抢了我母亲留给我的镯子，用来当聘礼，还说江明慧抢了我的亲事，并且未婚先孕等等等。相信这件事啊，已经传进你亲家人的耳朵里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儿个晚上他们就会找过来。江明辉的婚事啊，恐怕要完蛋喽！你这个小贱人，你太恶毒了，我要杀了你！话刚说完，气急攻心，昏了过去。姜老太有经验，蹲下来掐他的人中，许氏这才苏醒了过来。姜老爷子也气得心口疼，姜家的名声是彻底被这死丫头给毁了。你滚出去！我们家没你这个子孙，我要把你从族谱中除名。没人稀罕当你的子孙，但是东西呢，我还没有拿到，我就不会出去的。我已经去找阿公了，把事情都跟他说了，他是个公平公正的人，他会为我做主。姜老爷子本就跟阿公不和，现在他要去找那个老东西来断他家的案，这老脸还往哪里放呢？气急攻心，也昏了过去。又是一阵手忙脚乱，把人抬进了屋子，里面的动静也陆陆续续引来很多看热闹的人。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那是人家母亲留给他的遗物，你们拿去给江明辉下聘礼，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这样干的，还是把东西要回来还给人家。是啊，东西是小，名声是大，你们也要为明辉今后的婚事着想，不是？你们都不用说了，镯子我还。这个时候来了2个男人，背着一个背篓，那俩人说是江明辉的亲家，后来退亲的，大家纷纷让开。俩人走了进去，看到这乱糟糟的一切，那2个男人皱起了眉头。亲家，你们怎么来啦？你们家的事情都传到我们那儿了，没想到你们竟是这样的人家，哎，害得我们家成了全村人的笑话呀！来，这是你们下的聘礼，这门亲事我们退了，你们快检查一下吧。话已经说出来了，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了。许氏也从心里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把背篓里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最后看到姜慈那个镯子，站了起来。亲家，不好意思啊，事情闹成这样，我们也不想啊。2人也没有回答他的话，转身就走了。姜老大把镯子从许氏的手里拿了过来，给了姜老二。这是你给明辉的，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你还给阿慈吧。姜老二把镯子拿在手里，恶狠狠地看向姜慈。你把我们姜家的名声都毁了，明辉的婚事也被你毁了，这个镯子我就是毁了也不给你。孩子他爹，把东西还给他吧，他就是个灾星，留在家里1天，家里就没有1天安宁。把东西还给他，让他走吧。是啊，他要的就是这个镯子，还给他吧。姜老二很不甘心，但他知道姜慈那个死丫头要是拿不到镯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重新把目光看向姜慈，把手里的镯子扔给了他。破东西，还给你！从今往后你就不再是我的闺女，也不再是我们姜家的孩子，你的名字会从族谱中除去，我们姜家跟你断绝所有关系。姜慈从地上捡起了镯子，那是银子做的，镯子里面还刻着原主母亲的名字。东西到手，姜慈也算是安心了。最珍贵的东西已经在我手里了，至于你说的那些我都不在意。想断亲，还是写个字据吧。断亲书需要姜家寨最
有威望的人来，这人就是阿公。姜慈之前跟阿公打过招呼，直接过来跟他们做了见证，签了字据，按了手印，还把周成提亲的那张狼皮也给要了回去。从今往后跟这家人没有任何关系了。姜慈带着周成去了杨婶的家里。自从原主的母亲去了之后，杨婶给他不少关爱，原主把他当恩人，在原主心目中的地位很重。姜慈把那张狼皮送给了杨婶，并且说好今后有机会一定会回来看看他。从杨婶家里出来，姜慈带着周成去了母亲的坟地，周围的野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真奇怪，谁会这么好心把这里清洁得这么整洁？是我。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5、6年前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个小姑娘坐在坟前哭泣，诉说着她对母亲的想念，诉说她在家里经历的苦难。以后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也几乎都能看到那个姑娘的身影。她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的长成了大人。可是我对你为什么没有一点印象？因为你从来都没见过我，怎么会对我有印象？周成笑笑，目光看向远方。原来如此，周成很早就关注原主了，所以才会去提亲。同时他也解开了为什么周成看他的目光总是那么温柔，照顾他那么细心了。姜慈心里瞬间有些失落。周成喜欢的是原主，周成对他的好不是给他的，是给原主的。怎么了？没事，娘，我带相公来看您了。他叫周成，住在周家村的，是个能徒手打死野猪的猎户。他对我很好，女儿也跟姜家断亲了，他们再也欺负不了女儿了。还有娘的镯子，女儿也给拿回来了，我会好好收藏的。娘，您可以安心了。娘，您放心，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待阿慈，不会让人欺负她，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让她快快乐乐的生活。把她交给我，您就放心吧。回家还要爬山，经过很远的路，所以2个人也不敢耽搁。天黑之前不能回到家里是很危险的。你好像有心事儿。姜慈摇了摇头。你别骗我，我看得出你有心事，告诉我，或许我能帮你解决。我真没事，镯子拿回来了，也跟那家人断了亲了，今后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过日子了，我心里高兴。真的？真的，我就是走路走得有些累了，你不用担心我。我来背你。不用了，我没有那么娇气的，我能走。不要耽误时间，你要相信我的能力。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看咱娘，我就带你过来，开心点，跟我说说话。好，相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要如实回答，不能骗我。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为什么要问这个？你别问我，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现在。你用狼皮去我家提亲，不是因为喜欢我？你还记得你被堂姐抢了婚事，你在你娘的坟墓前哭泣的事吗？我记得。你说你活不成了，继续留在姜家，最后也只有死路一条。你让你母亲把你带走，你想跳出火坑，我想拉你出火坑，我不愿意见到你这么年轻走上一条不归路。回去我就让我娘找到媒人去你家提亲。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从来不说假话。那就好。你是因为这个心情不好的吗？我没有心情不好啊，你就别瞎猜了，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好了，你放我下来自己走。你走得太慢了，咱们得走快点，等到了山下再下来吧。我怕把你给累坏了。你听到什么了吗？没有，这附近好像有狼，地上的粪便都是新鲜的。怎么办？你别担心，我身上带着刀，不会有事的。不过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你这样累坏了，要是遇到危险都没有力气了。越是怕什么就越来什么。他看到一只灰色的狼在左上方一闪而过，随后有鸟儿山鸡四处逃窜，灌木丛哗啦啦的响了起来。有东西啊！姜慈说话的同时，周成也停下了脚步，他也听到了正上方传来的动静，把姜慈放了下来，从身后抽出一把锋利的砍刀，紧紧地握在手里。是狼，别怕，跟在我身后。姜慈看到狼的时候，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从地上捡起一个手腕粗的树枝，跟周成背对背，形成最安全的防御姿势。怎么没动静了？难道狼走了？不可能，你没发现周围都安静了吗？这周围绝对不只有一头狼，一定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在看着咱们。找到袭击的最佳时刻，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那怎么办？咱们得走，不能坐以待毙，去前面那个空旷安全的地方。周成伸手指着正前方，离他们50米左右，2个人背靠着背往那个平台走去。正上方一头很大的灰狼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从上到下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我看到狼了，它出来了。我这边也出来了一个，不，2个，快走，不能再往前走了。你靠在这棵树上，盯着下面那头狼，我来对付上面的那2个。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的。他们怎么不动了？我手里有刀，他们不敢上前，他们很聪明，是想拖着我们到天黑。现在几点啊？3点左右了，不能跟他们耗。走，我们继续走。那3头狼见他们又开始移动，也都站了起来，紧紧地跟着。到了前面那块平整空旷、视线也清楚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停下来，3头狼也跟着停下来。这狼跟人一样，他们真的是在跟自己拖时间吗？这个时候，突然正上方那头狼抬头发出一声狼嚎。糟糕，这周围还有其他的狼。面对3头狼，周成还能有胜算，要是再多几条，他也只有死路一条。弯腰捡起地上的石头，就朝着那头嚎叫的狼砸了过去，正好砸在那头狼的身上。那头嚎叫的狼吃痛的跳了一圈，
没有继续嚎叫，而是对他呲着牙，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那2头狼在上方，他们必须主动攻击，周成才能有机会斩杀他们。周成，你负责上面的狼，我会盯着下面这头的，不用管我，我不会拖累你的。好。此刻已经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了，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话音还没落，上方的那2头狼如箭出弦一般朝他们这边扑了过来。往后躲开！周成一个转身，带着姜瓷躲过了那2头狼的正面攻击。那2只狼没有扑到人，惯性往前滑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成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反击的准备。他把姜瓷护在身后，这2头交给我，注意下面的那只。说完就跳了出去，在那2头狼转身的瞬间，砍掉1头狼的半根尾巴。因为吃痛，那只断了尾巴的狼踉跄了一下，然后发疯般的跟着另外1头狼朝着他飞扑过来。姜瓷一边看着下面那只虎视眈眈的狼，一边也在看周成这边。此刻做不了什么，他能做的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让周成不要分神。那2头狼再次扑了过来，周成往里面一闪，挥刀对准左边这头狼，朝着他脖子的方向砍了过去。狼是扑过来的，速度很快，他想躲避根本刹不住车，周成就那么利索的砍掉了那头狼的半边脑袋。没事了，没事了。相公，你吓死我了，你真的是我的大英雄。别怕，咱们得走快些，咱们身上都是血腥味儿，很容易引起其他嗜血的动物过来。好，咱们快点走。姜瓷听他这样说，松开了周成。2个人起身，3头狼都已经倒在了地上。这些今天是带不回去了，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把这些狼收起来，等我明天再给弄回去。姜瓷坐在这边等着，看到周成把3只狼收在了一个很小的山洞里，外面有很多树枝盖住，然后才带着他一起到了山下。走到一个小溪边，周成在溪水边洗了个澡，把身上的血腥味儿给洗掉。在天黑之前回到了周家村，李氏看到2人浑身是血的样子，吓了一跳，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周成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但过程说的轻描淡写，遇到了1头狼，很轻松的3两下就把那头狼给杀了。姜瓷也附和，就是为了不让李氏担心。李氏知道他儿子的能力，1头狼算什么？他儿子以前还背过1头熊回来呢。怎么没看到哥跟小宝？他带着小宝出去玩了。话音刚落，周彪抱着小宝从外面走了进来。周小宝看到姜瓷，高兴地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他的双腿。嘿嘿，小婶婶，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姜瓷弯腰把他抱了起来。婶婶也想小宝了，所以就回来了。你在山里又遇到危险了？遇到了狼了，我自己拿不动，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拿回来。周彪点头说好。饭做好了，走，吃饭去。娘，我刚才看到一个人。看到谁了？跟我爹一起被抓去做壮丁的宝叔回来了。你听谁说了？我遇到他了，我还跟他打了招呼。他还活着？你爹还活着吗？他也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一起的，后来经常四处打仗，他们就分开了。不知道我爹是不是还活着？怎么会这样？那他怎么回来了？哎，他失去了1条腿，现在外头都乱套了，皇帝不作为，赋税太重，民不聊生，很多地方的人都活不下去了，聚到一起发动内乱，国家内忧外患的，恐怕要变天了。你们先吃，我去你宝叔家看看。我也去看看，你跟大哥在家里等我。周成说完，跟在母亲的身后走了。姜瓷抱着周小宝对周彪说：大哥，咱们先去吃饭吧。周彪点点头。3个人吃完饭，周成跟李氏都还没有回来。周彪看他们还没回来，就去了宝叔家找他们。姜瓷去自己房间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给小宝也洗了澡，在他的房间里玩。天完全黑了，小宝都快要睡着了，周成才回来。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问到有用的信息吗？我爹可能早就不在了。宝叔跟爹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宝叔说，每一场仗少得几百人，都在上万甚至几万人丢掉性命，有头被砍下来的，有很多被战马踏碎的，死去的士兵堆在一起，跟一座小山一样，很多士兵都看不出是谁。别难过了，一切都是天意，没有消息其实就是好消息啊，也许咱爹还活着呢。我明白，其实我早就接受了爹不在了的事实，只是宝叔这次回来，我又有希望罢了。阿成，我带小宝回去睡觉。周成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周小宝给抱了起来，走到门外给了周彪，跟娘说说，让他想开点。我知道了，过2天就应该没事了，你回去休息吧。周彪抱着小宝离开，周成回到房间，随手把门关上，脱了衣服上床，在姜瓷的旁边躺了下来，伸手把他搂进了怀里。搂着你，我心里很安静。周彪暂时也不打算出去了，在家里跟周成上山打猎也不会饿死，饭都没吃，兄弟俩就去了山里了。因为没有任何娱乐，晚上天一黑就睡觉了，觉睡足了就不会赖床，天一亮姜瓷就醒了，婆婆在做早饭，
姜慈把昨天换下来的衣服，包括大哥、小宝还有婆母的衣服都拿去洗。离家不远处有一个山涧，那儿有山泉水，周家村的人都会去那里洗衣服。路上还碰到2个也要去洗衣服的年轻妇人，姜慈不认识他们，那2个妇人很热情，主动跟他打招呼。姜慈才知道这2位他都叫嫂子，都是周家村的，一个叫翠莲嫂子，一个叫春梅嫂子。他们一起到了溪水边，那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洗衣服了。姜慈找了一个平整的地方，妇人们说说笑笑，聊着家常，他们也不把姜慈当成外人，开玩笑扯黄腔，嘻嘻哈哈挺热闹。阿慈，你怎么还脸红了呀？阿慈，你家阿成可是咱们周家村最强壮的男人，晚上没少折腾你吧？瞧瞧你这小身板，能受得住吗？哎呀，人家新婚，让你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啊！有啥不好意思的呀？都是一应过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新婚那会儿啊，我家男人一忙活就是一晚上，我第2天都爬不起来。再加上现在，多少天也没有一回，吭哧吭哧2下就完事儿了。哎。姜慈忍不住跟着大家笑了起来。回到家晾好了衣服，周成2兄弟还没有回来，咱们先吃，别等他们了。李氏把饭菜已经端上了桌子，稀饭、饼子，还有一碟用不知名的野菜腌制的小咸菜。周小宝只吃了2口就不吃了。小宝，怎么了？祖母，您不是说等我二叔跟小婶婶回来，把笼子里的那只野鸡跟野兔子炖了，给小婶婶补身体的吗？现在小婶婶都回来了，您怎么还不做呀？你这个小鬼，是你自己嘴馋了吧？拿你小婶婶做借口。祖母，我没拿小婶婶当借口，你自己说的呀。姜慈心里暖暖的，婆母也是挂念着他的。我是说过下午不行吗？哪有大早上炖肉吃的？小婶婶，你听到了吗？祖母说下午可以吃肉了。说说笑笑吃了一顿早饭，婆母背着背篓要去附近找蘑菇，下午炖肉吃。姜慈在家闲着也是无聊，也想跟婆母去周围转转。小宝见他要去，也要跟着去。李氏并没有拒绝，姜慈也背着一个背篓，拿了一把刨地的短把橛头，跟着婆母一起去后山寻找蘑菇。路上，李氏询问他娘家的情况，姜慈没有任何隐瞒，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你这样做不怕后悔吗？我回去除了拿回我娘的东西，跟他们断绝关系，是我的第2个目的。只有脱离他们，我才有可能彻底自由。娘，咱们就在周围找找吧，山上危险。没事儿，这附近没有大型的野物，我们经常来这里的。李氏一点都不担忧，见婆母都这样说了，要是危险的话，她肯定也不能带她跟小宝过来，所以也就放下心开始爬山。山坡上长着很多野草，同时也都是可以食用的野菜。他看到了野韭菜，他蹲下来用橛头把那野韭菜装在了背后的背篓里。婆母低着头找蘑菇，让他带好小宝，不要跟丢了。听到了没有？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不能瞎跑。小婶婶，你放心，别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男人是要保护女人的。您和祖母都是我的保护对象，我不会乱跑的。周小宝的话把姜慈跟李氏逗得哈哈大笑。姜慈找到很多野菜，他还看到好几棵长在一起的花椒树，果实挂满了枝头，只不过都还是青色的，没有成熟。他摘了一把，等到这些野花椒都成熟了，他再过来采摘。回去的时候，婆母的背篓里有大半的蘑菇，上面还找到一些野菜。姜慈看到能吃的野菜一个也不放过，满满一背篓的野菜。在寻找野菜的过程中，他还发现了好几种野果，也都给摘了下来。回去的路上给小宝当零食，小宝吃个开心，小嘴巴巴说个不停。李氏也很开心，自从姜慈来到他们家里，小宝整个人都开朗了。路上遇到进山的村民，还互相打了招呼。婶子，你们赶紧回家看看吧，周彪、周成2兄弟从山里带回来3头狼呢，哎，能卖不少钱呢。李氏一怔，有些不敢相信，不是说1头狼吗？跟那人告别之后，3人脚步放快往家里走去。周成跟大哥周彪抬着3头狼回到家门口，却发现家里大门紧闭，门上还落了一把锁。周彪上前把锁打开，回到家没有看到人。周成2兄弟都很担心。大哥，你把狼皮剥下来，我出去看看娘跟阿慈去哪里了。好，你去吧。走到村口的时候，远远看到3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阿成吗？二叔，周成弯腰把小宝抱在怀里。二叔，听说你带了3头狼回来，是吗？是啊，今天咱们不吃鸡肉了，吃狼肉啊！太好了，要吃狼肉了。小婶婶，咱们有狼肉吃了。你们都没受伤吧？没有。真的，可不许骗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没受伤就好。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我在家也无聊，就跟娘出来转转。哎，天气太热了，这狼已经死了10多个时辰了，肉也不太新鲜了。本来也没打算卖，刚才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咱们打了3头狼，把这些肉分给村民吧。哦，我看可以。李氏跟姜慈也都没有意见。李氏带着姜慈去通知各家各户来家里分肉，姜慈跟着婆母一家一户绕着村子一
圈，知道了跟每家每户的关系，也知道了怎么称呼。整个周家村的人都通知完了，大家跟着他们一起回家去拿肉。肉被周成两兄弟都分好了，跟着来的村民排着队，一家拿一份，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村民们走了之后，李氏把留下的那半只狼肉放在锅里煮熟，肉香味弥散在院子里。小宝不断的咽着口水，周氏忍不住跑去找祖母。祖母，祖母，好香啊！什么时候能吃？我想尝一口。吃吧，祖母，我要拿去跟小婶婶一起吃。好，好，好，让你婶婶尝尝味道咋样？周小宝抱着碗，迈着小短腿从灶房里跑了出来。小婶婶，奶奶给了我一块肉，你先尝尝，看看好不好吃。小宝自己吃啊，婶婶没洗手呢。婶婶，小宝的手干净，小宝拿给你吃。姜慈真的被感动了，这小家伙时时刻刻想着自己，张嘴接了周小宝送过来的肉。婶婶，好吃吗？好吃。小宝也吃。自从弟妹来了咱们家，小宝整个人都变了，看到他这么活泼开朗，我真的很高兴。小宝这是把阿慈当成了母亲啊！大哥，你现在还年轻，让咱娘找媒人给你说一房媳妇儿，总不能这样过下去啊！我没有这个想法。哥，你不会还在等着他回来吧？怎么可能啊！他既然选择放弃我跟小宝，怎么可能再回来？要是他真的回来了，你还会接受他吗？不可能。李氏炖了一锅肉，拿出自己酿的米酒，每个人倒了半碗。祖母也给小宝倒一点吧，小宝也想喝。你还太小，不能喝。娘，没事，米酒度数不高，喝一点不碍事的。小孩子不能喝酒的，我小时候喝过一次，醉酒差点没醒过来。真的吗？那小宝听小婶婶的话，不喝了啊！你不能喝酒就不要喝了。我说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成人了，喝一点没事的。你真的可以吗？没事的，喝点酒，我还能多吃几块肉呢。说得对，阿慈想喝酒，让他喝点。好吧，少喝点。相公，这米酒甜滋滋的，真好喝，给我多倒点。周成见他脸没红，拿着酒坛子又给他倒了一些，再多倒一点儿，我2口就喝完了。没事儿，不用担心。周成给他倒了半碗。姜慈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吃完了饭，收拾完回到房间，后劲儿就上来了，头脑晕乎乎的，身体轻得像根羽毛。看到进来的周成，姜慈疑惑出声：“相公，你怎么变成2个人了？相公，是你吗？我怎么看不清你的脸啊？”周成见他傻乎乎的样子，嘴角勾了起来：“怎么能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呢？”那你喜欢吗？喜欢，当然喜欢。娘子，今晚咱们圆房可好？姜慈早已经被他撩拨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他伸手勾住男人的脖颈，主动吻上他的唇。周成整个人像是被点燃了，身体积聚的热量烧得他要爆炸，直接打横抱着姜慈，把他放在了床上。紧接着迎接姜慈的是狂风暴雨般的吻，让他整个人都深陷其中，回应着周成的每一份热情。窗外草丛里的蝈蝈神在唱着千篇一律的小曲儿，微风拂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夹杂着床板那不堪重负的咯吱声，在这个夜晚谱写了一曲最优美的乐章。不知过了多久，世界安静下来，周成清空了存粮，心满意足把姜慈搂在怀里。你喜欢吗？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有点疼。严重吗？给我看看。现在不疼了。是我太用力了，下次一定注意。姜慈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周成已经不在他身边了。昨天晚上好像做了一场梦，梦到他跟周成圆房了，2个人折腾了很久。不过那些香艳的画面实在是太真实了，想到那些真是难为情，脸也火烧火燎的。他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天已经大亮了，喝酒真误事啊，以后再也不喝了。翻身想要起来，却发现全身的骨头像是要散架了一样，又酸又软，像是筋被抽掉了一般，下身还有些疼。掀开被褥，看到白色床单上那抹鲜红，姜慈的大脑顿时宕机了。昨天晚上根本不是梦，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他跟周成已经圆房了。这个时候门被推开，周成走了进来，手里还端着一只碗。看到他醒了，脸上露出好看的笑容。娘子，你醒了。你拿的是什么？这是娘给你做的猪血汤，昨天晚上你辛苦了，给你补身体。你跟婆母说了？我没有，昨天晚上动静太大，她听到了。都怪你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脸都被丢光了，真是，哎呀，丢死人了，这也太丢人了吧。我跟周成住在偏屋，婆母住在正房，这得多大的动静啊。我也是头一回，没有经验，控制不住啊。下次动静小一点，娘不是外人，她不会笑话你的。你看，还不是给你做了猪血汤吗？来，喝了吧。周成把那碗猪血汤端到姜慈面前，姜慈也没有生气，他只是有些难为情，喝了猪血汤。姜慈穿衣服起床，你再多睡一会儿吧，等娘把饭做好了，你再起来。周成出去以后，姜慈也起来了，出了门，看到大哥在院子里劈柴。周小宝看到姜慈，迈着小短腿，开心的跑了过来。小婶婶，
你怎么起来了？二叔跟我说你不舒服，要多睡一会儿的。婶婶现在好啦，可是婶婶，你的脸还红红的。周彪放下手里的斧头，过来抱起小宝，你这小子话真多，不要一大早就缠着婶婶，婶婶还有事呢。然后就把周小宝给抱走了。姜慈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就尴尬的要死。大哥跟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既然婆母都听到动静了，那大哥肯定也听到了。都是周成那个家伙，没轻没重的，圆个房，你的家里人都知道了。越想越来气，周成打了山泉水回来给他洗漱，姜慈都不想搭理他，见他洗漱好了还不理人。娘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没有。那你为什么不理我？我没有。你有，你快跟我说。周成说着，伸手把他圈在怀里。哎呀，松手！大哥他们还在外面，昨天晚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已经够丢人了。你现在又搂搂抱抱，被人看到多难看啊！你是我娘子，我搂我自己娘子有什么难看的？再说了，昨晚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也不能全怪我一个人呀。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比我还主动呢。你不许再说了，他的小娘子简直太可爱了。怎么办？我好像……你脑子里想什么呢？大哥还在外面呢。周成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姜慈推了出去。他也感受到了这男人的变化，姜慈觉得自己的脸都要熟透了。周成坏笑的放开他，不逗你了，你也不许生气了。我不生气了，你放开我。周成这才松开手。小婶婶，祖母把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过去吃饭啊。小婶婶，你的脸怎么了？小婶婶在补水。补水？补水做什么？补水就是可以让婶婶的皮肤白皙更好看。哦，怪不得小婶婶长得这么好看，原来是经常补水啊。你说对了。他站起身，伸手牵着周小宝。好了，咱们该去吃饭了。吃完了饭，周成跟周彪两兄弟去附近的山里打猎。你好好歇着，你跟阿成才圆房，第一次是很不舒服的。你带小宝就在家里歇着吧，衣服由我来洗。娘，我自己没问题的。听娘的，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你们现在圆房了，你们这么年轻，孩子说有就有了。我的年纪也不算大，家里的这点活我自己能干完。婆母走了之后，姜慈带着周小宝在家里。周小宝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写得有模有样。姜慈看他写得认真，觉得这孩子今后肯定有出息。啊，妹子在家呢。姜慈抬头看到是村里的翠莲嫂子，她正笑眯眯地走了过来。你俩这是干啥呢？嫂子，我看小宝写字呢，快进来坐。啊，你家来亲戚了？姜慈被他问得莫名其妙，摇了摇头。没有啊，嫂子，您怎么会这么问呢？哎，我在后山挖了野菜回来，路上遇到一个公子来打听你们家的情况，我就跟他说了你们家的位置，他还说知道了，怎么会没来呢？姜慈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前2天被抓去做壮丁的宝叔回来了，难道这个人是阿成的父亲？可是他才走了10年，不可能连家都找不到呀。嫂子，那人多大岁数？高矮胖瘦？你给我说一遍。个头不高，不胖也不瘦，皮肤有点黑，皮肤紧致，看起来岁数不大，差不多20出头，30不到的样子。我也没见过这个人，等我娘洗衣服回来问问他。这人也奇怪，既然都知道了你们家的位置了，还说过来看看，怎么就没来呢？这件事儿还是得问婆婆，或许她能知道。翠莲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会话，然后就走了。没过多久，伯母洗好衣服回来了，姜慈跟她一起把衣服晾好，就把翠莲跟她说的事儿跟婆婆说了。李氏听了半晌，因为他们住在深山里，跟外面的亲戚也很少来往。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其实也不奇怪，只是这个人已经过来打听了，然后却没有来家里，这倒是有些奇怪的。算了，没来，或许有其他的原因吧。姜慈心里虽然还有些疑惑，但是婆母都这样说了，她对婆家的亲戚也不了解，也就把这件事儿给放下了。周彪跟着周成进了山，跟着周成来到目的地，这里周成设了很多陷阱，在周成的带领下，把周围的陷阱全部都找了一遍，收获颇丰，有野鸡、野兔，还有一只跟野兔差不多大的竹鼠。周彪把那只被夹断了一条腿的竹鼠从捕兽夹子上拿了下来。今天收获不错，大丰收啊！周成很高兴，开心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今天运气确实不错，3只野鸡，1只野兔，还有一只肥肥的竹鼠。这才刚刚开始没多久，他在这山里可是布置了几10个陷阱，如果都能像现在这么幸运，那今儿个可真是大丰收。明日把这些野物拿到西门镇卖掉，又有一笔钱进账了。兄弟2个继续巡山，刚开始收获的场景没有再出现，翻越了半座山，才抓到2只野兔子。哎，还以为能大丰收呢，这么多陷阱，就只有2只野兔子，难道这块山里的动物都成精了吗？
哎，你可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个个可是聪明的很。今天咱们能有这些收获已经不错了。话音刚落，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叽叽叽的笑声。什么东西？是狐狸的叫声。说完就朝着声音的方向快速跑了过去。周彪反应过来，也跟着他跑了过去。穿过那茂密的灌木丛，一只雪白的成年狐狸在地上翻滚挣扎。还真是狐狸啊，这皮毛油光锃亮的，能卖不少钱呢。周成没有过去，让他继续挣扎，等快要断气的时候再把他给弄下来。阿慈一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这一件毛色正好，我打算留下来给他做御寒的衣服。二弟能有这样的想法，周彪还是很欣慰的，也让他想起了小宝的母亲。他也曾经把胡氏当成宝捧在手心，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只要他能满足的，都会竭尽全力的去满足胡氏。可是最后胡氏还是抛下年幼的小宝跟他，没有一句话就跟人走了。哥，你在想什么呢？哦，没什么，就这一张狐狸皮也做不出一身衣服。没事，这张皮先存着，离冬季还有些日子呢，总能存够的。那只雪白的狐狸在地上挣扎翻滚了好一会儿，慢慢的幅度小了。周成这才走了过去，把那只奄奄一息的狐狸从陷阱上拿了下来，接着把剩下的陷阱全部找到，收获了一只野山鸡。时间已经过了晌午了，两个人带来的背篓已经被猎物给装满了，一共4只成年的野鸡，3只成年的野兔子，1只竹鼠，1只成年的狐狸。今儿个收成不错。收工了，咱们回家。周彪看了眼天，根据他的经验，2点左右，这个时候回去有点早。会不会有点早了？咱们还可以再打几只回去。回去太晚，阿慈会担心的。今天收获也够了，回去吧。周彪马上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回去吧。为了防止血腥味儿引来嗜血的动物，割了一些野草放在背篓上面，盖住了打到的猎物。两兄弟转身按原路返回。刚才进山的时候，周成一路上也都在留意，他知道哪儿有野果，回去的途中摘了不少野果。幸运的是，还发现了一窝野鸡蛋。野鸡蛋并不是稀罕的东西，他进山打猎，看到野鸡多的地方，根据野鸡的习性，想要找到它的窝是很容易的事情。周成把野鸡蛋收了起来，放在了背篓里。两个人今天的心情都很好。到家的时候也就4、5点钟的样子。姜慈在厨房里拌饺子馅，用的材料是他昨日跟婆母在后山挖的野韭菜。婆母也把面和好了，姜慈把拌好的饺子馅拿过来，婆媳2个人坐在一起包饺子。周小宝也有模有样的学习包饺子，婆母的饺子跟姜慈的不一样，直接捏成一个3角，装不了多少馅。还是你包的好看，怎么跟我包的不一样？这是我自创的，不仅外形好看，优点就是皮薄馅多，容易煮熟。确实有意思，你来教教我吧。啊，小婶婶，你也来教教小宝，小宝也想学。好，小婶婶呀，也教你。姜慈在他们面前包了一遍，李氏就会了。虽然第一个站不起来，但多包了几个之后，包出来的饺子已经跟他包的一模一样。小婶婶，你看我包的不错，有进步。小宝真聪明，下一个会更好。我下一个一定会包得更好。周小宝听到夸奖大受鼓舞。小宝，去一边玩吧。我不去，等我学会了包饺子，以后也能帮你一起包。小孩子嘛，动动手没有坏处的，还能锻炼大脑呢，会更聪明的。我是怕浪费。不会浪费，小宝包出来的饺子我吃。你呀，年纪轻轻的，比我还会带孩子。婆媳2个说说笑笑，听到院子里俩兄弟的说话声。金哥回来还挺早的，应该是收获不错，快出去瞧瞧。姜慈也正有这个想法，把手里的饺子包好。周小宝已经第一个跑出去了，姜慈随后也跟着出来了。爷，二叔，你们回来了。周成把摘来的野果拿了出来，瞧瞧，我给你跟小婶婶带来了什么？是野果。小婶婶，看，二叔给咱们带来了野果。姜慈笑眯眯的走了过来，打了这么多啊？今儿个都没动手啊，都是阿成设下的陷阱里抓到的。还有一只狐狸呢，这皮毛又厚又亮的，用来做袄子再好不过了。我看啊，还不如留下来给阿慈做个袄子。还有2个月就入秋了，山里的气温低，没有御寒的袄子可不行。娘，你跟阿成想到一块儿去了。刚才看到这只狐狸的时候，阿成就说给弟妹做一件御寒的衣服呢。姜慈心里暖暖的，有些撼动。他们心里都想着自己，为自己打算，这是他上一世梦寐以求的东西呀。周成把野果递给姜慈，我看你喜欢吃这个，拿去洗洗，跟小宝一块吃。姜慈伸手接过，他上一次就说了一嘴好吃，这男人就记住了。姜慈把野果清洗干净，跟小宝你一个我一个的吃光了。这饺子的形状很奇特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饺子呢。二叔，这是小婶婶教我们包的，里面的馅也是小婶婶调的，我刚才尝了一个，可好吃了。二叔，你也尝尝。周成心疼的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娘子，你看着我做什么？尝尝。你也吃。看到2人黏黏糊糊的样子，
子，李氏心里高兴，看到周彪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氏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阿彪满打满算也才24岁，也真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不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人，是时候给他物色一门亲事了。吃完了饭，李氏把姜慈跟周成叫到了屋里，跟他们说想要找媒人给周彪说门亲事。姜慈觉得婆母的打算是对的，毕竟大哥还年轻。我之前跟大哥说过这件事儿，但是大哥好像没有这个想法。大嫂突然的离开对他的伤害很大，想要给他说清，必须得让他同意才行啊。你说的不错，都是那个女人害人不浅，你大哥对她多好，天天捧在手心里，恨不得把心都挖给她，在家守不住寂寞，跟一个收皮货的跑了，让我儿子至今都无法释怀。从婆婆房间里出来，俩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成顺手把房门关上，从身后把姜慈抱了起来。哎呀，你干啥？天还早呢。你会不会突然离开我啊？姜慈有些怔愣，周成见他没有回答，好似在犹豫，心里闪过一丝不安。你在犹豫？我没有犹豫，只是你为什么突然问这样的问题啊？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会不会突然离开？姜慈还是认真的想了一下，周成虽然是个山野莽夫，但人长得好，品性好，知道疼人，对他呵护备至，跟周成生活在一起，什么都不用他操心，还有整个家庭氛围也好，让他活得轻松，一点压力都没有。最重要的是，他已经爱上这个男人了，是要跟周成过一辈子的。不会，你是我相公，咱们今后是要过一辈子的。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只是你为什么会突然这样问？周成走到床边坐下，姜慈坐在他的腿上。我嫂子以前跟我哥的关系也很好，那时候我就羡慕他们，日后也能找一个我喜欢的姑娘，那个姑娘也真心待我，在山里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谁也不会想到，突然有一天，他抛下了我大哥跟小宝，偷偷的跟人走了。你不知道，大哥当时抑郁了很久。你嫂子啊，她会后悔的，因为她再也找不到比你大哥对她还要好的人了。你放心，我跟你嫂子不一样，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除非什么？除非你日后看上了别的女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会毫不犹豫的离开你。那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离开我，我这辈子的娘子只有你一个。周成说完，低头凑近他那诱人的唇，想要浅尝一下这男人是爱他的。姜慈的心被周成给的幸福装满。天还没黑，话还没说完，他的双唇再次被捕获，两个人双双翻滚到了床上。你轻一点，别弄出动静来，娘他们还没睡呢。周成此刻正上头，嘴上答应，可行动上没有一丝懈怠。姜慈也从虚幻中回到现实，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次你喜欢吗？不喜欢。是我不够努力了，要不再来一次，我一定让你满意。说完就把姜慈抱了过去，翻身压了上去。我认输了，你已经很努力了，我很喜欢。话音刚落，他的唇再次被堵住，说不出半个字儿。又是一阵天崩地裂，狂风暴雨，那张单薄的床再也承受不住摧残，光荣的塌了，俩人掉到床底。都怪你啊，让你轻一点，现在床塌了，要是让娘跟大哥知道了，多丢人呢。这床也太不结实了，明天我就找木匠做一个结实的大狗。那今儿个晚上怎么睡啊？修一下就好了，用不了多少时间，等一会儿就好。姜慈想到发生的事情，真是好气又好笑。他从来没听说过睡觉能把床给睡塌的。周成去杂物间里找来工具，把塌陷下去的木板拿了下来，断掉的木条重新固定，然后把坏掉的木板重新搭在上面。将就着睡几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天刚蒙蒙亮，周成就醒了，看着怀里还在熟睡的小娘子，周成的心里幸福的就像是吃了蜂蜜一样甜。他恨不得一天到晚把这个小女人拴在自己身上，不让离开自己的视线。只是他今天有事儿，他要去山上找结实的木材，重新做一张床，刻不容缓。于是轻手轻脚的下了床，走出了房间。哎，起这么早做什么？我要上山去找木材，房间里的那张床太小了，而且也有些年代了，木头都朽了，我想重新做一张。也行啊，你睡的那张床确实已经很多年了。姜慈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大亮了。他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听到院子里有说话的声音传了进来。祖母，小婶婶怎么还不起来？她是不是生病了？小婶婶啊，只是太累了，睡个懒觉，咱们不要打扰她。可是小婶婶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小婶婶还不饿，要是饿了，她自己就起来了。走，跟祖母进屋，外头太热了。姜慈听到外头的说话声，心里暖暖的。姜慈忍着浑身的酸软，从床上爬了起来，想把自己换下来的衣服拿出去洗，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不用想，肯定被周成拿出去了。拉开房间的门，就看到院子里晾晒着很多洗好的衣服。姜慈洗漱完，李氏笑眯眯的从灶房里走了出来。阿慈啊，洗好了，过来吃饭。娘，我起晚了。反正也没啥事儿，不用在意这些。小婶婶，快去吃饭吧，我等你很久了。娘，大哥跟阿成呢？你大哥去西门镇卖野物了，阿成去山里了。那么多野物呢，大哥一个人拿得了吗？不是说他们兄弟两个一起去的吗？不过是100来斤的东西，对咱们山里的汉子来说并不算什么。阿成进山也有重要的事做。
周成进山打猎，确实也是重要的事儿。你带小宝在家，我去砍些柴回来。娘，我跟你一起去，反正在家也没事儿。我也去，我也去。好，那就一起去，反正也不远。姜慈也背了一个背篓，跟着李氏一起出了门。3个人回到村里，已经中午了。大哥周彪也从西门镇上回来了，那么多的野物卖了2两银子，这算是不小的收入。他早上没有吃饭就走了，去了西门镇，也没舍得花钱吃一顿，又急匆匆的回来了。姜慈给他做了一份葱油面条，大哥一口气就给吃完了，还夸奖他做饭的手艺好。老大，你宝叔说外头到处都在打仗，西门镇有没有受到影响？没有，西门镇没有什么变化，热热闹闹的，跟往常一样。那就好，我担心要是西门镇都乱了，那咱们住在山里的人也不安全了。娘，您担心的太多了，要是连咱们这里都不安全，那整个大元朝啊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李氏眼尖，看到周彪大腿外侧的衣袍上多了一道口子，这是怎么回事？衣服怎么会坏了呢？没事，在西门镇遇到贼人当街抢劫一个姑娘的钱财，我就上前把人教训了一顿，衣服就是被他们用刀子划伤的。什么？遇到贼人了？你受伤了没有？没有，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真的？娘，您儿子多强壮啊，吃亏的是那些贼人。李氏听他这样说也放下了心，知道周成还没有回来，去后山找周成。刚出了村子，就看到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扛着木头朝这边走来。周彪小跑着迎了上去。哎，阿成，你就不能等我回来跟你一起把木头抬回来啊？快放下，我跟你抬。哥，你回来了，今天去镇上顺利吗？还行，一共卖了2两银子，还打了一架。还打了一架？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周成一听来了兴趣，周彪把事情说了一遍。哥，人家姑娘问你名字呢，你怎么不告诉她呀？说不定就能成就好姻缘呢。你说什么呢？不过是萍水相逢，怎么能扯到姻缘上了？你脑子里想什么呢？兄弟2个说说笑笑的抬着木头回了家里。你们成亲太匆忙，房里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换，现在事情也不多，你大哥也在家，把你房里的东西都换了。姜慈很感激婆母为他化解了尴尬，两兄弟用了1下午的时间，从后山运回来不少木料。第2天，木匠带着他的2个徒弟就上门了。事情就是这么巧，姜慈竟然看到原主的堂哥姜明辉。姜明辉在外面跟师傅学习木工手艺，当学徒已经学习了半年时间。这个堂哥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独苗，从来不把原主那个堂妹放在眼里。姜明辉看到姜慈也是一愣，姜慈现在皮肤白皙，面部红润，人也变得好看了，跟以前他认识的姜慈简直判若两人。姜慈跟姜明辉四目相对，彼此的目光中都带着一种莫名的情绪，就连李氏跟姜明辉打招呼，他好像都没有听到。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儿，目光落在他们身上。还不跟主家打声招呼？姜明辉压下对姜慈的愤怒，跟李氏周成打了招呼，唯独没有跟姜慈打招呼。师傅，你看你这徒弟一点礼貌都没有，怎么说我也是这家的夫人，每个人都打了招呼，唯独不跟我打招呼，这是瞧不起我吗？跟夫人打招呼。师傅，您就不要勉强他了，这人好像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呢，我们可不敢用这样的人，要不您让他回去吧。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没有跟你打招呼，没必要做这么绝吧。你闭嘴，跟主家打招呼，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我跟你说过，要想学手艺就要好好学，不想学还给我找麻烦，那就离开。道歉就不用了，对我娘子不敬，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留下来了。师傅，您的口碑很好，可不能毁在一个学徒身上啊。连我的话也不听了，今后也不用继续跟我学了，回家去吧。姜明辉很想转头就走，他一眼都不想再看到姜慈那张可恶的脸，但是手艺已经学了一半，就这样回去，高不成低不就的，什么也做不了。夫人，我跟你道歉。我见你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还是算了吧。他不能因为一时之气把学徒的身份给弄没了。他深深地对着姜慈鞠了一躬。我道歉是真诚的，请夫人能让我留下来。这孩子平时也不这样，我也需要帮手，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让他留下来？好吧，那就看在师傅您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他计较了。我夫人大度，不跟你计较，希望在我家里干活的这段时间里能老老实实的。还不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姜慈这个贱丫头在家里地位这么高。姜慈离开之后，老木匠带着2个徒弟开始干活。你跟这家夫人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关系。瞧着你们剑拔弩张的样子，可不像是没有关系。确实没有关系，我只是不喜欢他那副强势的样子。咱们是来干活挣钱的，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主家只要给钱，咱们只需要低头干活，你管人家强不强势？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想要留下来继续跟我学习手艺，就老老实实的，别给我惹麻烦。姜明辉学艺这半年以来，师傅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么重的话，都是姜慈那个小贱人故意找他麻烦。阿慈啊，你跟那人认识？婆母李氏、大哥周彪也都好奇地等着他的答案。他是我堂哥姜明辉。听到这个答案，周成明白了姜慈为什么会对他那种态度了。他知道姜慈对姜家人的厌恶。还真是巧啊，怎么就能把他找来了？如果你不想看到
到他，我可以过去找老木匠把他赶走。不用，他既然想留下，那就让他留下来。我看呢，他对你有一肚子的意见，又是年轻气盛的、容易冲动的年纪。阿成说的对，不如直接把他赶走算了。大哥不用担心，江明辉我了解他的性子，我知道怎么对付他。周彪跟李氏都不明白姜慈的意思，但是周成明白，他们在姜家的时候，他可是见识过他娘子的战斗力的。江明辉要遭殃了。平时的时候多注意点就行了，他分不起浪花。大叔，快过来歇一歇，喝口凉茶。张三、明辉，你们也别干了，过来歇歇，喝口水。江明辉本不想过来的，但是他的嗓子也早就渴得冒烟了，跟张三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过来。这是什么茶？还没喝着就这么香？这是蜂蜜茶，我先泡了茶叶，又在茶里加了蜂蜜，然后放在水里冰凉。大叔，您尝尝。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凉茶。哎，江明辉也被茶的味道震惊了。这死丫头还真是舍得。老木匠喝了茶水，姜慈把他的图纸拿给老木匠看。大叔，我想把床做成这样的，您看能做吗？老木匠拿过来一看，眼睛都亮了。这是你设计的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床，太与众不同了。如果您能做出来，就照着这个样子做，可以吗？没问题，只要你有样式，我就能做得出来。姜慈离开之后，老木匠跟江明辉和张三过来看草图，也都很震惊。姜慈竟然能设计出这么与众不同的床。老木匠看了他们一眼，看到了没有？咱们做木工活的不仅仅是手艺活，还要动脑子创新，设计出更好看的款式，找咱们干活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我没看出哪里好看了，不都是床吗？弄得那么花里胡哨的，还不都是睡觉的？哎，我虽然不知道你对他的敌意是什么，但是你要想在这个行业走得长远，就要学会有宽仁之心，好好干活吧。周成从山里回来，带回了2只成年的竹鼠。李氏让他杀1只，招待老木匠他们，把2个都杀了吧。都杀了，是不是有点多？娘，您就听我的。娘，就听阿慈的吧。这顿饭很丰盛，2只肥肥的竹鼠炖了一锅，捞出来有半盆肉，剩下的肉汤放上菌菇之类的配菜，做成了味道鲜美的汤。1份野菜腌制的小咸菜摆了一桌，主食是婆母烙的饼子。哎呀，你们太破费了。你们辛苦，师傅不用客气。我们住在山里啊，这些东西我们也经常吃。师傅别客气。姜慈的目光时不时地扫过江明辉，他并不像老木匠跟张三一样吃得开心，他看起来心思完全没有在饭菜上，好像还一肚子的心事儿。姜慈的嘴角勾了勾，江明辉这个人是姜家的独苗，不仅大伯一家把他宠上天，就连祖父祖母包括原主的父亲都视他为明珠，一家子都围着他转。他从小就认为他是家里的唯一，谁也不能比他好。姜慈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让江明辉看看他现在过得有多好。以江明辉的性格，知道他每天都过得这么好，心里一定会嫉妒不平衡。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会动坏脑筋，动了坏脑筋就要做坏事儿，那姜慈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吃完了饭，老木匠带着2个徒弟继续去干活。江明辉把老木匠拉到一边，师傅，我有些事想要马上回家一趟，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明天早上过来，您看行吗？我们的工期只有7日，你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还是留下来干活。师傅，我真的有急事，我保证明天早上一定会回来的。好，只有这一次，明早最迟不能超过辰时，要是迟到了，你也就不用回来了。师傅您放心，明天辰时之前我肯定回来。师傅，他们要是问我去哪里了，不要说我回家了，您就说工具没带齐全，让我回去拿工具了，这样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老木匠看了他一眼，还是点头答应了。江明辉收拾了一下就离开了。张三凑到老木匠跟前，他1周前不是才回家的吗？也没听说家里有什么事儿啊。哦，还有啊，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他心不在焉的，那么好吃的饭菜他好像都没胃口，现在又说要回家一趟，您不觉得奇怪吗？别人的事不要管，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在饭桌上，姜慈就在注意江明辉的一举一动，这顿饭成功的得到了他该有的作用。江明辉这是要去哪里？回姜家了。早上的时候让他走他都不走，这个时候却回姜家，为什么？回去跟把他当成宝贝的姜家人告状。你这么确定？我们好吃好喝招待他，还招待出错来了？姜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天天清汤寡水的，看不到半点油心子，逢年过节才能舍得吃1次肉。他从小就不把我放在眼里，看到我现在过得比他还好，他心里不平衡啊。你之前要把2只竹鼠给炖了，不会就是故意让他心里不平衡吧？我确实是故意的。姜家人要是知道我过得这么好，心里肯定不平衡啊。他们见不得我过好日子，肯定联合江明辉来给我使绊子，那我就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把江明辉给毁了。江明辉是姜家的命根子，命根子毁了，你说他们整个姜家会怎样？周成的嘴角勾了起来，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我明白了，我的阿慈父亲人长得好看，
还这么聪明啊！是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如果我不先动手，咱们日后会吃大亏的。你不是跟师傅学手艺吗？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多危险呐！快过来，让祖母好好看看。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跟二叔说，我跟你爹给你做主。我的儿啊，饿了吧？娘去给你弄点吃的。你们什么都不用做，我这次回来是因为阿慈。阿慈，咱们都跟那死丫头断绝关系了，她是生是死跟咱们没关系。关于她的事儿，我也不想知道。是啊，不管她发生了什么，你也不能冒着危险回来。你要知道，你是咱们家的命根子，咱们家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你，你是咱们江家的根。江老太拉着江明辉的手，在桌子边坐了下来，就把他去江慈家里看到的仔仔细细说了一遍。听到江明辉的叙述，现场安静的就像是时间停止了似的。江明辉能理解他们的震惊。他上次回来之所以那样做，最终的目的不是镯子，而是为了跟咱们江家断亲。断了就断了，谁稀罕？二叔可不是这么说的，咱们家从小把他拉扯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在婆家吃香的喝辣的，他就应该顾着娘家。他回来闹那么一出，就是想跟咱们撇清关系，怕咱们沾他的光，他都是设计好的。明辉说的对，咱们被那死丫头给算计了，没想到那丫头竟然有这样的城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咱们跟他已经断亲了，断亲书都签了。祖母，所以我才替二叔感到不平，回来跟你们商量，看看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丫头吃香的喝辣的，对二叔不管不顾吧？断亲书可是你阿公做的见证，还有其他村民也都在现场。断亲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况且断亲也是你二叔亲自提出来的，已经成了事实，不好办呐。哼，事实又怎样？咱们去找阿公，揭露阿慈那死丫头的真面目，只要阿公相信咱们签下的断亲书就是废纸一张，就能坐实那死丫头不孝，去衙门报官把她抓起来。有了这个把柄，那死丫头就只能被咱们拿捏的死死的。哼，到时候还不是咱们想怎样就怎样？还是二婶脑袋好使，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法子了。阿公那个人公平公正，在咱们村寨里威望极高，他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不试试怎么会知道行不行？那个死丫头竟然敢来算计咱们，我第一个不放过她。明天咱们就去找阿公，好好把这件事跟他说说。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个祖宗的，我就不信他为了阿慈那个死丫头得罪咱们。二叔，师傅让我明日辰时之前回去，要是晚了，他就不要我这个徒弟了，所以必须现在就去找阿公。到这个时候了，阿公肯定睡觉了，现在过去打扰他不合适。这不是着急吗？反正祖父跟咱们一起去，阿公应该能理解的。男人们一起去了阿公家里，家里就只剩下江老太跟他2个儿媳，还有江明艳这个孙女儿。等了半个多时辰，几个人从外面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阿公答应了吗？回屋再说吧。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那个江耀祖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还当着我的面说我没有做好一个长辈，不应该跟孩子们胡闹，还说整个寨子里的人都在现场，是老二提的断绝关系。当初签断绝关系书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意的，整个江家寨的人都做了见证。他让我放弃这个想法。既然这条路行不通，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子？还能有什么法子？有断亲书，咱们就拿他没有办法。我看那还是算了吧，咱们不靠他也饿不死啊。那怎么能行？那咱们不是白养他了？出嫁的闺女都是要照顾家里的，他凭什么不出力？二婶说的对，今后咱们江家就靠我一个人，多一个人帮衬，我也能轻松一些。咱们这么多人，难道就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吗？还能有什么法子？我有一个。二婶，快说来听听。周氏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不行，你出这主意太冒险了。你别忘了，那死丫头的男人叫周阎王，我不能让我儿子跟你们冒这个险。是啊，你这就是馊主意，我也不同意。我这个法子虽然有点冒险，但是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要不你们还能有比我更好的法子吗？我觉得可以试试。江慈天刚亮就起来了。大叔，起这么早啊？早上天气凉快，这个天儿只有早上跟晚上能出活，中午太热不出活。要不加把劲儿啊，7日恐怕完不了工。您还有2徒弟呢，来得及的。师傅，这家夫人真是个好人，就连早上都能吃上野鸡蛋，他们一家人真是太善良了。师兄也不知道为何会对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大的意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怨呢。老木匠只是笑笑，并没有作答。师傅，师弟，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干活吧。江明辉从包里拿起工具，来到师弟张三跟前。师弟，家里怎么没人啊？他们2兄弟上山打猎了，老夫人带着小夫人还有孩子去摘西瓜了。家里还有人干活，也不留下一个人看家，这家人还真是心大。太热了，休息一会儿吧。老木匠放下手里的活，张三跟江明辉也都放下手里的工具，他们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师傅啊，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吧，快过来吃瓜解解暑气。李氏跟江慈的背篓里都背着2个西瓜。夫人您太客气了，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快别跟我们客气了。大叔，外头太热了，进屋吃西瓜。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说完，招呼他的2个徒弟跟着江慈他们一起到了正房门口。江慈直接从窗台上的一双用茅草编的鞋子里拿出了钥匙，上前打开了房门。你们是我见过最好的主家，我们跟着师傅干了好些人家了，从来没遇到过你们这么大方的人。张三吃着西瓜，心里感动的不行。
小兄弟过奖啦，你们干活也不容易，如果再吃不好，哪有力气干活呀？吃完了西瓜，老木匠他们去房间里休息。姜慈出了门，把钥匙放回了窗户上的茅草鞋里。到了下午，周彪跟周成两兄弟也从山里回来了，这次又带回来不少猎物，都是山鸡、野兔之类的小型动物，放在地上堆了一堆。打了这么多猎物，能卖不少钱吧？还行，也卖不了多少，也就2-3两银子吧。普通人家的话，1两银子够一家3口吃2个月的了。哎，他经常上山打猎，这家里得有多少钱啊？听着张三小声在他耳边一脸羡慕的说话，江明辉心里却在窃喜。周家的钱越多越好，姜子以为跟江家断了亲，他就跟江家没关系了，简直是做梦。你能确定江明辉会上钩吗？他一定会上钩。这么确定？当然，贪婪的人是抵御不了钱财的诱惑的。江家每一个都是贪婪的小人，江明辉回去肯定会把我这边的情况说给他们听，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看着我过好日子呢？要不是我跟他们断了亲，还让全村的人跟最有威望的阿公给我做了见证，他们一定会找过来的。我猜测他们肯定去找了阿公，想毁掉断亲书，阿公没有同意，否则以我对江家人的了解，他们早就跟着江明辉找过来了，利用孝道绑架我，逼迫我们出山养活他们。他既然自己回来了，就说明断亲书的事儿行不通。就凭江明辉的性子，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咱们天天在他面前刺激他，嫉妒会让他丧失理智的。真是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以前我看到的柔弱都是真的吗？姜慈转过身，你喜欢现在的我，还是喜欢那个柔柔弱弱，被人欺负了都不敢吱声，只知道哭泣的我？我喜欢现在的你，但是什么？我怕你变得更强大了，不需要我的保护了。我的强大是你给的底气，如果没有你在我背后当靠山，我依旧是那个软弱无能、受了欺负只知道哭的小丫头。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周成打横把他抱起，哎呀，你干什么？睡觉。从圆房那天开始你就没有闲着，能不能歇一晚呢？我忍不了。你是牛吗？干一天活不累吗？跟自家的田不怕累。姜慈还要说话，周成低头堵住了他的唇。周成从背后搂着他。这次你满意吗？很好，我很喜欢。姜慈疲惫地闭上眼睛。周成听到满意的回答，嘴角也微微扬起。江明辉跟师傅师弟住在一个房间，是一个主家专门为他们临时搭建的大通铺。师傅跟师弟已经睡着了，江明辉心里有事，一直在闭目养神，佯装熟睡。到了半夜，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江明辉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江明辉走在阴影里，小心翼翼地来到李氏房间的窗台下。他蹲在窗台下，伸手把那只茅草鞋拿了过来，从里面摸出一把钥匙，拿在手心里看了一遍，又放回到茅草鞋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回了房间，安心地睡了过去。天刚一大亮，周成就醒了。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说完，伸手搂住了他。周成很喜欢这种感觉。干嘛？有没有想吃的东西？我今天去西门镇给你买回来。我想吃糖葫芦。好，我给你买糖葫芦。你别光想着我，还有小宝跟娘，还有大哥，你去问问他们需要什么。我知道，时候还早，你再睡一会儿吧。好，路上要小心啊，早点回来。周成起来穿衣。我知道了。姜慈看着周成出门，他又睡了一个回笼觉。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糟糕，睡过头了。他穿好衣服出来洗漱。阿慈啊，饭给你留着，快来吃饭。哎呀，这小夫人真是嫁到福窝里了。男人打猎能赚钱，婆母早起做饭洗衣服，她倒是睡个自然醒，这是多大的福气啊！好好干活，不要说主家的闲话。说完，看了一眼低头干活的江明辉。他回来之后老老实实，没有再做出格的事儿。昨天晚上你有听到什么动静吗？昨天晚上子时，我听到窗台有动静。早上起来，我看了茅草鞋里的钥匙，已经被动过了。上钩了。我心里有点慌。娘，你慌啥呀？他的一切行动啊，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娘，你什么都不要想，按照我的计划去做，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好吧。周成去了西门镇，东西一拿出来就被围上来的人给抢光了，卖了2两200文银子，收获不错，只是感觉很不好，总感觉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但是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这让他更不得劲。他没有停留，拿出了200文，去买了姜慈爱吃的糖葫芦，还有小宝喜欢吃的糕点，还买了一袋面。经过西门豆腐坊，卖豆腐的摊位前并不是江明慧，而是换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家里也很长时间没有吃豆腐了。江明慧不在，他打算买2斤豆腐回去。给我来2斤豆腐。哎，是你啊？你认识我啊？前些日子你带你家娘子在店里买衣服，我见过你们。我记起来了，原先在这里卖豆腐的人好像不是你。你说的那个卖豆腐的是我嫂嫂，她这2天不舒服，我替她2天。她没事吧？你认识她？她是我娘子的堂姐。啊？你说的是真的？周成点点头。怪不得上一次看见他们在说话，之前问江明慧他们是不是认识，江明慧还说不认识。我记得哥之前说的亲事本来就是江家老二家的闺女，也不知道怎么了，哥就跟江明慧搞到了一起，还怀孕了，最后退婚娶了江明慧。姑娘，
娘，你怎么了？给我吃2斤豆腐。原来是亲戚，这2斤豆腐送你们吃的。这怎么可以？该多少就多少。哎，别客气，咱们都是亲戚，是我送你们吃的。你要是再给我钱，我可不高兴了。那就谢谢了。我叫张秋云，日后你跟你娘子来西门站，可以来我家坐坐。好，不打扰你做生意了，我先回去了。周成离开之后，张秋云怎么也想不通，他眼睛是瞎了吧？跟这么好看的女人退婚，反而选择那么普通的江明慧，脑子被驴踢了吧？你嘴里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张晨文又端了一板豆腐过来，张晨文把那豆腐放在摊位上。你吃错药了？你什么表情这是？我哪里又惹到你了？你没惹到我，我心情不好。我看你还是放弃吧，这好男人多的是，你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了。我让咱娘找媒人给你说一门好亲事去。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不找到他我是不会出嫁的。哎呀，更何况就你那眼光，我可不敢恭维。我眼光咋了？有病！哥，我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是怎么勾搭上江明慧的？你看上他什么了？你大早不舒服，你顶替个2天怎么了？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想知道你之前定的亲事，也就是那江明慧的堂妹，你为什么会舍弃原来的亲事，跟江明慧走到一起？嘿，你没事吧？关你什么事啊？哎呀，哥，你就跟我说说嘛，我好奇。那个女人的脸上还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就像是从地狱里面爬出来的恶鬼一样。我相貌堂堂，条件又好，凭什么要那么丑陋的女人？你确定你见到的是你定亲对象啊？当然了，要不是你嫂子帮我，现在你的嫂子就是个丑八怪。说完转身就走了。张秋云的母亲见他急匆匆的进了院子，你不是卖豆腐吗？怎么回来了？娘，您先去看一下，我找江明慧有事要说。在这件事儿没有弄清楚之前，他不能告诉任何人江明慧没有生病，他假装肚子疼，公婆这才让他休息，好好养胎。江明慧倚靠在躺椅上，吃着他让张晨文给他买回来的葡萄，悠然自得的看着门外忙碌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向往的少奶奶生活。秋云，你不是在外面卖豆腐吗？怎么回来了？娘替我看着呢。张秋云说着，双腿迈进了屋子。秋云，辛苦你了，爹娘让我好好休息养胎，不能出去继续卖豆腐了。卖豆腐的事就辛苦你了啊！这是你大哥给我买的葡萄，你尝尝，又酸又甜，可好吃了。哎呀，嫂嫂真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在外面晒了一上午，我都要渴死了。说着，拿起一颗葡萄就放进了嘴里。葡萄真甜啊！江明慧笑容僵在脸上，心里气得要命。真甜。眼看着盘子里的葡萄越来越少，江明慧有些着急。秋云，少吃点，吃太多肚子不舒服。没关系，我年轻，身体好。秋云，你别光顾着吃，你来找我有事吧？我确实有事来找你。有事你就说吧。嫂子，你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吗？不会是你找的那个人出现了吧？不是，跟他没关系。那我就猜不到了，你还是直说吧。嫂子，半个月前有一对男女在你摊位前，我跟你说那男人给他娘子买了2身衣服的事儿，你还记得吧？我记得。你今天又遇到他们了？嫂子你记性真好。不过我只遇到那个男人了，他娘子没来。他来我摊上买了2斤豆腐，但是我没收他钱，直接送给他了。你们又不熟悉，就把豆腐送人了？嫂子你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呀，那人说呀，他娘子是你堂妹，你是他堂姐，咱们跟他们是亲戚关系，那我送他2块豆腐不是很正常吗？江明慧没想到那男人竟然主动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脸色都变了。张秋云是见过姜慈的，张晨文要是知道姜慈的样子，知道是自己骗了他，今后自己就真的没有好日子过了。哎呀，嫂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江明慧那紧张的表现已经证明了那个男人说的话是真的，他的猜测也是对的。我没事。秋云，你上当了，那个人就是个骗子，他们家以前跟我们家有过节，以后见到他离得远远的，不要理他们啊。有什么过节老一辈的事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张秋云没有揭穿他，因为他肚子里还怀着他哥的孩子，他哥的性子他是知道的，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男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要是知道被江明慧玩弄在手掌心，不知道能做出什么事儿来。秋云，咱们是一家人，我不会害你，但是外面的人是什么心思谁也不知道，你先替嫂子几天，等我身体好些了再去替你。好吧，那嫂子你还是好好休息，我走了。张秋云站了起来，江明慧也站了起来。秋云，这件事就不用跟你哥还有爹娘说了，他们要是知道你平白无故送人2块豆腐，你会挨骂的。我知道，你好好休息吧。说完就走了。姜慈，你这个贱人，都是你逼我的。张秋云走出院子，母亲正在给顾客称豆腐，她走了过去。你去找你嫂子做什么？没事儿。你嫂子现在胎位不稳，你就辛苦几天，等她把身子养好了，孩子也坐稳了，再让她过来换你。那是你大哥的第1个孩子，你也不小了，要学会懂事。娘，我找他是别的事儿。你找他能有什么事啊？秋云，有事儿得跟娘说，千万别瞒着娘。娘，你答应我，听了这事儿千万别生气。
我不生气。你说那个就是我哥有可能被江明慧下套了。你说什么？江明慧对你哥做什么了？哎，娘，你别紧张。张秋云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说给了母亲。真是造孽呀！一开始我就知道是他算计了我儿子，可是你哥就非说他好，非他不娶。江明慧又怀了你哥的孩子，原来是使了这么下三滥的手段，简直是可恶！他把你哥当猴耍。那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要告诉哥吗？不行，这件事暂时不能让你哥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第一件事就得把江明慧给休了。他现在还怀着身孕，胎位又不稳，这件事先放放。一直出了西门镇，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才消失。这种感觉他并不陌生，进深山打猎的时候，被藏在暗处的猎物钉上也是这种感觉。虽然没有发现这个跟踪他的人是谁，但是他知道这绝对不是他的错觉，跟踪他的人是个有本事的，要不然他不可能发现不了。本想着只要这个人能跟他进山，就有可能找到这个人。周彪扛着锄头从后山回来，正好在村口遇到卖货回来的周成。二弟回来的挺早啊。业务不愁卖，刚到西门镇就被抢光了，我也担心家里。不用担心，以前呢，我以为弟妹就是个柔弱的小女子，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发现她很聪明，比咱们都聪明，她不会吃亏的。听到大哥这样夸奖他娘子，周成觉得很骄傲，比大哥夸奖他还要高兴。周小宝从小婶婶的口中得知，今天二叔去镇上要买糖葫芦跟他喜欢的糕点回来，早早的就坐在门口等着了。看到二叔跟他爹一起回来的，迈着他的小短腿，开心的迎了上去。二叔，爹爹，在家里没有惹小婶婶跟祖母生气吧？嘿，小宝很乖，没惹小婶婶和祖母生气啊。二叔，我想吃糖葫芦，给你。啊，糖葫芦真好吃。二叔，你把那2根也给我。这一串就够你吃的了，你要那么多做什么？爹爹不喜欢吃独食的小孩子。爹爹，没有要吃独食，我想把那2根糖葫芦给祖母跟小婶婶。哼，是爹爹误会小宝了，爹爹给小宝道歉。小宝知道爹爹是为了我好，小宝原谅爹爹了。周成见他们父子温馨和睦的样子，嘴角也忍不住勾起了笑容。姜慈跟婆母2个人正在家里做午饭。哎呀，这主家做的饭菜真香啊，我都想流口水了。张三一边干活一边看着从灶房的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跟江明辉说话。江明辉抬头看了一眼灶房的方向，他心里有事儿，一直都有些心不在焉。他没有接张三的话。老木匠用眼角看了江明辉一眼，也没有说话。周彪2兄弟回了家里，他们都很客气的跟老木匠打了招呼。姜慈听到声音，也从灶房里走了出来。哦，爹爹，快把我放下来！小婶婶，二叔给你买了糖葫芦。小宝真乖，刚刚娘还说让我去村口看看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呢。饭都做好了，你们洗洗手准备吃饭吧。姜慈来到周成身边，今天回来的挺早啊，路上都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顺利就好。你还记得那天也带你去买衣服，在那家店里遇到一个姑娘，她也喜欢你试的那件衣服的这个事情吗？记得。怎么了？我今天看到她了，她替江明慧卖豆腐，我一打听才知道她是江明慧的小姑子。哪有什么稀奇的？不过我今天没经过你同意做了件事儿。你做什么了？我把你是江明慧堂妹的事情告诉她了。为啥呀？那江明慧那么欺负你，我想给你出口气。做得不错。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的又过了3天，姜慈需要的款式被老木匠分毫不差的做了出来，姜慈十分满意。姜慈又给了老木匠一个大衣柜和衣架子的图纸。姜慈临时起意又多做了个衣柜，木料就不够用了。周成跟周彪2兄弟又在山里转了一圈，抬回来一些木料。老木匠带领徒弟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终于在第10天的时候，所有的家具都做好了，把新家具摆放在房间里，相当的有样。本来讲好的1周的手工费收1两银子，但是超过3天，并且工序也都有些复杂，10天给了2两银子。老木匠很感激，拿出500文放在桌子上。要不了这么多，说好的1周1两银子的手工钱，这才10天，怎么能收你们2两银子呢？你们给我们吃最好的饭菜，比我在自己家里吃的还好，才收你们这么多钱，我心里过意不去。这500文您收回去吧，我是不会收的。好吧，既然不收，我也不勉强。现在时候也不早了，要不留下来住一晚上，明天早上再回去。天色还早，来得及。感谢你们这些日子的照顾，今后哪家需要做木工活，能向他们推荐我。那是自然，您这么好的手艺，您就是不说，我们也会主动给你介绍生意的。说了一会儿话，老木匠带着2个徒弟回房间里收拾东西。江明辉一进屋便晕了过去，倒在了地上。师傅，师兄晕倒了。怎么回事？把人扶到床上，你在这里看着，我出去叫主家帮忙叫郎中过来瞧瞧。老木匠刚想走，床上的江明辉睁开了眼睛。师傅，我没事，可能是这阵子失眠，没有休息好。
我现在头晕，暂时也走不了，睡一觉就好了。时候不早了，如果再耽搁下去，咱们今晚就走不了了。师傅，反正回去也没事儿，师兄也没办法回去，要不咱们就在这留一晚吧。也只能如此了，我出去跟主家说一声，只能再麻烦他们一晚了。老木匠说着走出了房间。江明辉心里窃喜，本来他磨磨蹭蹭把时间拖到下午，就是想留下来待最后一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想到老木匠那个老头死脑筋，非要回去，没有办法，只能用这一招了。这么多天，江明辉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动静，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是不是他改变主意了？姜慈摇头，不会，江明辉不会改变主意的。可是老木匠他们马上就要走了，他们今晚走不了。你为何这样确定？因为贪息。话音刚落，就见老木匠一个人从房间里出来，朝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今天走不了了，还要打扰你们在这里住一晚。明辉这2日失眠，刚刚昏倒了。昏倒啦？严重不？要不要找个郎中过来看看？不用，他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不过现在还是头晕，走不了路。是这样啊，没事就好，反正时候也不早了，就留下来住一晚吧。江明辉躺在床上，能清楚地听到院子里的说话声，嘴角微微勾起。他成功了，一起吃了晚饭，大家各自回房休息。天一黑，姜子他们就上床睡觉了。江明辉没有睡，他睁着眼睛看向窗外，终于忍到子时，所有人都安睡了。他从随身带着的包裹里拿出什么东西握在手里，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他点燃了手里的东西，对着门缝，一股股白烟吹进了屋子。这是迷烟，只要闻到这个味道就会昏睡过去，就算有再大的动静他们都不会醒。接下来他把姜慈跟李氏的房间都熏入迷烟，于是他来到了李氏的窗台下，从茅草鞋里拿出了那把钥匙。现在他们都昏睡过去，江明辉大摇大摆进了李氏的屋子，径直来到李氏放在床头的木箱子跟前。江明辉看了一眼还躺在床上熟睡的李氏跟周小宝，毫不犹豫把钱袋子放在胸口处的衣兜里，随后轻轻地关上了箱子，重新上了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然后走出了房间。江明辉快步走出了院子，今晚的月光正好，视线也不错。为了不被人发现，他还是走在有阴影的地方，来到村口，站在和二叔约好的地点。他把手放进嘴里，发出一声鸟鸣，这是他跟二叔的暗号。听到这个声音，二叔就会出来。可是等了一会儿，却没有看到二叔的影子。江明辉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他再次用手吹出鸟鸣声，他依旧没有看到二叔的影子。难道二叔在破庙里发生意外了？江明辉有些慌。当他正想去后山破庙找二叔时，身后突然传来二叔的声音：明辉，我在这里。江明辉吓了一跳，猛然回头，同时也亮起了火把。江明辉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二叔被五花大绑，满脸都是鲜红的血。周家2兄弟控制着姜老二、姜慈、老木匠跟张三也在。二叔，这到底怎么回事？明辉，我们的计划早就被他们识破了。怎么可能？姜慈，你是如何得知我的计划的？江明辉，咱们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16年，你是什么心性脾气我太了解了，所以从你来我家的第一天开始，我就防着你。你在我家里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前2天你去窗台下的茅草鞋里拿钥匙，进了我娘的房间，并且打开了她装有银钱的箱子。虽然你最后没拿，但我知道你肯定想要用最安全可以脱身的法子拿走那些钱财，所以我没有当场戳穿你。我把这件事跟你师傅说了，你师傅跟你师弟都是正直的人，他们不相信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直到你师傅从你的随身包裹里找到了你准备作案的东西，是你师傅见多识广，点燃了里面的烟丝，才知道那是可以让人昏睡的迷烟。他觉得不对，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我。我马上就明白你想要做什么了，于是我就将计就计，把你的迷烟全部都给换了。你自以为很聪明，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全身而退，岂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我跟前玩这套，你还太嫩了点儿。江明辉，太令我失望了，我这辈子清清白白，名声差点毁在你的手里。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徒弟，从今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姜慈，你明知道我要做什么，却依旧给我下套，让我钻进来，你好深的心机，是我小看你了。多谢你的夸奖，现在你人赃并获，我要把你送去官府，让你去坐大牢。阿慈，明辉是你堂哥，是咱们老姜家唯一的独苗，你这样做对得起姜家的祖宗吗？姜老二，你莫不是忘了，我已经不是你们姜家的人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还有，我没有对不起祖宗，是你们家的这根独苗跟你一样被养歪了，对不起祖宗的人是你们。你别忘了，
你也是参与者，你也跑不了。我要把你们都送去官府，去牢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这样才对得起你们江家的祖宗。我可是你爹，你把我送去坐牢，你会被所有人唾骂的。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被人唾骂的是你为老不尊，跟侄子合起伙来偷盗闺女婆家的财产。我把你送进官府是大义灭亲，免得你继续危害乡里，别人只会夸奖我大义，为民除害。我要早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长这么大。你把亲爹送进官府，让你亲爹去坐牢，你会遭报应的。你不是我爹，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还是想想自己会遭到什么报应吧。江明辉不想坐牢，他不能让他们把自己送去官府。转身迈开腿就跑，反应速度极快的周成像只猎豹飞了出去。江明辉没有跑出去10米远，就被周成拎个小鸡仔似的拎了过来。你放开我，哈茨，这件事你不能全部都怪我，是我二婶出的主意。我跟二叔不过是鬼迷心窍了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看在我们曾经是一家人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我还年轻，还没娶媳妇儿，我不能坐牢。要是坐牢了，我会被江家族谱除名的。堂妹，我错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做人，再也不做这样的事了。晚了，你还是去官府，让他们给你机会吧。江老二见江慈竟然如此无情，愤怒的开口大骂。江慈从路边抓起一把草，团成团，直接塞到他嘴里。真是聒噪，再不老实，把你舌头割下来。这一行人回到家中，江慈让周成、周彪两兄弟将江老二叔侄俩绑在院子的树上。明日真的要把他们送去官府吗？当然，犯了错就应该受到惩罚。还有2个时辰天就亮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他们各自回了房间，留下江明辉跟江老二被蚊虫叮咬的面目狰狞。翌日清晨，被蚊虫折磨了一夜的叔侄2人几乎脱了一层皮。堂妹，我想喝水，给我点水喝。江慈还要把人送去官府，还要走不少山路，所以不仅给了他们水喝，还给了他们2个糙米饼子。然后由周成跟周彪两兄弟押着江明辉跟江老二一起出山，把人送去官府。老木匠跟张三也愿意作为证人，跟着一起去官府。江慈把那张断亲书给了周成，防止到时候他们叔侄还要利用他们之间的亲人关系逃脱制裁。这天马上就要黑了，他们2兄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娘，没事的，可能是官府办案需要时间吧。我跟周成也说了，如果今日回不来，可以在客栈住一宿。他们2兄弟都是成年人，也都是有经历的人，他们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哎，你说的对，你大哥在山外讨生活也好几年了，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阿琛在18岁的时候进山打猎，2天没有回来，我当时也被吓坏了，找了村子里的年轻人一起去山里寻找。我们才进山，我就看到他背着一头比他大1圈的大黑熊，从山里一步一步走了出来。他这么厉害，不会有问题的，是我太紧张了。看到他放松了，江慈心里也没有那么紧张了。眼看着太阳慢慢的消失在天边，天也暗了下来。周小宝依偎在江慈身边，肚子叽里咕噜的叫了起来。我还不饿，等爹跟二叔回来一起吃饭。你的小肚子都咕咕叫了，还不饿呢？咱们现在就去吃饭。娘，别等了，再等下去饭菜都凉了，咱们先吃吧。娘，时候不早了，你带小宝去睡觉吧，我再等一会儿。你也别等了，他们兄弟今晚应该不会回来了，你也不要太过担心，没事的。我现在也不是很想睡，再等一会儿，他们要是还没有回来，我就去睡。好。李氏点点头，带着周小宝回房间了。周成兄弟押着江老二叔侄2个去官府，走到半路的时候，江明辉突然蹲在地上说肚子疼，要去方便。周成见他一脸痛苦的样子，也不像是装的。山里的蚊虫是有微毒的，少量蚊虫咬着没事儿，要是成百上千只蚊虫叮咬，中毒拉肚子也是可能的。大哥，你带他过去方便一下。你就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吧，这里是深山，四处无人，你就让我跑，我也不敢跑啊。我不走远，就在前面那个石头后，你就别让大哥跟着我了，被一个男人看着我拉不出来。这里地形复杂，你不了解情况，要是想跑，只有死路一条。你放心，我还不想死。说完就要走，周成一把拉住他，从路边的草丛里掐了几片嫩绿色的叶子，把这个嚼子咽下去，能缓解你的症状。你不是想要害死我吧？我娘子只说让我把你交给官府，没让我做其他的。再说了，就算想害你，也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又不是傻子。他这才伸手接过周成手里的药草，塞进嘴里，然后跑去方便了。玉雪，你给我点草药吧。他从路边掐了几片叶子，塞进江老二的嘴里。过了几分钟，江明辉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会不会跑了？江明辉，江明辉，大哥，你过去看看。周彪快速跑到前面那块石头跟前，石头后面空空如也。不好了，江明辉跑了。周成拉着江老二一起跑到了江明辉失踪的石头前，地上没有任何方便过的痕迹。江明辉是装的，他根本就没有肚子疼。石头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山的截面，距离下面的山坡差不多有3-4米的距离，跳下去的话，他们根本听不到动静。我下去看看。哥，下面危险！我求你们救救他，他进入深山会死的，你们不能把他放弃了。
我下去看看，你留下来。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我跟你一起下去。你放心，我去就回，不会耽误时间的。大叔他们也有你照看的。好，我在这里等你，找不到就快点回来啊。大叔，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你们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你也要小心。周成点点头，然后从那截面跳了下去。3米多的高度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很轻松就落了地。地上的草丛有踩踏的痕迹，他沿着踩踏的痕迹往前寻找。江明辉，你不要糊涂啊！把你送去官府，你还有命在。要是继续执迷不悟，你就没有机会能活着走出这里。周成有些着急，山里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危险，大哥那边他也担心，他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寻找江明辉。江明辉，你要再不出来，我就回去了。你在这山里就自生自灭吧。说完，转身就想走。你别着急，不会有事的。就在这时，周彪好像听到有人在喊他，他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往四周看了看，然后就看到在正前方的周成，周成正在朝他招手，那意思是让他们过去。我说的没错吧？咱们过去吧。周彪过去拽着江老二，起来，走了。是不是找到我侄儿了？不知道啊，过去再说吧。几个人快步来到周成跟前。我侄儿明辉呢？我没找到他。你没找到他回来做什么？他要是出了事儿，我跟你没完。他躲起来了，我就算找一天也找不到。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他自己找死，我也没有办法。已经到了午时，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继续浪费在这里了。走吧。我不走，不把我侄儿找回来，我哪儿也不去。你不去，我就把你扔在山里，跟你侄儿一起喂狼。江老二听他说要把自己扔在这里喂狼，乖乖的跟着他们走了。等他们把人送到官府衙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申时了，差一点错过衙门办案的时间。因为有老木匠作证，证据确凿，江老二被关押起来。至于江明辉失踪，官府直接发了通缉令。周成他们从衙门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周成对老木匠跟他徒弟表示了感谢，他们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周成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分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兄弟2个找了一家客栈走了进去。他们跟掌柜的办理了入住，俩人要了1间房。兄弟2个正要走上楼梯，哎，咱们严国完了呀！听说炎帝逃跑被叛军给抓了，当场就把头给砍了，直接吊在皇城之上了。是哪一路人马干的？这个还不太清楚，我也是在路上听人说的。要我说，炎帝死有余辜，他暴政治国，亡国是迟早的事。希望下一任国君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明君，不必再经历战乱之苦，百姓能安居乐业。两兄弟听了相当震惊。宝叔回来也没几天，炎国就这么亡国了？炎帝既然死了，咱爹要是还活着的话，他会不会找机会回来啊？他要是还活着，这些年不会不给家里来书信，告诉咱们他的情况。周彪也知道自己是在妄想，宝叔都说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的消息，每一场战争死伤无数，打仗10多年能活下来的，不可能一直籍籍无名，早就功成名就了。翌日天还刚刚亮，周成跟周彪两兄弟就起来了。昨天晚上没有回去，娘跟姜慈一定很担心。他们在包子铺吃了早饭，就赶忙往回走。炎国都灭亡了，衙门做事还挺认真。江明辉的通缉令已经贴在大街上的公示栏里。张秋云还没有睡醒，就被母亲喊起来卖豆腐。今日逢大吉，人流量会很高，那就意味着他要很忙，也意味着他会很累，来买豆腐的人就会很多。张秋云忙碌着卖着豆腐，一筐豆腐很快就卖完了。啊，请稍等一会儿，豆腐马上就来。哥，豆腐卖完了，再拿来一筐。周成跟周彪两兄弟刚好经过，听到叫喊声，都朝这边看了过来。张秋云回过头来，不经意间看到了他日思夜想、一直在寻找的男人，他眼睛顿时亮了，扔下摊位就朝着他跑了过来。恩人，我终于见到你了！快走！周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能跟着大哥走，边走边好奇地问：大哥，我听他喊你恩人了，你们之间什么关系？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来镇上卖野物，遇到2个贼人抢劫一个姑娘，然后我赶走了贼人，拿回了被抢劫的财物。那天呢，被抢的就是这位姑娘。这是好事啊，人家姑娘跟你打招呼，你跑啥呀？他太热情了，要报答我。我做好事又不是为了让他报答的。就算你不想要他的报答，但人家看到你了，主动跟你打招呼，你回应一下就好了呀，不理人家做什么？不是，他太热情了。2个人说话的功夫，张秋云追了上来。大哥，你跑啥呀？你一个姑娘家的，怎么可以随便拉其他男人衣服呢？你是我恩人，又不是其他人。再说了，我要是不拉着你，你再跑了，我又去哪里找你？你找我做什么？我要报答你。我都说了，无论是任何人遇到那样的事情，只要是我看到了，我都会出手帮忙的。不是因为你是个姑娘才这样做的，所以我不需要你的报答。你快松开我！看不到别人都在看咱们吗？你一个姑娘家的，也不怕人说闲话吗？谁爱看谁看，我才不在乎呢。你到底想怎样才能松手啊？要是知道你这么难缠，我就不多事。你要我松开你，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是否婚配啊？这姑娘也实在太大胆了。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问这样的问题，
他脑子不会有问题吧？姑娘，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样今后谁敢跟你说婆家？别闹了，快松手，别耽误时间，我们还要赶回去呢。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放你走。周成倒是看出点名堂了，张秋云好像是看上他哥了。大嫂走了3年，大哥单身到现在，他跟娘都想找个媒人给大哥说一门亲事儿，奈何大哥一直不同意。张秋云这姑娘看着就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爽快的女子，跟他大哥很是般配。是你啊？你们是一起的？周成点头。太好了，大哥，看在咱们认识，我还送你2斤豆腐的份上，你就把她信息告诉我吧。你一个姑娘家要她信息做什么？这小姑娘啊，8成是看上这位兄弟啦。既然有这样的缘分，不妨告诉人家姑娘，也能成就好姻缘。你们别胡说，人家姑娘还小，这样的话不能乱说。怎么了？他说的没错呀，我确实看上你了。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告诉你，她结过婚了，有一个5岁的儿子，而且住在深山里。不好意思啊，住在深山我倒没问题，但是我不会给人做亲。她3年前就跟孩子的母亲分开了，孩子由老娘带着，她现在是单身。真的吗？姑娘，我们不合适啊。说完拉着周成就走。我不在乎你的过去，我就想嫁给你。我叫张秋云，你一定要尽快找媒人来西门镇豆腐铺来提亲。你要是不来，我就一直等着你。这姑娘是不是疯了？她不是疯了，她是真的看上你了，大哥。我觉得她不错，跟你很合适。你们要是在一起，日子应该也会很有趣的。你说什么呢？我们才见一面你就知道合适了？我现在没娶妻的想法。可是那姑娘都说会一直等着你，你要是不娶人家，不会把人家姑娘给耽误了吗？今天的事儿那么多人在场，很快就会传开了，谁还愿意娶她呀？跟我没关系，谁叫她那么冲动的？虽然嘴上这样说，心里为她的将来感到担忧。周成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感情的事儿本就是你情我愿，如果大哥没心思，也不是撮合的事儿。张秋云当街对一个男人表白的事儿，就像一阵风，迅速在西门镇传开了。你个死丫头，豆腐不卖了，收摊儿，跟我回家。耳朵一疼就被揪了起来。张母出去买河针线，就从别人嘴里得知了她闺女张秋云那逆天的行为，还被人嘲笑了一番，差点把她给气死。娘，你做什么？疼！疼！你也知道疼？今天我非得把你耳朵给你揪下来不可，真是气死我了！快跟我回家，别在这丢人现眼。那我要跟你回去豆腐摊子怎么办？你还有闲心管豆腐摊子？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我看你怎么收场。张秋云被母亲揪着耳朵回到家里，江明慧坐在躺椅上，在廊檐下的阴影下乘凉，看到公婆的掌上明珠张秋云被婆母提溜着耳朵进了院子，震惊不已。娘，你这是怎么了？秋云惹你生气了？你去门口看着豆腐摊子，还有豆腐没卖完呢。本来想看看热闹的，竟然被婆母指挥着去卖豆腐。婆母在气头上，又不敢不踢，只能委委屈屈的去卖豆腐了。爹，快救我！我耳朵快被娘给薅下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动手？发生什么事儿了？进屋说，丢人！快说，我还有事情要做呢。张母指着张秋云，把刚刚在外头听到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说我能不来气吗？我这张老脸都被他给丢尽了。娘，你管别人说什么干什么？你也知道我找了他好多天了，好不容易遇到了，你说我能让他再跑了吗？你看看他啊，这一副不值钱的样。你喜欢人家没错，你想嫁给他也没错，但是你可以问清楚他的情况，然后回来告诉我跟你娘啊，由我们出面。你一个姑娘家的大庭广众之下跟人求婚，确实太丢人了。你这名声传出去了，以后谁敢娶你？听说那男人住在山里，没有女人，有一个5岁的孩子，他嫁过去呀，就是给人当后娘的。是真的吗？是真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嫁过去就有人喊我娘，那是我赚了。反正事情已经传开了，不会再有媒人给我来说亲了，我只能嫁给他。你们要是不同意，那我这辈子就留在家里当老姑娘。你听听，死丫头，你也知道你把自己的后路都堵死了呀。要是那个人不来提亲，我看你怎么收场。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那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山里的哪个村寨？我再找人去打听打听。这我不知道，他没说。什么？你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就要嫁给人？你平时看着挺机灵的，怎么是个糊涂蛋子？我问他了，他没说。不过想知道他的情况不是没有办法，问江明慧就知道了。这怎么还牵扯到你嫂子身上了？哎呀，江明慧堂妹的相公今天跟他在一起，只要知道他堂妹相公的情况，就能知道他的情况了。你嫂子的堂妹是不是之前跟你哥定亲的那位？张秋云点点头。
你去把你嫂子叫过来。嫂子，爹娘让你过去一趟。秋云，爹娘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去了不就知道了？一个姑娘家没羞没臊的做出这种事，谁都受不了。哼，小姑子要倒霉了。哎呀，爹娘，我刚才在外面听说了秋云的事，这件事她的确做得太过了，还是年纪太小了，做事情不考虑后果。你们不要怪她。不用管那些闲言碎语，我有件事要问你。爹，有什么事您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您的。听说你堂妹出嫁了。爹，这跟我堂妹有何关系啊？你直接回答就是了。她出嫁也有些日子了。她婆家姓什么？住在哪里？不知道公公为何要问这些？难道公公发现了什么？怎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没有，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跟他之间也曾经有段不愉快的事，我只知道他相公姓周，外号周阎王，住在深山里的周家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知道这些已经够了，你出去吧。爹，您问我这些跟秋云有关系吗？告诉你也无妨。秋云要嫁的那个人跟你堂妹的相公是一起的，我要帮秋云去打探打探那个人的家庭情况。爹，万万不可！周家村在大山的深处，那里民风彪悍，那周阎王更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恶霸，做过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能跟他在一起的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秋云从小被你们娇养着长大，没有吃过苦，把她嫁给那样的人，无疑是把她推进了火坑啊！你说那是火坑，可你堂妹为什么要嫁过去？爹，我说的都是真的啊！爹，你别听他胡说，我见过他妹夫几次，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也很疼自己的娘子，不是他说的那样。哎，我说，你就这么害怕我嫁进周家村呀？哎呀，小妹，我可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出山一趟有多不容易吗？爹娘想去看看你都不容易，你不能自私的光想着自己，也要替爹娘想想，婚姻不是儿戏，你一定要慎重。我的事情不用你瞎操心。行了，这件事儿我跟你爹心里有数。明慧，你先出去吧，摊位前不能缺人。娘，行了，照我说的做吧。好吧，你们好好考虑考虑，那我先出去了。你嫂子说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要是真是那样的人，就算我们养你一辈子，也不能让你嫁给那样的人。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刚刚走出大门，就跟张晨文撞了个满怀。幸亏张晨文今日没喝酒，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了他。你都是要当爹的人了，就不能稳当些吗？我刚才在衙门的公示栏那里看到了一张通缉令，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有那闲工夫，就不能多关心关心我，跟我肚子里的孩子吗？通缉令上的人叫江明辉。你说什么？我说通缉令上通缉的人叫江明辉，好像是因为陆氏偷窃了大量银钱。这个人不会是你弟弟吧？不可能，我弟弟在玄武国守义，整日里跟他师傅去干活，不可能是他，只是同名同姓而已。那样最好，我可不想因为你弟弟成为别人的笑话。你已经成了别人的笑话了。你在外面没听说你妹的事吗？没有啊，我妹她怎么了？江明慧说话没有分量，但是张晨文可以，他是家里的男丁，说的话公婆或许会听，就把张秋云的事儿简单的跟他说了一遍。你好好劝劝爹娘，可不能稀里糊涂的把秋云嫁到深山里去，到时候她在婆家受苦，咱们想帮她都帮不上忙。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爹娘。同名同姓，是不是太巧合了？他自言自语，越想越不对劲儿，直接去了衙门的公示栏，果然在上面看到了2张通缉令。通缉令上有画像，是个年轻的男子，跟他弟弟差不多年纪，除了脸型有点像之外，其他的都不像。为了让自己彻底安心，江明慧直接去了老木匠家里。大叔，我弟明辉呢？他逃了，官府已经下发通缉令了，你们应该都看到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弟怎么会变成在逃的罪犯了？老木匠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江明慧气急攻心，他没想到明辉干活的地方竟然是江慈那死丫头的家里，把他二叔送进了官府，他的弟弟逃进深山，生死不明，江家的天都塌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江慈。江慈，都是你的错，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他恨得咬牙切齿，突然一个巴掌打在了江明慧的脸上。到哪儿去了？豆腐摊就这么扔了，到现在才回来，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半条街了？陈文，我家出事了，你今天看到通缉令上的人就是我弟弟，我二叔也被关进大牢了，只需要50两银子就能把他给保出来。陈文，你能不能帮帮我，帮我把二叔保出来？什么？你还想让我出50两银子保一个盗窃犯？是你脑子有问题还是我脑子有问题？你现在是我张家的人，怀了我的孩子就老老实实做我张成文的娘子，出钱保人那是你娘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跟我回家去。说完转身就走。张成文回到家里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父母，公婆跟张成文的反应一样，让他在家里好好的安胎，他弟弟跟他二叔那是罪有应得。这个时候才回来，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是不是不顺利啊？半路出了个意外，江明辉装肚子疼，说要去方便，我们想着在山里他应该不敢逃跑，对他放松了警惕，他利用方便的机会逃跑了。二弟把那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人，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到衙门的时候，衙门都差点关门了，审理完了天都快黑了，我们就找了家客栈歇息，天一亮我们就回来了。你们没事就好，只是那个江明辉在山里可是很危险的，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我们也尽力了，山那么大，他想跑我们根本找不到啊。好
好吧，你们还没吃饭吧？我现在去做饭。娘，我们在西门镇吃过了，我有件事要跟您说。什么事啊？这么严肃？昨天晚上我们在客栈里听到一个消息，咱们大燕朝亡国了，皇帝被人砍了头挂在城墙上。这消息是真的吗？这种事儿应该不会是假的。皇帝都死了，那你爹？他一直抱着希望，希望有一天他的夫君能像宝叔一样平安回来。现在皇帝死了，都亡国了，他的希望彻底灭了。娘，顺其自然吧。爹如果还在人世，这些年不可能不跟咱们联系。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们都应该放下了。你说的对，是该放下了。我去做饭，你们都去休息吧。做好了饭，我叫你们。娘，我帮你吧。不用，你陪陪阿成吧。娘子，是我大意了，让江明慧给跑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是死是活，那都是他的命。相公，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娘子，你不怪我。你做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怪你啊？娘子，你真好。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怎么睡。为啥呀？客栈的床不舒服吗？不是，你不在我身边，我有点不习惯，我想了你一夜。其实我跟你一样，你昨天晚上不在，我都没有安全感。那以后我再也不在外面过夜了。回来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呢。什么事啊？大哥上次去卖野物，他出手帮一个姑娘赶走了劫匪的事，你还记得吧？记得。听说那姑娘还要报恩，把大哥吓得跑回来了。没错，就是那个姑娘。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她是谁。谁呀？张秋云，江明慧的小姑子。这么巧？周成点点头。不仅如此，她还在大街上当众对大哥表白呢，说要嫁给大哥，也不在乎我大哥有个孩子，让大哥过2天去他们家提亲呢。那他是真的看上大哥了，他把自己的后路都堵死了。要是大哥不去提亲，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给毁了呀。那姑娘长得也好看，如果真的能跟大哥走到一起，也是段好姻缘呢。她是江明慧的小姑子，你不介意吗？不介意啊，跟她成为亲戚不是更有意思吗？可是我看大哥不太乐意，他不同意的话也不好办呐。大哥这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只要能让他从前妻背叛的阴影里走出来，他不可能不同意啊。说的有道理，但是做起来恐怕不会太容易。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这件事儿得让娘知道，小宝也算上，一家子都同意，我不信他还能不同意。那就听你的。李氏做好饭出来，院子里的树枝上，2只花喜鹊叽叽喳喳的叫了一上午了，他听得有些烦躁，或许把那2只花喜鹊轰走，花喜鹊被他吓得飞了更高的枝头。我还赶不走你们，我还就不信邪了。娘，你干啥呢？这2只臭鸟太聒噪了，这都叫了一上午了，听得我心烦。娘，花喜鹊这是给咱们报喜呢，你把他们赶走了，不是把咱们家的喜事儿也给赶走了吗？我们家有什么喜事？娘，你来我屋里说。你这孩子，有事你就说呗，还这么神神秘秘的。娘，大哥的桃花运来了，有个姑娘看上他，让大哥去他家里提亲呢。还能有这样的好事？姜慈点点头。是哪家的姑娘？知不知道大哥的情况？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姜慈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李氏一脸的不可思议。这姑娘胆也太大了，她没想过，如果她父母不同意，她不是把自己给毁了吗？这也证明她是真的看上了大哥呀，才能这么大方，当街喊着让大哥去他家提亲。他父母应该是知道他有这个想法的，应该是赞同的，要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大胆。那就再好不过了，没想到你大哥还有这样的缘分，现在我就去找媒人把这事给办了。说完就要走。娘，我话还没说完呢，您别着急呀。你还有话呀？那好吧，你说。阿成说大哥好像不愿意。什么？他不愿意？人家一个大姑娘都不嫌弃他，他还不乐意？难不成他心里还想着那个背叛他的女人？娘，咱们找大哥聊聊，去除他的心结，把这门婚事撮合成了。你说的不错，这件事说什么我都要给撮合成了。别忙，小宝也是重要的一环，有小宝的参与会事半功倍。祖母，小婶婶也让我喊你们过去吃饭。小宝真乖，小婶婶有件事啊要跟你说。小婶婶，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小宝说？给你找一位新母亲好不好？不好。你以前不是一直想要母亲吗？为什么现在不想要啦？我现在有小婶婶了，不需要母亲了。傻孩子，我只是你婶婶，跟母亲不一样的。你有了新母亲，她也会爱你的，能照顾你爹跟你的生活。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啦。小婶婶什么时候骗过小宝啊？好吧，那我就同意了。小宝，小婶婶给你一个任务，你能完成吗？什么任务？能做到吗？能。好，小宝真棒。饭桌上，李氏提起这件事儿，毫不意外遭到了周彪的拒绝。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女人？娘，我没有。既然没有，为什么不愿意？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就挺好的。你现在才24岁，正值壮年，往后的日子还长，总不能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吧？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小宝着想啊！我年纪大了，总不能一直帮你带孩子吧？孩子也需要娘，以后他长大了，
他没娘，说亲都不好说。周彪安静地吃着饭，他没有反驳。还有那姑娘，人家连名声都不要了，让你去提亲，你要是不同意，让人家姑娘今后还怎么做人？咱们老周家的人绝对不能做出这般伤天害理的事。周彪的脑海中莫名出现了张秋云的样子，姑娘确实不错，如果因为自己让她成了笑话，心里实在是不忍。爹爹，小宝想要一个新母亲，小宝也想要有人照顾你。爹爹，你就答应我吧，别人都有娘，就我没有，我也想要一个娘。大哥，那姑娘我也见过，是个性格爽朗的，她能不顾众人的眼光跟你求婚，说明她是真心想要跟你一起过日子，这样的姑娘可遇不可求。大哥，把握住这个机会吧。一家人都在劝他，周彪也有些心动，犹豫了半晌，最终点头答应了。好，我这就去找媒人，去那姑娘家里说亲。娘，你这么着急做什么？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那怎么行？人家姑娘在等着呢，你不急，人家急呀。说完高高兴兴的走了，周彪有些不好意思。我去地里转转。哥，我跟你一起去。娘子，辛苦你了，早晚快收拾一下。现在热，去摘2个西瓜回来。好，你去吧。小婶婶，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小宝真棒，今天要是没有你啊，你爹肯定不会同意的。为什么呀？爹爹不想娶新娘子吗？我也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还在等我的亲生母亲？你听谁说的？刚才祖母说的。你爹不是说了吗？不是。哼，不是最好，早就不想要那个人了。他从很小就把我给扔了，跟人跑了，把我变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我讨厌他。你是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我很早就知道了。你还没来家里的时候，我跟村子里的小孩玩，他们说我娘跟人跑了，不要我了，哭着跑回家问爹爹娘为什么不要我了。爹爹说娘选择了他想要的生活，如果跟我们在一起他会不开心。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不要我们了。小宝，没关系，我们全家都爱你。小婶婶，以后你有了自己的孩子，还会这样对我好吗？当然了。小婶婶，你真好。娘子，淌了一身汗，我跟大哥去泉水里泡泡。二叔，小宝也去。好，带你一起去。周成去洗澡，也很快就回来了。他们回来没有多久，国母也回来了。没人答应他，明日就去西门豆腐坊去帮忙说亲。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吃着西瓜。周家村口来了2个陌生的一男一女，俩人正是姜慈的大伯姜老跟他的继母周氏。2个人来到大门前，有人吗？他们果然来了，李氏、周成2兄弟也跟着走了出来。真是大驾光临啊！怎么想起来到我家来了？啊，我是来找人的，听说明辉在你这里干活，我过来看看，怎么不见人啊？你当然见不到人了，他们半夜偷盗我家财物，被我们抓住了。姜老二现在在官府大牢，姜明辉半路跑了，跑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不过官府已经下了通缉令了，除非他不回来，只要他敢回来，官府就会抓他。什么？你把你爹送进官府了？是呀，你要是见他的话，就去官府大楼看他吧。阿慈，一个是你亲爹，一个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堂哥，你一点亲情都不顾了吗？打住！我跟你们姜家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已经断亲了，不要再来跟我套近乎，我家不欢迎你们，赶紧走吧。阿慈，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意见，但那是过去的事了，你就别跟我们计较了啊！咱们是断了亲，但是你身上流着咱们姜家的血脉，这是如何都断不了的。哎，姜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里那么多人都靠你爹跟你大伯卖柴赚钱，即便这样也只能勉强吃得上饭。现在你爹被关进牢里，就你大伯一人根本养活不了全家。算我求你去跟官府说明情况，把你爹放出来，让官府撤了对明辉的通缉令，好不好啊？真不容易啊！我有一天能够听到你求我，但是你说了这么多也没有用啊。官府不是我家开的，我也没有那个本事让官府放人。不过你可以去找姜明慧，他住在西门镇，家里开了豆腐坊又有钱，找关系，说不准花点银子就能把人从牢里弄出来。你是说花点银子就能把人从官府里捞出来？这个我不确定，不过你可以去试试，说不准就成了呢。时候不早了，现在出山还有足够的时间，回去晚了路上再遇到吃人的野兽，再出点什么事儿我可不负责。阿慈，我跟你大伯不到6点钟就出来了，就喝了2口米汤，在山里走了3-4个时辰，早就累得没力气了。能不能让我们在你家留宿一晚，再给我们点吃的，我们明天早上再走。我们家从来不收留外人，没有地方给你们住，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点吃的，让你们有精力走出去。小宝，去拿2块糙米饼子过来。周小宝听话的转身回到房间，很快就拿了2块饼子出来。婶婶，饼子我拿来了。我们家条件艰苦，这2块饼子是我们一家子1顿的口粮，看在你第一次开口问我要吃的份上，我就行个好，积点德，把它送给你们。怎么看不上啊？看不上就算了。姜慈的话音刚落，周氏飞快的从姜慈的手里抢了过来。能不能再多给2块？
这2块太少了，待会儿还有好多路要走。不能给你2块，已经是我对你们最大的仁慈。哎，你就是阿慈的婆母吧？让你见笑了，我们1天没吃东西了，能不能？你别叫我亲家，这个家阿慈做主啊，我们都听他的，你跟我说没用。糙米饼虽然小，可以多喝水，还是足够支撑你的体力的。姜老大从来没有觉得这样丢人过，还是被自家的侄女羞辱。他从周氏手里拿过糙米饼子扔在地上，哼，我们就是不吃你家的饼子，我照样也能出山。说完转身就走。周氏没想到姜老大这么冲动，没有体力，反正他是一步都不想走。他赶紧从地上把饼子捡起来，转身去追姜老大。咱们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不会，他们对我做的比我今天对他们做的过分多了。既然已经断亲了，就要断干净，否则以后有的是麻烦。咱们回去吃瓜，不要让他们影响到今天的好心情。姜老大跟周氏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姜老大有骨气，喝了一肚子水，也没有吃1块饼。从姜慈那儿要来的2块饼都进了周氏的肚子。怎么只有你们2个回来了？老二跟明辉呢？哎呀，姜慈那个死丫头，把他亲爹送进了官府，明辉再去官府的半路逃跑了，但是官府也下了通缉令，到处抓捕他。姜老太刚出来，就听到这个震惊的消息。这个天杀的，早知道他是这么恶毒的人，说什么我也不能留他。我的儿啊，我的大孙啊，该怎么办呢？娘，你别急，这事儿也不是没有办法。明日一早我就去镇上找明慧，姑爷认识的人多，让他托关系花点银子把老二从牢里捞出来。明慧的通缉令也花点钱取消了。这样行得通吗？要是官府不放人呢？明日我到明慧家坐坐，跟他商量商量。相公，这件事我觉得去找明慧不妥。嫂子，有啥不妥的呀？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我家老二弄出来，蹲大牢多遭罪呀！哎呦，老二已经进去了，不是花点钱就能出来的。明慧在她婆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又出了这事儿，还让她婆家拿钱把老二捞出来，她婆家人会如何看她？反正啊，这也不是大罪，个把月应该就能出来了。哎，大嫂，我们可是一家人，这些年老二赚的钱几乎都花在你儿子闺女身上。明慧把姜慈的婚事抢了，我们都还跟你们站在一起。现在老二出了事，还是因为你儿子都被抓去坐牢了，你却怕麻烦你闺女，让老二继续坐牢，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弟妹呀，我不是不想救老二，我只是实话实说呀。你们去找明慧也没用，她在婆家没有话语权，反而让她在婆家更抬不起头来做人。这话你也说得出口？许是你太让我失望了。嫂子，我一直都尊重你，但是做人不能这样。为了你家闺女，就让我家老二坐牢，你别忘了，要不是明辉，我家老二能坐牢吗？这可是你给出的主意呀！你要不出那馊主意，他们都不会有事。再说了，是姜慈把老二送进去坐牢的，我家明辉不是还被通缉吗？就是拿钱也应该是姜慈，怎么着也轮不到明慧呀。是你儿子让我出主意的，当时你为什么不阻止？你想让那丫头拿钱，你就做梦吧你！她要是能拿钱，就不会把她亲爹送进大牢了。你要是有本事，你去要啊！反正今后啊，我要离他远远的。都闭嘴，成何体统？这些年老二家对你们大房怎么样，我都看在眼里的。现在老二出事了，你想袖手旁观？哼，我还没死，这件事儿还轮不到你做主。明慧是姜家出去的姑娘，她受过老二一家的恩惠，她帮忙是应该的，照你之前说的做。爹娘，明日我跟大哥一起去，他是个大男人，不能说的话我来说。好，你明天跟老大一起去。姜老爷子说完就走了。好了，这样做也不是全部为了老二，官府有明慧的通缉令，他即便逃了也寸步难行。我知道，我这不是怕明慧为难吗？是阿慈那死丫头把人弄进去的，要是花钱把人弄出来，也应该是她出钱，怎么着也轮不到咱们闺女身上呀。哎，算了吧，那丫头不是个善茬，她现在是周家的当家人，就连她婆母大白哥都听她的，明慧跟她爹都坑在她手里了，没什么是她做不出来的。姜老大把姜慈拿2块糙米饼羞辱他跟周氏的事情说了一遍。那丫头已经不是原来的阿慈了，今后离她远远的才好，要钱你就别想了。翌日，姜老大跟周氏去了西门镇，一到镇子上，他们就看到了贴在大街上的通缉令，官府公示栏也有。他们没有直接去姜明慧家里，而是去了官府。刚到官府门口就被人拦下了，说想要见人也可以，要拿10两银子，他可以偷摸着带他们进去看一眼。那人见他们一副穷酸相，就知道是从山里来的，很不耐烦，把他们赶走了。去买点礼品去明慧家。哎，你这蘑菇怎么卖？10文2斤啊，太贵了！我在山里1文钱不要就能找1筐。那你去山上挖好了，花钱做什么？哎，你这人做生意这么大力气，我就说说。他不要都给我。哎，我们先要的，你去别的地方买吧。哟，你不是嫌贵吗？我是嫌贵，可我没说不买呀，我都要了。走吧，这些东西竟然是30文，真贵。
头一次上门，这些东西也拿不出手啊，要不再买只野鸡，这样也好看些。大哥，别说是买的，就说是从山里专门带回来的，这样更有诚意。哎，大哥，那是明慧吧？是的。哇，他家豆腐坊的生意这么好呀，一大早就这么多人排队买豆腐，他们这一天得赚多少银钱呀？整个西门镇就他一家豆腐坊，生意自然是好的。弟妹，走啊，你想啥呢？大哥，现在能救老二跟明辉的，也就是明慧了。他们家这么大的豆腐坊，一天钱也不少赚，你一定得让明慧帮忙呀。你放心吧，一个是我弟，一个是我儿，我会尽力的，相信明慧不会不管的。两个人直接来到摊位前。明慧，爹，二婶，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过来看看你，顺便有点事儿要跟你说。正好这个时候，张晨文推着新做好的豆腐出来了。晨文，我爹跟我二婶来看我了，你帮我看看摊子。岳父、二婶，你们来了，你们去家里吧，这里我先看着。哎呦，明慧，你是最有福气的，嫁了这么好的相公。二婶，你给我讲吧。明慧，快带岳父跟二婶进去。爹，二婶，走吧。来到大门口，走在前面的江明慧停住了脚步。明慧，怎么了？爹，你们今日来找我是明辉跟二叔的事吧？你也知道了？我昨天就知道了，我也想去官府见二叔，官府的人不让进。我打听了一下，像我二叔那样的情况，50两银子就能把人捞出来。明辉的通缉令也可以花钱撤销，只要花钱能把人弄出来就好。明慧啊，你二叔跟明辉的事就拜托你了，你现在是我们老江家最有出息的人。二婶，这件事我恐怕帮不上忙。大哥，我没听错吧？明慧，二婶跟你二叔从小对你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他们把你们兄妹当成自己的孩子，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没良心的话？再说了，明辉可是你的亲弟弟，你也不管吗？爹，你小声点，不是我不帮你吗？二叔跟明辉两个人需要100两银子，我都求他们了，他们都不同意，还把我骂了一顿。你们今天来也没用，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既然没有结果，你们在我公婆面前就不要提这件事了，就说你们是来看我的，您看行吗？哼，明辉，你们家这么大的摊子，一天到晚的卖豆腐，100两银子是不少，但是对你们家来说，应该也算不了什么吧？你现在还怀了他们家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们能眼睁睁看着你娘家人坐牢不管不顾，不会是因为你心疼钱舍不得吧？二婶，我不是。行了，你别说了，这钱呢，算是我跟你们借的，等你二叔出来了，明辉的手艺学成了，我们会赚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的。江老大说完就进了家门，周氏也没有管江明慧，跟着江老大进了院子。江明慧气得都要疯了，这江明慧肚子又不舒服了。他娘家人来了，叽里咕噜的在门口说了好一会儿话，你快把菜送进去，过来替我看着豆腐摊，我进去看看怎么回事。不是不登三宝殿，他娘家人这么早过来，不会是因为他弟跟他二叔的事儿吧？应该就是那件事儿。豆腐摊子你自己看着吧，最喜欢看热闹。来，我去瞧瞧，有情况我来告诉你。亲家，这些都是我们早上起来在山里采来的，还是最新鲜的。野鸡也是我们从山里抓的，我们山里就这些东西，亲家不要嫌弃啊。大婶儿，瞧你这话说的，这些都是你们的辛苦所得，我们怎么会嫌弃呢？这只山鸡呀，也要卖不少钱呢。哎呦，您不嫌弃就好。张秋云探头往里看了一眼，被母亲看到。秋云，你嫂子的娘家人来了，快进来打个招呼。这不是那2个跟我抢蘑菇的人吗？他们竟然是江明慧的娘家人。那个女人还说那东西都是他们从山里带来的，果然跟江明慧一样，都是大骗子。江老大跟周氏看到张秋云也是一脸的尴尬。他们是你嫂子的父亲跟二婶儿。叔婶儿，原来是你们啊！之前咱们见过的。你们之前见过呀？娘，之前我去买菜，叔跟二婶也在买菜，见过一面。不可能，你怕是看错人了吧？你叔跟二婶怎么会去买菜呢？东西都是他们从山里专门给咱们带过来的。秋云，你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但你不能胡说，这些东西是他们从山上专门挖的，马来的能有这么新鲜吗？叔二婶儿，这些东西真是你们从山里带来的？都是山里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是你们买来的？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买的还是从山里带来的，都是亲家的心意。秋云呐，把亲家拿来的东西送去厨房，中午啊，你们就留下来吃饭，我把鸡给炖了。您真是太客气了，我们这次来是有点事想找你们帮忙，事情办完了我们就回去了。知道他们来干嘛了，张母心里有数了。其实啊，我也猜到你们来的目的，我们呢只是做小本生意的，也就是啊，表面上看着好看，没权没势的，只能勉强温饱。你们家的事儿啊太严重，想帮你们也无能为力呀。哎呦，您说笑了，你们家大业大，外头的顾客都排成队来你家买豆腐，说只能解决温饱，太谦虚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才想到你们，咱们是亲家，相信你们不会见死不救的。不过您放心，你们花多少钱都算是我们借你的，以后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如果不相信，我们可以写借条嘛。亲家呀，你们还是不相信我，我们家是个什么情况啊？只有自己清楚。明慧嫁过来也快2个月了，对我们的情况啊是最了解。你不信我的，那就问问明慧，她是你们江家的
的姑娘，她的话你们总该信吧？无论他怎么说，都会得罪其中一方。你还犹豫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爹，二婶，我娘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不是不想帮你们，而是实在无能为力，你们就别再为难我们了。二叔是姜慈把他送进官府大牢的，我弟明辉也是因为他相公有钱，你们最应该找的人是他。大哥，你都听到了吧？他亲弟弟亲二叔的事找他帮忙，他说我们是为难他，我白疼你这么多年了，你这个白眼狼！要知道你是这么没良心的人，我就不应该帮你。够了，二婶，你还是跟我爹回去吧。啪的一声，姜老大一个巴掌抽在了姜明慧的脸上。哼，姜明慧，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希望你没有需要我们的那一天。咱们走，不求他。说完转身就走，周氏也跟着出去了。厨房边上还放着他的背篓，里面他买来的东西都还没有拿出来。周氏把背篓背在了身上。岳父、二婶，你们这是去哪儿啊？留下来吃了饭再走啊？哼，你家的饭我可吃不起。姜明慧从家里追了出来，张成文问他怎么了，他也没有理会，直接跑着追上去。爹，你听我说，别叫我爹，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爹。爹，你要理解我，我没有办法，如果得罪了婆母，我在家里就更难过了。你心里想着还是你自己，姜明慧，你太自私了，在你婆家好好过日子吧，以后我们不会再来麻烦你了。哼，没有娘家人给你撑腰，我看你这好日子能过到几时？二婶，爹，你们明明知道我是被逼的，哼，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你是被逼的。我们都还没进门，你就让我们不要提这事儿，我们提了，你又说这些钱是借的，你竟然都不替我们说句话，帮着你的婆母来为难你爹和我。如果你还当我们是你亲人，那就想办法把你二叔从牢里捞出来，把明慧的通缉令给撤了。今天的事我们就当做没发生，你做得到吗？姜明慧摇了摇头，他做不到。做不到就回去吧。姜老大对他彻底失望，转身就走。周氏也没有再跟他说话，跟着姜老大离开了。凭什么是姜慈那惹的祸，你们却让我来承担后果？姜慈，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阿慈，姜慈听到周成的声音，睁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杨子，快过来看看，我给你带来好吃的。说着，从背篓里拿出一个八月瓜，你喜欢的。姜慈伸手接过，心里甜蜜蜜的。他没吃，递到周成嘴边，喏，你吃一口，我再吃。周成怔了一下，他们还从来没有一起吃过一样东西。他咬了一口，姜慈把他剩下的那一半放在自己口中。明天早上我跟你一起进山。你跟我去山里做什么？又累又危险。我在家待着无聊，想跟你一起去山里看看。山里有什么好看的？这里四处都是山，你也是在山里长大的，还没看腻吗？没有啊，我想看你打猎的样子，一定很帅。好，明天我带你去。第二天，婆母煮了几个野鸡蛋，还带了几块糙米饼子，用布包好，放在了姜慈的背篓里。山里危险，你紧跟着你大哥和阿成，别落单。好的，娘，我知道了。姜慈跟周成两兄弟一起进了山。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一个挂满果实的果树上。姜慈跑了过去，仔细分辨果实跟叶子，惊喜地发现这竟然是野生的油桃。野生油桃果实表面光滑，色泽鲜艳，跟毛桃嫁接，油桃果实的品质就能得到较好的提升，口感脆甜或者甜软。同时，毛桃的抗逆性可以使油桃在生长过程中更好地抵御病虫害和不良环境。姜慈开心地转身，我终于找到他了。你知道这里有棵树？我不知道呀，不过我进山就是为了找他。见周成跟周彪一脸不解的样子，姜慈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了。两兄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都觉得不可思议。两棵不同的桃树结合在一起，就能得到品种更好的桃子，我从来没听说过呀。你见过谁这样做过？我在娘家的时候见过村里的一位长辈这样做过，而且确实成功了。还真有人这样做呀？当然啦，所以等到9月份我也要试试，到时候成功了就把树苗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荒地都可以种。过2年树上结果，咱们就能赚到很多钱了。咱们成功了，也可以带着整个周家村一起致富，他们也就不用为了一日三餐发愁了。有了银钱，咱们可以出山，随意去外面任何地方生活的。山里虽好，但生活不方便，年轻人出山一趟都很费力，更别说岁数稍微大一些的，出山一趟就更加不容易了。万一生点严重的病，等走出深山，人也断气儿了。但凡身上有足够的银钱，不会有人选择住在深山老林的。要是真如你所说，那咱们真的可以试试。相公，你能记住这个地方吗？当然可以，只要我去过的地方，我就都能记得。那我就不用再做记号了。周成跟周彪两兄弟摘了不少已经熟了的桃子，放进背篓里，然后坐在山坡上吃了早上婆母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吃饱了，姜慈把背篓放在树下，跟着周成和大哥在周围打猎，一共打了2只野兔，4只野鸡。回到那棵油桃树下，周成背起了姜慈的背篓，按照来时的路回去了。他们回到家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李氏已经做好了饭，在等着他们了。吃饭的时候，周成跟周彪把姜慈的想法跟李氏说了。
你有这种想法很好，我们家都会支持你，跟你一起做。我也想走出大山，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西门镇，外面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周家嫂子在家吗？李氏一听，惊喜起身，是媒人来了。在呢在呢，妹子可把你等来了，我们正在吃饭，来一起吃。哎，不了，天也不早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姜慈也跟着出来，跟媒人打了招呼。我拜托你的事怎么说？不好意思呀，事儿没办成，人家连门都不让我进，说他们家的姑娘就是在家当一辈子的老姑娘，都不会嫁到山里来，还说让你们死了这条心。我做媒人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不知礼数的人。事情没办成，我呀就不能收你的银钱，你拿回去吧。李氏听了很失望，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妹子，不好意思，让你受气了，不能让你白跑一趟，这钱你收着吧。哎呦，那怎么可以呀？你就别推辞了，你收着，我心里也能好受些，今后还要继续麻烦你呢。周嫂子，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钱我就收着，我给你留意着，看看哪家的姑娘合适，我再给你们介绍。让你费心了。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婶子，请等等，我有事要问问你。你想问什么？你说你门都没进，能具体说说事情的经过吗？当然可以。我到了西门镇之后啊，直接就去了西门镇豆腐坊。这刚到门口就被卖豆腐的妇人给拦住了，知道我是说媒的，就跟我说了那番话。那卖豆腐的妇人是不是很年轻，个头跟我差不多？哎，是的，是的。哦，我知道了，谢谢您告诉我这些。不客气，不客气。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姜慈跟李氏把人送到门口。娘，人家还是个姑娘，我也配不上人家。这件事没成就算了，你不要放在心上。那个从中作梗的人是我堂姐江明慧，张家人肯定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或许就是张家人让他那样说的呢。绝对不可能，张秋云的父母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江明慧想搅乱这门婚事，是因为他害怕跟我扯上关系，让他相公知道他的真面目。大哥，他这样做也是想毁了张秋云。你想想啊，这门婚事要是真的黄了，张秋云的名声也就毁了呀。她真的要当一辈子老姑娘了。阿慈说的对，明日我去镇上一趟，打听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周成跟姜慈回到房间，让大哥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知道了，娘子，等我回来。好了，我知道了，快去吧。周成跟大哥去外面的溪水里洗澡，姜慈洗完了澡上床休息。天还早，再睡会儿。天还早呢，再陪我睡一会儿。他低头吻住姜慈的柔软，温柔中带着狂野，狂野中带着霸道。狂风暴雨过后，世界彻底安静下来。阿慈，有你真好，我现在一步也不想离开你，我想时时刻刻都能看到你。我也是。姜慈也没有力气听到周成的话，他也满心的幸福。听到姜慈的回应，周成的嘴角勾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姜慈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的身边已经不见周成的身影。回想周成跟他说过的那番话，不断的萦绕在他的耳边，心里满满都是幸福。周成来到西门镇，周成去了西门豆腐坊，他正要走过去。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觉得你们今天会来镇上，所以我就在你们经过的这段路上等着你们。没想到还真叫我等着了。那个，他为什么不叫媒人过来？他是不是看不上我？张秋云昨天在家里等了一天，一直没等到媒人来家里说亲，他心里有些害怕。要是周彪真的不来，那他以后真的要在家里当一辈子老姑娘了，爹娘也要被人说一辈子的闲话了。媒人昨天就来了，被你们家给赶了出去，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今天是专门过来看看情况的。不可能，我昨天都在家里，根本没出门。要是媒人来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啊？他在大门口就被赶走了，连家门都没进去。什么？没进家门？我爹跟我娘一直都在家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卖豆腐的江明慧。是江明慧，昨天是她在卖豆腐。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张秋云快要气死了，这个坏女人差点毁了她。她转身跑进江明慧跟前，甩手就给了她一个巴掌。江明慧，你这个坏女人，你害人成瘾了你，现在还想害到我头上来了。张明慧被抽懵了，等她看到周成跟张秋云站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明白了。秋云，你别不知好歹，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等你嫁过去，再后悔就晚了。我这是在救你。你放屁！你不是想救我，你是怕我知道你做过的那些龌龊事儿，怕我哥不要你。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你嫂子，是你们张家人。你是想让整个张家成为别人的笑话吗？江明慧，你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不仅我知道了，我娘也知道了。不过是看在你怀着我哥的孩子份上，给你留点脸面。今天这件事，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给你留面子，咱们回家解决。那个，你也跟我去一趟吧。周成点头，见周成也要去，江明慧知道事情要出变故，她不能让自己处在危险之中。江明慧突然捂住肚子，秋云，我肚子疼。你说怎么就这么巧，这个时候就肚子疼了？你莫不是装的吧？秋云，我真的肚子疼，这孩子可是你哥第一个孩子，快来扶我回去。
周成心里也有怀疑。张秋云上前扶他的时候，周成也没有阻拦。江明慧见张秋云过来扶他，心里窃喜。我不管你的肚子疼是真是假，我今天一定要揭开你的真面目。秋云，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是我求求你，看在我怀了你跟孩子的份上，就不要让外人看咱们的笑话了，好吗？哎呀！说着，他佯装一个踉跄，脚狠狠地踩在了张秋云的大脚趾上，一阵钻心的疼。张秋云本能反应，一把推开了江明慧。江明慧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后退几步，眼看着就要摔倒在地。周成眼疾手快，伸手拽住了江明慧。江明慧虽然没摔倒在地，但是被周成一把拉住，还是动了胎气，肚子开始隐隐作痛起来。周成见他站稳了，马上松开了手。在周成松开手的瞬间，他佯装倒在地上，脸上的表情痛苦的有些扭曲。他捂着肚子，张秋雨，你好狠的心！我怀的可是你哥的亲骨肉，你们张家的第一个孩子，你既然知道我肚子疼，还有这么大力气来将我推倒，求求大家快把我叫郎中，我肚子好疼啊！请你去帮我去顺和堂请郎中过来。这小姑子也太恶毒，嫂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怎么就下得去手？一个还没出嫁的姑娘就这么狠毒，谁家敢娶她？家里还能有安生日子吗？反正我儿子绝对不会娶这么恶毒的婆娘。是他踩我的脚我才推开的，你们别胡说，你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肚子疼没站稳，不小心踩着你的脚，是我不对。大家不要这样说他，都怪我。江明慧，你还来陷害我！外面热闹喧哗，张晨文听到声音从院子里走了出来，看到江明慧倒在地上，手还捂着肚子，吓了一跳，扔下手里的东西就跑了过来。发生什么事了？陈文，你别怪秋雨，他也不是故意的，都怪我不小心踩了他的脚，他才把我推倒的。我肚子疼，小狗，快去叫郎中！他把江明慧从地上抱了起来。哎呀，还不快去叫郎中！孩子要是有事，我饶不了你！张成文说完，抱着江明慧就往家里跑。周成带着郎中很快就赶了过来。郎中来了。跟我来。张秋云憋屈的眼泪直流，跟周成站在门外。气死我了！江明慧他阴我，他就是故意的。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先看情况再说。孩子没事吧？孩子动了胎气，要卧床休息，好好养着。情绪不能太激动，再吃我开的保胎药，就不会有大碍了。没事就好，家里的活你就别干了，就听郎中的话，躺在床上保胎，情绪不要激动。娘，秋云今天差点弄没了我的孩子，他是越来越过分了，你们不能继续惯着他了。我也有错，不能怪秋云，毕竟他年纪小，对很多事情是非不分，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不怪他，你们也别怪他了。这件事儿要是秋云的错，我会让他过来给你道歉的。郎中写好了方子，跟我去药房抓药吧。那你好好休息吧。说完也出了门，看到站在外面的闺女抹着眼泪，你还知道哭？你跟我过来。刚想走，余光瞥见旁边还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男人。你是谁？娘，他就是江明慧堂妹的相公。我叫周成。那你一起过来吧。到了会客的正厅，请坐吧。周成在一边坐了下来，张秋云也刚想坐。你站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明慧说是你把他给推倒了，你大哥还说你动手打了他，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是打了他一巴掌，但那是有原因的。他现在怀有身孕，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咱们张家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你哥的第一个孩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不要跟他起冲突，跟他不和就离他远一点。你看看今天的事儿，要是今天孩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爹和你哥都不会饶你。娘，都是江明慧故意阴我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诡计，他想用他肚子里的孩子陷害我。那你说说他怎么陷害你了？昨天媒人就来了，被江明慧赶走了。要不是我在路上遇到了周大哥，根本就不知道是他从中搞鬼。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我就打了他一巴掌。我要把他做过的龌龊事都告诉爹爹跟大哥，然后他就心虚，说肚子疼，让我过去扶他。我以为他是真的肚子疼，我就过去扶他，然后谁知道他故意狠狠地踩了我一脚，因为太疼了，我就推开他，我没用力，他就故意装摔倒，然后周大哥就及时拽住了他，他根本没事儿。然后他蹲在地上说肚子疼，引导围观的人来骂我。我刚才仔细想了一遍，江明慧做的这一切都是故意的，这是他设的一个局。他的孩子要是出事了，他肯定会怪在我跟周大哥头上，他所有的目的就达到了。娘，这件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哥，江明慧能利用他的孩子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他都会利用我们对孩子的重视来拿捏我们。这事儿先放下，等你爹回来再说。然后看向周成，你是特意过来的吗？是。你们是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亲兄弟，我叫周成，家里排行老二，我大哥叫周彪，有一个5岁的儿子。原来你们
们是亲兄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继续说。10年前，我父亲被抓去做壮丁，至今都没有消息。我们在山里打猎为生，虽然不富裕，但也不缺吃穿。大哥的性格很好，人也善良孝顺，是个很正直的人，孩子也听话懂事，现在跟母亲一起生活。我有个外号叫周阎王，传言并不好听，但是大部分都不是真的。这一点你们可以去周家村打听。如果你们同意这门亲事，我让媒人过来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如果不同意，也可以直接告诉我。周成把家里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周成人高马大，长相周正，说话稳稳当当，把他想知道的都说了出来，是个真诚的人。他哥能当街从匪徒手里拿回他闺女的财物，人品也绝对过关。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他大哥有个孩子，又住在深山里。能说说你大哥的娘子是怎么回事吗？可以，他想要去山外面过好日子。我侄子2岁的时候跟一个收山货的跑了。我没有要问的了，你还有反悔的机会。如果你决定好了，我就同意了。我没问题。后天就是黄道吉日，就让媒人后天过来吧。好，那就后天。周成站了起来，对张母施了一礼。我还要早些回去，就不打扰了。留下来吃了饭再走。是啊，周大哥，留下来吃顿饭吧。不了，确实还是有重要的事，以后会有机会的。那好，既然你有事儿，那我们也就不挽留了。秋云，去拿些豆腐，让他们带回去尝尝。张秋云把周成送到大门口，等他走远了才回来，开心的跑到母亲跟前。娘，你真好。路是你自己选的，只希望你不要后悔。娘，我不会后悔的。哎，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让你任性妄为，做出那样逆天的事来，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否则说破天我都不能同意这门婚事。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幸福的，一定会如你所愿的。对了，江明慧的事情，你暂时不要跟你哥说。为什么不让哥知道？那江明慧会越来越嚣张的。他现在动了胎气，郎中不是说了他不能下床，不能情绪激动吗？你哥那性子就是个暴脾气，他能忍吗？可是这2天媒人就会过来，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又会背后使手段。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这件事儿啊，你放心，我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他在这里呀，翻不出浪花呀。快跟我说说。张秋云很好奇，张母附在他耳边小声的说了一遍。好，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好，待会儿要是你哥也在呀，他说你什么你都不要理他。好，我都听娘的。张成文从郎中那里拿来了保胎药，给江明慧服了下去。你好好躺着，有事儿就喊我，我不在的话就喊我娘跟秋云，你自己不要下床了。我都听你的，成文，你对我真好。你是我娘子，我不对你好谁对你好？好好保胎，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以后啊，你就是这个家的当家主母，我会对你更好的。江明慧脸上带着笑，心里却没有一点安全感。张成文的性格他了解，虽然有些不务正业，喜欢喝酒，还爱玩，但是他是个极其要面子的人。要是张成文知道他的秘密，他不确定张成文会怎么对他。就在这个时候，伯母跟张秋云走了进来。张成文看到妹妹张秋云，幸亏我儿子没事，要不然我非揍你不可。陈文，秋云都来看我了，你就不要再怪他了，孩子不是没事吗？陈文，出去看着豆腐摊子，我跟明慧说说话。张成文走了之后，张母在江明慧床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娘，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也没事，我已经原谅秋云了，道歉的事就算了吧。江明慧，你没事儿吧？你脑子被驴踢了吧？凭什么给你道歉？谁给你的自信？江明慧被张秋云对得脸通红，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她把询问的目光看向婆母。娘，怎么了？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江明慧，今天你拿我孙子冒险，我可也不追究，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拿我自己的孩子冒险呢？你不能光听秋云的一面之词，要不是秋云给了我一巴掌，然后使劲把我推了出去，又幸好被人拉了一把，要不然我的孩子就真的没了。那你怎么不说我为什么打你巴掌，为什么推你啊？我那样做是为了你好，你是被爹娘宠爱着长大的，过惯了好日子，你根本不适应山里的生活。我是从山里出来的，每天一睁眼就想着1日3餐，每天都要去山上捡柴火挖野菜，每天清汤寡水，有时候饿得睡不着觉。还有山里的男人粗鲁，性格鲁莽，不高兴还会打人，嫁进山里就是火坑。虽然你不喜欢我，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你跳进火坑，所以才把媒人赶走的。江明慧，你真的是为了我吗？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还不是因为你是我小姑子，我更多的还是为爹娘着想，他们也不愿意你嫁进山里，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江明慧，你非要我把你的真正目的说出来，你才能撕下你这张让人恶心的面具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江明慧，你不用在这强词夺理，你欺骗我儿子，做局给他下套，让他心甘情愿的跟你堂妹退亲，把你给娶了进来，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之所以没有告诉陈文，是因为你怀了我们
们张家的骨肉。我本打算着，只要你好好的跟陈文过日子，这些事儿我也不打算追究。但是你今日拿我孙子的性命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我可不能忍。伯母，我没有。江明慧，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欺骗陈文，你带他看的根本就不是你的堂妹，你让我儿子看到的是一个半张脸都是红色胎记的女人。江明慧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一脸的不可置信。你们怎么会知道的？是我好奇，我哥为什么要退婚，跟你搞在一起。我哥告诉我，你堂妹是一个半张脸都是红色胎记的丑八怪，是你带着她偷看的。可我见过你堂妹，她脸上根本就没有胎记，而且是个十足的大美人，10个你都比不上她一个，所以我就知道了你的这个秘密。张秋云的话就像是晴天霹雳，直接把江明慧打回了原形，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张秋云跟母亲就这样看着江明慧，半晌，她才从崩溃中缓过神来，起身跪在婆母面前，泪眼朦胧的祈求：娘，我知道错了，你就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陈文。他要是知道我用这种方式欺骗了他，会把我休了的。我已经得罪了娘家，他们也不会收留我，我就只能死路一条了。你既然知道错了，这个机会我给你，日后把孩子生下来，老老实实的在家相夫教子，跟陈文好好的过日子，收拾起那些龌龊的心思。这件事儿我跟秋云会一直替你瞒着，但是日后若是再让我发现你背地里作妖，不要说告诉陈文，我第一个就把你赶出去。娘，谢谢你给我机会，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跟陈文好好过日子，把孩子养大成人，为张家传宗接代。起来吧。江明慧抹掉脸上的眼泪，从地上站了起来。希望你能好自为之，记住你自己说的话。我们走。娘，您慢走。张秋云跟母亲2个人出了房间。娘，你说他是真心服软了吗？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从现在开始他都要夹起尾巴做人。相信他没有胆子继续作妖，除非他想被赶出家门。娘，还是您厉害，只用一招就制服了他。周彪的婚事8、9不离10了，周成的心情异常的好。要是家里人知道这个好消息，一定都会开心的。他去买了2根小宝跟姜慈都爱吃的糖葫芦，去糕点房买了一些糕点，然后往西门镇的出口走。路上的行人很多，突然那种被人偷窥的感觉又来了。他停下脚步，猛地回头，后面行人来来往往，他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什么都没有发现。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好像自己在危险之中，自己却不知道危险来自何处。他抬脚继续往前走，一直也在观察周围的情况，跟上一次一样，这种感觉在他出了西门镇，路上行人稀少之后，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才消失。周成百思不得其解。1个时辰之后，周成回到周家村，大步来到家门口，竟然发现家里的木门上了锁。大中午的不在家，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想到在西门镇被人窥探的感觉，他心里升起一丝不安。或许他们去山里找菌菇了。他回头大步出了村口，就看到不远处那熟悉的几个身影。周成紧张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他快步迎了上去。他们也都看到了周成。二叔回来了。这么热的天儿，这个时候出来，不怕中暑吗？我回来看到你们不在家，找了一圈都说没看到你们，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呢。你别生气了，这事都怪我。我想做冰块，大哥带我们出来找消食。消食？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这个。周彪把背篓放在地上，背篓里有一个坛子，打开来，里面跟血一样的东西。用这个东西可以治冰？可以的，我看别人做过，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过，所以我想试试。如果成功了，不仅自家能用，还可以拿去集市上卖呢，还能赚钱呢。那好，咱们现在就回家试试。要是真的成功了，我和大哥就不用进山打猎了。我也是这样想的。阿成，你去镇上有没有消息？李氏心里还惦记着周彪的婚事，周成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他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那个江明慧真是太坏了，婚事你提了吗？我直接找张秋云的母亲提了这门婚事，她答应了。后天是黄道吉日，让咱们找媒人过去说亲呢。太好了，他们张家是通情达理的人家。然后看向周彪，人家姑娘这么对你，以后她过门了，你一定要好好待人家。周彪也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他还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他觉得无所谓。事情既然成了，他心里莫名有了压力。周彪，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姜慈也很高兴，一回到家，婆母就去灶房做午饭。周彪跟周成2兄弟还有小宝3个男人好奇地等着看姜慈制作冰块。姜慈去灶房找了一个大的陶罐，一个小陶碗，把小的陶碗放在大的陶罐里，在小的陶碗里放了1碗山泉水，再往大陶罐里加水，水不要漫过陶碗的平面，然后按照1比1的比例往大陶罐里加消食，用筷子进行搅拌。这真的能结冰吗？嘘，不要说话。说话不会对结冰有任何影响的。差点憋死我！结冰是缓慢的，最快半个小时，最慢也要几个时辰的，不用那么快。
3个人都没有离开，坐下来，眼睛都盯着陶罐里的碗。姜慈不管他们，直接去了灶房。娘，您出来凉快凉快，我来。你不是在制冰吗？做好啦？做好了，等一会儿才能看到结果。那你去看着，这里热死了，用不着你，快出去，别待在这里了。就在这时，你看上面一层好像真的结冰了。阿慈，快过来瞧瞧。快去瞧瞧。姜慈知道一定会结冰，只是时间问题。他来到桌子跟前，这是什么原理啊？消食加水就能让碗里的水变成冰？消食溶解吸热，会使周围的温度骤降，达到0度以下。陶碗里的泉水因为热量被带走了，碗里的水就会逐渐的结冰。原来是这样，发明这个制冰术的人真是个有才能的人。你们姜家寨真有能人啊！姜慈只能笑笑，哪里有什么姜家寨的能人，不过是他上一世学过的知识，他没法解释。李氏做好了饭也过来看，看到上面结的冰，也觉得十分的神奇。这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成冰块？天黑之前结成冰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放在一边，咱们先吃饭。糙米粥、糙米饼子，清炖各种菌菇，因为用的是野猪膘炼制的猪油，炖出来的菌菇味道异常的鲜美。吃完了饭，李氏把自己收拾干净，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我去媒人家看看，这种事情得提前跟人家说，如果媒人后天去不了，我也能重新找媒人。约定好的事不能耽搁。老大，你跟我一起去换身衣服。娘，媒人家离咱们也不远，你自己去吧，我不想去。媒人家是不远，要是他后天没时间，我还要去另一个地方找媒人，距离有点远。你能放心我一个人去吗？那好吧，你要是一下子把话说完，我也不会说不去。我这衣服干干净净的，就不用换了。唉，不换就不换，看好小宝，我跟你哥事情办完了就回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小婶婶，咱们快去看看结冰了没有？好，婶婶带你去看。我们一起去看。3个人一起来到陶罐旁，结冰的速度超出了预期，碗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成功了！小婶婶，你做的冰能吃吗？当然能啦，但是这样不好吃，我给你做个水果捞。婶婶，什么叫水果捞？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姜慈看向周成，昨天咱们从山上带回来的桃子，你多洗几个。姜慈把碗里的冰用刀砸碎了，周成把洗好的桃子拿来，姜慈把桃子切成小块放在碗里，舀了一大勺野生蜂蜜放在冰里，最后把蜂蜜在碗里搅拌开来，就做成了简易的水果捞。姜慈吃了一口，酸甜冰凉，十分爽口。周小宝的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还不断的咽着口水，看着姜慈把碗里的水果捞分成3份，小馋猫口水都流下来了，快吃吧。周小宝用木质的勺子连冰带果肉吃在嘴里，眼睛都亮了，小嘴巴嘎吱嘎吱的嚼得嘎嘣脆。小宝，好吃吗？好吃。二叔，你也吃。你自己吃，二叔跟婶婶吃一份。好，婶婶，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喏，你尝尝看。周成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张口吃了。怎么样？很好啊。姜慈舀了一勺，放进自己嘴里。天热的时候吃这个，浑身都舒畅。周成心里美美的。姜慈跟他共用一个勺子，他一点都不嫌弃自己。姜慈吃了2口，觉得有些太凉了，把碗推给周成：“你都给吃了吧？”不吃，你吃吧。我不能吃太多冰的东西啊，会影响我的月事啊。什么是月事啊？你不懂就算了，反正就是女子吃太多凉的不好。你这样说，那我就知道了。周成把碗里的水果捞都吃完了，喝完最后一口果汁，吃了这个都不觉得热了。这要是弄到镇子上去卖，应该肯定会有不少人买的。做这种水果捞自己吃还行，当做营生成本太大了，卖太贵别人也不会买，卖的便宜了呢，自己也不赚钱，倒不如直接卖冰来的划算。消食在山里很容易得到的，水也不用花钱，直接做成大冰块，不需要成本啊，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营生。你说的有道理，只是这冰运出去有些困难，需要运送货物的马车。镇上马的价格我以前问过，一匹普通的马也要15两银子呢，好一点的20两往上，优等马呀要30两往上呢。一辆板车最少也要10两，就算我们都买最便宜的，那也要25两银子呢。我娘手里应该有60、70两的银子，拿出25两，剩余的给大哥娶亲应该是够了。等娘跟大哥回来了，我们跟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马车给买了。还是买牛吧，牛比马更适合在山路上行走，不仅可以拉车，还可以耕地。等到了9月份，我还要做桃枝插活，有牛耕地开荒，你跟大哥都会轻松很多。你说的也对，那就听你的，买头牛拉车。姜慈把桌子给擦干净，周成端起陶罐，这水不能用了，我去给倒掉。不能倒掉，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水分蒸发之后，水里面的消食还能继续使用，倒掉就浪费了。这样也可以啊？当然了，你就放在窗台下，什么都不用管。周成听话的把陶罐拿出去，放在窗户底下。1个时辰之后，李氏跟周彪2个人从媒人家回来了。娘，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媒人大爷后天再跑一趟，今晚我就能安心睡觉了。祖母爷，婶婶用冰和桃子做了水果捞，可好吃了。婶婶给你们留了一碗，你们快去尝尝。成功了，我去看看。我也去瞧瞧。
他们看的碗里只剩下果肉跟汤汁儿。你们回来晚了，冰块已经化完了，不过不影响食用，尝尝吧。周彪跟李氏一人尝了一口，都被这冰凉酸爽的口感震惊到了。真不错，天热喝一口透心凉，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口味，怎么做的？用碎冰、桃肉加蜂蜜搅拌在一起，连着碎冰一起吃，口味会更好。你这丫头总是有这些新奇的想法，你让我做，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要把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不过是个消暑的好东西。李氏一连吃了2口，剩下的都给周彪了。周成就跟他们提了在家里制冰，拿去西门镇售卖的事儿。周彪第一个赞同，我觉得也不错，只是你们怎么把冰运出去？总不能你们兄弟2个扛着出去吧？我觉得应该买一辆拉货的牛车，不仅可以拉货，牛也可以开荒地帮家里干活。我赞同，娘，我觉得二弟的想法不错，我一直都想买头牛回来开荒的，这样一举两得了。你们都同意，我也没问题，只是你现在说清，还不知道女方会提什么条件，家里有多少钱，你们都清楚。要不等后天没人从西门镇回来，看看女方家怎么说，然后再买牛车，你们觉得如何？你们呐，还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家。之前我以为张家有钱，眼睛长在头顶上，没想到是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家，对我客客气气的。那姑娘啊，也热情，长得水灵灵的，还有礼貌，特别招人喜欢。周彪有儿子，人家也不在乎，还说过来会把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来养活。一个姑娘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心不容易呀，也能从侧面证明她是真心想嫁过来过日子。这样的好姑娘可千万不能辜负，日后嫁过来可一定要好好的对人家。这个你放心，我家俩儿子别的不说，在这方面我老婆子是绝对可以保证的。您说这话我相信。你家阿成啊，就是我去说的媒。原先我看阿慈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可怜丫头，说话都不敢抬头看人。你瞧瞧现在，这才不到1个月，整个人呐都圆润了，脸色红润，大方美丽，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你们要是对她不好，她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所以呀，我也能有底气跟他们保证。婶儿，也要谢您去说媒，让我脱离苦海，嫁到这么好的人家。这也是你们自己修来的福气，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福的人家会招来有福气的好媳妇儿。到底是说媒的，说出来的话听着就让人高兴。阿彪的生辰八字跟张家姑娘的八字合了吗？正好今日是吉日，对方做好了准备。我把阿成的生辰八字拿出来之后呀，他们就让人合了八字。他们的八字很合，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可以白头偕老，子孙满堂。下个月的8月19那一日是6合，金玉良缘日，大吉。你们如果没有意见，婚期就定在下个月8月19。我们没问题。张家对我们还有什么条件？要不说你们家有福气呢，人家唯一的条件呢，就是你们能对人家姑娘好，不要让她受委屈，其他的都不重要，一切按照你们这边的流程来就行。不仅如此，他们还给准备了嫁妆。媒人走了之后，李氏对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周彪表示不满。媒人说的话你都听到了，你能遇到这么通情达理的一家人，是咱们家的福气。你们的八字很合，会白头偕老，子孙满堂，绝对不会像你之前的那位一样。所以你要敞开心扉，接纳人家姑娘，好好的跟人家过日子。你听到了吗？我知道了，娘。还有20多天的时间，还要把你住的房子重新收拾一遍，房间里的东西能换的都给换了，让上次那个老木匠来给你做。然后看向姜慈，我岁数大了，没有体力出山，你大哥屋子需要的东西就需要你费心了。明日跟阿成去一趟西门镇，你眼光好，多帮忙挑挑。如果你屋子里缺什么，看到喜欢的了，也可以添置。娘，没问题。明日我跟大哥一起去。你哥在家里还有事情要做，你就带阿慈去，带他出去转转，也不会太无聊。让他帮忙挑选结婚用品，我也放心。你跟你大哥能有什么眼光？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不要瞒着我们。没有，是捣乱，外头不安全。您需要买什么跟我说一下，我可以的。没事的，之前我跟你去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吗？大街上姑娘有很多呀，你要是实在担心啊，我女扮男装嘛。我在家里实在也无聊，想出去转转，你就带我去呗。是啊，实在不行让你大哥跟你们一起去，这样你总能放心了吧？二弟，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我们2个还保护不了弟妹一个人吗？咱们顺便再去看看牛车，如果价格合适就给买回来。娘以后想出山去镇上，也不用担心走不了路了。这里有30两银子，牛车不着急，价格合适再买。阿慈，你缺什么东西或者看上了什么，尽管买。还是给大哥吧，钱放在我身上不安全。我爱丢钱，你
拿着，我们保护你，钱在你身上更安全。大哥说的对，这不是一笔小钱，你拿着我们更放心。周成都这样说了，姜慈要是再推辞，就有点太矫情了。他把钱给收下了。娘，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跟二弟出去一趟。没事啦，你们去吧。周成不明白大哥叫他出去做什么，也没问，就跟着他去了他的房间。大哥，你带我来你的房间做什么？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怎么了？你怎么这么问啊？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个人有事挂在脸上，瞒不了我。咱们是兄弟，有事你一定先跟哥说，不要瞒着我。你既然问了，那我也不瞒你。最近有2次我去西门镇，都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但是我没有发现跟踪我的人。奇怪的是，走出西门镇的牌坊，那种被人跟踪的感觉就没有了。会不会是你的错觉啊？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以为是错觉，但是前日我又感觉到了，这绝对不是错觉，就是有人在暗中盯着我，可是我却发现不了。你去卖野物，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或者跟什么人有过节？没有，我每次去卖货都不用我吆喝，直接就有人过来买走了，我们之间不会产生任何的过节。卖完山货我就回家了，也不结交什么朋友啊。这些年来我都是独来独往，你问的那些问题应该是不存在的呀。那就怪了，如果你没有得罪过人，也没有跟人有过节，怎么会有人跟踪你呢？难道有其他的目的？难道是贼人看到你经常卖山货，认为你有钱，跟踪你就是想打劫你？不，如果真的是小毛贼跟踪我的话，我不可能发现不了啊。我这么多年近身打猎的经验告诉我，这背后盯着我的人呐，绝对不是一般人。怪不得你不说，要是咱娘跟弟妹知道了，饭都吃不下。既然这么危险，还是让弟妹留在家里吧，明日咱们一起去。都说好了，如果不让他去的话，不仅他会怀疑，咱娘也会怀疑啊。再说了，你结婚还有东西要准备，咱俩确实干不了。西门镇上人来人往，就算他们要做什么，也绝对不会在西门镇上动手啊。有咱们2个在，他不会有问题的。你说的也有道理，明日咱们身上带个防身的家伙。李氏把需要的东西给姜慈列了一个清单，让他明日去镇上就按照清单上的东西买。姜慈从婆母房间出来，没有看到周成跟大哥。小宝，看到你爹跟二叔了没有？二叔跟我爹爹去屋里说话了。今日周成不让他去西门镇，他就觉得有些奇怪。现在兄弟2个又神神秘秘躲在屋里说悄悄话，姜慈的好奇心又犯了，他想过去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还没走到门前，周成跟周彪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娘给我列了一个清单，都是明天要买的东西，我拿过来给你们瞧瞧。这么多？不多，都是要用到的东西。还是弟妹给我收着吧，我看缸里没有多少水了，我去挑水。姜慈看向周成，我脸上有东西吗？你跟我来。周成跟着他来到房间，从身后抱住了他。娘子，你生气了？我没生气，你松开我，我有话要问你。周成没有放开他，而是把他转了一个圈儿，面对面把他搂在怀里。你说，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直觉。周成笑了，低头精准，一口咬住他那张娇嫩的唇。你是属狗的吗？嘴巴都被你咬肿了。我就是属狗的，你要是再胡思乱想，你信不信我咬你？我不胡思乱想了。今晚看我怎么惩罚你。你敢？你尽可怀疑我的实力，你信不信我现在展示给你看？哎呀，你不要闹了，娘还在外面呢，丢不丢人呢？没事儿，这床结实，怎么折腾都不会有动静的，娘听不到。好了好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挑衅你了。周成这才笑着放开姜慈，坐在了床上，把娇小的姜慈从床上捞了起来，坐在了自己的腿上，抱着她。你是我娘子，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只要你每天开开心心的，那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你是我相公，有事情我愿意跟你一起分担，我不愿意你自己顶着，我想跟你一起顶着，我不想让你太辛苦。娘子，你真好，有你我这辈子足矣。周成拿着斧头在院子里劈柴，婆母坐在灶房前摘野菜，姜慈上前帮忙。阿慈，你的嘴巴好像肿了。可能被蚊子叮了。山里的蚊子毒性大，你跟我来，我给你消消毒。不用了，等一会儿就好了。走吧，肿着多难受啊。李氏拉着他去了房间，从桌子上拿出一个黑乎乎的瓷瓶，从里面倒出黑乎乎的液体，涂抹在他的嘴唇上。娘，什么东西啊，好苦啊。没事，这是找郎中专门配制的药，活血化瘀，效果很好，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姜慈跟李氏从房间里出来。你怎么了？嘴巴上是什么东西啊？阿慈的嘴巴被蚊子咬肿了，你也不过来拿药给他涂抹。娘子，你没事吧？周成忍不住笑了。吃完了饭，天已经暗下来了，梳洗完毕，天也就黑了。进屋的时候，周成已经坐在了床上。还不过来？你别想勾引我啊！明日去西门镇还要走那么多的路，我吃不消。你想多了，我叫你过来睡觉，又没说做什么。过来，你是想让我把你抱过来吗？不用，我自己过去。姜慈扭扭捏捏的上了床，周成伸手把他捞了过去，反身把他压在了身下。咱们今晚不关灯。周成低声在他耳边诱吼，姜慈从来没有尝试过，他有些难为情。还没有等他回答，周成的吻便堵住他还未说出口的话。凉风习习，虫鸣阵阵，在夏季的夜晚，
缓，谱写一曲优美的乐章。姜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他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亮了，旁边已经不见了周成的身影。他伸了个懒腰，缓解了身体的疲软。回想昨晚，他都觉得有些疯狂。正想着，门被推开，周成端着木盆走了进来。娘子，起床了，今天还要去西门镇呢。知道今日去西门镇，你还折腾我？哎呀，都是为父的不是，让娘子受苦了，下次我一定注意。姜慈坐了起来，我才不信呢。姜慈穿好了衣服，洗漱完毕，去正厅吃了早饭，带上婆母给他的清单和银钱，跟着周成、周彪两兄弟出发了。是不是这次去西门镇有危险？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看你们今天都带了刀。前2次，一次遇到野猪，一次遇到狼群，带刀在身上，那不是为了安全吗？这个解释很合理，姜慈也只能相信。休息了一会儿，3个人继续上路。咱们下午去牛市看看，晚了好牛都被人买走了。周成跟姜慈都同意了，3个人一起去牛市。跟着我们不要乱走，这里不仅有贩卖畜生的，还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专门贩卖人口。听到贩卖人口，姜慈心里有些怕了。姜慈紧紧地跟在周成身边。哎呀，也无需太过紧张了，只要不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就好。姜慈听话的点点头，转了一圈。周成跟周彪两兄弟站在了一头灰色的牛前，这头牛跟前还有3、4个人在看。听那个牛贩子对这头牛的介绍，姜慈也觉得这头牛不错。那个牛贩子还介绍说，这还是一头不到1岁的牛犊子。二弟，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不错。我也这么觉得。你瞧，他那4条腿，拉车干活绝对是把好手，难得见到这么好的品种啊。那牛贩子介绍完牛之后，有人问价格，牛贩子伸出3根手指，30两。啊，你这也太贵了，这种价格你是卖不出去的。是你们不识货，遇到识货的他还嫌我卖的便宜了呢。哎呀，不说别的，我出20两，你把这头牛卖给我。小伙子，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不卖。之后有人加价，一直加到25两，就没人再继续往下加了。有意向买牛的人见价格降不下来，30两又太贵，超出他们心里预期的价格，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这牛真好，我看上了，30两值。二弟，你觉得呢？我也觉得不错，但是我没有钱。弟妹，你觉得怎样？这牛无论是体型还是精神状态都不错，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头小母牛，以后下了小牛还能卖钱呢。对对对，还是弟妹有眼光。阿成，你觉得如何？不错，是头好牛，钱在你手里，最终的决定权在你。但是如果你把钱买了牛，那娘让你办的事情恐怕就办不成了。这个不是问题，大哥结婚还有20多天呢，需要买的东西，就算这次不买，不是还有下回吗？这么好的牛，可遇不可求，今日能遇上，可不代表明日还有。要是被识货之人买走了，岂不后悔？现在把牛车先给买了，我们回去治兵就能拿到集市上卖了呀，咱们就能赚钱了呀。弟妹分析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二弟要是也同意了，那咱们今日就把这头牛给拿下吧。你的意见呢？我都听你的。好，咱们都同意了，那今日就把这头牛给拿下，我要让他把价格再往下降一降。刚才那么多人讲价都没降下来，你能降下来吗？你有把握吗？刚才那么多人围观出价格，他总觉得有人能出到令他满意的价格，但是他的期待太高了，生意没做成。其实他心里是有些懊悔的，毕竟咱们这里啊只是一个小镇子，能出得起30两银子的人并不多。你看他现在周边都没有人围观了，只要咱们过去把价格往上抬一抬，即便没能到他的心理预期，他也就能卖了。有道理，那你去试试吧。姜慈来到那头牛跟前，围着转了一圈。你这牛是好牛，就是价格确实太贵了，咱们这个小镇子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出得起30两银子买你一头牛的。那姑娘的意思是，您要是诚心想卖的话，我给你再加1两银子，26两，您觉得如何？我是诚心想卖，但是我瞧着姑娘不是诚心想买呀。别说26两，就是您再加2两，我都不卖。您要是诚心想买，我让您1两，29两。还真降价了。别急，这不是最终价格，我觉得应该还能降下来1两，最后28两成交。29也太高了，我买不起。在我原来给你的价格基础上，最多能给你再加1两，已经是我的上限了。你不卖的话，我也只能放弃了。28两，这是我能给你的最低的价格了。如果你觉得合适，就把牛牵走。大哥，阿成，你们觉得呢？可以成交。大哥周彪也点头赞同。我家里人都觉得合适，那我就不跟你继续讲价了。28两成交。姜慈拿出钱袋子，把银子给了那个牛贩子。你是个做买卖的好料子，如果做买卖，一定是一把好手。您过奖了。周彪看了一眼周成，还真被你给猜对了，真是28两拿下。我做了这么多年买卖，这都是经验。周彪开心的合不拢嘴，走到那头牛跟前，伸手摸了摸那牛油光水亮的皮毛和那紧实的肌肉。这牛我牵走了，现在它是你们的了，牵走吧，我也该回家了。走，接下来咱们去看套牛的车。周成说完，拉着姜慈的手就走。大庭广众之下，周成牵他的手还是第一次，他觉得很歉意。跟着周成走在路上，每一个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朝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还有很多人对他们指指点点。这些人有病吧？难道没见过相公牵着娘子的手吗？真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忽的，他听
听到有人议论，这两个公子长得多好呀，只可惜竟然有断袖之癖。姜慈这才恍然大悟，他今日是翩翩小公子的装扮。哎，你快松开，别人都说闲话了。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说什么随便说，你不用放心上。你不怕别人说你是断袖啊？不怕，我只在意你的安全。瞧瞧那么多人，你要是一不小心跟我们走散了，多危险呀！周成牵着牛在前面走，他警惕地看着周围，后面小夫妻之间的谈话也一字不落地落进了他的耳朵里。他心里是很羡慕的，头一次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张秋云的身影。那姑娘虽然有点虎，但是也挺可爱的。想着想着，嘴角不知不觉地扬了起来，来到了专门定做牛车的作坊。作坊门口有2个做好的成品，是用来做展示的。这2个是我们做好的样品，我们作坊专门接定做，你们需要什么尺寸的，我们就能给你做出什么尺寸的。我们不定做，直接想要你这个样品，多少银钱？这个是样品专门用来展示的，您跟我们定做也是一样的，顶多不会超过7日就能赶制出来。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等着用呢。好吧，那就卖给你10两银子。10两有点贵啊，能便宜点吗？这是样品，我都按照定制的价格给你的，我们这是手艺活，不讲价。你觉得怎么样？价格很合适。姜慈付了银钱，掌柜的帮忙把车套在了牛身上，钱袋子里还剩下2两银子。根据婆母给他的清单，姜慈挑选着买了象征财富和丰衣足食的斗，象征子孙兴旺的尺，象征生活圆满的镜子，象征剪断烦恼迎接幸福的剪刀，12斤的糯米，3斤2两的砂糖，给新娘做汤圆，寓意圆满。还有茶叶、芝麻酒、龙凤、红烛、红纸等等。已经到了中午，3个人去吃了碗面，然后就去了老木匠的家里。老木匠家里还有活，要3日后才能有时间。姜慈手里还剩下最后100文，给老木匠当做定金，然后就离开了老木匠的家。周彪跟周成2兄弟都坐在车头的位置，周彪赶着牛车，姜慈坐在了牛车上。大哥，去西门豆腐坊，这个时候应该是张秋云在卖豆腐，跟他打声招呼。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在卖豆腐？他嫂子江明慧在家里养胎呢，现在是他在卖豆腐，非要去不可吗？我觉得这个时候见面不太好啊。没什么不好的，我未来的嫂子也想见你，正好经过打个招呼，很正常。周彪远远的就看到站在豆腐摊前卖豆腐的张秋云，她笑颜如花，年轻的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娇俏可人。周彪感觉自己的心莫名其妙的慢了半拍，他觉得自己很可笑，都一大把年纪了，又不是没有经历过，竟然还有些紧张。张秋云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坐下来休息，一抬头就看到一辆牛车在他的摊位前停了下来。当他看到坐在牛车上的人时，他的眼睛都亮了，跑到周彪跟前：你怎么来了？师弟妹说要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啊，不好意思啊，我太激动了，都没看到你们。周成跟姜慈从车上下来，你的眼里都是我大哥，哪里还能看到我们啊？你好，我叫阿慈，我们正式认识一下。你好，我叫张秋云，你比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更好看了，我对你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被你这样一夸，我能开心一整天。阿慈，你真幽默。哦，对了，你们还没吃饭吧？走，跟我回家，吃了饭再走呀。不用了，我们吃过了。这次过来就是想跟你打声招呼，彼此认识一下。不久之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很期待能跟你成为一家人。阿慈，你真好。给我称2斤豆腐。有顾客来买豆腐啊，不卖了。做生意要紧，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好吧，那我也不留你们了。周大哥，路上小心。我知道了，你也不要太劳累。我都听你的。哦，对了，你还是要多注意江明慧。凭我对他的了解，他知道你跟大哥定亲的事儿，肯定还会有小动作的。你放心吧，他有把柄在我跟我娘手里，而且我娘呀已经提前找过他了，直接警告他，如果再敢作妖，那就直接把他赶出去。那就行，但是也不能大意了，他那个人我太了解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我知道。我们走喽，再见。姜慈笑着跟他挥手，目送他们离开。张秋云心里还在想周彪跟他说的话，忍不住站在原地傻笑。哎，你这豆腐还卖不卖了？不卖的话我就走了。哎，卖。说完，直接切了2块豆腐给他，称了一下，3斤。我要2斤就行，3斤太多了。你给我2斤的钱就行了，今儿给我高兴，多出的1斤我送您的。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哎呦，你这姑娘可真好，心里却在说，这姑娘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这样做生意还不得亏死啊？赶紧付了2斤豆腐的钱，怕他反应过来反悔，拿着豆腐飞快的跑了。从早上就出去的大哥回来了，一到张秋云的面前，转了1个上午了，看了好几家房子，最后还真被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但院子家具齐全，房子的主人去京都跟儿子生活了，以后都不会回来，就把院子挂出来卖了。等会儿我带你去看看。哥，谢谢你。谢我做什么？又不是我花钱给你买，我去把这事儿告诉娘，让她等会儿一起去看看。你们要是都觉得合适，那就直接买下来。说完就进了院子。张某听他说房子找到了，很满意。你终于做了一件靠谱的事儿了。
现在呀，我没时间，等我把秋云的被子缝好了再过去。娘，这时间还早呢，嫁妆可以慢慢准备，您别累着了。我没事儿，再等半个时辰就差不多了。你去了大半日了，先去歇歇，我好了就叫你。张晨文从母亲的房间里出来，去了他自己的屋子。晨文，一早上都不见你人影，你去哪里了？啊，我去找房子了。你去找房子做什么？秋云的婆家不是在山里吗？她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着长大的，去山里肯定住不习惯。爹娘就想着给她在镇上买一套房子，如果在山里住的不习惯，可以直接搬到镇上来住，这样我们也就不用担心她过得不好了。江明慧一听，公婆竟然还想给秋云陪嫁一套房子。张家开豆腐坊，公婆手里是有些银钱的，可那些银钱家产应该是留给儿子和孙子的。公婆给小姑子买房子，就相当于分了家里的一半财产，凭什么？最让他担心的是，日后小姑子跟姜慈成了一家人，在深山里出不来，张晨文能见到姜慈的几率不大。但是如果小姑子在这边有房子了，姜慈不可能不来，那他们碰到的几率就会更大了。房子找到了？找着了，是一个带院子的房子。房子的主人他儿子有出息，做买卖在京都置了宅子，把家都搬过去了，这里的房子就挂出来卖了。哎，你是没看到那个院子是真好，院子大，房间也多，家里什么都有，都不需要重新置办家具，直接就能住进去。等会儿啊，就带秋云和娘一起去瞧瞧。哎，只可惜你现在不能下床，要不然还能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我敢保证你一定也会喜欢的。那么好的房子应该有不少钱吧？是不少钱呢，要100两白银，但是相对于那个房子，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了。如果主家不是急着卖呀，最少也得150到200两，咱们是捡了个大便宜。100两，公婆可真大方。100两银子也不是一笔小钱，咱们卖豆腐要卖多久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啊？咱们家开了这么多年的豆腐坊，这点钱算什么？你知道爹娘手里有多少钱吗？卖豆腐是赚钱，但是家里的开销也大呀，购买大豆的钱，卤水需要钱，干活的工人也需要钱，还有家里的开销，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就算爹娘开了很多年的豆腐坊，一年也存不下来多少。你是说咱爹娘手里没有多少钱？他们都疼秋云没错，想让她日后的日子能过得更好也没错，但是闺女出嫁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爹娘给她陪嫁的房子最后也成了她夫家的了。爹娘上一次还跟我说家里没什么钱，他们现在把100两银子花出去，家里肯定也没有多少钱了。我得去问问我娘，看看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银钱。哎，你等等，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婆母跟秋云都不喜欢我，你要是反悔了，他们肯定认为是我在你们中间挑拨离间，会更不喜欢我。你不能直接问啊，更不要牵扯到我。好，我知道怎么做。说完就走了。张晨文来到母亲的屋子，不是说让你等半个时辰再过来吗？嘿嘿，明慧在睡觉呢，我没事儿过来陪陪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真没事儿，就是过来陪您说说话。真是难得，想跟我说什么？张晨文扯了一圈有的没的，最后才说道：娘，那套房子要100两银子，这您都不嫌贵。嘿嘿，看来咱家是有不少的银钱吧？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来打听家里有多少钱的吧？嘿嘿，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把我们要给你妹妹买房子的事情跟江明慧说了？没有，明慧没说什么。娘，你不要对她有偏见。你呀，不用瞒我，你是我生的，你想干什么，一决定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他对我们给你妹买房子有意见，就戳呼你过来，想把买房子的事情给搅黄了。娘，你不要那样想他没有那么多心机。是吗？那你过来打听家里有多少银钱做什么？我没打听，就是想问问，毕竟那座宅子也要100两银子呢。那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怎么没嫌那房子贵呢？陈文，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看表面，看人也是。有人呐，看着像小白兔，实则呀内心邪恶；有人呐，看着像个坏人，实则呀内心纯善。你也不小了，要学会识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都看表面。有些事情啊，眼见不一定为实，要不然呐，吃亏的还是你。今后我跟你爹老了之后，这个家跟豆腐房都要交给你，你将来呀才是咱们张家的当家人。你过着好日子，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你妹妹在大山里吃苦？那肯定不能啊！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就不会让秋云饿着。只是咱们给秋云买的房子，她嫁人之后就成了婆家的了。我想，如果她在山里住的不习惯，可以住在咱们家呀。她住的屋子给她留着，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买来的房子，最后成了她婆家的财产。她成亲之后就是亲戚，来你这里住是寄人篱下，不可能一直住着。她自己有房子，那就是她自己的家，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这不一样。我明白了。记住我跟你说的话，遇到任何事情不要听别人说什么，而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你明白吗？娘，我知道了。那你现在还想知道家里我跟你爹手里还有多少钱了吗？我现在不想知道了。回去吧。娘，这件事儿你不要跟秋云说。我明白。张晨文走出母亲的房间，去了他跟江明慧的房间。晨文，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娘骂你了？没有，以后你只管养胎，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也不用
不用你管。等一会儿我就带着娘跟秋云一起去看房子。说完就走了，留下一脸懵的江明慧在原地凌乱。到了村口，突然看到家门口围了很多人，觉得事情不妙。出什么事了？周成也看到了，他赶紧从车上跳了下来。家里肯定出事了，我先过去。周成很快就来到了家门口，李氏坐在大门口，哭的眼睛都红肿了。发生什么事啊？阿成，小宝不见了，我们到处找了都找不到，小宝就这消失不见了，我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此刻的周彪跟姜慈也来到了家门口。娘，你说什么？小宝怎么会丢了呢？大哥，你先别激动，咱们先弄清楚原因，听娘说说是怎么回事。娘，您别哭了，快跟我们说说小宝是怎么不见的。我今天带小宝去给你宝叔烧倒头纸，我没带他进去，就让他在外面等着我。我烧完了纸，跟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出来了，小宝就不见了。大家跟我一起到房前屋后，把整个周家村都找遍了，就是不见小宝的踪影，他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全村的人应该都去烧纸了，小宝在外面等你的时候，就没人看到他吗？大家烧完纸就回去了，我带小宝过去的时候也没有几个人，在场的人都没看到。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啊，既然不在村子里，那肯定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把孩子给带走了。别有用心，那小宝不是更加危险了？该怎么办？天都这么晚了，小宝胆子小怕黑，他会害怕的。娘，咱们家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我不知道。大哥，你们有没有怀疑的对象？没有。我有。江明辉。除了他，我想不到别人。不，他没有胆子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我怀疑江明辉早就回到了江家，江老二还在牢里，江明辉有通缉令在，他哪里也去不了。江明辉也没有帮他们，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他们想用小宝来逼迫我们出钱把江老二从牢里弄出来，把江明辉的通缉令撤了，还江明辉自由。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会不会伤害小宝啊？娘，您放心，如果真是他们，小宝会很安全，他们不会伤害小宝的。那就好，那就好。阿成，你们兄弟两个现在就去他们家里要人。娘，你别激动，明天他们会主动联系我们的。可是小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肯定被吓坏了。现在天也晚了，这个时候过去危险不说，咱们也没有证据，他们不承认，咱们也只会白白跑一趟。娘，你放心，我了解他们，他们不会对小宝怎么样的，小宝会很安全。真的吗？娘，阿慈说的就是我想说的，小宝不会有事的。回家吧，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明天等消息吧。感谢你们帮我们找了大半天，天晚了，都回去吧。村民们听到孩子有了消息，也都陆陆续续的回去了。这个时候，李氏才看到门口还拴着一辆牛车。你们把牛车给买回来了？是一头小母牛，价格也合适，花了28两银子买的。后面的板车花了10两银子，连牛带车花了38两，给了老木匠100文的定金。我们3个吃了3碗面，剩下的银钱都买了清单上的东西了。我知道了，辛苦你了。小宝不会真的有事吧？我心里不踏实。姜慈搀扶着婆母进了院子。娘，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的。没事就好，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娘，您回屋里休息，我来做。您一天都没吃饭了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要吃一点，吃饱了才能有力气跟他们战斗。把婆母送进了房间，天已经暗了下来，让她不要胡思乱想。看着她睡下了，姜慈坐在床上正在愣神。想什么？虽然姜家有很大的嫌疑，但是咱们也不能100%确定就一定是他们。如果不是怎么办？你还有没有其他怀疑的对象？我有件事怕你担心，一直没告诉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让你跟着我去西门镇吗？姜慈摇摇头。最近有2次我去西门镇，有人跟踪我，这个人很厉害，我明知道有人跟踪，只能感觉到，就是发现不了。这个人也很奇怪，我出了西门镇，被人跟踪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你今天跟大哥都带了开了刃的砍刀？周成点点头。你有没有得罪的人，或者跟你之间有仇的人？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啊。那就奇怪了，你跟人无冤无仇的，不可能有人跟踪你，是不是你的错觉？不可能。难道是江明辉？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江明辉还没跟老木匠来我们家里呢。难道你怀疑把小宝带走的可能是这个人？如果不是江家的人做的，那就很有可能是这个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把人带走，而又不被人发现的逃离周家村，这个人应该有这个本事。要真是这个人的话，那他掳走小宝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如果真是那人，那小宝岂不是很危险？这也是我担心的。我对那个人一点都不了解，甚至他的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别想了，还是江家人的几率更大，小宝不会有事的。到底是谁做的，明天应该就会有结果。但愿如此吧。第二天，李氏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昨天晚上他都在想小宝，一夜没睡，起来把夜壶拿出去倒掉。打开院子木门的时候，从门缝的夹缝处有个东西掉落在了地上，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周彪也起来了，出来就看到他娘低着头站在院子的大门前，身体都有些颤抖。他走了过去。娘，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小宝有消息了，快去把阿成跟阿慈叫起来。二弟弟妹，你快看，这
这是绑匪留下的。周彪把手里的手绢给了周成，周成一脸严肃地接过那个写了字的手绢，这上面都写了什么？这是绑匪留下的，说小宝在他手上，这上面的字是用小宝的血写的，警告我们如果想小宝平安无事，就不要报官，还约我一个人单独去一个地方，不能带任何人，如果发现我没按照他说的做，就会撕票，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小宝了。看来绑匪是冲着你来的，应该不是江家人。你说什么？不是江家人？如果小宝是被江家人绑了去的，他们会直接用小宝来威胁我们，提出他们的目的，让我们照做就行。可是这个人明显不是，他指名道姓让阿成单独赴约，说明这个人绑走小宝的目的是专门针对阿成的。你说的不错，这个人确实是冲着我来了。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了？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怨，需要走到这一步？二弟，会不会是西门镇那个？应该是的。你们还有事瞒着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周彪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李氏听了更加紧张了。你不能自己去，带着你哥一起去，要不然我不放心。对，我跟你一起去，你再在路上留下记号，我跟着你的记号走，我们不一起走，他发现不了的。不行，他上面写的很清楚，让我一个人过去，不能拿小宝的生命冒险，不要为我担心，我有自保的能力，我也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阿成，娘给你做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说完就去做饭了。周成吃完了饭，阿成，你一定要小心，我在家里等着你回来。你放心，我会带着小宝平安回来的。娘也在家里等你，你一定要带着小宝安全回来。大哥，你在家里看着娘跟阿慈，哪里都不要去，在家里等着我的好消息。好。周成一个人离开了，他按着绑匪提供的路线走了半个时辰，来到绑匪给他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周围都没有村寨的半山腰，有一个用石头跟茅草搭建的人字形小房子。周成来到小房子旁，他以为人应该在屋子里，他没有继续前进。我来了，你出来吧。回应他的除了鸟儿的鸣叫声，还有微风拂过带动树叶的沙沙声。他并没有等来屋子里的人回应，他抬起脚一直来到房子门口。你不出来，那我就进去了。只见3个平方都不到的简陋房间里，只有一张长方形的石头摆在那里，除了这些，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周成有些好奇，这个人让他来这里却不出现，心想着到底想要做什么。不经意间就看到地上写了一行小字：继续往东走，去黑熊里，那里也有一个像这样的马架子，找到那个马架子，我就在那里等你。看完之后就把地上的字给擦掉，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在我眼里，不要跟我耍心机，一旦被我发现，你就直接过来给这孩子收尸吧。周成把地上的字抹掉，然后走了出去，朝着东边的方向走去。黑熊里他知道，因为那里熊多，便因此而得名，除非是打猎的猎人，一般的山民是绝对不会去那儿的。这个人疯了，他竟然把小宝带到那里，要是真遇到了熊，周成不敢往下想。等他赶到黑熊岭山下的时候，已经到了午时，只休息了一会儿，摘了路边几个野果吃了，也不知走了多久，他终于看到了那个趴在半山腰的马架子。他半刻都没有停留，来到马架子跟前。我来了，你出来吧。话音刚落，马架子那扇破旧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身材矮小，但体型强壮，面部皮肤黝黑，但是看起来紧致，能看得出他是个年轻人，岁数也就在30上下。你是谁？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哼，你不认识我，我可从没有忘记过你。在西门镇的时候，一直跟踪我的人也是你吧？你说的不错，就是我。你到底是谁？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让你对一个只有5岁的孩子下手？你是我的杀父仇人。孙赖子是你父亲？哼，没错，孙赖子就是我的父亲。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你把他杀了之后，我就成了孤儿。我整天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受人欺负，最后还被人给拐角，半路被我逃了。我在街边流浪，受尽屈辱，后面又被抓去做了壮丁，有好几次差点就死在战场上。我冒着生命危险从军队里逃了出来，只能跑进大山里苟活。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孙赖子那是死有余辜，他3更半夜闯进我家，想对我母亲行不轨之事。我不杀他，我母亲就活不了，就连官府都说我无罪。你悲惨的命运不是我造成的，是你爹造成的。如果他心里有你这个儿子，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你现在来找我报仇，不觉得可笑吗？就算是我爹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给杀了。我告诉你，杀人就要偿命。就算有小宝，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你应该听说过，我一个人就可以制服一头成年的黑熊。你觉得你比成年的黑熊还要勇猛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落到我的手里，就算我不杀你，但是我会把你送进官府。你是一个逃兵，进了官府，你觉得你还有命活吗？我知道自己不是你的对手，所以我才会对那孩子下手。你想要救那孩子的命，那就用你自己的命来换。你死了，我就把孩子送回去。当然，你也可以杀了我，但你就永远不会知道那孩子在哪了。就这2条路，你自己选啊！空口无凭，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许小宝根本就不在你这里。你想要我的命换孩子的命，没问题，但是你总要让我看孩子一面，让我知道孩子是安全的。你想见他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要先把你绑起来。如果你同意，我就可以让你见他。好，没问题。周成伸出双手，那男人见他同意了，眼底闪过一丝惊喜，他拿出绳子。哼，你可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啊！哼，你就这点胆子吗？孩子在你手里，你怕什么？我
怕你冲动。说完走了过去，拿起绳子，想要把周成伸出来的双手给绑起来。周成反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使劲往后扭转，把他的胳膊别在了身后，右腿肘击，男人一个不稳，双膝跪在了地上。周成一手控制着跪在地上的男人，一手捡起地上的绳子，快速把男人捆成了一个粽子，然后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男人直接倒在了地上。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不想知道那孩子的下落了吗？哼，你应该还不知道我的手段吧？周阎王的名声，你以为是白叫的吗？你自己会说的。说完，去马架子周围转了一圈，看到房子内的地上挖了一个长方形有1米深的土坑，他直接走了出去，来到男人跟前，伸手就把他给拎了起来，像拖死猪一样走进了马架子内。你想做什么？话音刚落，他被直接扔在了土坑里。周成什么都没说，直接拿起铁铲就开始往里面铲土。这本是男人挖好来埋周成的，没想到他自己躺在了里面。你这个疯子，你小侄子还在我手上，我死了他也活不了。周成没有接他的话，继续把土往里埋。挖坑不容易，但是填坑容易。不一会儿，半坑土都被他填了进去。我说我认输，快把我拉上来，我告诉你孩子的下落。你想好了？想好了，我想好了，你快点把我弄出去，我快被压死了。周成跳下坑，把他从土里拽了出来。说吧，小宝现在人在哪里？我跟你说了，你不要把我送进官府。小宝只要没事儿，我会考虑。告诉我，小宝在哪里？他现在很安全，我还有一个同伙跟那孩子在一起的。你把我松开，我带你去找。你最好不要骗我，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我都这样了，你再给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啊。周成把他身上的绳子给解了，手上的绳子又多打了2个结，捆得结结实实背在身后。走吧，你在前面带路。周成跟着他走了10多分钟，在一个山洞前停了下来。他们就在里面。周成把洞口的树枝扒拉开，一个洞口出现在他们面前，洞口没有看到人。怎么回事？人呢？哎呀，他们肯定在里面。说着走了进去。我回来了，出来吧。里面的人听到声音，从里面走出来了，人还没到，声音先传了出来。这么快，成功了吗？当他的身影出现时，周成已经在等着他了。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周成揪着衣领拽了出来。周成看到手里的人，江明辉。江明辉也愣住了，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周成。你没死，妹夫，你误会了，都是他让我做的。周成没想到江明辉竟然跟这个人勾结在一起，一把把他摔在地上。小宝呢？他在里面睡着了。他把江明辉拎了起来，用绳子把江明辉也给绑了起来。你带我进去。江明辉走在前面，周成走在后面，回头看了眼那个男人。你也跟上，别想着逃跑。男人是有这个心思，想着他们进去了，自己找机会逃跑。没想到周成的警惕心这么强，没有办法，只能听话的跟了进去。进去走了3、4米的距离，就看到小宝吓得倚在墙角，双手跟双脚都被用绳子捆着，惊恐的看着洞口走进来的人。周成心疼的心都要碎了，对着江明辉的脸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回头我会跟你算账的。不是我绑的，是他绑起来的。外面太危险了，我怕他跑出去，所以才给他绑着的。周成现在没时间跟他们掰扯这个，他叫了一声小宝。小宝看到最疼他的二叔，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宝不要怕，没事了，二叔带你回家。小宝紧紧地搂着周成的脖子。二叔，我要回家。周成抱着小宝走出了山洞，江明辉跟男人也从山洞里跟了出来。周成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小宝身上的伤，一边检查一边问道：你们伤到他哪里了？我们就是给他绑了，没有伤害他，不信你自己问。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他们打了我屁股。是他哭的声音太大了，我吓唬他的，所以才打了他屁股。那这手绢上是谁的血？那是我的血，我的腿受伤了。幸亏不是小宝的血，要不然我把你们绑在树上喂狼。走，跟我回去。妹夫，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别攀亲戚，我跟你没有关系，跟我回周家村。妹夫，我知道错了，我都是被他蛊惑的，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今后一定老老实实做人的，我要跟你回周家村，阿慈一定会把我送官府的。不回去也行，那就把你绑在这山里喂狼。在天黑之前，他们回到了周家村，引来了周家村所有村民的围观。周彪愤怒至极，上前就把2个人给踹倒了，对着他们就是拳打脚踢。村民们也都看得热血沸腾，不管是什么原因，对一个只有5岁的孩子动手，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都没人问原因。气愤的村民也都上前连踢带踹。江明辉跟孙吉2个人被打的是哭爹喊娘，哀嚎不断。李氏抱着小宝：祖母，小宝没事了，不要再哭了。祖母没哭，祖母是高兴小宝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别把人打死了，给他们留口气。众人这才放开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的2人。2人此时的脑袋已经肿得跟猪头一样，没有了人的模样。2个人蜷缩在地上，惊恐的浑身发抖。他们被弄回到家里，被绑在院子中间的那个槐树上。堂妹，我知道错了，你给我一个机会吧，不要让妹夫把我绑在这里。
江慈甩手就给了他一个巴掌。闭嘴！今日没把你弄死，就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再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给你的嘴里灌大粪。周成跟周彪两兄弟押着江明辉跟孙吉两个人去官府。江明辉跟孙吉两人本来被打成了猪头，又被蚊虫叮咬了一夜，整个人没了人形。到了西门镇，引来了后面很多人看热闹，有人好奇询问是怎么回事。周成也没有瞒着他们，一个是官府正在缉拿的逃犯，一个是逃兵，两个人合伙绑架孩子被抓，送去官府的事儿。这件事儿很快就在西门镇传开了。正在卖豆腐的张秋云也从顾客口中听到了这个消息，正想着，母亲跟大哥张成文也回来了。给，这是你宅子的房契，现在属于你了。谢谢大哥，谢谢娘。你这次啊表现得不错，给你妹找了这么好的宅子，有做大哥的样子。秋云谢你啊，是应该的。哎呀，她是我亲妹子，这做大哥的不是应该的吗？大哥你真好啊！对了，今日街上发生的事你们听说没有？我们拿了房契就直接回来了，这街上又发生什么事了？听说官府缉拿的案犯被抓到了，被人送到官府去了。官府缉拿的案犯，那不是江明辉吗？他被抓了？我也不确定，是我自己猜想的。官府下发的通缉令不就只有江明辉吗？应该就是他。陈文，你去官府那边打听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好，我这就过去看看。对了，这件事儿暂时不要跟明慧说。我知道，你快去吧。张成文走了之后，听你哥的，这件事儿暂时不要跟江明慧说。娘，我知道，你忙了一个上午了，回去歇会儿。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哥，你怎么去了这么久？那人是不是江明辉？就是江明辉，他被判了10年的牢役。啊，判了这么多年啊！他本来就因为盗窃逃跑，现在又绑架儿童。根据新颁布的法律，绑架儿童被视为拐卖罪，是要判绞刑的。他不是主犯，所以判了10年的牢役。跟他一起的那个主犯还是个逃兵，绑架儿童也是他策划的，所以他被判了绞刑。10年牢役，江明辉这辈子算是毁了。要是让江明辉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这件事儿暂时不要跟他说，我怕他太激动。郎中说了，他不能太激动，剧烈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我不会说的。我回去跟娘说一声。江慈下午治冰，山里的夜晚温度低，再放上一晚，第二天早上冰块就会结得很结实。今日拉了一车的冰块，江慈打算亲自去一趟，看着冰块的售卖情况，另外再把婆母给他清单上剩下的东西都给买了，事情也就了了。来到西门镇，周成一边赶着牛车，江慈一边吆喝。听到大夏天的有人卖冰，这么稀奇的事儿，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可以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了。江慈掀开了被棉被，这些冰都是用山泉水做的，可以直接使用的。你这些冰我都要了。我这车有不少呢，您确定都要吗？都要，地方有点远，你直接跟我走吧。您不问问价格吗？价格不是问题。能问一下，您买这么多冰是做什么的吗？你们放心，我不是坏人。这些冰要送去义庄的。义庄是一种专门用于停放无人认领或者贫苦人家尸体的场所。好，我们现在就给您送过去。出了繁华的西门镇，走了差不多2里地，这里四周都没有住户，孤零零的一座院落，给人感觉庄严肃穆。大门上方的黑色牌匾上写着义庄2字。江慈虽然不信鬼神，但是知道停放的都是一些尸体，就浑身不自在。他不敢进去，就在外面等着。周成跟那个中年男人一起进去。过了一会儿，周成赶着牛车出来了，江慈坐上了牛车。你收了多少钱？来的时候你说这车冰能卖2两银子吗？我就要了2两。道长说让我们2天送一次，每次都送这么多。太好了，咱们的冰块不愁卖了，1天2两银子，1个月送15天，就是30两，2个月咱们就能赚60两银子呢，咱们发财了。走，咱们去买东西。把婆母清单上列举的东西都买完了，两个人赶着牛车回去。经过官府的时候，听到周成喊他：阿慈，那2人好像是江明辉的父母。江慈看过去，还真是江老大跟许氏。江老大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个人愁容满面，不是好像就是他们。江明辉可是他们的宝贝儿子，江家唯一的独苗，现在却要服10年的苦役，能不难受吗？自作孽不可活，怨不得别人。咱们走吧。怎么样啊？里面怎么说呀？还能怎么说？要见人要10两银子，要免了10年苦役，准备300两纹银。什么？300两？哎，你别激动。哎呀，我的儿呀，你让爹娘怎么救你呀？去找明慧，她婆家有钱，现在能救明辉的只有她了。哎，你就别指望她了。上次我开口问她借50两，都借不出来。300两纹银，这可是天文数字，他们更不会借的。他们不借，我让明慧想办法，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明慧去服10年牢役的。江老大知道自己劝不住他，也只能跟着他去了江明慧的婆家。张秋云在卖豆腐，就看到了江明慧的父母。你是秋云吧？嗨，我是明慧的母亲，我过来看看她。叔婶儿，你们来了，嫂子在家，我带你们进去。张秋云把他们带进了院子，直接把他们带去了江明慧的房间。
江明慧这2天心情很好，想吃葡萄跟桃子，张晨文就给她买了桃子跟葡萄。天气炎热，她坐在竹子边的躺椅上，悠闲自得地吃着葡萄。看到母亲出现在面前，她直接坐了起来。哎，娘，您来了，发生什么事了？您眼睛怎么肿了？明慧呀，娘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要是不帮娘了，娘也活不下去了呀。娘，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明辉出事了？明辉出大事了，他受人蛊惑，跟人一起把姜慈家大伯哥的儿子给绑了。那人想要杀了姜慈的相公，没想到反被他给抓住了，还被送进了官府，被判了10年苦役。另一个人被判了绞刑。啊？怎么会这样？娘，你去官府见到明辉了？没有，官府不让见，想见一面呢，还要10两银子。娘没钱去见他，你爹打听了，说只要出300两银子就能免除10年苦役。娘这次来找你是想让你想想办法救救你弟弟。娘，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想办法。闺女呀，娘就知道你不是那没良心的人，可是这300两不是一笔小钱，你公婆愿意帮忙吗？娘，我会想办法的，您不用为钱的事费心，我一定会把明辉救出来的。娘，吃个桃子去去火。娘不吃，留着你自己吃。明慧啊，娘想跟你借10两银子，我想去看看你弟弟，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他了。娘，您去看了也做不了什么，白白浪费了10两银子。你们回家去等消息，用不了几天啊，明辉就能回家了。真的吗？真的。好，我相信你。张秋云跑去母亲的房间。娘，江明慧的父母找来了。人呢？他们去江明慧房间了。什么？你怎么不带我这里来？江明慧还不知道他弟的事儿，不行，我得过去看看。娘，江明慧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你现在过去也晚了。江明慧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上一次说要50两银子就能把人捞出来，足见官府腐败。江明慧虽然被判了10年苦役，但是只要有钱，应该也能把人捞出来。想救江明慧，只有这一个办法。他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江明慧，您不用过去，我觉得他们会来找您借钱的。娘，咱们上次没借钱已经得罪他们了，如果这次再开口，您要怎么办？如果是正常情况下需要银钱，就算他们不开口，我也会拿出银钱来帮忙的。但是江明辉犯罪了，犯了罪就要接受应有的惩罚，这个忙我不会帮。您能这样想啊，我就放心了。外面豆腐摊子没人，我出去了。好，你去吧。江明慧从身上拿出2两银钱给了许氏。娘，我身上就只有这点钱，还是陈文给我的，你们拿着吧，虽然不多，但也能买一些你们需要的东西。现在家里困难，你二叔被关押出不来，家里就只能依靠你爹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娘，我知道，保护好你肚子里的孩子，他可是你在这个家的依靠。江明慧有些不敢跟母亲对视，点了点头。闺女啊，你弟弟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们这就过去跟你公婆打声招呼，然后就回去了。你祖父祖母听说明辉的事儿，整日以泪洗面，我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跟你一起出去。亲家在吗？哟，亲家来了，快进来坐坐。说着从房间里迎了出来。我听秋云说你们来了，本来想过去看看的，但是想着呀，你们母女许久不见，应该有许多的提及话要说，就没过去打扰。快进来坐。亲家最近忙什么呢？小女不是要出嫁了吗？我给她准备嫁衣呢。您亲自缝制啊？嗨，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你们中午别走了，留下来吃饭。不用了，时候也不早了，特意过来跟你打声招呼，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他们这次过来不是为了江明辉的事儿吗？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要走了呢？瞧着许氏，虽然眼睛还很红肿，但是整个人都有了精神，好像情绪根本没有受到江明辉的影响。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啊？下次吧，以后有的是机会。我们走了。行吧，那我送送你们。嗨，不用客气，你忙吧，我们走了。说完就离开了。张母还是跟着去大门口，看着人走了，张氏是一肚子的疑问，看向江明慧，你应该让他们留下来吃饭。江明慧心说虚伪，面上却恭恭敬敬。哎呀，娘，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那么客气。你弟弟的事儿知道了？知道了。你父母这趟是为你弟弟来的吧？是，他们是来告诉我弟弟的事情。只是告诉你弟弟的事儿，没有让你做什么？没有，娘，我想去再见我弟弟一面。你身子不便，让陈文跟你一起去。娘，不用了，我在家歇息的这段时间，身体已经好多了。陈文有他自己的事情，这点小事不用麻烦他，我自己没问题的。如果你觉得没问题就行。娘，去看我弟弟需要10两银子才能见到，他在里面肯定吃不好，见了这一面，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想买点好吃的给他，可我身上没钱。婆母问他要多少，他说只要12两，婆母就给了他12两，拿到了钱他就出去了。娘，江明辉出去了，您知道不？我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应该去见江明辉了。去见江明辉？怎么回事？他父母早就走了，没跟您说什么？没有，他们什么都没说，应该是知道江明辉出不来，选择放弃了。江明辉跟我说他想见弟弟一面，他们毕竟是姐弟，我就同意了。姐，你终于来了！姐，你快点救我出去啊！这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江明慧看到他的处境，心里也十分的难受。他把买来的糕点从铁窗里递了进去。明辉，这是你喜欢的桂花糕。姐，我不想吃什么糕点，我想离开这里，我要出去。明辉，我也想救你出去，可是你知道，救你出去需要300两白银。你知道我的情况，我根本就拿不出来。姐，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不是想过河拆桥把我给抛弃了？我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样，明辉，你不要激动。姐，我没有办法不激动，这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每天的饭菜不是馊的就是臭的，再过2天我就要被送去做苦役了。你再不救我，我就没机会了。姐，咱们是一母同胞，我做这件事也都是为了你。你跟我说过，只要把你面前的障碍扫清，你就是未来的当家主母，你会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300两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天文数字，可是对你们家来说，这些钱是拿得出来的。姐，只要你想想办法，就一定能拿到的。好，我想想办法。姐，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后天我就要被押走了，我听说去了那里没有几个人还能活着出来。姐，我不想死，你要尽快在这2天把我弄出去。江明慧点头说好，他把带来的糕点再次拿给江明辉。娘跟爹今天也来了，这桂花糕就是他们让我带给你的，担心你在里面吃不好。听到爹娘，江明辉的眼圈都红了，伸手把江明慧递进来的糕点给接了过去。我想爹跟娘了，我会想办法的。想爹娘了，你就吃这糕点，心里也能好受些。我会的。进来看你，我花了10两银子，只有一会儿的探视时间，我走了。姐，你只有2日的时间了，一定要把我救出去。2日之后，你若是没来，我会说出真相。我知道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但是为了活命，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还年轻，我还没成亲，江家需要我传宗接代，我不想死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姐，我知道你有能力，只要你筹到钱把我弄出去了，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再提了。你放心，不用到后日你就自由了。姐，我就知道你能做到。待在这里，什么都别想，我会和爹娘一起把你接出去的。我等你们。好了，我再不出去，狱卒就要进来喊我出去了。好，姐，我等你的好消息。江明慧点点头，转身离开，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监牢大门的，又是如何回到家门口。要不是小姑子张秋云叫了他一声，他甚至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哎，你去见江明慧了？江明慧看了张秋云一眼，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那眸子带着恨。张秋云有些莫名其妙，自己跟他的关系不好，但是也没有必要用这种目光看他。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江明慧已经恢复了平常，变化速度之快，差点让张秋云以为自己看错了。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心里太难受了，让你不舒服，我跟你道歉，我先回去了。江明慧回到家里就遇到了婆母。你去看你弟弟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肚子里还有孩子，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儿媳知道，你知道就好，回去休息吧。江明慧回到自己的房间，张秋云上前拉着母亲的手，轻声道：娘，您不觉得他今天很奇怪吗？有什么好奇怪的？看到自己的弟弟在坐牢，心情不好而已。不是，你没看他刚回来的时候跟掉了魂儿一样，直到从家门口过去都没发现，还是我叫的他。他反应过来看我的眼神很可怕，把我都吓着了。是不是你看错了？不可能，我怎么会看错？哎，他现在难过，做什么都正常，你也不要胡思乱想了啊。见母亲不信，张秋云也不继续跟母亲讨论这个问题。或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许氏跟江老大也回到了江家寨。怎么样，有没有看到明辉？娘，我没有看到明辉，进去看人要10两银子，我们没钱进不去。什么？要10两银子？他们是强盗吗？没钱你去找明慧要啊！好不容易去一趟，总要看到人才行啊！哎呦，娘，算了吧，你忘了上一次我跟大哥去跟他借钱都借不到，还想要10两银子？那丫头就是个白眼狼，要是知道她这么没有良心，当时就不应该把江慈的婚事给她。她得了这么好的婚事，现在反倒嫌弃咱们了，她没良心。咱们也不用跟她客气，她的婚事是怎么来的，直接跟她婆家人摊牌，我就要看看她婆家要是知道了真相，还会不会要她。娘，您这样做不是打大嫂的脸吗？明慧那丫头都6亲不认了，还要脸做什么？周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生的是什么心思啊！你把老二坐牢怪在我家明慧身上，你怎么不怪这是你给出的主意？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老二能坐牢吗？我儿子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才是害了他们的罪魁祸首！哼，你只会放马后炮，当时你怎么不站出来说我出的是馊主意？还是你儿子太蠢，被江慈做局，还伸着头往里钻，最后连累了我家男人。好了，都给我住嘴，还不嫌丢人吗？江老太看向许氏跟江老大，你们不会是没看到人就回来了吧？哼，我不跟你计较，等我儿子回来了，我要跟你们2房分家。哎呦，我巴不得呢。你说什么？明辉还能回来？是
是呀，只要花300两白银，就能把明慧从监牢里捞出来。大嫂的口气可真大呀，只需要300两，你有这笔钱吗？还是说你闺女江明慧愿意出这笔钱，把明辉从牢里捞出来？你说对了，你说江明慧愿意拿300两白银去把明辉捞出来？你没理解错，就是这个意思。大嫂，你不会是收心过度，脑子出问题了吧？江明慧的婆家连50两都不借，江明慧自己有300两白银，给你把明辉给捞出来，大白天就做梦，你最起码也得找张床吧？哼，这许氏不会是在说胡话吧？他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今天去找了明慧，他听了明辉的事后都没犹豫，说这件事情包在他身上，无论如何他都会想办法让他婆家人帮忙凑给300两白银，把明辉给捞出来。老大，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可不要骗我。娘，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我相信，我相信明慧那丫头呀，真是好样的，是我们江家的好孩子，我差点冤枉她了。你呀，以后不要再说明慧的坏话。作为一个长辈，跟一个孩子计较，也就你能做得出来。哼，这绝对不可能。江明慧能让她婆家拿出300两把明辉给捞出来？哼，我给她下跪道歉。哼，那咱们走着瞧。你说的话娘也都听到了，到时候你可要实现你说的话。当然，我既然说得出就做得到。到时候你闺女要是没拿出300两白银把明辉给捞出来，你也要给我下跪道歉。周氏，你给我闭嘴！你就这么不想让明辉回来吗？娘，我跟他打这个赌，我相信明慧不会让我失望的。明慧说让我们回来等他的好消息，就在这2日。好好好，咱们就在家里等好消息。等明辉这次回来呀，我就给他说门亲事，哪里也不去了，就跟咱们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今天顺利吗？很顺利，一车冰直接打包卖了，赚了2两银子。真的能卖这么多银子啊？你之前说的时候，我还有点不相信，什么人买这么多的冰块？义庄。听到周成这样说，李氏吓了一跳，但也不觉得意外，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买冰的用处也当然明白。没想到第一单生意竟然是卖给义庄，太吓人了。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做买卖哪还有挑三拣四的？再说了，义庄也是个正经的地方，官府直接管理的，没什么吓人的。大哥说的对，娘，不要对义庄有偏见。我今日进去了，里面很干净，还有道士，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他们还跟我们保持长期合作，每2天送一次冰，直到天气变冷不要冰了为止呢。这天气还要热上2个月呢，2日送一次，就是说2个月能赚1个月的钱，一次2两银子，那30天就能赚这么多。您算的没错。此时的李氏对江慈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小丫头刚来家里的时候，谁能想到她能有这样的本事？她儿子娶了一个宝贝。阿慈，阿成能娶到你，真是我们全家的福气。周成也是一脸骄傲地看着江慈，那是他的宝贝。娘，能嫁给阿成才是我的好福气呢，没有你们哪有我现在的好日子。你这孩子说话最讨人喜欢。累了吧？快回房休息，我去给你俩做饭。不用了娘，我跟阿成中午吃过了，现在不饿，我去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还要做冰，明天去卖呢。不是说2天送一次吗？娘，买冰的人又不止义庄一家，还有其他人需要呀，还有2个月的时间，1天都不能耽误。过了这段时间，天冷了，冰就卖不出去了，咱们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赚一笔。只是每天都这样，你太辛苦了，能吃得消吗？没事，重活都是大哥的，我只是调一下配方比例，一点都不累，只是辛苦大哥了。我不怕累，都是一家人，怎么还客气起来了？大哥，车上是你成亲需要用的东西，今天都给买齐了。娘，这都是阿慈精心挑选的，都是上好的料子跟棉花。他想让大嫂知道，咱们虽然没钱，但是愿意用最好的，让她知道咱们对她的重视呢。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让阿慈来办这件事了吧？因为啊，你们男人根本就不会这么用心。江慈有些累，回到房间休息，他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阿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去山里看看设的那些陷阱里面有没有逮到野物，明日一起带到镇子上卖掉。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你留下来帮阿慈做冰。来得及，现在才未时，到了晚上还有一段时间呢，咱们俩一块去，也能快去快回。天还没亮呢，你今日又不去镇上，起来这么早做什么？睡觉。冰块还在模具里呢。不是有我跟大哥吗？再说了，你去了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在床上睡觉呢。那好吧，辛苦我相公了。江慈的心里暖暖的。周成说的没错，他起来除了监督他们干活，的确什么也干不了。相公不辛苦。好了，我都听到大哥的脚步声了，我该出去干活了。你睡觉吧。我起来给你们做点早饭。我都听到娘的脚步声了，她已经起来了，你就不用起了。就算你起来了，娘也不会让你动手的。周成刚要离开，江慈想起了一件事儿，留一块冰让大哥送给张秋云。我知道了，还是你想的周到，你继续睡吧。周成出去了，江慈伸了个懒腰继续睡觉。娘，你起来了？睡不着，起来给你们做点饭吃。刚刚阿慈也说要起来做早饭的，我没让她起来。娘，你也回去睡吧，我跟哥到镇子上吃也一样。反正我也睡不着，起来了就睡不回去了，还是给你们弄点吃的垫垫
肚子。你们去镇子上有力气，路上遇到危险的野物也有力气保护自己。我在家里也放心。你哥已经进去了，你快过去看看。一车的冰块很重，牛拉起来也费力。还好他们买的是一头只有1岁的牛犊子，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虽然费力，但是速度并不慢，不到2个时辰就来到了西门镇。西门镇一如既往的人多。周成想起昨日姜子吆喝卖冰块的样子，看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周彪。大哥，你要吆喝？周彪见满大街男男女女那么多人，还要吆喝呀？当然了，昨天阿慈从一进镇子就开始吆喝，一路上都是围观的人，有需要的人就会上来购买的。你说的有道理。看了路上的行人，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听着街道上商贩各种的叫卖声，也不觉得什么了。对了，昨日弟妹是怎么吆喝的？卖冰块喽，卖冰块喽，有需要买冰块的都过来看看呐。卖冰块喽，卖冰块喽，有需要买冰块的都过来看看哦。大哥做得不错，你瞧，好多人都看过来了，继续吆喝。周彪受到了鼓舞，继续吆喝起来，越吆喝越熟练，随之也就放开了。这时候就有人好奇的跟了过来，开始议论纷纷。昨日我就听说西门镇有人在夏季制冰售卖，我还不相信，今日特意来看看，没想到还真有，还真是个稀奇事儿。哎呀，我要是有这手艺啊，就去皇城，那里住的都是达官显贵，舍得花钱，一个夏天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我想学着制冰的手艺，能收徒吗？周成跟周彪被这个人给逗笑了，他们都没有开口，就已经有人替他们回答了。哼，你也是真会做梦，傻子才收徒呢。我们这手艺确实不外传，想要冰块可以来我这里买。西门镇有人卖冰块这件事儿，昨天就在整个西门镇传开了。卖豆腐的张秋云当然也知道了，他也十分好奇，长这么大还从未听说过这么热的天气里还能有冰块。看到周围邻居说卖冰块的今天又来了，他也想去看热闹。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大哥张晨文回来了。大哥，快来帮我顶一锅！听说昨天来卖冰块的人又来了，我想过去瞧瞧，顺便买2块回来，给你放一块，在卧室消暑。说完，也不等大哥回应，一溜烟的跟着去看热闹的人群，来到卖冰块的地方。让让，快让让，我要买冰！他这样一喊，人群有了松动，他趁着机会往里面挤。周成跟周彪都没想到今日来买冰的人如此之多，他只带了9块冰砖，卖到500文一块，1块冰砖500文，8块就是4两银子，比昨日整整多卖了1倍的价钱，这是2个人都没有想到的。大家都散开吧，冰块卖完了。喂，不是还有1块吗？这块不卖，是我大哥留着送人的。想要买冰的话，后日我们还会再过来。我什么时候说要送人了？是阿慈说要留1块让你给我未来的嫂子的。今日卖的价格这么高，不如给卖了吧，等明日再给他带来1块，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是我娘子给我的任务，我得完成。哥，你可不能拖我的后腿啊！今日这块冰你得自己送出去。张秋云听到说话的声音很熟悉，好像是周成，但是想想也不可能，他是个猎户，怎么可能过来卖冰？好不容易挤了进来，就看到是周家2兄弟，说话的人是周成，他惊喜万分，没想到还真是他们。周大哥，怎么会是你们啊？我哥刚刚还提醒你的，你就来了。真的吗？周大哥，周彪已经想通了，他并不讨厌张秋云，这姑娘为了能嫁给自己，把他自己的后路都给堵死了，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真心，自己也愿意放弃过去，跟他成亲后像二弟跟弟妹一样好好的过日子。你怎么来了？张秋云见他今日跟以往不同，好像跟自己亲近了很多，心里高兴。我听说有人来卖冰，好奇过来瞧瞧，没想到竟然是你们啊！这就是你们的缘分，牛车里还留了1块冰呢，是我大哥准备送给你的。张秋云简直不敢相信周彪会主动给他送东西，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心里感动的不行，鼻子一酸，眼眶都红了。他满眼深情的看向周彪，周大哥，这是真的吗？周彪见他眼眶都红了，心里也有一丝触动，他点了点头，得到肯定的回答。张秋云幸福的像要飞起来了，开心的嘴巴都合不拢了。太感动了，你对我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没选错人。你眼光很好，选择我大哥是正确的选择。周成在一边神助攻，张秋云笑得开心。你说的没错，我的眼光一直都挺好的，从来没后悔过我做的事情。周彪在一边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张秋云除了有点虎，其他没有任何的毛病。他能选择自己，是自己高攀了。成亲之后，自己一定好好带这个姑娘，跟她好好过日子，一定不让她后悔今日的选择。你们跟我回家吧，今天在我家吃饭。我爹娘要是知道你们给送冰块过来，一定会很高兴的。好，我也饿了，咱们现在就走吧。我们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就去人家吃饭，不太好吧？冰块多贵重啊，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我爹娘一定会很喜欢的。再说了，你还没来过我们家呢，还没见过他们呢，趁着这个机会见见面也挺好的。话都这样说了，周彪即便是再不愿意，也得前往，只能点头答应了。好，咱们走吧。爹娘。
然后让他们把冰块放在了边上的水缸上。张母皱着眉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哎呦，你总是毛毛躁躁的，就不能跟个大家小姐似的稳当着点儿？今后去了婆家，你这样谁会喜欢你？嘿嘿，娘，您看谁来啦？张母这才看到2个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男人，一个她认识，是她闺女的未来小叔子周成。跟她站在一起的男人，长相虽然显得粗糙，但在粗糙的表面下，掩饰不住他有一张英俊的脸。仔细一看，跟周成也有3、4分的相似。又见到闺女，兴奋的脸都红了，也就猜到了此人的身份。婶，多日不见，身体可还好？多谢你挂念，一切都好。这位公子是？你好，婶儿，我叫周彪，是周成的大哥，没有通知就登门拜访，唐突了。哎呦，说哪里的话，都是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娘，周大哥是特意给咱们来送冰块的，您看。张母顺着张秋云手指的方向，看到了水缸上那块很大的冰块，有些震惊。哎呀，这么大的一块，要不少钱吧？你有心了。昨日就听人说西门镇有人来卖冰，我还不相信，没想到还真有。你们呐，太破费了。嘿，娘，这冰是不便宜，要500万1块呢。但是他们没花钱啊，没花钱，因为卖冰的人就是他们。你们还会制冰？是。听到确切的回答，张母的心里更高兴了。有这样的制冰手艺，她闺女儿还怕今后过不上好日子吗？之前的担心也终于放在了肚子里。你们家原来有这么好的手艺啊？怎么没听来提亲的媒人说过？之前媒人提亲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制冰的手艺，所以媒人也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我也是活了一大把岁数的人了，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夏季啊能把水制成冰块的，更没听说过呀哪里可以学这样的手艺。实不相瞒，这制冰的手艺是我弟妹研究出来的。哇，他好厉害啊！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脑瓜子灵活，总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一不小心就做出来了。这样聪明的姑娘世上难找，是你们周家的福气。娘，就不要站在外面说话了，咱们回屋里。刚刚聊得太好，我都忘了这是在外面。哎呀，你们不要见怪，进屋聊。还要麻烦你们呐，把冰块给我抬进来。他又吩咐张秋云，你去灶房把木盆拿过来放冰块。张秋云很快就把木盆拿到了会客的正厅，来，放在这上面。这真是个好东西啊，屋子里凉快多了。这么热的天，竟然能结这么厚的冰，这也太神奇了。要不是亲眼所见呐，谁会相信？周成跟周彪也坐了下来。娘，我爹跟我哥呢？刚才我去拿盆的时候去做饭看了一眼，他们都不在。我看江明慧也不在，他们去哪里了？哎，具体的情况啊，我也不知道。你大哥回来，听说官府的县衙昨天晚上出事了，新关进去的一个犯人呐，发狂了，把跟他关押在一起的那个囚犯给咬死了。发狂的那个囚徒姓江，你大哥就想到了江明辉，还特地花钱跟狱卒打听，那个人呐，也确实叫江明辉。你爹跟江明辉知道后啊，就跟着你大哥一起去了。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的震惊。怎么会这样？也没听说江明辉有疯症啊，怎么就突然发狂了？不会是为了逃避惩罚装的吧？我看不像，就算他为了逃避惩罚，也不能把人给咬死了呀，这不罪加一等吗？您说的也对，只是他这狂变来的也太莫名其妙了。他可能啊是觉得出不来了，心里一绝望啊，一时想不开就发狂了呗。您这解释也太牵强了吧？昨天下午江明慧不是还去监牢里看他的吗？怎么当天晚上他就发狂了？难道是江明慧说了什么刺激他的话，让他接受不了，精神崩溃发狂了？应该不会，江明慧是江明辉的亲姐姐，他去看他只会安慰他，不可能刺激他。你说的对，按照这么个说法啊，这个江明辉突然发疯，的确是有些奇怪呀。等爹和大哥回来就什么都知道了。周成跟周彪又坐了一会儿，跟张母说了一会话，时间也到了中午。张母留他们在这里吃饭，让张秋云去做饭。不用客气，我们还有事，饭就不吃了。你是第一次来家里，怎么连饭都不吃就走了呢？我做饭很好吃的。是啊，留下来吃饭吧，你还没见你大叔跟你大哥呢，怎么能走呢？张母都说这话了，如果还要走，就有点不知好歹了。两个人只能留下。周大哥，你去给我打下手可以吗？秋云，不要胡闹。没关系的，我哥做饭也不错。小时候我娘没时间，都是我哥做的饭。真的吗？确实是真的，我可乐意给他打下手。娘，你听到周大哥说的话了吧？他愿意给我打下手。好好好，那你们去吧。周大哥，走吧。周彪跟张秋云出去了，出了门，张秋云笑着说：周大哥，我不用你真的给我打下手，就是看你坐在那里有些无聊，所以叫你出来透口气，你什么都不用做。
做，跟我说说话，让我看到你就行。这么赤裸裸的表白，周彪不但不讨厌，还觉得这姑娘直爽的可爱。他不是个傻子，他能感受到这个姑娘对他的喜欢。都说出来给你打下手了，我要是什么都不做，婶子看到了会怎么想我？她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光说不做、表里不一的人。来吧，这顿饭我跟你一起做。哎呀，这个男人真是迷死人了！怎么会有这么讨人喜欢的男人啊？哎，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生活得多有意思啊！周彪都走进了灶房，见张秋云还没有跟上来，回过头见他还站在原地，正笑眯眯地看着他。被一个姑娘这样喜欢，周彪的心里是有些感动的。怎么了？你要一直在外面站着吗？张秋云这才回过神来，开心地跑了过去。怎么会呢？这顿我是大厨。周成跟张母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秋云呐，平时也不这样，谁知道他见了你大哥，哎呦，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你别介意啊。怎么会呢？秋云这样的性格也挺好的，跟我大哥很般配。他的性格跟我娘子也很像，这样的性格啊，好相处。见周成毫不介意，他的心里也踏实了。说了一会话，周成跟张母从厅里出来，就听到张秋云那爽朗的笑声从灶房的方向传来。看来他们相处的不错，我闺女呀，有眼光，没有选错人。您放心，今后他们成了亲，我大哥不会让秋云吃苦的。这个我相信。两个人走到灶房前，就看到周彪坐在灶台前烧锅，张秋云站在锅边忙活，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就像一对已经成了亲的小夫妻，看起来特别的般配。张秋云忙活完，转过身就看到他娘跟周成站在灶房的门口，被热得脸蛋红扑扑的。啊，最后一个菜了，马上就好。张秋云见他满头大汗，拿了手巾给他，把汗擦擦。你出去吧，锅底的火不用再添了，锅里的菜焖一会儿就好了。好，我去洗把脸。周彪很自然接过了张秋云的手巾，把脸上脖子上的汗都擦了一遍，然后从灶房走了出来。娘，这都什么时候了？爹和大哥怎么还没回来？是啊，这都出去有一段时候了，也该回来了。我出去看看，要是还没回来，咱们就先吃吧，我都饿了。官府离这儿也不远，要不我过去看看？好啊，咱们一块儿去。娘，你就在家等着，我们去就回。好，你们去吧。周成跟周彪还有张秋云一起出了院子的大门，就看到张父回来了。爹，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大哥和江明慧呢？张父皱着眉头，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看向了站在他旁边那两个高大的男人。这两位是？说，我叫周彪，他是我二弟周成。说，我是周成。听到名字，张父就知道是谁了，皱着的眉头散开，觉得自家闺女的眼光不错，这兄弟两个都是不错的小伙子。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站在这里做什么？来，去家里。他们早就来了，饭都做好了，就等着您跟大哥回来吃饭呢。爹，听娘说江明慧出事了，大哥跟江明慧不是跟您一起去了官府大楼吗？怎么就您一个人回来了？大哥他们呢？回家说吧。一进家门，张母问出了跟张秋云同样的问题。张父进了正厅，房间里凉飕飕的，十分的舒适，于是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那块巨大无比的冰块。这里怎么会有冰块？你去买的？不是我买的，是周家两兄弟送过来的。在西门镇卖冰的人呢，就是他们。啊，你们还有这样的手艺，不错，这可是个好买卖。把这个买卖做好了，是能赚大钱的。先别说这个了，陈文跟明慧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那个江明辉他是真的发狂了？江明辉死了。这个答案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都十分的震惊。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发疯了，怎么人会死呢？他把人咬死了之后，狱卒把他给绑了起来，单独关押了。我们过去之后，狱卒打开关押室的大门，就看到江明辉已经倒在地上断气儿了，他的额头上血肉模糊，墙上也有大块的血迹。后来叫来了仵作，对尸体做了检查，证明他是自己撞墙死的。现在呀，人已经送去了义庄。陈文去江家寨通知明辉的父母了，明辉哭得死去活来的，跟着也去了义庄，在那里陪着江明辉呢，说要等他父母过来。我怕你们在家担心，就过来把情况跟你们说一下。你怎么能把明慧单独留在那儿呢？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义庄阴气太重，孕妇不能去那样的地方。你快回去把她给叫回来。她根本不听我的，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流眼泪，我也不能硬逼着她回来，等她父母来了再说吧。哎，行吧，不回来就不回来。周成、周彪两兄弟都在，吃了饭再过去。周成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江明辉虽然人品不行，但是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发疯死掉了，他确实有点难以接受，总觉得事情有些太过于离奇。张父简单的吃了个饭，然后就去了义庄。周成跟周彪吃完饭，坐了一会儿也离开了。周彪赶着牛车。阿成，这江明辉的死，我怎么觉得有些奇怪呢？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判他10年口译的时候，他都没有崩溃发疯，他在牢里就蹲了几日就崩溃了，这也实在是说不通啊。不是说昨天下午江明慧还去看他了吗？江明辉是在江明慧去看了他之后才发狂的，你说这跟江明慧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是姐弟，我听儿子说过，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很好。刚才张叔也说了呀，
呀。江明辉伤心的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顾了，在义庄那样的地方陪着江明辉，我觉得江明辉的死跟江明辉没有关系。张晨文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江家，许氏看到是自己的女婿张晨文来了，见他脸色不好，顿感不妙，因为他闺女江明慧说要从婆家弄300两银子救明辉出来。难道被张晨文给发现了，过来找我们麻烦的？晨文呐，你来啦！明慧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是来通知你们的，江明辉死了。他怎么会死呢？昨天他还答应我筹集300两银子救明辉的，他死了，我的明辉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们逼死了他？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呀！你这个畜生！我要去官府告你！你说什么？什么300两银子？我不知道啊！明辉现在好好的，我说的是江明辉，他在监狱里发疯咬死了人，然后他自己也撞墙死了，现在尸体放在义庄，官府让你们把人带回来安葬。许氏听到是自己的儿子死了，一口气没上来，翻了个白眼昏了过去。张晨文赶紧去掐他的人中，许氏这才又重新缓了过来，清醒过来便开始痛哭起来。哎呦，明辉呀，我可怜的孩儿呀，他一定是被人给害死的。我儿没有疯病，不可能发狂发疯的。周氏跟江老太还有江老爷子也都站在院子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都听到了。你刚才说了什么？祖父您别激动，明辉在昨天夜里在监牢里发狂了，把跟他同一监牢的人给咬死了，狱卒把人单独关了起来，明辉发疯自己撞墙把头都撞烂了。唉，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官府让我过来通知你们，到义庄去把明辉给带回来安葬。哎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我觉得明辉死的蹊跷，好好的人不可能莫名其妙的发疯的，肯定是被人害死的。你说的不错，我孙子从小就活泼开朗，从来没有得过什么疯病，一定是有人害死了他呀。他不是被人害死的，官府的仵作已经检查过了，他确实是自己发疯撞墙死的，现在人就在义庄，时候也不早了，赶紧过去把人带回来安葬吧。你去把你大哥给我找回来，跟陈文把明辉带回来。好，我这就去。没多久，江老大满脸是泪的回来了，他从周氏的口中已经得知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还因为他不是正常死亡，这样的人不仅进不了家门，就连江家的祖坟他都进不了，更不可能给他办理丧事，只能选择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直接安葬。从祖上传下来的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商定了埋葬的地点，江老大、许氏跟张晨文一起去义庄把江明辉给带了回来。商定好了之后，江老爷子把家里的钱都拿了出来，给明辉买一副上好的棺木，棺木跟寿衣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弄，咱们现在走吧。娘，您节哀，明辉已经走了，您跟爹要保重身体啊。明辉都不在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答应过我跟你爹一定会把你弟弟给救出来的，还有我们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你弟弟死了，这就是你要给我们的好消息吗？娘，我也不知道明辉会发狂，最后撞墙而亡。他怎么会突然发狂？我想不通，他一定是被人给害死的。我要官府重新检查我儿子的死因，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江明慧心里咯噔一下，娘，明辉是精神压力太大，心里承受不了了，所以才会发狂的。官府已经找仵作检查过了，他不是被人害死的，是他自己撞墙死的。我不相信，仵作只是做了表面的检查，或许有人给他下毒让他疯狂呢。此刻的江明慧心里开始慌了，他在牢里，谁会给他下毒？又为什么要下毒？难不成您还想让仵作把明辉的肚子挖开，把内脏都拿出来检查吗？他已经够可怜了，您不能让他连一副完整的身体都没有。爹和祖父祖母都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我也不同意。你别胡思乱想了，仵作都检查过了，你就不要再折腾明辉了，让明辉完完整整的走。时候不早了，再耽误下去天就黑了，回去再耽误了下葬的时间。娘，您节哀，听爹的吧。江慈跟周小宝坐在门口的木墩子上。小婶婶，爹跟二叔怎么还不回来啊？天都快黑了。没事的，天黑之前他们应该就能回来了。就在这时，周成跟周彪的牛车出现在了村口。小宝，你看是谁回来了？爹跟二叔回来了。周小宝开心的站了起来。小婶婶，我们去接他们。江慈笑着说好，小宝迈开小短腿
奶声奶气地喊着：“爹，二叔！”姜慈在后面跟着，周彪驾车，周成从车头跳了下来，快步走了几步，把迎上来的小宝抱在怀里。姜慈也来到了他跟前：“你们怎么回来的这么晚？是冰块不好卖吗？”我们到了西门镇没多久啊，冰块就被抢光了，500文一块，没有一个人嫌价格贵的。真的呀？你们怎么卖的这么贵？想买的人太多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牛车就是装的太少了，要是咱们离镇上能近一些，一天多拉几趟，能赚更多的钱。要是一年四季都能做这个买卖，咱们去镇上租一个房子，专门制冰售卖。等明年到夏季的时候，可以去镇子上租一个房子，咱们租3个月的，什么时候不能卖冰了，咱们再回来。周彪觉得可以，说着话就回到了家里。我听阿慈说，你们今日要送冰块给张家，去了没有？去了，还在张家吃了饭。张家父母人都很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他们对大哥非常的满意。大哥这次的表现也很好，跟未来嫂子一起做的饭的。周彪的脸一下子都红透了。李氏听了很是高兴，看着儿子那张红透的脸，笑着说：“这样做就对了，我还担心你过去连个笑脸都没有呢，看来是我多虑了。”我出去准备准备，等会儿还要制冰呢。周彪觉得有些难为情，说完就走了。李氏哈哈大笑：“都多大岁数了，还害羞，没出息。”你们去了张家，有没有跟张秋云打听，昨天江明辉的父母去张家，是不是想救江明辉的？阿慈，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出什么事了？是江明辉的事儿，他死了。什么？江明辉死了？怎么可能啊？怎么死的？消息准确吗？怎么会死了呢？周成就把江明辉死的原因简单的说了一遍。怎么会突然发疯了？这也太奇怪了。要发疯也是刚被判刑，心里接受不了，这都过去好几天才发疯。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事儿呢？你说的不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人死了，难道官府就没有查原因吗？官府的仵作去查了死因，就是撞墙死的，人已经送去义庄了。对了，我听张秋云说，昨天下午江明慧去监牢里看了江明慧，江明慧当天夜里就发狂了，而且把跟他同个监牢的人都给活活咬死了。我怀疑是不是江明慧跟他说了什么，刺激到了江明慧，精神崩溃发疯了。可是，一想他们是亲姐弟呀，你也说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江明慧只会安慰江明慧啊，不可能说什么刺激他的话。江明慧的嫌疑应该是排除掉了，或许真的是江明慧想不开，精神错乱了。你分析的很对，江明慧没有动机，不会是他。唉，别想了，人都送去义庄了，张晨文也去江家寨报信了。今天晚上江家人应该就把江明辉给接回去了。他才15岁啊，也没有成亲，又不是正常的死亡，连家门都进不了。今晚弄回去也会直接下葬的。姜慈为江明辉这短短的一生感到唏嘘，但却并不同情他。沦落到如今的下场，怨不得旁人。因果报应从来跟年龄无关。事情办完了，是都没运回江家寨，直接就埋了。还这么年轻，他本不应该是这个下场，走错了路，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还没吃饭吧？锅里给你留饭了，忙了一下午也累坏了，吃了饭就去休息吧。我不饿，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你说。我今天去江家通知江明辉的死讯，我从岳母的口中听到说，明慧答应他们筹集300两银子，要把江明辉从监牢里捞出来。可是他明明知道我们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捞江明辉的，但是他答应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说，昨天江明慧的父母来的时候，哭得眼睛都肿了。去见了江明慧之后，整个精神都变了，临走的时候还笑着跟我们告别。我跟娘都觉得很奇怪，原来是江明慧答应了他们筹钱把江明辉给救出来，他不告诉我们，却跟娘要了10两银子去见了江明辉。回来的时候就像是失了魂似的，家门口走过去了都不知道。我喊了他一声，他才回过神来，还恶狠狠地看着我，把我吓一跳了。当时从来没见过那么可怕的眼神。我跟娘说了，娘还说我多想。可是江明辉夜里就出事了，难道江明辉精神失常是因为江明慧？我也是这样想的。昨天夜里江明慧惊醒了好几次，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做噩梦了。我们成亲到现在，我还是头一次见他这样。难道你们怀疑江明辉的死是明慧做的？不能吧，他们是一母同胞，2个人的关系也好。江明辉在镇上学习手艺的时候，他还经常去看他，2个人的关系这么好，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他不可能这样做的呀。你娘说的对，不可能是他。他知道江明辉出事了之后，哭得差点晕厥过去，在义庄守着江明辉，我都是亲眼看到的，这不可能是假装的呀。他答应父母说要筹钱，他应该是为了应付他们。你们都想多了啊！听你们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江明辉也入土为安了，这件事也就结束了。江明慧现在怀有身孕，你们俩好好过日子，不要互相猜测，知道了吗？我知道了。一整天没吃饭，饿死了，我先去吃饭了。张晨文说完就走了。张秋云的心里并没有打消对江明慧的怀疑，但是他也没有证据证明跟江明慧有关系。张母见他还坐着不动，秋云，时候不早了，回去睡觉吧。爹娘，你们真的觉得江明慧没问题吗？好了，都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们都是
一家人，你嫂子还怀着身孕，你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回去吧。我知道了。张晨文吃完了饭，回到卧室。晨文，你回来了，我弟弟怎么样了？他已经入土为安了。哎，你也不要多想了。我对不起他，我没有能力救他。一切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江明慧面无表情，眼神中的冷漠就像是冰冻3尺的寒冰。夜里，江明慧做梦，梦见了江明辉来找他索命，问他为什么要害死自己。江明慧哭着说：“我没想杀你，可是我没有能力救你。200-300两银子，我根本就拿不到，可你却来要挟我，我不能坐牢，我还有孩子，我只是想让你精神错乱，你疯魔了，说出来的话就没人相信了。或许你还能放出来，我没有想到你会死。”我不相信你，我要你偿命！江明慧尖叫出声，坐了起来，身旁的张晨文也被他惊醒。啊，你没事吧？听到张晨文的声音，江明慧方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自己又做噩梦了。他重新躺回到了床上。我没事了，睡吧。张晨文见他没事，就继续睡觉了。江明慧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屋顶，却怎么也睡不着。那咱们就直接回去了。周彪驾着牛车，你不去跟我未来的嫂子打声招呼吗？昨天不是才见过吗？他知道咱们每天都会来镇上送货，你要是不见的话，那咱们就直接回去。周彪犹豫了一下，脑海里闪现张秋云的身影，跟他在灶房里很和谐的相处。其实打声招呼也不浪费多少时间。周成的嘴角勾了起来，大哥这是对张秋云上心了。我听大哥的。周彪的嘴角也扬了起来，驾着牛车来到了张秋云卖豆腐的摊位。豆腐摊位前围着不少人在买豆腐。周彪把牛车停在了路的对面。要不咱们等一会儿吧，现在这么多人，过去打扰他做买卖了。好啊，我听大哥的。张秋云低着头，在忙碌的切着豆腐，收着钱，终于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周彪跟周成走了过来。你每天都这么忙碌吗？张秋云一抬头看到他们。周大哥，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来了有一会儿了，看你太忙了，就没有过来打扰你。我太忙了，都没看到你们。走啊，跟我去我家里坐坐。不去了，我们打算回去的。大哥说过来跟你打个招呼，等等还要回去呢。真的？你专门过来跟我打招呼的？周彪有些尴尬，他发誓下一次再也不带周成一起跟张秋云见面了。面对张秋云期待的目光，他只能红着脸点头承认。为了缓解尴尬，找了其他的话题。江明辉的事对你家没有什么影响吧？昨天晚上他被带回去之后就被安葬了。他的事对我家没什么影响，但是对我有些影响。对你有什么影响？爹娘说是我想的太多了，我总感觉江明辉的事跟江明慧脱不了关系，可是我又没证据，所以总感觉心里有个东西在堵着，上不来下不去的，很难受。你怎么会这么想？是江明慧做了什么吗？昨天我哥从他岳母口中得知，江明慧曾答应他父母要弄到300两白银去牢里把江明慧救出来，可是江明慧没跟我们家人说过这件事，他自己没钱，要想弄到钱救江明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我哥跟我父母，但是他谁也没说，就跟我娘要了10两银子，然后就去牢里看了江明辉。他从监牢回来之后，整个人状态就不对，像是失了魂似的，走过家门了都不知道。当天夜里那江明辉就出事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太巧了？确实挺奇怪的。按理来说，想要救江明辉，第一件事就是求助你们家，有了钱就能把人捞出来呀，没必要花那么多钱进监牢探视啊。他的行为是有些反常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可是爹娘问我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要是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件事情不就真相大白了？爹娘见我说不出来，就说他们是同胞姐弟，不可能去害了他的弟弟的，还让我不要胡思乱想，说这件事情已经翻篇了。你爹娘说的也有道理，就不用再继续钻牛角尖了。我是打算放下了，可是看见你们就想跟你们说说。他们说了一会话，摊位前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买豆腐，周成跟周彪也不愿意继续打扰他做买卖，就跟着他告别离开了。周彪驾着牛车出了西门镇牌坊。假如说江明辉的死是江明慧造成的，那江明慧会是什么动机呢？你还在想着这件事呢？你刚才不是还跟张秋云说让他放下吗？难道你也怀疑江明辉的死跟江明慧有关系？哎呀，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蹊跷，江明慧做的事太反常了。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江明辉是江明慧害死的，那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说江明慧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江明辉的手里，这个把柄可能会让江明慧承担他承受不了的后果，为了自保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不得不这么做啊。跟我的想法一样。哎，这也只是假设，我觉得咱们想多了，他们可是姐弟啊，从小一起长大，有什么仇怨是戳不开的。江明辉是疯魔了才会把人咬死的，最后把
自己撞死的，江明慧怎么可能做得到啊？你说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想让一个人发疯有很多办法的，自己的话语让人发狂的草药都可以做到。昨天在张家的时候，张母跟张秋云说过，江明慧跟张母要了12两银子，10两银子是探监的费用，多出的2两银子他打算买点糕点带去给江明辉的。如果在糕点里面放了点东西，江明辉吃掉了，夜里发狂，这也就能解释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江明辉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他跟江明辉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江明辉已经被判了10年的苦役，能有多大的仇怨让他赶尽杀绝啊？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能解释这一切。你说。我怀疑江明辉跟孙吉绑架小宝的事儿，江明辉也有参与。你这想法也太大胆了吧？江明辉要是真的参与了绑架，就算江明辉不说，那孙吉也会把他供出来的。孙吉都被判了绞刑，都没有供出他来，这一点就说不通了。孙吉不知道有江明辉的存在，江明辉在江明辉的背后指使他，或者说不是孙吉利用了江明辉实施了绑架，而是背后操纵这一切的都是江明辉。江明辉被判刑，江明辉想救他出来，但是他又拿不出300两白银救不了他，不救又怕江明辉把他给咬出来。如果他是主谋的话，肯定也要判绞刑的。为了自保，他做出这种事情，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那就说得通了。但是这也只是你的猜测。回到家里，周成什么都没说。到了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周成才把今天从张秋云那儿听到的跟他自己猜测的跟姜慈说了。姜慈听完有些震惊，之前他不怀疑江明慧，是因为觉得江明辉是他弟弟，他没有动机去害江明辉。但是听了周成分析之后，他动摇了。面对生命的威胁，江明慧为了自保，他是绝对做得出来的。你也觉得不可能吗？不，你分析的很有可能。想要证明江明慧的发疯跟江明慧有没有关系很简单，只需要证明江明慧在3日前买过可以让人置换发疯的药物。周成听了，脸上露出欣赏的微笑。他的娘子就是聪明，都跟他想到一起去了。娘子，那明日我就去西门镇上的医馆跟卖药材的商铺去看一看，应该可以查出来。如果真是他做的，你会报官吗？要真是他做的，我不会报官，只要让他的娘家人知道就行，他们自然会找他算账的。你这个主意不错，娘子，咱们睡觉吧。第2日，周家兄弟运送一车冰去了西门镇。周成今日是带着任务来的，冰快卖完了，接下来他要去医馆，因为周成知道江明慧怀孕之后找的都是同一家医馆的郎中。俩人来到医馆前，哥，你在这里等我，我自己进去。你问他能说吗？只要他在这里买的，我就能问出来。说完就进了医馆。小伙子，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儿，就是前几日我嫂子江明慧在你这里开的药用完了，她不方便过来，我就帮忙跑一趟呗。怎么用的那么快？那东西有毒的。她现在有身孕，既然是毒药，你怎么能开给她呢？你别紧张，她跟我说她娘有风湿，经常腿疼走不了路。听人说天仙子对治疗这一块有奇效，让我给她开了7天的量，回去给她娘试试。天仙子确实对风湿痹痛有疗效，跟醋调配在一起，外敷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7日的量3天就用完了，容易中毒的。中毒会有什么反应啊？人会死吗？外敷不至于死人，但是也会心里不舒服，心悸、心慌、口干舌燥。要是不小心误食了会不会死啊？少量的也不会，但是吃多了就会出现幻觉、谵妄、过度兴奋发狂，会对人有攻击性，严重的会致死。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没人会直接服用它。治疗的时候顶多会把粉末点燃，少量的烟熏吸入，这样是不会有问题的。哦，原来是这样，应该没事。昨天我还看到他母亲呢，要不我回去问问，要买的话让他自己再过来买。这样也行，麻烦您了。无妨。然后周成就离开了。二弟，怎么样？打听到什么了吗？打听到了。几天前江明慧来这里，以他母亲关节疼痛为借口，让郎中给他开了天仙子。这东西一般不能服用，治病的时候常用的方法就是把粉末点燃，烟熏吸入，还只能是少量的，一般都是外敷。如果直接吃了，中毒的症状就会产生幻觉，产生幻想，然后焦躁发狂，会攻击别人，也会自残。这跟江明辉的症状一模一样啊！江明慧在给江明辉带过去的糕点里加了天仙子的粉末，江明辉吃了之后就中毒了，然后就表现出了那些症状。那个女人太可怕了，那可是他亲弟弟啊，他是如何下得了手的？简直就是恶魔呀！周彪他一个大男人听了都觉得脊背发凉，同时想到张秋云跟他的关系不好，两个人还经常闹矛盾，要是他也想加害张秋云的话，周彪不敢往下想。二弟，咱们现在就去官府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大哥你等等，你让我想想。你还想什么？那个女人
人太危险了，得把他给抓起来。第一，咱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第二，江明慧现在的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张家人对这个孩子很重视。咱们要是去官府报案，张家人会怎么想？你跟张秋云的婚事马上就要到了，家里又出了这样的状况，会对你的婚事有影响的。不报告官府，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继续害人？不，咱们先去张家。张秋云此刻很清闲，他坐在豆腐摊子前，远远的他就看到了2个熟悉的人。周大哥，驾着牛车的周彪跟坐在牛车上的周成也都看到了张秋云。牛车很快就来到了张秋云的跟前。今日好像很清闲，没什么人吧？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正好现在没人，去我家里坐坐吧，我爹娘都还在家呢。好，正好我们有事找你父母。啊？什么事啊？这件事很严重，是关于你嫂子的。江明慧，她怎么了？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张秋云没有继续再问，带着他们去见了自己的父母。周成把事情都跟他们说了。听完周成的话，张家父母跟张秋云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个女人简直是太可怕了，不能继续再把她留在家里了，说不准哪天呢也能将我们给害了。爹娘，我看还是赶紧去报告官府吧，把他这个杀人犯抓进去。江明辉已经下葬了，当初是经过仵作认定的，并没有说是江明辉是中毒死的。现在去翻案，官府不一定会受理，如果他们受理了，就证明是他们官府的判断错误，除非能证明江明辉确实是服用了天仙子，才导致了他最后的死亡，这样官府才能受理，否则会打草惊蛇，反而惊动了他。咱们现在做的是要收集证据，定死他的罪行，才能将他绳之于法。周说的对啊，我们过来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也是想让你们对他提高警惕，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你们就不被他算计。都说江明辉已经下葬了，难不成还要把人从棺材里弄出来，再找我做验尸啊？你说的不错，想要证据确凿，必须要这么做。这江明辉已经下葬了，再开棺验尸，那江家人能同意吗？要是他们知道江明辉的死因，他们会同意的。你说的对，这件事情得尽快。天气这么热，江明辉的尸体肯定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件事情必须抓紧。我马上找仵作验尸，你替我去一趟江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配合咱们。没问题，我们现在就过去。周彪跟周成很快的离开了。张父换了身衣服，正要出门。要真是他，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都这个时候了，你就不用考虑他肚子里的孩子了。有他这么恶毒的娘，那孩子生出来也没个好。陈文回来，先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怕他脾气急，再做出点什么事儿来。哎，我知道了，你快去吧。张父急匆匆的就出门了。娘，我有点害怕。别怕啊，有娘在呢，娘不会让人伤害你的。你呀，平时啥样，现在也要表现的啥样，不要让那江明慧呀看出来什么，让他怀疑。娘，我都听你的。周彪跟周成驾着牛车来到江家寨。哎，你们怎么来了？周彪跟周成下了牛车，来到大门前。我们来是因为江明辉的事。明慧已经死了，也已经下葬了，你们还不放过他吗？你们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我们不欢迎你，赶紧走。周氏挡在大门口。是关于江明辉死因的事，我要见到你们江家的当家人，或者是江明辉的父母。你不过是一个外人，这件事情你做不了主。周成说完，从周氏的身旁走了进去。周彪跟着周成进了院子。哎，你们这是私闯民宅！周氏很生气，声音很大，让在房间里深陷痛苦的江老大跟许氏，还有江老爷子和江老太都听见了，就连在灶房里的江明燕也出来了。我儿子都死了，你们还来做什么？还想来看我们的笑话吗？如果你是来看笑话的，那么如你所愿，你们看到了，现在可以离开了。我不是来看你们笑话的，江明辉的死另有隐情，确切的说，他是被人下毒给害死的。周成的话就像平地一声雷，直接把院子里除了周彪以外的所有人都震得呆愣在原地。你们来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明辉的死是经过官府仵作验证的，他要是被下毒，仵作能发现不了吗？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让江明辉死得不明不白，其实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本来也不应该掺和进你们家的事情，那我就走了。说完看了大哥一眼，咱们走吧。我们一片好心，你们不要后悔就好。周彪说完也跟着周成就走，走到大门口。等等，进来坐坐吧。周成停住脚步，转过身走了回去。爹，咱们不能相信他，听听他怎么说，进来说话吧。周成跟周彪两兄弟跟着江老爷子一起进了屋子。你说我家明辉是被人给毒死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说出来，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怕你们接受不了。明辉都死了，没有什么是我们接受不了的，你说吧。好，那我就说了，江明辉在临死的前天下午，江明慧买了糕点去监牢看了他，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这事儿明慧跟我们说过，有什么问题吗？江明慧从监牢离开之后，当天夜里江明慧就发狂咬死了人，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吗？不可能，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你
明慧跟明辉是亲姐弟，跟他没有关系。你是什么居心？害死了我的儿子还不够，难道还要来害死我闺女不成？行了，你不要激动，听他把话说完。暂且听听他怎么说。3日前，江明慧去春和堂，跟里面的郎中说你有关节痹痛，走不了路。他让郎中给开了可以治疗关节痹痛的天仙子，他把药给你了吗？大嫂，你什么时候得的关节痹痛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没有关节痹痛的毛病啊。天仙子这一味药虽然能治疗关节痹痛，但是它的毒性很强，中毒的症状会出现幻觉、躁狂、发疯、攻击身边的人，跟江明辉的中毒症状一模一样。不，绝对不会是明辉，他答应我凑钱救明辉的，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呀。他的情况你也清楚，张家根本不可能拿出300两银子救江明辉的。江明辉答应你们凑钱，你们难道不怀疑？300两白银啊，对普通人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啊。他除了靠夫家，他去哪里弄那么多钱？但是他答应你们了，又去看了江明辉。当天夜里，江明辉就出事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算没钱救明辉，他也不应该害他呀。我猜测江明辉手里有江明慧的把柄，江明慧受到了威胁，但是又没有解决办法，最后只能兵行险中。这是你的猜测，让我们怎么相信你？这就是我今日前来的目的，只要开棺验尸，查出江明辉是中了天仙子的毒，一切就能真相大白。不行，开棺验尸对明辉太残忍了。如果不开棺验尸，江明辉的死亡真相就永远埋在地下。我想你们也不想看到他死不瞑目吧？明辉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我相信他也希望找出真相。然后一脸严肃地看向周成，要是查出明辉不是中毒，你的猜测都是错的，那怎么办？我猜的不会错，江明辉要是没中毒，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如果我孙子没有中毒，我就让你在我孙子的墓前跪上3天3夜，给他开棺赎罪。没问题。张家这边，张晨文一回到家里就被母亲叫了过去。你去哪儿了？我跟朋友去喝了点小酒，怎么了？江明辉的死有蹊跷，你爹呀已经去找仵作了，准备去给江明辉重新验尸。你爹他不知道江明辉埋的地方，你需要带着他去找墓地。江明辉都下葬了，我爹这是要开棺验尸？张母点点头，到底是怎么回事？爹怎么突然间要这样做？这个呀，你暂时不需要知道，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门口等着你爹，等他回来了，你跟他走就是了。给江明辉开棺验尸得通知江家人才行，他们要是不同意的话，咱们也开不了啊。哎，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已经有人去通知了，他们会同意的。您怎么这么确定？做父母的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的，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门口等着吧。啊，好，我现在就去。哎，你等等，娘，还有什么事儿？这件事情你要保密，不要让江明辉知道这件事儿，知道吗？为什么不让他知道？江明辉是他弟弟，他知道不是应该的吗？我听你爹说呀，在义庄的时候，你岳母怀疑江明辉的死因，明辉的反应很强烈，不同意仵作对尸体进行解剖。他要是知道你们要对江明辉开棺验尸，他肯定不同意，再一激动，对他肚子里的孩子不好。张母找了个理由解释，张晨文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就答应了。出了母亲的门，就要往门口走。江明慧从房间里出来，正好看到张晨文。晨文，你怎么起来了？我都躺了1天了，出来走走。你这是要出去吗？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你不是才回来，还有什么事呀？哎，就一件小事儿，你不用担心。那啥，我走了。说完就离开了。江明慧见他走了，也从后面跟了过去。明慧啊，你要去哪里呀？江明慧听到婆母的声音，转过身，在房间里太闷了，我想出去走走，透透气。郎中让你不要下床，尽量在床上躺着。虽然房间里是有点闷，但是对你和孩子好。我看呢，你还是进屋里躺着吧。啊，是。说完就回了自己的屋子。江明慧心里不舒服，她不想听婆母的话，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她先忍着，等以后有机会都会还回去的。张晨文来到门口等父亲，问在卖豆腐的张秋云：“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爹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爹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行了，反正他又不会害你。”哎，我这不是好奇吗？你要是实在好奇的话，就去问爹。走开，别打扰我卖豆腐。张晨文被他对了一顿，顿时觉得无聊，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就看到他爹后面跟着一个挎着木箱子的男人走了过来。你娘都跟你说了吧？说了。哎，那就赶紧走吧。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有没有查到什么？查到了，江明慧确实有问题。他在去金牢之前买了天心子，中毒的症状跟江明慧一样，张家人也全都知道了。之所以回来的这么晚，周成把事情的经过仔细的跟他说了一遍。姜慈没想到他们的办事效率这么快。过2天仵作的结果出来，江明辉的好日子那也就到头了。江家人第一个不放过他，那是他罪有应得。像他这么恶毒的人，活在世上就是个祸害。他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去手，没有什么事儿是他做不出来的。你跟江明慧一起生活了10几年，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啊。张晨文跟父亲回到家，直接去了母亲的屋子。站在窗户前的江明慧看在眼里，难道是江明辉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他
他们在调查我。想想这件事儿不太可能，这件事他做的这么隐蔽，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他顿时想到了春和堂给他看病的老郎中，要是有人查出他在春和堂那里开了天仙子，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只要老郎中那里没问题，他就不可能有问题，必须要去一趟春和堂。不是让你在家里养着吗？怎么亲自来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没有，我现在好多了，老是躺在床上，感觉人都要废掉了，所以出来走走透透气，顺便过来让您给我把把脉。好，你跟我过来，我给你把把脉。江明慧跟着老郎中在诊台前坐了下来，脉象平稳有力，确实比前2日好多了，但是还有点虚，还需要静养，不能有剧烈的运动。家里的药应该还没吃完吧？继续吃，我就不给你开药了，等吃完了药再过来给我看看。江明慧说好。对了，上次让您给我开的天仙子，我娘用了效果很好，我娘的腿都不疼了。7日的量你都用完了？没有。没有就好，我还担心你娘用的过量了呢。那东西毒性太大，虽然是敷在皮外，但是过量的话是很容易中毒的，严重的话会死人的。啊，先生为何会这样说？今天早上的时候，你不是让人来我这里开这味药吗？那是7日的量，如果你娘4日就用完的话，会中毒的，所以我才问了一下。江明慧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立即就想到早上去家里的周家2兄弟，整个人瞬间脸色变得煞白。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心里刚刚慌了一下，现在没事了。先生，你说我的那位亲戚是不是那日过来请您过去给我看诊的高大男人？没错，就是他。还真是被他给猜对了啊！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官府已经认定江明辉是因为精神崩溃撞墙而亡，并没有查出他是中毒。现在人已经下葬了，他们就是想查，什么也查不到。现在唯一能威胁到自己的人，就是面前的老郎中。如果他死了，就死无对证了。想到这里，江明辉的心开始安静下来。老郎中都给他看完了，江明慧还坐着不动。时候也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如果回去之后感觉哪里有不舒服，可以让你的家人过来叫我。先生，我想让您再给我娘开副药，用来巩固她的症状。不是还有3天的量吗？用完了再过来开吧。那东西毕竟有毒，放在家里也不安全，要是被人不小心误服了，那可是相当危险的。啊，你也知道我娘住在大山里，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明日她过来看我，我想着把药直接给她，就不用等她用完了再来跑一趟。您放心，我跟娘说了，这药的毒性她会小心的。家里也没有孩子，更不会误食。先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就麻烦先生给我再开一副吧。好吧，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再给你开一副。先生，就那一味药，没必要再开方子了。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您就直接给我配一副吧。好吧，那我叫伙计给你配。不行，您都说了这东西有毒，一定要把握好量。我只相信你，所以我想让您亲自帮我配药，可以吗？这个没问题。说着起身去后面的药柜，老郎中把专门用来包药材的黄纸一一铺开放在桌子上，然后一手拿着秤盘，一手打开了上面写着天仙子的小抽屉，用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把天仙子的粉末铲到了秤盘上，看了上面的重量。你往后靠靠，不小心吸进鼻子会很危险。老郎中说完，以为他会往后退，低头把秤盘里的天仙子小心翼翼地倒在了纸上。江明慧的杀心一起，瞅准时机，一手捂住鼻子，一手把老郎中手里的秤盘往上一翻，他的速度很快，老郎中根本来不及反应。你为什么要害我？说完，整个人倒在了地上，秤砣跟秤一起掉在地上。在另一边打扫抓药的伙计也听到这边的动静，正在疑惑，然后就听到江明慧那凄厉的叫喊：呀，先生，你怎么了？快来救救先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先生在那边拿药，他让我坐在这边等着，然后他突然就倒在地上了。你快过去看看。先生，您怎么了？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瞪着双眼张着嘴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人，年轻的伙计一脸惊恐，也没注意到老郎中身上还有很多粉末，直接把老郎中给抱了起来，想要把他放在给人治疗的床上。跑的过程中，粉末随风扬起，大量的粉末也被他不知不觉中吸入了口鼻。等到他把人放在治疗床上的时候，忽然看到师傅从床上坐了起来，手里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一把刀，就朝着他刺了过来。年轻的伙计心口开始剧烈的跳动，他看到先生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拿着刀从床上跳了下来，要杀他。年轻的伙计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从地上抄起板凳胡
乱地砸着空气。江明慧知道他也中毒了，再不跑自己也要遭殃，第一时间从医馆里跑出去。不好了，杀人了！医馆里的伙计把郎中给杀了！江明慧的声音很大，周围还有其他商铺的人听到之后赶紧都跑了过来。他们冲进医馆，江明慧也跟着进来，就看到那年轻的伙计正拿着板凳一下下砸着病床上的老郎中，好几个人冲上去才把年轻的伙计给制住了。那年轻的伙计已经歇斯底里了，只挣扎了一小会儿，他的瞳孔开始扩散，整个人瘫软下去。他死了，人都死了，快去报官呀！张晨文回到房间，却发现江明慧并不在房间里。明慧，他不在屋里啊？不在家里还能去哪里啊？这个时候，江明慧从外面走了进来。张晨文看他从外面进来，迎了过去。哎呀，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出去瞎跑做什么？你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啊？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去了一趟春和堂，找郎中给我把脉。谁知道春和堂出事了，我就回来了。你不舒服就应该在家里躺着，家里那么多人，你说一句，谁不能去帮你把郎中给请回来？用得着你自己去吗？你刚刚说春和堂出什么事儿了？我去的时候看到春和堂的小伙计拿着板凳把老郎中的头给砸烂了，那小伙计被人拉开，最后好像也死了，真是吓死个人。官府的人现在应该也要到了。张秋云跟张晨文听了都很震惊。那你没事吧？江明慧摇摇头，现在他确定张晨文是不知道的，难道是自己想多了吗？我刚才还看到他背着药箱去给人看病呢，怎么可能啊？江明慧，你没看错吧？不止我看到了，还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不相信的话，你们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在房间里的张父跟张母也听到他们在院子里说的话。这老郎中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呀？我去春和堂看看，你在家里看好江明慧，我觉得这件事跟他有关系。好，你去吧。张父走出门，张秋云赶紧上前。爹，春和堂的老郎中被他医馆里的小伙计给杀了。我听到了，我现在过去看看。说完就走。爹，我跟你一起去。说完也跟着跑走了。娘，我也出去瞧瞧。行，你也去吧。娘，爹对老郎中的死怎么那么紧张呀？江明慧心如蛇蝎，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张母觉得不能打草惊蛇，让他发现端倪。你这说的什么话？都是老邻居，他人突然出事儿了，他去看看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不是说过让你在屋里躺着养胎，不要到处乱走吗？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是不？婆母，儿媳知道错了，难道是我太多虑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冒死弄死老郎中，是不是太冲动了？你可别忘了，你之所以还能够继续留在这儿，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孩子要是没了，我分分钟把你给赶出去。哼！说完，转身回了房间。张父他们来到春和堂的时候，官府的人也到了。怎么就这么巧？刚才江明慧过来，这俩人就死了。难道他们的死也跟江明慧有关？是他用同样的方法害死了他们？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他了？张父脊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被人赶了出来，让他站在外面。仵作对2具尸体进行了检查。过了一会儿，官府的人过来询问情况。谁看到了现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从前面经过，张家豆腐坊的新媳妇从里面冲了出来，说杀人了，我们这才冲进去的。果然看见那小伙计就跟发了疯似的，拿着那板凳疯狂的砸着躺在床上的郎中。我们好不容易把那小伙子给拉开，老郎中已经断气了。谁知道那小伙子也随之瘫软下去了，没多久也断气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张家豆腐坊的新媳妇人在哪里？我娘子怀有身孕，她过来找郎中把脉的。她说一进门就看到那小伙计在行凶杀人，然后受到惊吓就回家了。他是第一现场见证人，我们有问题需要问他，让他过来一趟。还不快去！没多久，张晨文就把江明慧给带来了。你就是第一目击者？是。你不用害怕，把你看到的情况跟我说一遍。好，我不舒服过来找郎中给我把脉，来的时候郎中不在，只有小伙计在干活，我就在屋里等了一炷香的时间，郎中才回来。我想让他先给我把脉，他说让我等一会儿，他就去了药柜那边抓药，然后突然就倒在地上了。小伙计看到过去把他抱了起来，然后把他抱到了病床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小伙计突然就像中了邪一样，从地上捞起板凳就往郎中的脑袋上砸。我被吓坏了，就跑了出来，正好碰到2个人经过，我就把事情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他们出现之前，你没发现什么异常吗？没有，郎中是在配药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的，他当时手里还端着秤盘，秤盘里的药好像都洒在了他脸上。好，
你先回去吧，有些事还会再找你，你要配合随叫随到。好，我一定配合。张晨文带着江明慧离开之后，又询问了其他人，有人证实看到江明慧确实在里面待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老郎中才回来之后，官府的人便把2具尸体抬走了，人群散开。张秋云跟着父亲往家走。爹，您说江明慧跟老郎中的死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这件事就是他做的。我也这样觉得，他很可能是感觉到了危险，所以杀人灭口。老郎中死了，这人就没有了。那这样一来，就算查出了江明慧的死因，那只要江明慧死不承认，不也是没有办法定他的罪？我们之前大意了，没想到江明慧这么聪明，要是及时让郎中防备他，他就不会死了。周成和周彪送完义庄的冰块，直接来找张秋云。张秋云看到他们，没有一丝的喜悦，皱着眉头，把昨天下午发生的事都跟他们说了。周成跟周彪2兄弟都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现在要怎么办啊？我爹也没法子了，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吗？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对她你可要小心些啊。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那么聪明，暂时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你们也想想法子，我不想再跟他继续住在一个院子里了，我现在看到他打心里害怕。我们会想办法的。今日官府能有调查结果吗？我爹一大早就去了，结果今日出不来，要明日才能出来呢。行，那明日我们再过来。你们不去家里坐坐啊？这个时候就不去了，你也不用放在心上。车到山前必有路，做了坏事的人自有天收，会有解决的法子的。姜慈从周成的嘴里得知这一情况，震惊之余，不得不从心底佩服江明慧是真聪明。他胆大心细，思维敏捷，连杀3人，竟然让人抓不到把柄。都怪我应该给老郎中提个醒的，或者直接告诉他真相，让他对江明慧提高警惕，他就不会死了。他死了，这镇人没了呀。我们现在很被动，特别是江家那边，如果不能证实江明辉的死跟江明慧有关，那我就要跪在江明辉的坟墓前3天3夜呀。相公，你不用去下跪，江明慧以为他把老郎中给杀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有办法让他亲口承认。你有办法？魔高1尺，道高1丈，我这一次一定要把江明慧打出原形，他跑不了的。明日我跟你一起去西门镇。你先跟我说说，让我听听。姜慈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周成脸上露出惊喜。娘子，你这小脑袋里怎么就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呀？你这个办法真的绝了。有了解决的办法，周成心里的压力就没有了，整个人也轻松了起来。已经有3日没有去山里了，不知道他留在山里的陷阱抓到了多少野物。今儿个回来早，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去山里转一圈，再回来也不耽误治兵。周彪知道他进山，跟着他一起去了。2个人进了山，周彪还在为张家人的安危发愁。哥，你不用发愁了，我娘子已经有办法了，江明慧这下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就知道爹没有法子的，快说给我听听。周成把姜慈跟他说的办法告诉了周彪，周彪听了眼睛都亮了。能想出这种法子的也只有弟妹了，我就是长10个脑子也想不出来，不佩服真不行啊。周成嘴角弯弯，夸他娘子比夸他还让他高兴。咱们现在就去张家。第一次登门还是要买一些礼品的，这是最起码的礼仪。好，那咱们现在就去买。2人一起去买了礼品，然后去张家。你真的有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姜慈点点头，就把他的法子说了一遍。张氏听了不住的点头。你很聪明，我愿意配合你。哎呀，这江明慧以为老郎中死了，他就能高枕无忧了。只可惜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那我现在就去看看我堂姐，我带你过去。姜慈不知道江明慧的住处，张秋云带着他来到江明慧的门前。谁呀？堂姐，我是姜慈。姜慈怎么来了？他来这里做什么？堂姐，我进来了。说完，门被推开。堂姐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呀？是不欢迎我吗？你不用跟我阴阳怪气，你来我家里有什么目的？我哪有阴阳怪气呀？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啊。姜慈走到他的床边坐了下来。姜慈，咱们之间没必要在这儿装作姐妹情深。我讨厌你，你也不喜欢我。不管你今日来的目的是什么，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我现在怀着孩子，就算我相公看到了你，知道你是谁，也不能改变什么。公婆都会站在我这边，我永远都是张家的少奶奶。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这么紧张？江明慧的脸色很难看，他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他恨不得把姜慈抽筋剥皮。你别紧张，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我这次过来找你确实有事儿，
这2日我总是梦到江明辉满头是血的来找我，说他在那边很冷，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找我，我跟你们江家已经断绝了关系，我跟他的关系也不好，他没有理由来找我呀。为了这件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道士咨询，道士跟我说他是少王鬼，戾气重，他在那边过得不好，就会回来找他的亲人。如果想法得不到满足，他会让他所有的亲人都活得不安生。你是他亲姐姐，家里也有钱，请道士给江明辉开坛做法，给他超度，他在那边活得好了，就不会来骚扰我们了。江明辉半信半疑，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不然呢？你以为我来找你做什么？江明辉这2日也每天都梦到江明辉索命，晚上都不敢睡觉，所以江慈说那些话他听进去了。张秋云站在门外，江慈没让他一起进去，但是他站在外面能清楚地听到里面的说话声。秋云，你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吓死人的？房间里的江明慧听到声音，整个人都紧张起来，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他的变化，江慈全看在眼里。咱们的话也谈完了，我该走了。等等，你还有事儿？我希望你不要让张成文知道你是谁。江慈没有回答他，转身就去开门。江明慧的心紧张到了嗓子眼儿，他不知道张成文知道真相之后会不会冲进来把他暴揍一顿。你站在我门口做什么？偷听？我能做什么？有客人来看你媳妇儿，怕打扰他们说话，我就站在门外等着，怎么就偷听了？张成文正要说话，关着的房门被打开，穿着淡蓝色纱裙如仙子一般的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张成文顿时看呆了。秋云，他是谁？进去问你媳妇儿去。哼，你有病吧？我哪里又得罪你了？张成文也翻了个白眼，进了屋子。刚才从你房间里出去的那个姑娘是谁啊？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她是我堂妹。堂妹？你那个最小的堂妹我见过，她也不长这样啊。我堂妹多了，又不只是自家的，你没见过，不是很正常吗？你说的也对，她叫什么名字？婚配了吗？怎么，你很感兴趣？我就是打听打听，你胡说些什么呢？你打听也没有用，她已经澄清了。张成文有些失望。你这人说话夹枪带棒的，我不过是问问而已。你想吃的枣糕我给你买回来了，你吃吧，我出去了。成文，你过来，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哎，你事还真多，一大早想要吃枣糕，我跑了老远才给你买回来。我先说好啊，想让我去给你买吃的，免谈。不是吃的事，你过来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张成文只能重新坐回到原处。说吧。自从明辉出了事后，你也知道我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我也会被噩梦惊醒。明辉满头是血的跟我说，他在那边很冷，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手里也没钱，还被欺负。我跟他感情好，他在那边过得不好，就会过来找我，扰得我日夜都不得安宁。我倒是没关系，只是我害怕会伤到咱们的孩子。我想让你去请个法力强大的法师过来，给明辉开坛做法，超度他往生极乐，这样他就不会来打扰我了。江明辉下葬的太紧迫，所以你娘家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他在那边的日子不可能好过的。你这想法是对的。你同意了？都影响到我儿子了，我能不同意吗？其实这种事儿应该让你父母去做的。我二叔现在还被关押，明辉又不在了，家里只有我爹养家，他们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有钱去请法师？他们要是老老实实做人，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哎，怨不得别人。你记住，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要不是因为怕影响到你肚子里的孩子，我才不管呢。张成文能同意，江明慧就很高兴。请法师开坛做法超度是要花不少钱的，张成文同意了，公婆那边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张父从官府那边带回来了消息，江明辉、老郎中和小伙计的尸检结果出来了，从3个人的身上都查出同一种成分，那就是天仙子。中了天仙子的毒，用银针是测不出来的，只会在身上表现出各种症状。要不是在春和堂看到散落在地上的天仙子粉末，仵作也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事情以这种方式结束，我心里憋得慌。明知道凶手是谁，却拿他没半点法子。谁说拿他半点法子没有啊？我们已经布下了一张网，他逃不了。江慈的事情办完了，笑着起身告辞。张家人也没有挽留他，因为江慈他们还要去江家寨一趟。张成文刚到门口，就跟江慈碰了个对面。张成文的目光落在了江慈身上，根本没看到江慈旁边还有个周成。堂妹，你们这是？打扰多时，该回去了。哎呦，你第一次来家里做客，怎么能走呢？我去福满楼订桌饭菜，吃了饭再走。不用客气，我们还有事儿，以后有的是机会。哎呀，吃饭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周成见张成文的眼睛一直都在他娘子身上，心里很不舒服，不动声色的挤到他面前。以后都是亲戚，咱不讲究那些东西，真的还有事儿，不能耽误啊。张母有些尴尬，儿子，你就不用客气了，他们还有事，不能因为吃饭耽误了人家办正事。周大哥，我送你们出去。周成和江慈跟他们告了别，然后就离开了。看着那漂亮的堂妹坐上了周成的牛车，张成文才反应过来，他们之间虽然有亲戚，怎么会同坐一辆牛车，还孤男寡女的2个人？他拉着张秋云问出了自己的疑问：哥，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他们各自都是有家室的人，这样做有违人伦。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嘿，张秋云，你有病吧？你今天老对我做什么？我哪里又得罪你了？
你眼睛一直盯在人家身上，一副色眯眯的样子，我脸都被你丢尽了。说完进了院子。有那么明显吗？回去以后，他找到爹娘，把江明慧想要给江明辉请法师开坛做法，给他超度的事说了。听到张晨文的话，老两口互相看了一眼。这件事应该是明慧的娘家人来做，怎么也轮不到咱们来做呀。况且请法师过来可不是一笔小钱。你爹说的对，这事儿啊轮不到咱们，这应该是他父母做的事儿。你去把江明慧叫来。爹娘，这件事儿我已经答应他了，叫你去你就去。你让我找法师给江明辉超度的事儿，我跟爹娘说了，他们说这事儿应该是你父母的事儿，我们家做不合适。你都答应我了。我是答应你了，可是请法师拿钱的人是他们呢，这件事儿肯定要跟他们说的。哎呀，我爹娘没钱，我都跟你说过了，要是他们有足够的钱，这事也用不着我操心。陈文，你得帮我。爹娘只是说请法师应该是你们家的事儿，又没直接说不能帮忙，他们让我叫你过去，正好你当面跟他们说，到时候我再帮你说说话，这件事儿或许就成了。江明慧点点头，跟着张晨文去了公婆的房间。爹娘，我把明慧带过来了。爹娘，你坐吧。江明慧跟张晨文在一侧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我听陈文说你要给你的兄弟请法师超度，是有这个想法。江明辉是你的亲弟弟，你有这个想法呀也无可厚非，但是吧，这件事儿啊应该由你娘家的父母来做，你是出嫁的闺女，这件事儿由你来做它不合适。江明慧心想，有什么不合适的？还不是舍不得花钱，找这样的借口简直太可笑。他心里虽然这样想，嘴上可不敢这样说。娘，我知道这是我娘家情况，你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一日三餐都很难保证，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财来给明辉请法师。不瞒爹娘，自从明辉走了之后，他每天晚上都来梦里找我，说他在那边冷，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身上更没有钱，还被那边的人欺负，我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如果不请法师给他超度，我担心会影响到我肚子里的孩子。明慧说的对，爹娘，就看在孩子的份上，咱们出钱帮他一次吧。让我们家请法师确实不适合，这本就不应该是我们做的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出钱，由你娘家人去请法师给你兄弟超度，你觉得这样做如何？我都听您的。他们出钱让自己的父母来操办，比让他们操办更让自己放心。好，既然你同意了，那就这样做吧。谢谢爹娘，你们的恩情儿媳都记在心里。你知道就好，好好的把我孙子生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张父说完就走了。是。目送公公走了出去。娘，没事的话我也回去了。行，你也回去吧。江明慧刚走，又想到了什么啊？娘，老郎中的事怎么样了？官府还没有消息吗？已经有消息了，老郎中跟那个小伙计啊，都是因为中毒死的，官府已经结案了，这是他们自己操作不当引发的中毒案件。江明慧听了，彻底放下心来，都结案了，这就意味着他彻底安全了。这是这几日以来他听到的最好的消息。那老郎中死得真可怜，以这种方式死了。哎呀，是啊，我小时候哪里不舒服也都是他给我看的，没想到他竟然就这么死了。他死了，在西门镇再也找不到比他医术还好的郎中了。江慈跟周成来到了江家寨，二人进了院子就被江家人围了起来。是不是结果出来了？结果出来了，跟我之前和你们说的一样，江明辉是中了天仙子的毒，让他产生了幻觉，所以才会让他发狂，做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后果来。我们江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恶毒的东西啊？我要让他给我孙子偿命！我现在就过去问问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可是他的亲弟弟呀！其实你别冲动，江明慧杀了人，是不是已经被官府抓起来了？没有，证据不足，官府现在抓不了他，他现在还在家里，一点事都没有。怎么可能没有证据？你不是说那个老郎中就是证据吗？那毒药也是那老郎中给的，官府过去只要一调查，证据不就有了吗？老郎中也死了。这个消息就像平地一声炸雷，除了江慈，所有人都被震惊的不行。怎么可能？老郎中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不仅是老郎中，就连他医馆里的小伙计也都没有幸免于难，他们也都是中毒死了，跟江明辉中的都是天仙子。江明慧为了灭口杀了他吗？老郎中跟那伙计死之前跟江明慧在一起，江明慧是最后见到他们的人，也是他从春和堂跑出来告诉外面的人他们出事了，当事人死了，证据就断了，现在官府抓不了他了。既然连官府都没有证据，也证明不了他有罪，那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猜测，凭什么就能确定这些就是明慧做的？官府都定不了罪，你又凭什么定他的罪？你们别自欺欺人了，想要知道是不是江明辉做的很容易，只要你们照着我说的，江明辉他自己就会亲口
口承认。当然，如果你们不想知道，不想让江明辉死不瞑目，也可以不听，我们无所谓，反正我们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明辉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我要知道真相，你想怎么做？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我听爹的。我也同意。只有江老大跟许氏他们还在犹豫。你们还在犹豫什么？你们想让明辉死不瞑目吗？江老爷子一声怒吼，江老大跟许氏才下定决心。见所有人都同意了，好，既然你们都同意了，那我就帮你们一回，需要你们请法师过来给江明辉做场法事。我们也想请个法师过来，可是我打听了，请个法师要不少钱，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饭都要吃不上了，根本就没钱去请法师啊。请法师做法事的钱张家会出，法师也不用你们请，他们会帮你们请来的，只是用你们的名义来办理这场法事，给江明辉超度，让他往生极乐。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事由你们来做，不会让江明辉有任何的戒备心。江明辉太聪明了，戒备心也很强，我们只能这样做。哦，我明白了，你继续说。江慈就把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跟他们仔仔细细的说了一遍，他们听了愿意跟他一起来做这件事儿。事情办完了，江慈跟周成就离开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你弟弟在那边知道了一定会感激你的。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明辉是我弟弟，我们俩从小关系就很好，他出了这样的事，我心里也很难过，晚上我想他想的都睡不着觉，不为他做些什么我心里难受。许氏的心紧了紧，江明慧说的话他心里很难受，虽然他很不愿意相信是江明慧害死了明辉，也有冲动告诉江明慧他即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你没有对不起他，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娘，虽然明辉不在了，但是我还在，您女婿也在，以后我们都会一起孝顺你们的。陈文，你说是不是？张晨文一直没有说话，有些心不在焉，他只听到江明慧问他是不是，他也只能点头说是。娘，您都听到了吧？哼，明辉就是孝顺，虽然明辉不在了，嫂子，你跟大哥有闺女女婿依靠，今后啊有福气了。不会说话就闭嘴，你别放在心上，就当他放了个屁。祖母，我不怪二婶，是我没有本事，没把二叔从牢里捞出来，他对我有意见，我明白。还是你懂事啊，我有些不舒服，要回去躺一会儿，你们继续聊吧。周氏，你跟我来。一进屋子，周氏就问娘，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表现得还不错，你对他这样的态度才是正常的，不能让他对我们有任何的疑心。今天晚上他是人是鬼，咱们就能知道了。好了，你出去吧。周氏从婆母的房间里出来，瞥了江明慧一眼，走到江明燕的跟前，走，跟娘回房间，不要打扰人家母女情深。你别理他。娘，我不会在意的，能让我在意的只有爹跟你，还有祖父祖母。你能这样想就好。张晨文刚回到家里就被父母叫了进去，见屋子里还有周成跟江明慧那个漂亮的堂妹。爹娘，出什么事了？你们这么严肃做什么？看着怪吓人的。我们一直瞒着你一件事，现在是时候让你知道了。爹，难道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哎呦，你个混账东西，这天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呢？怎么就想到你不是亲生的了？是我们对你不好了？我就开个玩笑，你们这么严肃，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件事很严重，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爹，您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查江明辉的死因吗？我问您了，您没告诉我呀。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是因为江明辉是他给江明辉下的毒，导致了江明辉最后的死亡。仵作开棺验尸，江明辉中的是天仙子这味药，而江明辉就是在江明辉死的前一天，在老周一那里开的药就是天仙子。不仅如此，老郎中跟他店里的伙计也是中了天仙子的毒死的，他们死的当时，江明辉就在现场。你是说他们都是江明慧害死的？张父点点头。不可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江明慧是他亲弟弟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好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疑问我也不知道，不过今天晚上就能知晓。但老郎中跟他伙计的死，我可以告诉你，江明慧可能发现我们怀疑他了，他就去把老郎中他们杀人灭口了。张晨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是因为他对江明慧有多少感情，而是江明慧的肚子里有他的孩子。她不过是个弱女子，凭她自己怎么可能连杀3人，而且还不留下任何线索，就连官府都查不出来，她没那么聪明。张父冷笑，指着江慈，那是你蠢，知道她是谁吗？她不是江明慧的堂妹吗？她的确是江明慧的堂妹，你知道她叫什么吗？张晨文摇摇头，她叫江慈。张晨文只觉得这名字熟悉，一时没想起来。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话刚说完，突然反应过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慈，又看看他爹。那难道他是我退婚的那个江慈？不可能，我退婚的那个人是个丑八怪，我亲眼看到他的脸上有一大块红色的胎记。那说明你看到那个脸上有胎记的女人，那根本就不是江慈。你现在总能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吧？江明慧，他骗我。他为了抢走这门婚事，步步为营的设计你，你被他耍得团团转，被他卖了还要给他数钱。现在你还觉得他
他不聪明，没城府，没心机吗？张成文眼睛血红，噌的站了起来。我要去给杀了！说完，冲动的就往门口走。站住！爹，你就别拦着我了。他把我当猴耍，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这事儿我绝对不能忍。你把他给杀了，你还要抵命，这样的女人值得吗？你给我回来坐下！你这冲动的性子得好好改改。你爹要跟你说的事儿还没说完呢。张成文看了一眼母亲，母亲朝他点点头，他这才坐回自己的位置上。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让你知道江明慧是人是鬼，让你心里有个准备。今天晚上开坛做法就是给江明慧准备的。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真相。张父把他们今天晚上要做的细节跟张成文说了。张成文听了才恍然大悟。到了下午4、5点钟的时候，法师带着2个弟子也来了。张成文带着他们去了江家寨。法师掐指一算，好，法师出什么事了？江明慧顿时紧张起来。法师闭着眼，掐着手指，嘴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大家一脸紧张的看着法师，大气都不敢出。半晌，法师才睁开眼睛。今天晚上阴气极重，死者好像已经来了。法师，我儿子真的回来了吗？他在哪里？我看不到他，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他是枉死。他不会伤害到我们吧？他的能力很低，要不然我也不会看不到他。他不会影响正常人，但是你有孕在身，会对你肚子里的孩子有伤害。张成文一听，着急的把江明慧护在身后。法师，你要保护我的孩子。不用过于担心，我有法子。说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又说了些什么，烧了一张符纸放在碗里，然后说：喝了这碗符水，它进不了你的身，保你安然无恙。张成文一听大喜，伸手就把那碗符水端了过来，递给江明慧。快喝了啊！喝这个对孩子会不会有伤害？法师的话你也不相信吗？江明慧看向法师，又警惕地问了一句：法师真的没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又何必多此一举？这符水不但不会伤害到你肚子里的孩子，它会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快喝了吧！江明慧这才放心地接过张成文递过来的符水，皱着眉头喝了下去。见他喝了符水，张成文在心里长长的出了口气，这女人的戒备心还真是强。接下来，法师拿出法器开坛做法，手里的法器被法师挥得有模有样，嘴里念念有词。本来平静的屋里突然涌进一股阴风，直刺进人的骨髓，冷得江明慧打了个寒战。成文，我好冷啊！江明慧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那是江明辉的脸。江明辉满脸是血地看着他。姐姐，你为什么要害我？江明慧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不是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那只是个意外。我只是想让你精神变得不正常，这样你就不能来威胁我了。这都是你逼我的，我不想坐牢，更不想死，我是没有办法了才想到走这一步。你相信我，真的没有想让你死，这只是个意外。我逼你？我什么时候逼你了？你说想让我救你出去，可我真的没有能力。你说如果我不把你救出去，你就把我也参与你们绑架的事情说出来，让官府把我也给抓了。我实在是太害怕了。明慧，我专门找了法师来开坛做法，为你超度，你就不要怪姐姐了好不好？啊！你为了自保害死了我，那你害死老郎中他们又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周晨那2日总往我家里跑，我家公公也一出去就是拜日，我就产生了怀疑。我的药是从老郎中那里买的，就去他那里打听，从老郎中口中得知周晨去他那里知道我在他那里买过天仙子的事，我很害怕。周晨知道了，就说明他们在调查明慧的死因，老郎中是唯一的证据，要是他死了，就算他们查出来什么，没有证据，他们也不能奈何于我。于是就杀人灭口了。我也不想杀人，不想那样做，可是如果我不那样做，我自己就会身处危险之中。我也是被逼的。啪的一声，一个巴掌狠狠地抽在江明慧的脸上。你个畜生，我打死你！剧烈的疼痛让江明慧整个人回到现实中来，江明辉在他眼前消失了。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个魔鬼，要是知道你是如此恶毒之人，当初就应该在你刚生下来的时候把你给掐死。爹，你为什么要打我？哼，我为什么要打你？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呀！你这个恶毒！你害死了明辉，害死我们江家唯一的香火，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爹，我没有，明辉的死跟我没有关系。你还死不承认？刚刚可是你亲口说出来的，这么多人都听着呢，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狡辩吗？
江明慧这才看向周围，她看到母亲那张泪流满面的脸，因为伤心过度被周氏搀扶着，祖父祖母也一脸怒气地看着她。她竟然还在人群中看到了周成跟江慈，她的公公还有张晨文他们都在冷漠地看着自己。江明慧突然想到，在做法事之前，那法师给她喝的那一碗符水，她不可置信地看向法师。你给我的符水有问题，你们是一伙的，这场法事不是为了江明慧，是专门为了我，是不是？法师没有回答他的话，江明慧已经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自己完了，突然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他突然大笑起来。江明慧走向母亲，娘，你相信我，明慧的死是意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她，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是亲姐弟，我打心底里想要她好，我不想她死。她的死是个意外，我心里很愧疚很难受，我整夜睡不着觉，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办法，您不要怪我好不好？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你不是我闺女，你是魔鬼。娘，我不是魔鬼，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这有什么错？任何人遇到我这样的情况都会跟我一样。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狡辩，我真后悔这些年为你做的那些错事，这都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让我失去了我最爱的儿子呀。说完看向江慈，阿慈，我对不起你，当初你娘不是上吊自杀，而是江明慧拿了鼠药放在你娘喝水的碗里，你娘是被毒死的。那时候她只有7岁，因为她太小了，我们都认为她什么都不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她以后的人生就毁了。我们对外就说你娘是因为你爹又纳妾，她接受不了自杀的。江明慧，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娘的死都是因为你，小时候的你比我聪明，写的字比我好，识的字比我多，比我乖巧，比我漂亮，谁见了你都要多看2眼，多夸2句。家里人都喜欢你，你是他们眼里的骄傲，是江家的门面。我娘也让我以你为榜样，她每天逼着我识字写字，可是我就是没有天分。我娘整日里骂我，说我蠢，这辈子都比不上你，可是她却忘记了，她也不识字。你之所以这样优秀，是因为你有一个优秀的母亲，她爱你，跟你说话轻声细语，从来不会在你面前贬低你，她会不厌其烦地教你识字写字，她会给你讲那些好听的故事，她会给你梳头跟你聊天，哪怕是破旧的衣服她都能变得与众不同，穿在你身上就会很好看。我也想要那样的娘，可是我没有，我从心底里嫉妒你，你的一切美好都是你娘给你的，只要你娘死了，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普通啊！可是我想错了，你娘死了之后，虽然没有人教你读书写字了，但是你还是有一张我永远也无法改变的漂亮脸蛋儿。祖父祖母依旧喜欢你，见到你的人依旧夸你漂亮。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我母亲对我的态度，因为我害死了你母亲，她不敢再逼着我识字写字了。你娘死了之后，二叔并没有怪我，因为你娘死了，他的老相好周氏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门了。祖父祖母也没有怪我，因为你娘生了你之后不能再生孩子，而周氏已经怀了你爹的孩子，你爹想要儿子，他们也想要孙子，我这么做正好解决了他们的难题。周氏进门之后，他很不喜欢你，但是碍于你爹跟祖父祖母，他没有办法，只能对你好，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周氏生产的时候难产，生出了一个死胎，他很难受，我就跟他说你是个灾星，你娘就是因为生了你之后就不能再继续生了。他听进去了，把孩子的死赖在了你的头上，整日里在我二叔跟前说你是灾星，时间长了，二叔也相信了，他对你的态度大变，你不再是他的掌上明珠，而祖父祖母却认为周氏是在胡说八道，他们还在护着你，这让我很难受。为什么同样都是他们的孙女，你爹都说你是灾星了，他们依旧喜欢你，而我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不会多看一眼，我恨。所以周氏第2次怀孕，我在她4个月的时候，在她饭里放了些东西，然后不出所料，她流产了。我又在她面前提起了你是灾星的事，周氏越来越恨你，她把失去孩子的罪名都加在了你身上。他买通了算命先生，坐实了你是灾星的事实，让算命先生说我是家里的福星。从算命先生的口中听到了你是灾星，祖父祖母也开始厌弃你，把我这个他们从来都看不上的孙女儿当成了福星，一直嫌弃我是我蠢的娘亲，也对我改变了态度。我取代了你成为家里的掌上明珠，你代替了我成了家里最不待见的存在。我喜欢看你过得不好，看你挨二叔打，看你挨周氏骂，看你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
看你受了委屈，偷偷跑到你娘的坟前哭。每当看到你伤心难过，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打压你是我活着的乐趣。当我知道二叔给你找了一门好亲事的时候，我很不开心。我想办法见到了张成文，并且在我勾引下，我们睡到了一起。可是他跟你定了亲，他的家人不让退亲，他听家里的话，不敢反抗。拖了1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就跟我娘哭诉，让她帮我。为了我这件事，全家人都坐在一起商量。最后，我娘就跟周氏一起做了一个局，找了一个长了胎记的丑八怪，装作是你，然后让张成文看到。他确实被吓到了，所以他不顾一切的跟你退了亲。因为我怀孕了，张家人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把你的亲事换成了我的婚事。我出嫁之前，让母亲答应我，把你嫁到山里，让你永远走不出大山，让你永远在我之下。我娘答应了。听说你嫁到山里，相公还是个恶霸的时候，我真是高兴坏了。我想你这辈子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你都是在深渊了，竟然还能爬上来，老天太不公平！我如此的努力，到最后一无所有，你说可笑不可笑？要说我有罪，你们都有罪，是你们把我逼成如今这副样子，我恨你们，恨你们所有人！江慈的目光从江家的每一个人身上掠过，最后落在江家的一家之主江老爷子身上。你是一家之主，江明慧，你打算自己处理，还是交给官府？阿慈，他害死了你的娘亲，怎么处置？你来定吧。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也不跟你客气，我会把他送去官府，接受官府的审判，让整个西门镇的人都知道这个毒妇，让他臭名远扬。我会亲眼看着他上断头台。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就算是臭名，也能让大家熟识。我也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我不怕死，但是我后悔。你知道我后悔什么吗？你后悔没有杀了我。江慈，不愧是你，还是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你动手吗？我要是死了，你的人生该多无趣啊！你说的对，你的不幸就是我的乐趣。你死了，我的人生就会黯然无光。现在我后悔了，如果当年杀了你，或许我有另外的人生。你不会有另外的人生，就算没有我，老天也会收你。你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不得好死。然后看向张成文，我要把他送去官府，你还有话跟他说吗？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这句话刺痛了江明慧。你真的一句话都没有了吗？没有。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呢？你也没有话跟他说吗？我希望他下次投胎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善良的母亲，让他有机会来这个世上看一看，好好的过完他的一生，千万不要再遇到你这样的女人。提到孩子，江明慧也忍不住嚎啕大哭。江明慧被官府的人带走之后，江慈也要跟着离开，被江老爷子叫住了。阿慈，你能原谅我们吗？我不会原谅你们，我诅咒你们一家子都没有好下场。说完转身就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整个江家大院冷清了下来。江老爷子看着这让人恐惧的深夜，悠悠地说了一句：唉，咱们江家完了。江慈跟周成没有回周家村，今天晚上他们会在张家住一宿。之前天上一颗星斗都没有，夜晚黑得像是泼了墨。周成伸手牵住了他的手，岳母也能安息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周成握着他的手紧了又紧，江慈看向他笑了，这话是江慈曾经对他说过的。不好，犯人逃了！周成跟江慈都是一惊，朝着前面跑了过去。张家父子也跟了过去，他们一直追到一个断壁的半山腰处。江明慧站在断崖边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江明慧，你要做什么？成文，我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我这一生没有人在乎过我，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我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可是我干了太多的坏事，我后悔。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我什么都没有了，连我们的孩子都保不住。我曾经想过，等孩子生下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他，做一个很好很好的母亲，把我从没得到的爱都给他。可是没有机会了。张晨文虽然对这个女人失望透顶，但是听到她说这话，心里也很难受。你过来，不要做傻事。一切都太迟了。江明慧摇摇头，然后看向江慈。阿慈，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娘。她对我很好，也会轻声细语的和我说话，有好吃的也会给我，会讲故事给我们听，会在我娘骂我的时候替我说话。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害死她是我最后悔的事。我现在就去找她，跟她赔罪，直到她能原谅我为止。说完，张开双臂往后倒了下去。明慧！张晨文冲了过去，江明慧已经不见了踪影。张晨文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江慈没想到到最后能从江明慧的口中听到她的忏悔，心里对她的恨在这一刻终于释怀了，眼眶一热，泪水盈满了眼眶。张父心里也不是滋味，死的不是江明慧一个人，他的肚子里还有自己盼望很久未出生的孙子，他能明白儿子有多心痛。他上前扶起张晨文。
你不要太难过了。人从这里掉下去，没有生还的可能了。现在下去找人很危险，只能明日再过来寻找了。第二天，姜慈跟周成赶着牛车回到周家村。一进周家村，遇到村子里的翠莲嫂子，姜慈还没来得及跟她打招呼，咋咋呼呼的翠莲嫂子就跑了过来。哎呦，你俩可回来了？不会是家里出啥事了吧？嫂子，怎么了？周小宝的母亲胡氏回来了。什么？我们也很震惊，都走了3年了，怎么好意思又回来了？他这些年肯定过得不好，我瞧着他比我岁数都大。你家老大不是还有几日就要成亲了吗？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不是好事。哎，你们快回去看看吧。好，我们现在就回去。周成跟姜慈很快就来到家门口，一眼就看到站在院子里的一个陌生的女人。阿成，你回来啦？听说你娶亲了，这位就是弟妹吧？哎呀，阿成你真是好福气，弟妹就像天女下凡呢。你是谁？我好像不认识你。我是大嫂，小宝的母亲。听他这样介绍自己，这女人这次回来好像没有那么简单。难道她还想跟大哥重归于好？还有不到1周，大哥的婚事就到了。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捣乱吗？哦，原来是小宝的母亲呀！你怎么回来了？这里不是我的家吗？我儿子还在这里呢，回来不是正常的吗？姜慈不可置信的跟周成对视一眼，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这是回来不打算走了，还要跟大哥继续过日子？阿慈、阿成，你们回来了。李氏听到声音，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周小宝跟着走了出来，看到他们，高兴的跑了过来。二叔、婶婶，你们回来了。姜慈弯腰把小宝抱了起来。婶婶因为有事，这次没有给小宝买吃。婶婶给小宝买的好吃的还没吃完呢。婶婶，你跟二叔昨天怎么没回来啊？小宝可担心了。小宝真乖，你爹呢？昨日你们没有回来，3天没有进山了。阿成设的陷阱里肯定有猎物，一大早就去山里了。山里危险，大哥自己进山能行吗？我进山去找他。行，你去一趟，把人找回来，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一下。周成说好，然后就走了。事情办妥了？办妥了。那就好，路上也累了吧？走，上我屋里歇会儿。姜慈笑着说。胡氏见他们直接无视他，心里十分的不舒服。姜慈抱着周小宝跟婆母刚要走，胡氏笑着挡在了姜慈面前。弟妹，你刚回来，一定累了，把小宝给我吧。说完伸手就要去抱小宝，周小宝伸手搂住姜慈的脖子，很警惕的看了他一眼。婶婶，不要他抱我。你这孩子，我是你娘，快过来。姜慈不经意躲开他伸过来的手。没事，我不累，小宝喜欢我抱着他，没事的。小宝这么喜欢你，说明你对他很好，谢谢你替我照顾儿子。你别这么说，小宝是我们周家的孩子，我们对他好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你的感谢。小宝都被你宠坏了。自家的孩子当然得宠着了。姜慈跟着婆母一起走了，胡氏站在原地，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消失，直到脸阴沉下来。一进屋子，李氏就骂了起来：那胡氏太不要脸了，真是气死我了。娘，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想留下来继续跟大哥过日子。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他刚离开的时候就后悔了，只是没脸回来。这些年他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阿彪跟小宝，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留下来。他保证以后一定跟阿彪好好过日子。娘，大哥马上要成亲了，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你打算怎么办？要是让他留下来，我们家成什么了？还不被人笑死？你看他的手比我的都粗糙，由此可见这3年他过的日子并不好。要是过得如意，他能回来，我是绝对不会接受他的。我儿子好不容易说到了一门好亲事，我可不能让他给毁了。娘，您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只是我担心大哥会心软，毕竟以前他那么在乎。我不管这个，周彪要是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让他带着这个女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奶奶，我也不喜欢他，要是爹跟他一起，那我就不跟他们走，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姜慈跟李氏都没想到周小宝会说出这番话。小宝，你为什么这样说？你不是一直想要你的娘亲回来吗？她不是我娘亲，娘亲如果爱我就不会不要我。我想一直跟祖母和婶婶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你们。我们家小宝懂事了。虽然胡氏是小宝的亲生母亲，但是能在孩子只有2岁的时候，正需要母亲时抛弃孩子跟人私奔，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是不值得信任。时候不早了，我去做晚饭，家里还有人干活，不能耽误了人家吃饭。你去给老木匠他们送点水过去。周成刚进山，就看到腰间别着砍刀，手里拎着穿在一起的野鸡野兔，背上背着背篓的大哥周彪。哥，阿成，你怎么来了？娘说你早上就来山里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那地方我都跟你去过好几次了，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我自己进来就可以的。周彪气喘吁吁地走到周成面前，把手里的猎物扔在地上，把后背的背篓也卸了下来。歇会儿。那边的事怎么样了？江明慧跳崖死了。啊，跳崖了？
了。他承认了所有的罪行，就算不跳崖，他也活不了。他死不足惜，可惜了，他还怀着孩子呢。张家人该有多难过呀！看得出来，他们对孩子是很期待的。事情都过去了，他们迟早会释怀的。你说的对，希望他们能早日走出这个阴影。周成看着大哥，心里想着要如何跟大哥开口。周彪见他犹犹豫豫的样，好像有什么事。阿成，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啊？大哥，你喜欢张秋云吗？你跟我说实话。你打听这个做什么？哥，你认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喜欢张秋云跟小宝的母亲，你更喜欢谁？阿成，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宝的母亲回来了。啊？你说什么？周彪以为自己听错了。胡适现在就在家里。周彪的笑容顿时从脸上消失。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不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哥，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我来找你也是因为他。他还回来做什么？他好像回来要跟你重归于好。他亲口说的。周成点点头。哥，你跟张秋云的婚事算上今天还有7天，张家那边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娘也把成亲需要准备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整个周家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决定的时候要三思啊，否则你不仅伤害了张秋云对你的一片痴情，还有我们和娘都接受不了啊。回家。说完，直接把背篓拿起来背在了身上，抬腿就走。周成赶紧捡起地上的猎物拿在手里，跟在周彪的身后。哥，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周彪没有回答他的。周成了解大哥的脾气，他要是不说，你就是问1000遍，他也不会回答。周成心里开始隐隐的担忧，大哥以前跟胡适的感情太好了，胡适走了之后，差点要了大哥半条命，好不容易走出来，胡适却在大哥成亲的关键时刻回来了。啊！是周小宝的声音，他赶紧从屋子里跑了出去，就看到姜慈飞快的跑了过去，把周小宝从地上抱了起来。小宝，你没事吧？婶婶，不用担心，小宝是个男子汉，摔一跤而已，不疼的。看到自己儿子这么懂事，鼻子一酸，跑了过去。小宝，给娘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周小宝看到他过来，赶紧躲在姜慈的身后，冷漠的看着他。胡适既尴尬又难受，还有对姜慈深深的嫉妒。那明明是他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呀，对自己这样的冷漠，对姜慈却如此的依恋。你走了那么久，小宝已经把你忘记了，你现在突然回来，他只是对你还不熟悉。胡适抹去眼泪，心里愤恨地说：你别假惺惺的了，你跟李氏巴不得孩子跟我不亲。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带上了笑容。我知道是我太着急了。然后看向小宝，娘以后啊，一定陪着小宝长大，娘再也不离开你了。这个时候，周成跟周彪两兄弟也来到了门口。胡适说的话，他们都听到了。周彪抬脚迈了过去。小宝不需要你。胡适听到他日思夜想的声音，眼泪喷涌而出，转身看向那个梦里出现了千百遍的男人。阿彪，你回来啦？你回来做什么？我想你了，也想小宝了，我想回家。胡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你想扔就扔，想捡回来就捡回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不，你误会我了，我说的都是真的。这几年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思念着你们，我知道你生我的气，我没有跟你说一声就离开了，是我的不对。你打我骂我，我都毫无怨言，是我做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来补偿你跟孩子，好不好？你别做梦了，你离开我那一刻，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我跟小宝不需要你的补偿，我马上就要成亲了，小宝也会有新的娘亲来疼他。我不想用很难听的话来骂你，我希望你给自己点尊严，从我家里离开。他哭着跑了过去，想要拥抱他，被周彪一把甩了过去。我嫌你脏。跌倒在地的胡适听他说出这样伤人的，哭着从地上站了起来。周彪，你曾经答应过我，无论我做了多少错事，你都会原谅我。我一直记着你对我说的话，难道你忘记了吗？你背叛了我，跟野男人私奔，抛弃了只有2岁的孩子，去跟野男人生活了3年，现在又跑回来让我兑现承诺吗？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哪来的勇气问我要承诺的？阿彪，我知道你接受不了，可是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我不能没有你跟小宝。说完直接跪在地上。周彪不为所动，他连看都没有看胡适一眼。你就是死在我面前，我都不会眨下眼睛。如果你识相点，给自己留点尊严，赶紧从我家离开。不，我哪里都不去，这里是我的家，我要跟你和孩子在一起。你现在只是生气，等你气消了，你会原谅我的。你休想！如果你非要很不体面的离开，我会把你给扔出去。胡适，阿彪已经把话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就不要继续胡搅蛮缠了，回去跟你现在的男人好好过日子吧。阿彪现在也马上要成亲了，他会开始新的生活，你们永远都不可能了。娘，我回不去了，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回去我会被他打死的。您可怜可怜我，帮我劝劝阿彪，原谅我这一次了，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过日子的。路是你自己选的，你的死活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来道德绑架我们，我们不吃你那一套。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阿彪娶亲我也没关系，只要让我留下来，我都接受。求你们不要赶我走。周彪忍无可忍，放下身上的背篓，拉着胡适就要把他给拖出去。哥，你把他扔出去，别人会看笑话的，让我跟他说。周彪松开了拽着胡适的手，胡适瘫坐在地上，看周成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从地上爬到他的跟前。阿成，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别让你大哥赶我走。离开这里，我真的是没有地方去了。孩子都在看着你呢，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难看。这个家里早就没有了你的位置，你跟我哥之间没有可能了。无论你做什么，我们家也不可能收留你。不过你今后要是想来看小宝了，也可以回来看看他。你跟我大哥已经不可能了，那就好聚好散吧，让大家都体面点，好不好？胡适泪流满面，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我不要体面，我只想要留下来，想要看着我自己的孩子长大。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阿彪，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把我赶出去，我只能去死。你不要拿死来威胁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大门在你身后，赶紧自己走，别让我把你扔出去。我没有威胁你，如果我死了，你能原谅我，那我就去死。说完就对着墙撞了过去，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极端，一时都愣在原地。周小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姜慈这才反应过来，他把小宝的眼睛给蒙上了。不怕，小宝不怕。周成蹲在胡适跟前，伸手在他的鼻子上试了一下。阿成怎么样了？还有气息，他这是昏过去了。哥，你把他抱进屋里，我去找郎中过来看看。好，那你快去。周彪说完，把地上的胡适给抱了起来，要往他房间的方向走。李氏拦着他，慢着，那是你的婚房，不能让他住进去，你把他放到我的床上。周彪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胡适送去了他娘的房间。我们家到底造了什么孽了？遇到这么一个不要脸皮的无赖，他这是想毁了我儿的亲事啊！这要是撞死在家里，我们还要吃官司，他就是死也不想放过我们呀！娘，等郎中过来看看，人应该没事的，等他醒了再说。也只能这样了。胡适被周彪放在他娘的床上，就算你死了，什么都改变不了。说完出去了。胡适睁开眼睛，是的，他撞墙的时候根本没有用力，他只是想吓唬他们。很快，郎中就被周成给带回来了。郎中给胡适号了脉象，他的脉象是虚劳之症，还是很严重的，但是没有性命之忧。什么是虚劳之症？虚劳之症就是气虚、血虚、阴虚，这都是常年劳累、挨饿受冻，身体缺乏能量，所以就会出现虚劳症。不过也不用担心，在家里好好养养，吃点肉蛋之类的，很快就能养好，这个不是大问题。但是头上的伤口很深，要好好的处理一下，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留下疤痕。送走了郎中，李氏很严肃地看着周彪。阿彪，这件事你要怎么处理？你都听郎中说了吧，他过得并不好，所以才会想起你的好，这才会来找你。要是他现在过的是好日子，他是不会回来的。娘，我知道我对这个女人没有任何想法，她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她的厌恶。天也不早了，今天晚上让她暂且住在这里，明日我去她娘家，让他们来人把她从家里带走。今天晚上还要治兵呢，明日还要送去义庄，这件事不能耽误。送兵的事最重要，你明日跟你哥一起去送兵，送完兵之后跟你哥一起去胡适的娘家，他的娘家人也都不讲理，你哥自己去，我担心他应付不来。我知道了，娘。希望能顺利的把这个瘟神给送走，不要耽搁阿彪的婚事。胡适现在以死相逼，都不愿意离开，说明他是下定了决心的。就算他娘家人过来了，也不一定能把他带走，必须是他心甘情愿的离开，否则就算张秋云嫁了进来，他三天两头的来家里，谁也受不了，一定会影响到秋云跟大哥之间的感情。你说的不无道理，只是你都说了他想赖在这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让他心甘情愿的离开？虽然胡适跟人私奔3年之久，但是他现在跟大哥还是夫妻，他们之间没有了断，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周家人，还是大哥的妻子。我觉得现在首要解决的事儿就是断了他们之间这层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才好解决。你说的没错，这么多年我都忘记了，他跟人私奔犯了7处，把他给休了，他说不出任何的理由来。阿彪，你现在就把休书给写了，今天晚上就把这件事给办了。好，我现在就去写。周彪说完就回了他的屋子。我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幸亏你提醒我，要不然明日他们兄弟2个肯定白跑一趟。你们回来到现在都没休息，现在回房休息一会儿吧，等我做好了饭，我去叫你们。李氏牵着小宝的手，跟祖母去院子里玩，让你婶婶跟二叔去休息。我不累，天也不早了，我去制冰房去看看，该准备准备了。祖母，小宝不会耽误婶婶做事儿的，我就站在一边看着他们。那不碍事嘛，你又帮不上忙。娘，小宝乖得很，不会耽误我们做事的，放心吧，您去忙您的吧。好吧，那我就不管你啦。李氏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完就走了。经过老木匠的时候，李氏有些尴尬地说：“家里出了这样的事，让您见笑了。”会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是普通人，谁家还没有
出点糟心事儿。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们不会说出去的。老木匠说的话很中听，李氏也就没有那么尴尬了，然后就去做饭了。师傅，你说他们家的人都这么好，怎么就这么不顺呢？上一次来遇到江明辉那件事情，这次又碰到这么奇葩的事情，他们也真是太倒霉了。不要随便议论人家的家事，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其他的事不要听，不要看，更不要说出去。要想把这份手艺做得长久，就必须学会闭嘴，懂了吗？师傅，我知道您都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我只是觉得这家大哥实在太憋屈了。要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二话不说，先把那女人的腿给打断，然后再把她给扔出去。这家人都太善良了，才让那些不知羞耻的女人如此的得寸进尺，实在是不要脸。你呀，快干活吧，不该你操心的事就别操心了。今天把这只兔子炖了吧，放到明日也有味道了。拿到镇子上，这死了的野物也卖不上价钱呀，还不如咱们自己吃呢。确实挺肥的，家里还有菌菇吗？用菌菇炖，味道会更鲜美。好，那我就处理了，让娘给炖了。周彪回到房间，很快就写好了休书。他没写过休书，不知道写的怎么样，拿着休书就出来了，准备给他娘看看。姜慈正好也从制冰房里走了出来。大哥，写好了？写好了，我没写过，不知道写的如何，你给我看看。我认识的字不多，也没怎么看明白，还是拿去给娘看看吧。好吧，我拿去给娘看看。说完，周彪去了灶房，姜慈也跟着去了。李氏接过来看了一遍，写得不错，很直接，这样就行。我现在就把休书给他。哎，你先把休书收起来，等吃过饭了再拿出来，要是闹起来，饭都吃不成。周成把那只死了的野兔子收拾好了，拿了过来。娘，用菌菇炖。好，家里新鲜的菌菇没有了，不过我还晒了一些干的菌菇，炖出来一样的味道。时候不早了，二弟，咱们去制冰。姜慈也跟他们去。制冰房里的准备你都做好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跟大哥来做吧，你带小宝休息吧。二弟说的对，制冰的程序我们都会了，我们会做得很好的。姜慈让他们自己去干了，他给婆母帮忙一起做饭。没多久，锅里的炖兔肉炖得咕嘟咕嘟响，肉香味很快就飘了出去。窗户是正对着床的，胡适能从他所在的方向看到院子里。他看到小宝在院子里拿着弹弓，瞄准天空，把一颗小石子射了出去，然后又从身上拿出一颗石子，再次把石子射向天空。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玩着。胡适看到儿子玩得这么开心，更加坚定了他要留在这里的想法。小婶婶，快过来看看，我打下来了一只小鸟。姜慈走了过来，从地上捡起那只已经被打昏的花喜鹊。小宝，你好厉害呀，真的打下来一只鸟。娘，你快来看看。李氏也从灶房里走了出来。这真是小宝打下来的？是啊，是我从天上打下来的。祖母，二叔教我打弹弓的时候，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把天上的小鸟打下来，他就带我进山打猎。嘿，婶婶，快把这只鸟拿给二叔跟爹看看，我要跟他们一起去山里打猎。快去拿给他们看看，我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小猎手。婶婶，咱们快走。姜慈还真的拎着那只鸟和小宝去找周成和周彪了。胡适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多希望小宝第一个找的人是他。姜慈带着小宝来到志斌的房间跟前。你们进山打猎又多了个小帮手，这是小宝刚打下来的。好小子，你比爹还厉害，我都没用弹弓打到一只鸟。好样的，儿子。爹，你要经常练习，就会跟小宝一样了。哥，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还有被小宝超越的一日？被我儿子超越，那是我的骄傲。儿子比爹厉害，我求之不得呢。爹，你也要变得很厉害，你也要成为我的骄傲。胡适躺在床上差点睡着了，听到李氏叫吃饭的声音，他立即清醒了过来。本来想起来去吃饭的，可是又一想自己主动出去的话，又觉得丢面子，想着他们一定会过来叫自己过去吃饭的。等了一会儿，还是没人过来叫他，他再次从床上坐了起来，看向窗外，院子里空无一人，就连树下干活的老木匠都不在了。他们不会连饭都不叫他去吃吧？正想着，门被推开，李氏端着饭菜进来了。娘，你过去跟大家一起吃饭不合适，我把做好的饭菜每一份都给拿了一些过来，你就在这里吃吧。在哪里吃都无所谓，谢谢娘，还亲自给我端过来。李氏没有回答他的话，然后就出去了。胡适这才看向自己的饭菜，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拿起饼子咬了一口，然后狼吞虎咽的把所有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儿，李氏才过来收拾。娘，我现在还有些头晕，所以没有收拾，辛苦您了。等我好了，这家里的活都由我来做，您什么都不用做。你现在就不用想这么多了，等会儿阿彪会过来，有事跟你说。李氏只是看了他一眼，说完就走了。难道阿彪看到了我宁愿撞墙也要留下来跟他过日子的决心，打算原谅我了？看到周彪走了进来，胡适满脸笑容的坐了起来。阿彪，你来啦！话刚说完，婆母李氏也走了进来，跟着进来的是周家村辈分很高的两位叔公。姜慈最后跟了进来，因为不想让小宝看到这样的场景，周成带着小宝去外面的溪水边洗澡了。阿彪，你们这是？周彪面无表情
停地看着他。不是你跟人私奔，犯了气出。不，阿彪，你不能这样对我。你说过，我无论犯了什么错，你都会原谅我的。我知道错了，我以死来表决我的悔过之心。难道你还不能原谅我吗？他直接拉住了周彪，跪在了。周彪依旧冷漠地看着他，从身上拿出写好的休书。这是我给你的休书，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胡适看着周彪手里的休书，泪流满面。他摇头，不，我不接受。阿彪，你不能这么对我。周彪把休书甩在他脸上，甩开他抱着自己的胡适被甩到一边，他及时抽身退后了2步。这由不得你，胡适，你不要不知好歹。你跟人私奔，按照我们村里的规矩，你是要给进猪笼的。是周彪跟你婆母念在你是小宝母亲的份上，只用一封休书打发了你。你应该感到庆幸，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么轻易的饶恕你。阿彪的休书就在地上，你把它捡起来。从此以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被周彪休了，成事时，他伸手把地上的休书捡了起来，泪眼汪汪地看着周彪。休书我可以接受，但是能不能看在我是小宝母亲的份上，让我留在这里一段时间？我想让我的儿子改变对我的看法，到那个时候我再离开，好不好？不行，你不能在这里留宿一晚，明天一早你必须离开。我现在无处可去了，你现在把我赶出去，我一个女人根本就活不下去。你可以回你娘家，回你现在的男人的家，我这里绝对不是你的容身之处。你不用在这里跟我卖惨，我不在乎。我跟你说过，你不要拿你的性命来威胁我，算你死了，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你死了这份心吧，从今往后我们之间就只有陌生人的关系，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你不用担心小宝，这些年你没有参与他的成长，他依旧被养得很好。小宝再过2个月就6岁了，他比同龄人都懂事，就算你以后不参与他的成长，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你尽可以安心的回去，跟你现在的相公好好过日子。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明日我就会离开，但是能不能让小宝今天晚上跟我睡一晚？不行，非要做的这么绝吗？小宝也是我的孩子，我想在离开之前跟我的孩子亲近亲近，这样也不可以吗？不可以，我对你不放心。你不放心？难道你认为我会害了我自己的孩子？周彪不置可否。周彪，你不要逼我！阿彪，胡适是小宝的母亲，她想跟小宝住一晚，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娘，不能。李氏给了周彪一个眼色，周彪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没有继续说下去。李氏走到胡适跟前，把还坐在地上的胡适给扶了起来。让小宝跟你待一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也知道小宝他跟你还不熟悉，你今日撞墙把他给吓坏了，他愿不愿意跟你待一晚，这得问问小宝。如果他同意，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孩子不同意，也不能强求，把孩子给吓着，我们是不允许的。如果你同意的话，等阿晨带小宝回来，我就让他来见你。如果你不同意，那这件事到此为止。你明知道小宝跟我不亲近，还让孩子来做选择，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话有什么用呢？你不如直接跟周彪一样说不行就可以了。你也知道孩子不愿意跟你亲近，如果你强行留他跟你在一起住一晚，你想过没有，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怎么就知道他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对他造成影响呢？莫不是你们怕孩子跟我和好了，你们就控制不了孩子了是吗？如果不是这样，我又不会伤害孩子，你们怕什么呢？娘，你跟这种人说什么都没有用，他听不进去。我是不会同意让小宝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早了，不要耽搁叔公的休息时间。两位叔公，我送你们回去。两位叔公站了起来，其中一位道：不要对这样的坏女人抱有善心，她不懂得感恩。但凡换一个人，她现在已经被进猪笼了，还有命在这里跟你们讨价还价。叔公，我知道您的意思了。两位叔公很嫌弃地看了一眼胡适，另一位道：胡适，适可而止。说完转身出了房门。周彪送他们出了门。叔公的话你都听到了吧？要不是我们为你说话，你现在已经被进猪笼了。要是不想我们现在就把你赶出去，你最好好自为之。阿慈，我们走。姜慈什么话都没说，胡适是罪有应得，他一点都不同情胡适，直接跟着婆母走了。出了门的姜慈说：娘，你今天晚上跟我住，让阿成跟大哥住。不行，我要跟他住一起，我怕他狗急跳墙做坏事。姜慈也觉得就目前胡适这个状态，婆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那就更不能让您跟他住一起了。他要是想对您做点什么，我们更担心啊。等大哥跟周成回来再想个办法，您先跟我回屋。李氏跟着姜慈去了他的屋子，没多久周成带着小宝回来了，看到母亲跟姜慈都在房间里，婆媳两人脸上都没有个笑脸，坐在一起说着话。怎么了？你们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啊。哎，有这么个瘟神在家里，能高兴得起来吗？他还想让小宝跟他待一晚，你哥不同意，胡适也直接翻脸了，说的话也不好听，他都能撞墙，我怕他再做出什么事来，到时候不好收拾，就说让小宝自己选择。小宝要是愿意跟他待一晚，我们也同意，如果小宝不愿意，我们不可能硬让小宝跟他待一起。他还不同意了，说我们故意不让孩子跟他亲近，那意思我们必须让小宝跟他待一晚。您同意了？没有，我们当然要尊重小宝的意见。祖母，我不愿意，我想让他赶紧离开我们家，看到他害怕。天太晚了，我们让他在这里住一晚，明日他就走了。你真的不愿意去看看你娘吗？
我不愿意，她不是我娘。她走了之后，或许你们永远都不会再见了。你也不愿意见见她吗？我不愿意。不愿意见咱就不见。娘，你的房间胡氏住了，家里也没有住的地方了。您今天晚上带着小宝跟阿慈住在这里，我去大哥屋里将就一晚。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娘对胡氏不放心，怕她晚上会作妖，弄出点什么事儿来，要跟她住一个屋。不行，家里有我跟大哥呢，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他那边我会看着的。明日你们还要去西门镇送冰块，晚上睡不好觉，能行吗？这个不是问题，明天我自己去送，大哥留在家里。好吧，那就听你的。你哥明日不去，你就让他盯着点，你睡你的觉。我知道了。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周彪回来了。你睡觉，送冰的生意不能耽误，有我在，胡氏作不了妖。周成同意了，有大哥在，确实用不到他操心。哥，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吧？周彪回头见周成起来了，没有，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那就好，你不会一整晚都没睡吧？没事，我不困，我出去看看。说完大步走出了房间。李氏岁数大了，本来觉就少，心里有事更睡不着了，一直到天蒙蒙亮了他才起来。昨天晚上很安静，胡氏什么都没做，天亮了就能让那个女人离开了，他就不用担心了。就看到周彪两兄弟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周彪往胡氏住的屋子走去。哥，你去做什么？天都亮了，我叫他离开。哥，天还没完全亮呢，你这个时候让他离开也不安全呢。要是出了啥事儿，你这心里也不得劲儿啊。咱们现在去把冰块脱模装车，那个时候再让他离开也不迟啊。我是觉得这个时候走，遇不到太多的人，我们大家脸面都好看的。哥，他回来的事情全村都应该已经传遍了，闲话都不知道说了多少了，咱们也不要在乎那多一句少一句的了。最重要的是，咱们做事儿别让人说闲话就行。阿成说的对，咱们大气一些。你已经把他给休了，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以前的事就放下吧。反正他今天都要离开，早一点晚一点都没关系。好吧，听你们的。二弟，咱们现在就去给冰脱模。姜慈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拿着昨天晚上换下来的衣服出了房间。他把衣服拿出来，用棒槌捶打，一下又一下，把胡氏给吵醒了。看了眼窗外的天，已经亮了。昨天晚上他在这个屋子里坐了半宿，才完全接受他已经被周彪休了的事实。胡氏的心里满满都是不甘心，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办法。突然门被推开，周彪走了进来。胡氏从床上坐了起来，漠然地看着周彪。你不用着急，我会离开的。你知道就好，现在起床吧，我们还有事要做，你继续留在这里不合适。好，我起来就走。周彪见他很配合，然后就出去了。胡氏下了床，把自己整理妥当，走出了房门，就看到姜慈站在院子里，把洗好的衣服晾在晾绳上。周成正在把套子套在牛车上，牛车上装了满满一车的东西，上面还用厚厚的被子包裹着。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家里买得起牛跟车了，说明他走的这几年他们赚了不少钱了。一般普通人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不过这些都跟他没有关系了，即使再不甘心，也只能说服自己接受。见他站在门口愣神，李氏已经做好了饭，吃了早饭再走吧。不用假惺惺的，我现在就走。看着他从自己面前经过，走出几步，胡氏停住了脚，他没有回头。我以后会经常过来看小宝的，请你们兑现承诺，不要横加阻拦。他也没等李氏回应他的话，目不斜视朝门口走去，就这么消失在了门口。他就这么走了，姜慈还挺意外的，不仅是他，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都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平静的离开。他就这么走了，心里怎么觉得不安呢？他这是想通了，我已经把他给休了，他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就算他不想离开，他也知道我一定会把他扔出去，他只能离开了。你刚才没听到他说他会常来看小宝的，他以后不会3天2头往这里跑吧？不管他这些，咱们反正跟他也没有关系了。他想往这边跑，也要看小宝愿不愿意见他，他坚持不了多久的。你说的也对，是我多想了。你们先去吃饭吧，我去把小宝叫起来。哟，这不是胡家的大姑娘吗？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了，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你相公呢？大娘，让你操心了，我过得很好。是吗？哎呦，我瞧着你这2年的变化挺大呀，这差点都没认出你来。那大娘从上到下的打量他，这让胡氏既尴尬又反感。大娘，你有事就去忙吧，我走了。说完就走，名声都跟烂肉一样臭了，还好意思回娘家来，真是丢死个人了。胡氏低着头来到了他娘家的门口，正在这时，一个中年女人背着背篓从里面走了出来。你是谁？娘。听到他喊娘，这才凑上前，一脸的不可置信。闺女。娘，是我。听到肯定的回答，中年女人冲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巴掌。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你怎么不死在外面算了？你还回来干什么？我们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胡氏没想到母亲见他第一面会是这样对自己，他已经没有地方去了，娘家再不收留他，那他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娘，你要是打我能举气，你就狠狠的打，你打死我也心甘情愿。看到不远处有人过来，为了不让人说闲话，跟我回家，你还愣着干什么？想让我在外面丢脸吗？胡氏一听，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心中一阵欢喜的跟着母亲进了院子。娘，您不是
是说出去找菌菇吗？怎么回来啦？一个年轻的女人挺着大肚子，看到跟进来一个女人，娘，这是谁呀？你姐回来了，咱们进屋说话。胡适也看到了这个女人，应该是他弟弟的媳妇儿。你是弟妹吧？怀孕几个月了？年轻女人往后退了2步，这个大姑姐在3年前跟人私奔的丑闻，她早就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了。你怎么回来了？一句话问得胡适涨红了脸，尴尬的笑了笑。我回来看看。她是你姐，不能回来吗？年轻女人被对的脸通红，生气的回了自己的房间。中年女人迈着步走进了屋子，胡适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中年女人坐在正位上，好好的日子你不过，瞧你今天这副德行，看起来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也不跟家里联系，回来了又这副德行。哎，你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呀？胡适不想说他以前的事儿，但是母亲问他，他又不能不说，就把他跟那个男人走了之后的经历跟母亲说了一遍。你要找回来一个有钱的也就算了，你看你把自己现在混成这个样子，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老周家现在过的日子有多好呀？你爹在西门镇看到过周家兄弟好多回，他们3天2头去卖野物，最近还赶上了牛车，还学会了制冰的手艺，一天天的拉着一车冰到镇子上去卖，1块冰500文，拉一车就能赚4、5两银。这个胡适是不知道的，他想起早上看到那一牛车的东西，原来那是冰块，赚再多的钱也跟自己没有关系了。娘，您别说了，我看见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我就来气。哎，你这次回来难道就没有别的想法吗？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一切都晚了。我这次回来就是直接去的周家，他们都不愿意搭理我，周彪不原谅我，要直接把我赶走。我为了能留下来，我连墙都撞了。您瞧，我头上还有伤呢。哎呀，你傻呀你做做样子就好了呀！你还真想撞死明志啊？你脑子不是有毛病吗？我没用力，院墙都是石头堆砌的，就是倒霉的撞到了带尖的石头上。后来呢？后来他们请来了郎中，给我号了脉，又对我头上的伤口进行了处理，甚至晚上李氏还给我做了一碗肉汤。我以为他们是看到了我的诚意，原谅了我，谁知道吃完了饭，他们就把周家的长辈找来了，家人把我围在一起，周彪直接甩了我休书，他把我休了。我不同意，周家的叔公就来恐吓我，说我跟人私奔是要进猪笼的，是周家不同意这样做，如果我不知道好歹，我就要被进猪笼，我只能被迫结了休书。现在我跟周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胡适的母亲气得站了起来，就你这脑子，事情都让你办砸了，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你为什么不先回来告诉我？我背叛了周彪，也犯了7出，他们要休了我有理有据，就是告诉了你又能改变什么呢？你非要承认你跟人家私奔呀？谁看见了？有证据吗？你就说你被人给骗了，那人是人牙子，在拐卖你的过程中你逃跑了，是吧？为了回来，你历尽千辛万苦，一边乞讨一边寻找回家的路，在外流浪了3年，重新找回了家里面。反正也没有证人，怎么说都是你嘴巴的事。他们就算是不信，最起码没理由写休书吧？你现在依旧是他们周家的媳妇儿。胡适被母亲的话给惊呆了，母亲太聪明了，她怎么就没想到呢？娘，咱们能不能去官府申诉，让休书无效啊？那不行，你跟周家人这样说，他们没有办法求证。你要是跟官府这样说，官府求证的话就更容易暴露了，不能这样做，还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周彪很快就要成亲了，一切都太迟了。你说周彪要娶亲了？听说那姑娘对周彪一见钟情，不嫌弃他有过婚配，还带着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那姑娘的家境还很好，好像是住在镇子上的。哼，一个山里的糙汉子还有孩子，那姑娘家境那么好，凭什么就对周彪一见钟情了？就算他一见钟情，难道他家里的父母也跟着他一起胡闹？娘，你的意思是？还不是看在他们周家会治兵吗？这可是个1本万利的买卖，今后发财那是迟早的事。这样的姑爷啊，就算是已经当了爹，只要是正妻，他父母也会同意的。他父母有眼光，看到周家迟早会发达。越听母亲的分析，胡适就越后悔，不甘心，好像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一样。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咱们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那周彪不跟你在一起，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让这样的好处落在别的女人手里。这样能行吗？要是把他们婚事搅黄了，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现在同意我随时可以去看孩子，我要是这样做，被他们知道了，今后连孩子都不给我看了。这次回去，小宝根本不认我，我想抱他一下他都不愿意。如果我不跟小宝缓和关系，让他认我这个母亲，今后他就把我彻底给忘了，最后我什么都得不到。你都说了，小宝现在不跟你亲，连抱都不让你抱，只要他们周家人在孩子面前不断说你坏话，那孩子永远都给你亲不了，这就是他们故意的。那孩子从小就被他们灌输你这个母亲种种不好，他从小听到大的，他对你的厌恶深深刻在脑子里面的。这样的孩子呀，费多大的力气都没用，还不如为自己打算，多弄点钱在身上的实在。以后啊，娘再给你找一门好亲，重新再生一个孩子，你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培育孩子身上，你亲自带的，永远都给你，总比把时间浪费在周小宝的身上要强得多。你说是不是？胡适想到小宝跟他说的那些话，看
他时那冷漠的眼神，还跟他们周家的人一样，要把自己赶出去。他的心里没有一点自己的位置。他娘说的对，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连亲娘都不认的白眼狼身上，还不如自己以后重新说了婆家，再生一个。娘，您说的对，你要怎么做，我都听您的。哎呀，你是娘的孩子，娘只会帮你，不会害你的。这件事你就按娘说的去做，我保证他们乖乖的拿钱回来。胡氏想通了，心里豁然开朗，也没有那么纠结难受了。娘，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我早上没吃饭，现在肚子好饿呀。早饭我们都吃完了，还有一块糙米饼子，本来打算给你弟妹吃的，她现在怀有身孕，不能让她饿着。那你没吃饭你就吃呗。娘，我知道这个世上只有您对我好。你知道就好。走了这么长时间，你原来住的那个屋子现在已经成杂物房了，你自己去收拾一下。好，我这就去收拾。哎呀，你呀，这次回来的太突然了。你爹和你弟每天上山砍柴，拿去镇子上卖，赚回来的钱也只能是勉强吃饭而已。你弟媳妇现在又怀孕了，看到你又回来了，多个人那就是多双筷子，心理压力肯定大。所以你回来的时候，他才会是那个态度，你就别放心上就好了啊。我知道了，娘。你说你现在的那个男人是做买卖的，那你跟他这些年就没存点私房钱？一开始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钱，用在家里的生活上，那个时候日子确实过得挺好的。后来也可能是他对我厌倦了，每次给的钱都只够吃饭的，再后来就直接不给了。我要是开口问他要，他就动手打我，要不然我也不会厚着脸皮回来找周彪的。我们家生活困难，你爹和你弟也赚不到什么银钱，你在这里暂时只能跟我们吃糠咽菜了啊！你去收拾一下吧，我去跟你弟媳妇解释一下，她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不能因为这点事情让她心里不舒服，不是？胡氏他娘一脸失望，说完就要走。娘，您等等。怎么了？胡氏从自己的身上拿出一个钱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他从里面拿出2个银子。娘，这差不多有2两银子，给你用来当做生活上的开销吧。弟媳怀了身孕，需要吃点好的补充营养。胡氏他娘睁大了眼睛，一脸惊喜的接过胡氏递过来的2两银子，喜笑颜开。哎呦，你不是说他不给你银钱用吗？我看你钱袋里还有不少钱呢，这钱你是从哪里来的呀？娘，您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吗？你不会是从周家偷来的吧？不是，我现在的那个男人做买卖，这些钱都是他赚的。他回来跟我炫耀，说他赚钱了，就是不给我花。他当时喝得醉醺醺的，睡着的时候，我拿棒槌对着他的脑子捶了2下，然后他就昏迷不醒了。我就把这些钱拿着跑了回来。你倒是做了件聪明事啊，只是你会不会把他给敲死了？他要是死了的话，那官府一定会通缉你的。应该不会吧？我走的时候他还喘气呢，我也没想把他给打死。哎呀，就算死了也没关系，他又不在我们西门镇，距离咱这里那么远呢，咱们又是山里，跑不到这里的。闺女，你从他身上拿了多少钱回来？我也没仔细数，应该14、15两银子是有的。这么多呢？哎呦，闺女，你终于做了件让我满意的事儿了。闺女，你把钱给娘，娘给你收着，放在你身上不安全。胡氏犹豫了一下，这些钱可是他今后的保障。怎么，你对你娘我不放心啊？不是，娘，我怎么会对您不放心呢？这就对了，你可以对任何人不放心，但是你娘你绝对要放心，你是我闺女，你的钱放在我这里会更安全，我能害你吗？胡氏想想母亲说的也对，他不应该对自己的母亲抱有警戒之心，不会有母亲害自己孩子的。娘，给你帮我收着，给你的那2两银子，让爹去镇子上多买一些米面回来，顺便割点肉给弟媳补身子。哎呀，还是我闺女好呀，有钱也不忘了娘家。你放心啊，以后啊，娘一定托媒给你找一个跟周彪一样好的相公。说完，接过胡氏递过来的钱袋子，我去跟你弟媳妇说啊，你这大姑姐儿还要买肉给她补身子，我让她来给你道歉。不用了，娘，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计较，相信弟媳也不是故意的。那怎么行？我怎么能让我闺女吃亏呢？这件事情听我的。好吧，姐都由娘来做主，你先收拾收拾东西，我这就去找她。说完就走了。见到母亲这样高兴，胡氏也从心里感到高兴。之前提心吊胆的生活，终于快要回到正轨，有娘家给他撑腰，他的心也放了下来。胡氏的娘还没到儿媳的门口，就看到儿子胡斐背着柴回来了。哎，你爹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我爹还在山里，我先背点回来，喝口水就回去。说完，走到墙角边，把身上背的柴放了下来。你跟我进来，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娘，有啥好消息啊？胡氏娘直接把那个钱袋子拿了出来。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钱袋子吗？你拿过去看看。胡斐伸手接过，打开看到一袋碎银子，惊讶的瞪大了眼睛。娘，这是银子，还真是银子。娘，这些银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你姐带回来的。我姐，她不是跟人私奔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哎，她让人给骗了。她现在的那个男人不是个东西。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太好了，我姐呢？怎么没看到她？
收拾杂物间呢。娘，他都这样了，给咱们这么多银钱了，您怎么还让他自己收拾呢？我过去帮他。他就给了我们2两银子。明个你跟你爹去西门镇卖柴火的时候啊，多买些米面回来。哦，对了，顺便打些肉回来，咱们好好吃一顿。这其余的钱呢，是我要过来。我跟他说，先给他保管着，他才把钱给我。哎，对了啊，等会儿你们见面的时候别乱说啊。这些钱不是给咱们的呀？有什么关系啊？钱在咱们手里，他还能拿回去吗？娘，您是说这些钱您不给他了？当然了，不仅这笔钱不用给他，用不了多久，咱们还会有一笔进账的。到时候咱们家3年5年吃饭是没问题的。胡氏娘把事情给他们说了一遍。娘，这样能行吗？怎么不行？你姐都答应我跟我一起弄这笔钱了。那姐也答应把钱也给咱们？你不用管她答不答应，她不会在咱们家待一辈子。等这些钱弄到手，我就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这些钱我可不能让她带走，留着养活我孙子不行吗？你就不怕我姐跟你闹啊？哼，她不敢，她现在是无处可去。她现在的那个男人可不会轻易放过她，能依靠的就只有我们。她不敢不听我的话。说完看了一眼儿媳，哎，秀儿啊，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你刚才对你姐态度不好，你应该过去给她道个歉啊，这样她就更愿意配合咱们做事了，知道吗？秀儿没想到婆母真够狠心的，胡氏再怎么不好，那也是她的亲闺女，她对她的亲闺女都这么狠，这个婆母真可怕。怎么，你不愿意？没有，我愿意。那就好，你跟她道个歉，换来你能吃饱饭，这不委屈你，知道吗？是啊，娘说的对，那就听娘的，以后姐的钱就是我们的钱，别说道歉，就是给她跪下磕头都不为过。姐，你回来了。胡氏一抬头便看到了胡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小斐，好久不见了，你都变成大人的样子了，爹呢？哦，爹还在山里呢，他要是知道你回来，一定会很高兴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你走的这几年，我们一家子都惦记着你，担心你在外面会不会受苦，会不会吃不上饭。现在看到你好好的，我们也就放心了。你的事儿，娘跟我说了一些，周家不要你，你还有娘家呢，以后你就在家里安心的住着，谁也欺负不了你。大姐，刚才是我不懂事，对你的态度不好，也请你不要跟我计较，好不好？怎么会呢？我都没放在心上。姜慈跟周成一起去了西门镇。你说咱们这次要不要把胡氏回来的消息告诉庄秋云啊？可是胡氏已经走了，大哥也把他给休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还有必要跟他说吗？如果胡氏彻底放下了，不说是没关系，可是胡氏早上走的时候能看出来是不甘心呀。胡氏的娘家人也不简单，特别是他的母亲，那可是个很厉害的主啊。3年之前胡氏离开的时候，大哥抱着小宝去他家说明情况，他们还反过来问我大哥要人呢，说他们怀疑胡氏被我大哥给害了，这事儿差点闹到官府去呢。姜慈并不觉得奇怪，一家人不可能出2类人。哎，要你这样说的话，还是有必要跟张秋云说一下，做个预防。我也是这个想法呀。他们去义庄送了冰块，从义庄出来，直接朝张家豆腐坊的方向赶路。张秋云大老远就看到了他们。阿慈，周大哥。姜慈跟周成当然也早就看到他了，姜慈也跟他挥了挥手，笑着对周成道：“这姑娘太可爱了，乱了辈分。”他跟大哥成亲之后，自然会改口的。说的也是，俩人说着话就来到了摊位前。阿慈，你怎么来了？周大哥呢？姜慈指着周成，喏，这不是吗？不是，说的是周彪。我跟你开玩笑的，家里出了点事儿，大哥昨天晚上一夜没睡，今日在家休息呢。出了什么事了？本来这件事儿我们不想告诉你，但是为了你跟大哥的婚事能不出现任何的意外，我跟阿成觉得让你知道会更好一些。或许你听了心里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必要听的。张秋云一听，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有人过来买豆腐，他都没有心情卖了。不好意思啊，豆腐不卖了。把人赶走后，看向姜慈跟周成，你俩也太严肃了，把我都弄紧张了都。难道有人看上周大哥了？你别紧张，不是多大的事儿，是胡氏回来了。他现在的男人对他不好，他后悔了。昨天去了家里要跟我大哥和好，被我大哥给直接拒绝了。3年前他跟人私奔，大哥没有办法彻底跟他断绝关系，正好趁着他这次回来，大哥直接写了休书，把他给休了。他们之间彻底没有关系了。啊，这不是好事吗？你干嘛说的那么严肃？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呢，吓死我了。张秋云紧张的心彻底放松下来，嘴角的笑容又爬了上来。我还没说完呢，大哥休了他，他是很不情愿的。他昨天为了让大哥原谅他，能够继续留下来，不惜去撞墙还昏倒了，最终大哥还是把他给休了。他心里肯定是不甘心的。早上走的时候，看我们的眼神满是敌意，说话也阴阳怪气儿，所以我们担心他会来找你，阻止你跟大哥的婚事。哈，跟人私奔了还想回头，脑子不清楚吧？我们镇上有一个跟人私通的，被抓到了，当天夜里就给沉塘了，他还敢回来？这件事我知道了，我好不容易找了个男人，他还想跟我来抢，只要他敢来找我，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谁都不能影响我的婚事。听到张秋云这霸气的回答，姜慈跟周成都安心了。来都来了，去家里坐坐呀，我爹娘都在家呢。今天就不去了，你大哥情绪好点了吧？他没事啊，这事儿不超过3天他就放下了。大哥那人我可太了解了，刚刚跟人出去喝酒了。3人又说了一会话，然后就分开了。回到家里，姜慈就把今日赚来的钱都给了婆母李氏。李氏接过银钱，开心地说：“自从咱们家开始治兵，每天金钱的速度就像是流水，哗啦啦的，钱袋子都该换了，都快要装不下了。买牛车的钱都快赚上
上来了。这冰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只可惜只能卖2个月。要是1年4季都能卖，该有多好！咱们1年就发达了。姜慈被婆母那贪心的样子给逗笑了。赚钱不用急，是你的财跑不了，咱们早晚有一天会发达的。我就喜欢听你说话。娘，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什么事啊？我跟阿成把胡适来家里的事跟张家的小姐说了。你们怎么把这种事跟他说呀？他听到这些能高兴吗？要是一生气反悔了，不愿意跟你大哥怎么办？娘，你别紧张。我跟周成之所以跟张家小姐说这件事，是为了避免胡适从中使坏，破坏张家小姐跟大哥的亲事。他心里有底，再遇到什么事儿，他也能有个心理准备。咱们告诉他，总比突然从别人嘴里知道要好。李氏想想也对。那张家的小姐听了你们的话是什么反应？没生气吧？她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小姐，自己有主意呢。她听了之后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说如果谁要破坏她的婚事，跟她抢男人，她让那人吃不了兜着走。她真这样说的？大哥真是有福气，能娶到这样的好姑娘，我都喜欢她的性格，跟男人一样爽快。这姑娘我虽没有见过，但是感觉也是个有趣的人。她是很有趣，以后咱们家就更热闹了。周彪这个时候走了进来，笑着说：你们说谁要来咱们家？你未过门的媳妇儿。你们今天见到他了？我还把胡适来家里的事也跟他说了。他什么反应？他说好不容易找到他喜欢的男人，谁都别想把你从他手里抢走。周彪心里美滋滋的，嘴角的笑想压都压不下去。那姑娘虎不拉几的，确实挺可爱的。第二天，周彪跟周成2个人拉着一车的冰去了西门镇售卖。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今日来镇上卖冰块，对冰块有需求的人早早的就在西门镇的牌坊门口等着了。牛车还没到西门镇牌坊的门口，就被拥挤过来的人群给围住了，几乎是瞬间的功夫，一车冰块就被一抢而空。这是不是太夸张了？确实挺夸张的。哥，去见嫂子吗？你们昨天去过了，今天就不去了，回家吧。说完，走过来坐在了牛车上。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身上的穿着看着普通，但站在那里的气势就能看出他一点都不普通。等到人群逐渐散开了，他这才走了过来。周成拉紧了缰绳，牛也迈开了腿。等等！周成跟周彪同时转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见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正朝着他们这边走了过来。这谁啊？是你们认识的人吗？我不认识，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呢。他松开了手里的缰绳，牛车停了下来，周彪也从车上跳了下来。你是叫我们吗？打扰了，我刚才看到你们在卖冰块，能问一下你们这些冰块是从哪里来的吗？周成也从牛车上跳了下来，来到周彪的旁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答您，但是您想买冰块的话，后日我们还会过来。你刚才也看到了，就算你过来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什么时候能买到那也要看运气的。你别误会，我有个买卖想跟你们谈谈，你们能做主吗？如果你还想打听冰块的来历，那就不用谈了。如果想购买冰块，这个可以谈。是这样，我看到你们卖冰块四四方方的，边角也很光滑，我猜测呀，应该是用模具做出来的。这冰块是你们制作出来的，对吗？就算你说对了，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买你们制冰的手艺。不卖。男人伸出一根手指，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1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把周成兄弟俩都吓了一跳。1万两白银，那可是天文数字，平时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今日却从这个男人的嘴里轻飘飘地说了出来。你们不用着急回拒绝我，可以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住在春满楼8号房间，你们想好了的话，明日来春满楼找我，这对你们来说绝对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考虑考虑，也希望明日能够看到你们。说完转身就走了。这什么人呢？他说话不是我们本地的口音，还住在客栈里，难不成专门是为了咱们这制冰手艺来的？你说的不错，他就是为了咱的制冰手艺来的。1万两白银确实很多，但是他们如果得到了配方，赚的可就不是1万两了，10万两、100万，甚至1000万两。咱们以后好好做，10年之内也能赚到。我觉得绝对不能卖。周成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咱们先回家吧。回家问问弟妹吧，她脑子好使，或许跟咱们有不一样的想法呢。路上一点都没耽搁，太阳还挂在头顶，他们就回到了家里。姜慈、小宝还有婆母都坐在婆母的房间里，边上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块的冰，房间里就像是开了空调一样凉快。二叔跟爹回来了。正在玩耍的小宝从床上跳了下来，姜慈跟周氏也跟着出去了。金哥回来真早。娘，您都不知道今天有多夸张。今儿个还没进西门镇的牌坊就被人给围住了，一车的冰块，一眨眼功夫就被抢光了，真的太抢手了。只是不好运出去，否则有多少就能卖多少。只可惜牛车只能装那么多，想多赚钱也运不出去。
娘的房间里有冰，快进去凉快凉快。周成跟周彪2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屋子。今日还遇到了一件稀奇事儿呢，有人出价1万两白银买咱们的制冰手艺呢。1万两白银？确实是1万两。他说的时候，我跟阿成都吓了一跳啊。咱们西门镇还有这么有钱的人呢，西门镇真是藏龙卧虎啊。那人说着外地的口音，还住在福满楼的客栈里，不是西门镇的人。那人虽然穿着普通，但是眼神犀利，很有气场，能看得出不是一般人呢。你们是怎么回答他的？我跟阿成都想着要拒绝的，可那人好像知道我们的想法。我跟阿成还没开口，他就说不要先急着回答他，让我们考虑考虑。如果考虑好了，叫我们去福满楼找他。不能卖，咱们这制冰的手艺可远远不止这些钱。我跟阿成也是这么想的，我担心那个人没有达到目的，不会善罢甘休啊。难不成他还能来家里抢不成？制冰的手艺利润太大了，谁得到这门手艺，谁都能赚大钱。他都能拿出1万两的白银了，所以说明他对这个制冰手艺势在必得。有能力拿出1万两白银的人，绝不是简单的人。阿四说的对，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咱们恐怕会惹上麻烦。明天咱们去见见那个人。你见他做什么？阿慈，你不会想把制冰的手艺卖给他吧？这个要明日见了面才能决定。如果是咱们惹不起的人，只要价钱到位，卖给他又有何妨？这是咱们赚钱的门道，别人知道了会影响到咱们赚钱。刚才大哥不是说了吗？那人是外地口音，还住在客栈里，就说明他不是这里的人。不是这里的人对咱们没有影响，又不是把制冰的手艺卖给他，咱们就不能制冰了。咱们依旧可以自己制冰买卖呀，在这样的基础上还能大赚一笔，何乐不为呢？1万两白银啊，咱们最少也要10年时间才能赚到，卖给他是咱们赚。你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他们要是不让咱们继续制冰呢？那就更简单了，要么花大钱一次性买断，要么不卖给他，他自己会选择的。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老天保佑，明日一定要顺顺利利的。今天都20了，还有4天就到老大大婚的日子，咱们还要防止那个胡氏捣乱，千万别什么事都弄到一起来了。大哥，你明日留在家里看家，胡氏要真来家里，咱娘一个人对付不了。我不去，你们俩能行吗？放心，大哥，我们是跟他谈买卖的，又不是去打架的，不需要人多，我跟阿成足可以对付了。明日他只能客客气气的，除非他对制冰的手艺失去了兴趣。好吧，那我明日就留在家里。说完站了起来。今儿个时候还早，二弟要不要进山看看？或许还能有不少收获呢。你昨日不是去过了吗？昨天我只收了一半，昨日没敢进深山，正好今日有时间，我想过去看看。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那棵野桃树的果子也该熟透了，咱们多摘点回来。我也跟你们去，把那些熟透的桃子弄回来，明日去西门镇给卖了，应该能卖不少钱。周彪跟周成都同意，周小宝也想去。你太小了，如果遇到危险，我们要保护你，会连累我们也会有危险的。等你再长大一些了，再跟我们去，好不好？哦，好，那我就等我再长大一些，不用你们保护我了，我再跟你们进山。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你跟祖母在家等着我们回来。小宝点头说好。3个人刚出大门，就碰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人，那人就是胡氏跟他的母亲。哟，你们这是要进山呐？我跟胡氏已经没有关系了，你们还来做什么？哼，我来替我闺女讨回公道，你凭什么休了我闺女？还要点脸不？小的不要脸也就算了，老的也不要脸。你们家的脸都是城墙做的吗？这么厚？周彪，她是我娘，怎么说她也是你长辈，你怎么能这么说她？你的教养呢？死一边去！我认他老几，赶紧给我滚，要不别怪我不客气。胡氏娘根本不在乎，直接走到周彪跟前，头往他身上靠。来，快对我不客气！老娘我肚子里正缺油水呢，你敢碰我一下试试？姜子赶紧把周彪拉了过来，别冲动，你要是动了他，直接赖在咱们家了。李氏跟周小宝听到外头有动静，也都跑了过来。姜子看向胡氏，你不是说要跟孩子修复关系吗？你们这样过来闹事，孩子更加不会原谅你的。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跟我儿子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掺和。今天我们来就是来讨公道的，如果你们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就不走了。李氏冲了过来，伸手就给了胡氏一巴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心？能不能给你儿子留点尊严？你跟人私奔，把你休了，你还有理了？胡氏被一巴掌打懵了，他没想到李氏会对他动手。凭什么说我闺女跟人私奔了？你有什么证据啊？啊！你们造谣我闺女啊，让我闺女名声尽毁。现在倒好，周彪想娶新媳妇儿，就把我闺女一脚给踹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你们今儿个必须给我闺女一个说法。这边的动静太大，住在周家附近的村民听到了，都过来了。胡氏跟一个收山货的男人走了这件事，村里好几个人都看到了，并且他昨天在我们家的时候也承认了，还跪下来给我儿道歉，甚至去撞墙求我儿原谅他。今天跑过来又不承认了，你太不要脸了吧！当时胡氏跟那个收山货的男人走的那天，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也看到了。看到了就是私奔吗？闺女，你过来，你跟他们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是受害者呀。当年那个男人，他表面上是收山货的，其实就是个人牙子。他骗我说对山里的路不熟悉，给了我1两银送他出山。我当时鬼迷心窍了，就想赚他那1两银子，就答应了。谁知道还没出山，我就被他打晕了。到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他把我绑起来，关在柴房里，把我给卖了。买家带我回家的路上，我找了个机会逃跑了。我一边流浪，一边寻找回家的路。老天有眼，让我流浪了3年多，又重新找了回来。可等我回到家，才知道被人谣传我跟人私奔了。我真的是冤枉啊！我说的是事实，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这个解释很完美，最后还发了毒誓。围观的村民们也有些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冤枉了胡氏？大家别信他，这俩母女就是个谎话精。胡氏昨天在家里的时候亲口承认的，还说那人对她不好，经常打骂她。她说她回去就是死路一条。咱们说话凭证据，你说我闺女跟人私奔啊？你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这休书你也必须给我收回去。我闺女还是你们周家的媳妇儿，没有证据，那休书就作废了。走，娘送你回家。周彪直接挡在他们面前。休想！我已经把胡氏休了，我们周家的长辈做了见证，你要是敢迈进去一步，我要你们的命！我知道你马上就要成亲了，不可能让我再进你家门。我强行留在这里，你们也不会好好待我。我们可以各退一步，我不能被你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给休了。我的名声也被你们给败坏了，我也嫁不出去了，这辈子都被你们给毁了。你们必须给我足够的赔偿，让我活下去。哼，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们今日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吧？我告诉你，休想！1分钱我都不会给你这样的女人。好啊，那咱们就继续做2口子。我这个正妻不同意你纳妾，你的这门婚事必须作废。你们想要多少银钱？我要的不多，我要100两。胡氏狮子大开口，围观的村民都被吓了一跳。这娘俩过来打劫的吧？啊呸！怎么就能这么不要脸呢？真是无赖！我的后半生都被毁了，我要100两，合情合理。闺女，不用跟他们解释，他们爱咋说咋说。然后看向周家人，怎么样，同意还是不同意啊？如果你们想要钱，看在你是小宝娘亲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些，没问题。但是你一张口100两，我们没有。实在不行，咱们只能去趟官府了，让官府来解决一下你们之间的问题。你要不怕耽误了你大哥的婚事，那咱们就去官府啊！我们不想耽误你大哥的婚事，我们可以退一步，80两。我知道你们家能拿得出来，为了这点钱把你们家大哥的婚事耽误了，不值得。胡氏母女是做好准备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周家人没有任何的准备，直接被他们将了一军。如果不答应他们，大哥的婚事真的会被他们搅和黄了。你们娘俩就在这里做梦吧，想赖银钱，这辈子都别想。我周彪有钱给扔了，给乞丐，都不浪费在你们这种烂人身上。阿成，不用跟他们多费口舌，咱们回家。周彪转头就要走，胡氏娘见他油盐不进，心里也着急，一把拉住了。周彪，你舍不得钱，那休书就作废了啊！我闺女还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她就有权利继续待在这个家里。周彪用力甩开了他，胡氏娘被甩得老远，差点摔倒。你们敢踏进我家试试，我把你们腿打断！阿彪，娘，这是我的事，我自己来解决。您跟弟妹还有小宝先回家吧。娘，咱听大哥的，走吧。娘，走吧。李氏虽然不大情愿，但是儿子们跟儿媳都这样说了，只能听他们的，一起走进了院子。阿彪有些冲动了，那对母女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不能答应他们。要是把钱给他们，咱们不是承认他不是跟人私奔吗？既然不是私奔，大哥把他给休了，就说不过去。他们以后要是继续以这个理由来找我们的麻烦，怎么办？你说的对，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周彪还站在原地，看向围观的村民。大娘、婶子们，离这俩人远点，别沾了晦气。周彪转身回了院子。胡氏，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虽然你不承认，但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周家2兄弟可不是好惹的，我劝你们别自讨苦吃，回去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吧。哎呦，关你什么事儿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老娘我可不是吓大的，今日你们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绝对就不走了。说完也跟着跨进了大门。周彪见胡氏母女不知死活，他随手就把靠在墙上用来挑水的扁担拿在了手里，转身就朝着他们甩了过去。胡氏母女被吓了一跳，赶紧往后退了好几步，母女2个直接双双后仰，倒在了地上。胡氏从地上坐了起来，看到他娘还躺在地上。娘，你没事吧？胡氏娘闭着眼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娘要是出事了，就是你们的责任，还不去叫郎中？出去看看，人不会真的摔出个好歹吧？就算摔死了，跟我也没有关系，大家都看到了，我可没碰他们，是他们自己摔倒的。大家快帮我叫郎中过来，我娘不行了！哎呦，阿彪，他呼吸很微弱，不像是装的，要赶紧找郎中过来。阿彪，你赶紧去叫郎中过来看看，别真的出事了，多晦气啊！娘，别着急，他不过是昏过去了，我有办法让他醒过来。你又不是郎中，你有什么办法？你赶紧去叫郎中，不要耽误了救治我娘的时机。周彪拿着扁担走出大门，来到胡氏跟前，姜慈、李氏还有周成也都跟着出来了。周彪看到胡氏娘那张红润的脸，
还有心口起伏不平的呼吸，他就知道自己猜的没错，胡氏娘就是装的。你娘没事，就是昏过去了。看到我手里的扁担了吧？用这个就能让你娘醒过来。你用扁担如何让我娘醒过来？你娘不是说我不敢把她腿打断吗？我跟你保证，我这一扁担下去，你娘的腿一定会断掉，同时她就会醒过来。她都这样了，你还想把她的腿给打断了？你还是人吗？我不同意。阿彪，娘，二弟说的对，这是最好的办法，比郎中还有用。娘，咱们往后站站，别被大哥的扁担碰到了。好吧，大家都离远一点，别伤着你们。我不许你们这么做，你们把她的腿给打断了，你们要养活她一辈子。没问题，我天天给她吃肉，一天3顿饭供着她。不仅如此，我还会额外给你100两银子。有了这100两银子，你也可以过得很好，你觉得怎么样？我娘现在都这样了，你这一扁担下去，还不要了她的命啊！你给我再多的钱也没用啊！胡氏娘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她就知道她闺女不会为了钱让她受到伤害。如果我一扁担把你娘给打死了，我就收回休书，你重新回到这个家里，咱们还是夫妻，以后家里的钱财都归你管。如果你不愿意回来，我也可以给你补偿，你自己说个数，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如果你娘没死，只是断了腿，你依旧可以得到100两银子。你不是说1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吗？你说的这些让我怎么相信你？大家都在看着呢，他们都可以为你作证。如果我做不到，你直接可以去官府告我，把我给抓起来。我娘要是出了意外，我要500两白银，你有吗？胡氏娘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她闺女竟然为了500两银子，连她的命都不要了。她刚刚还良心发现，觉得对不起闺女，没想到胡氏就是个白眼狼，自己真的是看错她了。原来女儿跟自己是一样的人。你的胃口可真大呀！500两我肯定没有，但是我可以每个月给你100两，5个月给完。我要你给我写个字据。那是自然，口说无凭嘛。胡氏又看了眼躺在地上的母亲，一狠心从地上站了起来。好，我答应你砸吧。你想好了，我这一扁担下去，你娘就算不死，以后也会是个不能走路的瘫子。要是死了，你就没有娘了，还需要考虑吗？我想好了，牺牲她一人，能换来我娘家过上好日子，娘一定也会同意的。动手吧。好，那我开始了。说着，高高的扬起手里的扁担，然后轻轻地落在胡氏娘的小腿位置，试了试。娘，你们都进去，太血腥了，别吓着您。我可不敢见这样的场面，夜里做噩梦。阿慈，我们走。姜慈也配合着跟婆母走了，然后又看向人群，胆子小的就不要看了。胡氏娘知道自己再不起来，她的腿真的废了。那我开始了。话音还没落下，胡氏娘睁开了眼睛，赶紧收回腿，直接坐了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怎么了？娘，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再也活不过来了呢。胡氏，你是不是傻呀？我们都看出来你娘从头到尾都是装的，你跟阿彪说的话，你娘都听到了。娘，你听到的那些都不是真的，是周彪给我下套，我被他给算计了。你要相信我，我只是一时糊涂才做了那样的选择，其实我心里可难受了。胡氏娘本来是想隐瞒的，没想到大家都看出来她是装的，继续装傻也没有意义。现在不是跟胡氏算账的时候，他们还要配合一起问周家要钱呢。娘知道他们给你下了套了，娘不会怪你。来，扶我起来。胡氏，你娘什么德行，你心里有数。你为了500两银子可以让她去死，你以为她会不在意不记在心里吗？我提醒你，等她达到目的了，你的下场不会好的。闺女，你别听她瞎说，她在挑拨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呢。娘，你真的不在意吗？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闺女？你看不出来她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吗？娘，您别生气，我相信你。闺女啊，你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做娘的能跟自己的孩子计较吗？做什么事情啊，多动动脑子。娘，我知道了。然后愤怒地看向周彪，你不用挑拨离间，在你跟我娘之间，我当然相信我娘。我不过是提醒你，信不信是你的事。你们母女回去吧，你们别想用任何事来威胁我，你们威胁不到我，更不会从我这里弄到一点好处。不要在这里花费心思了，回去吧。周彪啊，话可不要说这么满呢。你未来的老丈人在西门镇开豆腐坊呢，那家的闺女叫张秋云，年方16。那你既然不拿钱，那我就带我闺女去找他们，我让你这门婚事成不了。没人拦着你们，去吧。你真不在乎这门婚事啊？我当然在乎，只是我知道你们去了不会得到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就这么自信？周彪点点头。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张家豆腐坊，看看我有没有能力让你这门婚事成不了。我等着。哼，周彪，咱们走着瞧，老娘我想做的事情还没有不成的呢。说完拉着胡氏就走。阿彪，你怎么能让他们母女去你未来的老丈人家呢？他们会毁了你的婚事的。是啊，不能让他们去，给他们点钱打发了算了，他去了呀，事儿就闹大了。多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张家那边知道我的所有情况，不会影响到我的婚事的。24号大家准时到啊，喝我的喜酒。你这样说我们就放心了。事情了，看热闹的村民也都回去了，周彪跟家人也进了院子。不能让他们去亲家闹，
不是给人添堵吗？得想个法子，不能让他们过去闹。那母女两个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我的情况啊，张家都知道。昨日阿成跟弟妹又把胡氏回来闹的事跟他说了，胡氏母女就是去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得想个办法，他们只要没达到目的，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后咱们的麻烦事多着呢，得让他们得到教训，彻底掐断他们的想法。他们就是无赖，还能有什么办法？她是跑出来的，要是能把她男人找到就好了。这倒是个好法子，咱们都不知道她那个男人住在哪里，也不好找呀。能不能想个办法，从胡氏的嘴里套出她男人的信息？不现实，有她娘在身边，咱们什么都套不出来。胡氏也不是傻子，她也绝对不会说的。不用那么麻烦，我想到一个法子，能让他们彻底死了这条心。什么法子？快说给我们听听。周彪跟周成也都看向姜慈，也是一脸的期待。姜慈就把自己的办法说了。好好好，我就说咱们全家最聪明的还是你，这个办法太好了。周彪跟周成的脸上也同时露出了笑容。那我现在就过去。现在去太晚了，这都申时了。胡氏母女要去也得明日了，明日咱们一起去。好，那咱们就明日一起去。胡氏母女离开了周家村。娘，咱们现在就去西门镇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不到西门镇天都黑了，这时候去西门镇，你找死啊你！回家。娘，明天要是周家的人也去了怎么办？去了更好，周彪没有你私奔的证据，他就把你给休了，更能坐实他非法休妻的事实。他们的婚事都已经定下来了，还有几天就成亲了，那不可能取消，他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来破坏这门婚事的。所以就算是周家不拿钱，他们张家也会拿钱了事的。这事儿啊，也会让周彪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大跌的。就算他跟张家小姐成亲了，这件事情也是他们夫妻中的一根刺，他们不会幸福的。翌日，周家兄弟跟姜慈三个人拉着一车兵去了西门镇。周彪先去了张家，姜慈跟周成把兵送去了义庄之后，直接去了春满楼客栈。我是客栈的掌柜，免贵姓徐，两位是来住店还是吃饭？我们不住店也不吃饭，昨日跟住在你们客栈8号房间的客人约好了，今日过来找他有事要聊。原来是你们呀！8号房间的客人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哎，请进吧，牛车放在这里，我让店里的伙计给你找地方放牛车，我带你们过去。好，那就麻烦你们了。徐掌柜在8号房间的门口停了下来，伸手敲门。客官，您等的客人来了。啊，进来吧。徐掌柜伸手推开了门。两位请进吧。周成走在前面，姜慈跟在他后面进了屋子。二位请坐吧。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来？1万两白银换一个配方，这是个大买卖，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动心的。请问怎么称呼？免贵姓孙，外面人都称我为孙爷。你叫周成，昨天跟你一起的那个是你大哥，面前的这位是你的夫人姜慈。你家里还有老母亲跟一个小侄子。你大哥这2天就要成亲了，成亲的对象是西门镇上的张家豆腐坊的姑娘，叫张秋云。这个孙爷说起这些，姜慈感觉有点威胁的意味。孙爷真是好手段呀，这就把我们给打听清楚了。您这是威胁我们？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做事情喜欢知根知底儿，这是我的习惯，请不要在意，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孙爷的话是这样说，姜慈半个字儿都不相信。如果不是威胁，他就不用什么都还没开始谈，就先把调查了他们家庭情况说了出来。我们做的买卖跟孙爷一样，虽然不能跟您一样知根知底，最少让我们知道孙爷是做什么的，这个不过分吧？当然不过分，我是个做买卖的商人，涉猎很广，生意很大，遍及全国。经过这里的时候，听到有人能在夏季治兵，我很感兴趣。我亲眼看到后，就决定要买你们的治兵手艺，所以才对你们做了调查。如果你们觉得不舒服，我可以跟你们道歉。周成跟姜慈对视一，虽然不知道您说的是真是假，我们选择相信您。有很多人想买我的治兵手艺，也有很多人想来跟我学习，都被我拒绝了。之所以今日来见您，同意跟你做这个买卖，是因为您出得起价钱。我喜欢你们的坦诚。如果你能把治兵的手艺交给我，1万两的银票，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这些银票在国内各地的钱庄都能兑换。您花1万两银子来买我的治兵手艺，就应该清楚，治兵能给你带来成千上万倍的收益。我自己做一样能赚到很多钱，1万两对我们来说就是几年的事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爽快。10万两，不接受讨价还价。孙爷怔了一下，他也没想到姜慈会直接涨了10倍。正如姜慈所说，治兵的手艺是无价的，花10万两银子，后续可以给他带来1000万两的收入，甚至更多。他思考了将近1分钟。好，我同意。看姜慈的目光带着赞赏，你是我见过最会做买卖的女子。姜慈放心了，这个孙爷都没有讨价还价，直接答应，说明他刚才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多谢您的夸奖，要是知道您这么爽快，说什么也得再多要一些。姑娘不能太贪心，10万两已经让我感到心疼了。等您赚钱的时候，您就知道您现在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全国首富非你莫属。那就借你吉言了。孙爷从旁边拿出一张银票推给他。
这是准备好的1万两，先给你做定金。等明日我准备好剩余的9万两，你把治病的手艺交给我。姜慈拿过银票，银票的最上方写着聚宝堂，这是钱庄的名字。咱们西门镇是不是也有一个聚宝堂？是有一个，靠近官府的那条路上。聚宝堂全国各地都有分号，西门镇的聚宝堂就是分号。你拿着这张银票，只要是叫聚宝堂的钱庄，都可以把钱兑换出来。孙爷，您想的真周到。那这1万两银票我们就先拿着了。我们每天都会来镇子上卖冰块，明日我们来春满楼接您去家里，我手把手教你。好，就这么定了。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姜慈和周彪跟孙爷告别，从8号房间出来。今日就跟做梦一样，好不现实啊！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10万两白银啊！咱们发财了，有了这么多的银钱，都可以去皇城下安家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传出去，要不然我们就真的要搬家了。这我知道，咱们把钱放在钱庄里，咱们自己不说，谁也不会知道的。周成点点头。要不要去聚宝斋验证一下这银票的真假呀？不用，他想要的是治兵手艺，不可能还没有把手艺学到手，先给我们一张假的银票。你说的也在理，不过我觉得还是去看一下比较保险。好，反正要路过呢。牛车上路，很快就来到聚宝堂的门口。周成自己进去，姜慈在外面看着牛车。不一会儿，周成出来了，验证了这张银票确实是真的。然后2个人赶着牛车去张家。周彪跟姜慈和周成分开之后，直接来了张家。他把胡氏从回来到昨天下午去家里闹事的事儿全都说了一遍。张家人听了也都很生气，一个女人不要脸到这种地步，没把她沉塘是最大的失误。只要他们敢进我张家门，我就用木棍把他们打出去。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啊？这个不用你动手，我找2个人把他们弄到没人的地方，狠狠地揍他们一顿。我看他们今后还敢不敢再有这种想法。不行，你们兄妹2个想得太简单了。要是他们怕这些，就做不出这样毁3观的事儿来。那胡氏那么有心机，来这里肯定是什么都想好了，弄不好啊，正中他们的圈套，直接赖在咱们家不走了。伯母说的对，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件事。你们想到治他们的办法了？周彪点点头。周大哥，那你快说来听听。周彪就把姜慈说的那个办法跟他们说了一遍。这个办法得到张家所有人的赞同，都同意跟他一起配合。张家豆腐坊门口马路边上摆放着一个豆腐摊子，豆腐摊子边站着一个美丽的少女。娘，那个卖豆腐的不会就是周彪那位我们的娘子吧？听说这张家就一个闺女，经常在门口卖豆腐，这应该就是她了。这么年轻漂亮，怎么就能看上周彪了？白瞎了一张好看的脸。行了，咱们过去吧。说着朝着张秋云走了过去。张秋云收了顾客递过来的银钱，一抬头就看到有2个女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豆腐摊子旁。张秋云打量了他们猜到了这2人就是胡氏母女。你们买豆腐吗？我们不买豆腐，是专门过来找你的。胡氏说着，佯装很难过的样子，抹起了眼泪。你是胡氏吧？你跟周彪的事我都知道了，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的婚事，所以你们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胡氏娘并不觉得意外，周家知道他们会来张家，一定会过来跟张家说一声的，这个在他的预料之中。胡氏下跪还哭哭啼啼的，引起了过路人的注意。有热闹看，没人能抵挡得住这样的吸引力。胡氏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姑娘，你还是太年轻了，周彪可不像他表面上那样憨厚老实。你别以为他们周家有治兵的手艺，以后就能大富大贵，那可也要看看他的人品不是？否则呀，等他发达以后，下场不会比我闺女好到哪去的。你看看这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这里说话被人听到了，对你影响不好。你看，咱们是不是去你家里聊聊？我们也见见你的父母不是？我父母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想见就能见到，他们很忙，没时间见一些无聊的人。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影响。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们家闲话吗？你不怕呀，我们家做事童叟无欺，堂堂正正，只有小人才怕别人说闲话，我们家不怕。你是有什么事啊，就直接在这里说吧。张秋云一脸不在乎的样子，胡氏娘一时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进家门，她怎么开口威胁他们要钱？这不在她的计划内。跪在地上的胡氏跟她娘一样懵。是啊，人家姑娘都不怕，你怕什么？哎呦，这事儿可关乎你们张家的名声啊！如果你不在乎你们张家的名声，那我无所谓。我今儿个就是过来为我闺女讨个公道的。你说吧，我们都来听听。张父冷着一张脸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张母、周彪跟在他后面也走出了大门。这么多人围观，难道他们就不顾及名声？这家人好像跟正常人的脑回路不一样啊！我是张家的当家人，我身边这位是我夫人，周彪是我未来的女婿。刚刚我听说你是来为你闺女讨回公道的是吗？是，没错。好吧，我们都在。如果你说的有道理，我会给你一个公道。如果你胡搅蛮缠，专门有目的的毁我闺女和张家的名声，是要进官府的。如果你们放弃，现在就回去，我不会追究你们来这里闹事的责任。看到还跪在地上的胡氏娘心里憋屈，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都这个时候了还跪着，她伸手去拉胡氏这才站了起来。起来。
这是我闺女，也是你未来夫婿明媒正娶夫人。你闺女跟我女婿这桩婚事，我闺女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作废。周围看热闹的人一听，都开始议论。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来闹呢。这夫人怎么能给小妾下跪呢？简直天理不容！哎呀，这要是个小妾，我们也不能来，不是啊？是我这女婿为了娶他家的姑娘做夫人，把我闺女直接给休了，然后直接把我这闺女给赶出了家门。哎呀，你们说这天底下有没有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哟？真是欺人太甚，无法无天了！直接去官府，官府老爷会替你做主的。我这闺女善良，还顾及着我姑爷的面子呢。我们也不想闹得太难看，找他们张家来解决问题。你们说我们这样做有错吗？当然没问题，赶紧给人一个说法。那样的人还敢把闺女嫁给他，不怕将来也跟这位娘子一样的下场吗？听到人群里不忿的声音越来越多，周彪走到了前面。大家请安静，听我说几句。这对母女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3年前，她抛下2岁不到的孩子跟人私奔，前2日回来了，说她现在的男人对她不好，要跟我重归于好。我直接拒绝了，并且把她给休了。他们不死心，跑到我家威胁我，让我拿出100两银子，要不然就把我的婚事搅黄。我仍旧拒绝了。他们见到在我这里弄不到银钱，又威胁我说要来我岳父母家。他知道还有2、3日就要成亲了，笃定这门亲事不可能取消，就想过来用这样的借口威胁他们，想让我岳父母一家出钱了事。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众人一听炸锅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般炸裂的事情。之前同情胡氏母女的人感觉受到了欺骗，这也太不要脸了，跟人私奔了还敢回来。哼，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还能要点脸不？知道要脸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差点被这母女给骗了，冤枉了这位公子，太不要脸了。娘，嘿，你胡说，我闺女根本就不是跟人私奔了。你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说，你就是想毁了我闺女的名声。你这居心太恶毒，你有这种理由休了我闺女不说啊？你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羞辱我，口口声声说我闺女跟人私奔啊？那你把证据拿出来，你没有证据你就给我闺女的休书，我们不承认，我闺女依旧是你的正妻。她前天回到我们家的时候，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亲口承认她跟人私奔的事。这事我不是没有证据，而是看在她是我孩子娘亲的份上，我不想坐实这件事情。但是这对母女欺人太甚，以为我没有证据就可以来威胁我，威胁我岳父一家，这是我不能容忍的。哼，来，废话少说，别的不说，证据尽管拿出来。老木匠跟他徒弟走了过来，这件事我能作证。胡氏吓了一跳，这人他见过，是在周家打家具的木匠。嘿呦，你谁呀你？周彪花了多少银钱让你过来做假证啊？你闺女我见过，她还跟我打过招呼。胡氏不敢跟老木匠对视，目光躲闪，让人一看就知道心虚。胡氏娘见闺女这副神情，知道这个人说的应该是真的。你见过他？他是个木匠，给周家打家具的。他说的不错，我跟徒弟在周家干活，我们见证事情的经过。周家公子说的都是事实，胡氏确实是亲口承认他跟人私奔，是要去过身外的生活。他为了能留在周家，最后还去撞墙，希望以此极端的手段得到周家公子的原谅。他额头上的那个伤就是那天撞的。你胡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样的害人的谎言，你就不怕遭报应吗你？啊，我跟你说，大家别信他，他肯定是被周家人给收买了。这师傅说的没错，我也可以作证。如果我们做假证，天打雷劈，你们敢发誓吗？我当然敢。如果我们说谎，就让我闺女这辈子找不到婆家，孤独终老。不行啊！我听说你孙子快出生了，那就用你孙子来发誓。如果你说谎，你孙子出生就没，或者你家永远生不出孙子。你放屁！小小年纪嘴巴这么恶毒，你以后才生不出儿子呢，你儿子才没。大家都看到了吧？他不敢发誓。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吗？怎么不敢发誓了？是啊，你赶紧发誓，我们就相信你。你们都是一伙的，我不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没完。说完，拉着胡氏转身就要走。慢着，你们就这么走了？你想做什么？既然你不承认，以后还要继续找我麻烦，那咱们只能去趟官府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事了。不行，我才不跟你去官府。娘，咱们不能去官府。胡氏娘同样清楚去官府的后果，胡氏对她已经没有了用处。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他跟我说不是私奔，作为他娘，我当然要为他讨回个公道。你要是想去官府找他，那跟我没关系。说完转身就走。胡氏愣在原地，他没想到他娘竟然这样把他给抛弃了。娘，你不能这么对我。胡氏娘见他追了上来，也撒腿就跑。胡氏跟在后面追，惹得围观的人跟着一起哄笑。人群中有一黑脸男人，面无表情，看着跑远的两人，看起来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周彪对老木匠跟他徒弟表达了感谢，留他们吃饭。老木匠拒绝了。你们是好人，见不得你们这样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冤枉。就是你不去找我，我知道也会主动站出来的。吃饭就不用了，我们还有事要做，在此告辞。
老先生，您可不能走，一定要留下来吃顿饭。张父上前笑着说：“我家里也要做一些木工活，正好留下来吃饭，咱们一起聊聊。”老木匠喜笑颜开，人家都这么热情了，他硬是要走的话，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便答应留下来。阿慈跟周大哥去义庄送兵，怎么还没回来？事情办完就应该回来了，您不用担心。胡适紧赶慢赶才追上他娘。娘，您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您闺女啊！你不是我闺女，我闺女不会为了钱要我的命。您说您不在意的，如果我这样对你，那你心里介不介意？你是我娘，我不会介意的。娘，咱们是母女，您今天不是也抛弃了我吗？咱们算扯平了，好不好？不要我无处可去了，只有死路一条。胡适娘直接甩了他一个耳刮子。那你就啊！你不要来拖累我，要不是看在能捞一笔钱的份上，我压根就不会收留你。娘，您对我的好都是假的，就是为了从周家弄钱。哎，对，就是为了钱。你以为是什么？我是你闺女啊！哼，你不是我闺女，你是我在路边捡的。本来指望你嫁个好人家，我们也沾沾光是吧？没想到你跟人私奔你，我们被人戳脊梁骨，说了多少闲话，多少人在背后骂我。要不是我厉害，早就让人给欺负死了。要不是还有利用价值，我能让你进我家的门。现在你总算死心了吧？你让我把钱都存在你那里，也没打算还给我，是不是？哎呦，你终于聪明一回了，可惜晚了，算是你赔偿我之前对你的养育之恩了。以后你别再跟着我。说完，转身就走。胡适没有继续追上去，而是呆愣愣的看着远走的母亲。姜慈跟周成的牛车正往张家豆腐坊走，远远的就看到有两个女人。一开始两人都以为是闹矛盾的路人，走得近了才发现是胡氏母女。胡氏跟他娘在路的对面，看来他们是从张家那边过来的。事情应该结束了，咱们回来晚了，一定很精彩，可惜没有看到热闹。这不就是热闹吗？没想到胡适他娘竟然把胡适给抛弃了。周成有些惊讶，姜慈也很惊讶这个结果。一个黑脸男人从他们对面经过，差点撞在姜慈他们牛车上。你没事吧？没事。然后就走了。这人真奇怪，这么大的牛车竟然看不到，他说话的声音好像不是咱们这里的。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这里虽然是山里，外面有很多做买卖的都会来这里，或者经过这里。听周成这么说，姜慈也就没放在心上。两个人一起去了张家豆腐坊。胡氏娘一路骂骂咧咧，来到她男人跟儿子等她的地方。娘，事情怎么样了？嘿，气死我！事情失败了，不仅钱没拿到，差点让他们送去了官府。哎呀，走了，咱们赶紧回去吧。说完就走。胡斐跟他爹跟在他后面。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10成的把握吗？哎呀，你提这个我就想生气。他们给我们设了个套，找来了证明那死丫头跟人私奔的证据，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娘，我姐呢？她被抓走了。哼，那个蠢货让我赶走了。但凡能聪明些，不至于这么狼狈。他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留着也是浪费粮食。您把他赶走了，他的钱都存您这儿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一个女人要去哪里啊？娘，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哼，一点都不过分，他就是个白眼狼。昨天下午我要是晕过去了，你娘我这2条腿就没了。丫头为了银钱，她不顾我死活，她不是个好东西。要不是看在她还有价值，昨天晚上我就让她滚蛋了。留在家里每天就知道张嘴吃饭，她多吃一口，咱们就少吃一口。您不是说要给她找个婆家吗？直接把她给嫁出，还能要点彩礼，也别这样对她强啊。她又不是小姑娘，跟人私奔的名声都烂了，一时半会儿去哪里找？一日找不着，她就要在咱们家里多待一日，哪一天不要吃饭呢？要是1年半载找不着，咱们还不是要管她1年半载的伙食吗？哎，这不划算。我们呐也别可怜她了，她有今日都是她自作的。周家是多好的，把她当祖宗一样供。周彪1年能带她回娘家好几趟，每一趟回来不是野鸡就是野兔子，从来都没空手过。哎呀，那2年是我最怀念的日子。嘿，你说啊，她好日子过舒坦了，她跟人私奔，连带着咱们的名声都受损。他的今天不是我造成的，怪也能怪他自己。要是他没地方去，回来了咋办？难道还要把他赶出去？我已经跟他说了，她不是我闺女，是我路边捡的，她不会回来了。你们也不用担心她回来要钱，跟她说钱是她还我对她的养育之恩，她没脸回来给我。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她明明就是你生的，怎么成了路边捡的了？我不这样说，她能死心吗？现在她知道我不是她亲娘，她就没有理由过来找咱们了。他男人听他这样说，也不吱声了。胡适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迷茫的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恐怖的声音。胡适！胡适整张脸都变了，他猛地回头，就看到了令他惊恐的一张熟悉的黑脸。他吓得一下子昏了过去。昏睡中的胡适是被水给呛醒，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水里挣扎，他扑腾2下，水不断的往他嘴里猛灌。他觉得自己就要死的时候，突然感觉腰间一紧，他被一根绳子拖上了岸。胡适死里逃生，趴在地上猛烈的咳嗽起来，突然被人一脚踹在地上。胡适疼得皱起了眉头，当他看到男人那张脸时，顿时瞪大了眼睛。是你！黑脸男人在他跟前蹲了下来，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你这个
我差点死在你手里，没想到吧，我找到你了。我错了，我错了，求求你放了我！黑脸男人看他开始翻白眼了，这才松手。你趁我喝醉打昏了我，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把银钱拿来。钱不在我这儿，都在我娘手里。你这个子，把我的钱拿给你娘，看我打死你！我可以把钱给你拿回来，求你不要打我！哼，你要是敢骗我，你知道我的手段。我不敢骗你，我现在就带你去他家里。黑脸男人站了起来，起来，你带路。要是敢跟我耍花样，我直接把你给剁了。胡适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还要走多久才到？黑脸男人已经累了，胡适指了指前面的山头，再翻过那座山就到了。见男人态度缓和下来，他试探着说：“我娘是个不讲理、视钱如命的人，咱们直接要的话，她肯定不给。”你敢耍老子？我没有耍你。我的意思是，咱们得想个办法，能顺利的把钱拿回来。我正好有个想法。你最好不要骗我，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快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胡适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黑脸男人看他的眼神带着好奇。她是你娘，你确定要这么做？她不是我娘，我一直都是她谋利的工具，是她先对不起我的。娘，馅料还多出来这么多呢。没关系，跟糙米一起做糙米饼子吧，不浪费。婆媳两人正在忙碌着。有人在家吗？胡适娘听到有人来了，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这男人的脸有点黑，他从来没有见过。你谁呀？我在山里迷路了，想来给你打听一下，周家村在哪个方向？周家村我熟啊，你去周家村找谁啊？周家村的周彪，您可知道？我知道啊，我对他们很熟悉。那你是他什么人？找他做什么？太好了，终于问对人了。我是他山外的表亲，收到他要成亲的消息，我娘让我早点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从来没来过，进山就迷路了，路上问了不少人，把方向都给我指了。我一直在山里打转，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正好路过你们这里，所以过来打听一下。胡适娘脑子转了转，这也太巧合了吧？怎么就这么巧找到他家里呢？您别误会，我不是坏人。说着，从身上拿出一个银袋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碎银子。这是1两银子，您能带我到周家村吗？这些银钱就当做酬谢之恩。胡适娘的眼睛都亮了，这个人这么大方，问个路出手就是1两银子。看他手里那么大的钱袋子，鼓鼓囊囊的。哎呦，问个路而已嘛，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过这周家村在深山里，距离这里很远的。现在这时间也不早了，天说黑就黑了，山上有很多野兽的，你晚上进山很是危险的。要不这样吧，你就在我家住一宿，等明日天亮了，我让我儿子带你过去。这样可以吗？我真是遇到好人了，这是2两银子，就算我叨扰您的房费。真是大方呀！哎呦呦，不用，谁还能不遇到点困难呢？在我这里住一晚，怎么能要你钱呢？收回去吧。那怎么行？哪有白住的？我看你们在包饺子，要不就当饭钱总算可以了吧？男人说着，就把钱放在了桌子上。别跟我客气，这点钱对我来说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好，公子真大方，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银钱我们就收着了。公子也累了吧？走，我带你去休息，等着我当家的跟我儿子回来，我过来喊你过去吃饭。胡适娘把男人带到她闺女住的房间，这是我闺女的房间，你就住在这里吧。这怎么可以呢？我一个男人怎么能住姑娘的房间？不行，我闺女早就出嫁了，1年也回不来一趟，你就算不住，这基本上也是用来放杂物的。没事啊，我们山里人不计较这些，就放心住着吧。那好吧。哎呦，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去做饭了。好，我也走了1天了，也累了，就睡一会儿。胡适娘看他关上了房门，也开心的回到了灶房。秀儿一脸的不解，娘，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男人住在家里呢？多危险啊！你知道什么呀？他可是个有钱人，你刚才没看到他手里那钱袋子吗？那里可是有不少钱，我瞧着那里面至少有大几十两银子呢。他是有钱，可是如果他是个坏人呢？住在这里就不安好心了。毕竟什么都是他说的，我们并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不可能，咱们家1穷2白，什么都没有，坏人来我们家做什么？咱们家有什么让人家惦记的？不过我可是惦记上他钱袋里的了。娘，你想做什么？秀儿不解地看着婆母。干活去，不该问的别问。秀儿心里不安，以前她不知道婆母的毒辣，从她对待胡适就能看得出来，婆母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天黑之前，胡适父子挑着从山上砍来的柴回来了，看到桌子上包的饺子。咱们啥家庭啊？这么吃多败家，我们忙活了1下午都不够这顿饭的。嗨，你们父子天天这么辛苦，吃点好的怎么啦？秀儿眼看就要生了，养孩子要花钱，这样吃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老天爷今天往我们家里送钱了，这顿饭你敞开了肚皮吃啊，不用心疼。你啥意思啊？你们父子俩跟我来一趟房间，我有话跟你们说。娘，您刚才说的啥意思啊？老天爷怎么往他家送钱了？你们没回来之前呢，有个男人迷路了，他是周家的亲戚，从山外来周家村准备参加周彪的婚事的，在山里迷路了，来到了咱们家，跟我打听周家村的位置，被我留在家里住下了。翻过我们后面的这座山就到了，
时间完全来得及，你留他住在家里做什么？因为他身上带了很多钱。你想要他的钱？是啊，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以后可就不好遇到了。娘，您想怎么做？这还不容易，直接把他给宰了，随便找个地方埋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商量完毕，三个人从房间里出来了。胡氏娘去灶房，没看到儿媳妇秀儿，这饺子也没煮，秀儿去哪儿了呀？可能去房间了，我去看看。胡斐去了自己的屋子，秀儿正躺在床上。你怎么了？你别紧张，我就是有些心慌，来屋里躺一会儿。怎么会突然心慌呢？刚才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跳出来一只老鼠，吓了我一跳，我就自己回来躺会儿。那你现在好些了吗？好多了。胡斐，娘和你跟爹说什么了？好，没说什么。娘在煮饺子，咱们就吃饺子。胡斐，咱们有孩子了，你可不能做坏事。我不想我孩子今后没爹。你想什么呢？我们今后会越来越好，你别胡思乱想。真的？当然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放心吧。走，咱们去吃饺子。他们到的时候，那个陌生的男人已经坐在了桌子前了。哦，他是我儿子，这位是我儿媳妇儿。胡氏娘端了一碗饺子放在黑脸男人的面前，不比山上外面的口味，尝尝合不合胃口。这分量太少了，我要拿一整盘子。胡氏娘伸手把自己男人面前的这盘饺子换给了那个黑脸男人。这饺子味道不错，比我吃过的都好吃。喜欢吃就好，还怕不合你们口味呢。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桌子上所有的饺子都被吃完了。吃饱了吗？没吃饱的话，还有糙米菜面饼子。胡氏娘笑着说。黑脸男人擦擦嘴，吃饱了，多谢你们的款待。秀儿突然肚子绞痛，她皱着眉头，一脸的痛苦。我肚子疼，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呢？胡氏娘的话没说完，肚子也开始一阵绞痛。胡家父子也都面带痛苦之色。黑脸男人坐着不动，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们。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中毒了。这饺子都是我亲手做的，怎么会中毒呢？是我下的毒。你们三个去屋里讨论怎么对付我的时候，我扔了一只老鼠，把你儿媳妇吓到了。她离开之后，我就把药下在了你们的汤碗里。我们真心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这样对你们，是胡氏让我这么做的。他偷了我的钱跑回来，却被你给扣留了。我这次过来就是拿回我的银钱，快说，钱都在哪里？告诉我，我给你们解药。你是胡氏私奔的男人？没错，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快点把钱拿出来，要不然你们一家子都得死。娘，赶紧告诉他，我不想死。埋在我房间的桌子底下了，你快给我解药。打开陶罐，看到里面只有一个钱袋子，拿出来一看，正是自己丢失的那个。拿出来数了一遍，竟然只有20两，其中还有自己的15两银子。黑脸男人咬牙切齿，自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竟然只拿到这么点钱。胡氏那竟然敢骗他。他走出胡氏娘的房间，看到外间的景象时，整个人都懵了。刚刚还喊着肚子疼的人，此刻都躺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你给我的是毒药。是呀，你现在是杀人犯，你害死了我们一家4口。你这女人为什么要害我？黑脸男人知道他被这个女人给阴了，愤怒的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胡氏被他掐得喘不过气儿。因为我想要你死，只有你死了，我才能自由。你这个恶毒的女人，躺在地上的这些人可都是你的亲人，你弟弟的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害死了5个人，你就不怕遭报应？我不怕，他们是你杀的，跟我没关系，要遭报应也是你遭报应。你就不怕我把你给杀了吗？我不怕，因为你会比我先死。胡氏咬着牙，用尽全身的力气，手里的尖刀狠狠地插进了男人的胸口。男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插在胸口的刀，掐着胡氏脖子的手渐渐失去了力气，大口的鲜血从他的口中喷了出来，热乎乎的鲜血直接喷在胡氏的脸上，掐着他脖子的手也松开了，整个人慢慢的失去了意识，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胡氏看着地上躺着的5具尸体，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他对着他爹娘、胡斐还有弟妹，给他们一边磕头一边哭。爹娘，你们不要怪我，我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已经把害死你们的人给杀了，你们就不要怪我了。磕完头，胡氏抹掉脸上的眼泪，走到男人身边，从他身上找到那个钱袋子，然后把钱袋子收了起来。胡氏转身跑到了院子里，大声尖叫哭喊：来人呐！来人呐！杀人了！住在附近周围的邻居听到杀人了，都从家里跑了出来。胡氏浑身是血的样子，着实把过来的村民也都给吓了一跳，都以为他也受伤了。我没事，我爹娘、弟弟、弟妹都被人给杀了。村民一听，赶紧跑到正房门口，看到里面凄惨的景象，所有人都惊呆了。胡氏，这是怎么回事？本家大伯，也就是他父亲的大哥，也过来了。大伯，我害怕。没事，有大伯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我娘他们躺在了地上，突然从我娘的房间里钻出来一个男人，他上来就掐住了我的脖子，想要掐死我，我就用随身带着的刀刺在了他的胸口，他一口鲜血喷在了我的身上，
然后那个男人就倒下去了。大伯，我爹娘还有我弟跟我弟妹都死了，我该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去镇上了吗？他们都回来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我们是一起去的西门镇，回来的时候我惹他生气了，他就说我是从路边捡来的，说我丢他的脸，让我不要再回来了。我听到他说我是路边捡来的，心里很难过，就没有跟着我爹娘一起回来。我走在路上想了很多，我做了错事，让他们蒙羞，也让咱们胡家人蒙羞。我虽然不是我娘亲生的，可是他们把我养大的，养育之恩我还没报，所以我就厚着脸皮回来了。谁知道我一回到家里就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哎，你娘就是在说气话。你出生的时候是我去找的产婆来给你接生的，你怎么可能是捡来的呢？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这种事情还是乱说的呀。哎，你娘也是，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胡说八道啊。胡氏整个人都懵了，眼泪吧嗒吧嗒流得更凶了。好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哭了，今天晚上去我家住。哎，这里呀也没办法继续住人了。不，我哪也不去，我要在这里看着我爹娘。天太晚了，什么也做不了了。死了这么多人，需要经过官府的，里面的人也不能动，官府肯定是要调查的。好，我一切都听大伯的。胡氏虽然这样说，心里却十分的担忧。如果官府好好查的话，就能根据他男人查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曝光了。那他说不认识这个男人就是谎言。你跟我回家住一晚，这里也不能住了。不要人看着吗？我想在这里陪他们一晚。明日我早晨就要去报官，里面是现场，不能进去。你在这里看着，不害怕呀？跟我回去吧。胡氏跟着大伯、大伯母回到了家里，他身上都是血。大伯母给他找了一身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胡氏清洗掉身上的血迹，然后就回房间睡觉了。躺在床上回想着大伯明日要去报官的事儿。大伯去报官，官府只要一介入，他被抓住的危险就会增加很多。但是他又不能不让大伯去报官，毕竟家里的人都死光了，他没有借口，能阻止真相的只有一个办法了。午夜时分，所有人都进入梦乡。胡氏悄悄起身去了院子，他要把自己家的院子给烧了，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全的保护自己的秘密，永远不会被发现。他只能硬着头皮进去，径直走到了灶房。他从灶台上拿起火折子，冷漠的点燃了灶房的柴火堆。看着火苗一点点的燃烧起来，火势越来越大。他拿着燃烧起来的木头出了灶房的门，然后用燃烧的木柴先把木质窗户点燃，接着又把木质的门点燃。看着火燃烧起来，整个灶房已经彻底被点燃，火光冲上了屋顶，蔓延到了正房的屋顶茅草，迅速的燃烧起来。胡氏站在院子里，看着燃烧的熊熊大火，像是魔鬼的蛇信子，把所有的罪恶和肮脏全部吞噬。一切都结束了，他要赶紧离开这儿，从今往后再也不回来了。转身跑到门口，看到大伯跟很多村民手里拿着水桶，扛着扫把，端着水盆来到大门口，看到胡氏从里面出来，都愣在原地。胡氏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发现这边失火了。胡氏，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实摆在面前，胡氏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他什么都没说，转身跑进院子。村民们赶紧追了进来，就看到胡氏跑进了火海里，惨叫声一声接着一声，听得众人汗毛直竖。姜慈他们从张家回到周家村，一家人都十分的开心，不仅解决了胡氏母女这个难题，更开心的是治兵的手艺卖了10万两白银。李氏拿着姜慈给他的1万两的银票。天哪，这是1万两银票啊！这辈子都不敢想有一日我的手里能拿这么多的钱，我害怕。周成跟着周彪还有姜慈都在笑。钱多不好呀，您害怕什么？这么多钱在我手上，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我老了，可经不起这样的压力。今后阿慈你来管钱，我什么都不管了，只管享福就行了。那怎么可以呢？怎么不可以？自从你来了咱们家以后，家庭和睦，日子也越过越好。没有你哪能赚到这么多钱？有你来涨价，没人会不服你。说完看向周彪，老大，你有意见吗？没有，娘说的很对，我们周家能有今日，多亏了有你呀！你来涨价，我举双手赞同。你就别客气了，你有能力就应该替娘来分担。听到他们对自己的肯定，姜慈也不再客气。好，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今后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第二日，周成跟周彪两兄弟一起去西门镇卖冰块。他们跟以往一样，刚到西门镇，冰块就被一扫而空。买
买完了需要的东西，两个人去了春满楼。昨日他们跟孙爷说好了的，今日他准备好剩下的银钱，让他们过来接他，把牛车停在门口。周彪不进去，在外面等着。周成一个人进了春满楼，就看到满脸笑容的徐掌柜迎了上来。我来找孙爷。我知道孙爷昨天晚上有事儿就离开了，临走前特意叮嘱我给你们带句话，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周成跟徐掌柜客气了一番后，然后就出了春满楼。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孙爷走了，咱们也回去吧。怎么走得这么突然呢？周彪把牛车赶了起来。昨天晚上就走了，他那样的人事情多也正常，不用多想。咱们走吧。两人经过张家豆腐坊门口的时候，跟张秋云打了招呼。今天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冰块不好卖吗？没有，去办了一点事情。刚才有人来我这里买豆腐，说昨天晚上山里发生了命案，一个女人烧死了全家，然后被人发现，然后这个女人也跳火里自杀了。你们听说了吗？假的吧？我们没听说过。不可能是假的，我听好几个人都这么说的。在山里放火，那可是相当危险的。要是烧起来了，住在山里的人都危险。火扑灭了吗？啊，这个我不清楚。要是昨天晚上的事儿，那火肯定扑灭了，要不然早就烧起来了。我们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是哪个村寨呀？没有，我刚才也只顾着卖豆腐了，很多人叽叽喳喳的，我也没听很清楚。要是这件事是真的，那么这么大的事儿，那都要惊动官府了呀，应该很快就能传出来。的确是，一家子都死光了，也真是惨呐。一家人能有多大的仇，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来啊？这个我好像知道一些，好像是这个女的一家4口被一个男人给杀了，然后女人回来看到男人杀了她一家人，她就趁着男人掐着她脖子的空档，用她随身带着的刀把男人给杀了。可是奇怪的是啊，半夜这女人偷偷起来一把火，把整个院子都给烧了。被人发现后什么都没说，直接跳进火里烧死了。你们说邪不邪呢？我觉得是不是有邪物上身了？要你这样说的话，那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女人。如果她是无辜的，也不会选择跳火自焚了。这种事真真假假听听就算了，我们回去了。离开了张家豆腐坊，两个人直接回了周家村。一进门，姜慈就迎了上来。大哥，你们可回来了？出了什么事？胡氏一家出事了。他能有什么事？他被娘家赶出去了？不是，他们一家都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周成跟周彪都愣住了。一家子都死了？你听谁说的？是真的，栓子家的婶子娘家就是胡家村的，她昨天正好在胡家村，晚上没有回来，今天直接来家里告诉我的。周彪跟周成同时想起了在西门镇时张秋云跟他们说的事儿。是不是烧死的呀？你们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在西门镇应该已经传开了，我们也是从张秋云的口中得知的。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家子就这样死了，太惨了。周成突然想起昨日他们看到的那个黑面男人，那个男人差点撞到他们的牛车，现在想想，那男人一直盯着的方向正是胡氏的方向。会不会是他私奔的男人找过来了，胡氏又跟他娘闹了矛盾，胡氏为了能摆脱那个男人，骗男人杀了他全家，然后他趁机会解决了那个男人。要你这样说的话，那他家里的那个陌生的男人就能解释清楚了，他们是一伙的，所以胡氏才能那么轻易的杀了那个男人。婶子回来说，胡氏的大伯今日要去报官的，夜里胡氏就把院子给烧了，他是想毁灭证据。应该就是这样。不过为了摆脱这个男人，就要了他父母跟弟弟妹妹的命，有点说不通。胡氏跟他娘家人一样，最看重的就是钱财，能让胡氏起杀心的也只能是利益。胡氏跟他娘家可能有钱财上的纠葛，一切都是因果呀。你们今日没有去接孙爷吗？他昨天晚上有事儿离开了西门镇。昨日说好了今日让我们过去接他的，怎么突然间就走了？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应该不会。孙爷走之前让春满楼的徐掌柜给咱们带了一句话，说很快他就会回来的。徐掌柜，明日再去一趟春满楼吧，我觉得徐掌柜有问题。你怀疑徐掌柜？姜慈点点头。为什么？孙爷说今日会准备9万两的银票，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没有人会不心动。他是客栈里的掌柜，他要是知道孙爷手里有9万两的银票，你说他会不会起坏心思？我没想那么多呀，如果真如你所说，那孙爷不是已经遭遇到不测了？我担心的也是这个。要不我跟阿成再去一趟春满楼？只要徐掌柜的有问题，总会露出马脚。哥，家里不能没有男人，你待在家里，我自己去。你自己去能行吗？我做事你尽管放心，我今晚不回来了，明日你去义庄送逼，我们在那里见面。不要正面起冲突，只要暗地里注意他就行，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放心吧，怎么做我心里有数，我现在就去。饭菜已经做好了，吃了再去吧。吃饭的时候没有看到母亲，周成问。哎，怎么没看到娘呢？她人呢？娘去请厨子了。厨子不是早就定好了吗？定好的那个厨子家里父亲去世了，后天来不了，只能重找。娘去多久了？1个时辰应该也有了，应该也快回来了。娘走的时候让我不用担心，她去的地方很安全，跟胡家村在一个山窝窝里，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我知道了，吃完饭我去迎他。吃完了饭，周成就走了。姜慈给了他2两银子，还给他拿了一件厚衣服。还是我娘子心疼我，我会平安回来的，你在家里不用为我担心。姜慈又嘱咐了他几句，周成就
就离开了。周彪也出去找李氏。婶婶，二叔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吗？是呀。那小宝今晚跟婶婶一起睡好不好？当然可以啊，今晚小宝跟婶婶睡。太好了，婶婶的床最舒服了。等你再长大一些，婶婶也给你做一个，好不好？好，我要一个跟婶婶家里一模一样的。好，一模一样的。什么一模一样的？姜慈看到婆母回来了，笑着说：“小宝说我的床睡得舒服，我说等他再长大一些，给他也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你还不明白吗？他这是想跟你一起睡呢。您还真猜对了，厨子的事儿说好了。说好了，明天过来支锅台，开始准备。这是做的菜需要用到的材料，明日你们去镇上买冰块，顺便把这上面需要的材料都买回来。说着，从身上拿出一个买菜的清单，姜慈看了一遍，给了周彪。这个人的手艺更好，比之前那个贵一些，一趟喜事要5两银子，比之前那个贵2两银子，这也太贵了。没有办法，这方圆市里就他们2个厨子，一个家里有事，这个你不用，就没有第3个可以选择了。娘，咱们这是喜事儿，5两银子，只要做出来的饭菜合胃口，没什么，主要是让大家吃得开心，这也是咱们的福气。阿慈说的对，阿彪你就不要在意多出来的2两银子了。说着话，李氏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看了一圈没有看到周成，问姜慈周成去哪儿了。姜慈直接跟他说了：“那个孙爷可千万别出事，收了人家1万两银票，要是出事了，咱们这钱拿的也太亏得慌。”或许是我想多了，孙爷真的是有事离开了几日，过几日就回来了。阿弥陀佛，保佑孙爷没事，能平安回来。李氏安静下来，想到今日听到的一件事情，说胡家村昨天晚上烧死了6个人的事儿，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就听人这么一说，我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都说那闺女身上中邪了，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来。对了，这件事还是胡家村的，尸体都烧成黑炭了。幸亏那周围树木不多，不远处还有一个泉野，胡家村全村出动，才把那场大火给灭了，还烧伤了好几个人呢。我听了现在还头皮发麻。要是大火没有扑灭，过一个山头就是我们周家村，这个时候咱们周家村也不能幸免于难。大哥，你带小宝出去玩，我有事跟娘说。周彪明白了姜慈的意思，带着小宝出去了。你有啥事还要背着小宝？娘，您刚才说的是胡氏一家，那个放火的人是胡氏？不可能，胡氏虽然水性杨花，但他孝顺，以前经常让阿彪带他回娘家，他娘家可没少吃我们家里的野物。你是听谁说的？是栓子叔家的婶子来家里跟我说的。昨天晚上他正好在胡家村，要不然我也不相信。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具体的原因谁也不知道。胡氏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跳进了火里。李氏半晌没有说话。周成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听着茶馆里的人说话聊天，他这才知道燕国现在已经改了国名，变成了南国。南国现在的皇帝也姓周，传闻这位新帝宵衣干食，爱民如子，从谏如流，选贤任能。虽然上位只有1个月余，就已经做出了很多利于百姓的好政策，能出来一位好君主，能为百姓着想，不管这皇位是如何得来的，周成都会拥护。周成这一坐就坐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一壶茶都喝完了。春满楼的徐掌柜还坐在那儿看书喝茶，喝了太多的茶水，周成腹部酸胀，他站起身准备出去小解，刚站起身就看到门口有一个小厮打扮的人匆匆忙忙的进了春满楼，直接走到柜台前。那小厮凑到他跟前，不知道说了什么，徐掌柜的这才放下手里的书，从坐的位置上站了起来。徐掌柜看起来很生气，嘴巴动了动，然后小厮就点头离开了。然后徐掌柜的就从柜台里走了出来，出了春满楼的门，朝着刚才小厮离开的方向走去了。周成顿时尿意全无，他用最快的速度出了茶楼，正四处张望着。徐掌柜从一个卖酒的铺子里走了出来，这个时候他手里多了一坛子的酒，然后不紧不慢进了一个巷子。周成为了不被他发现，没有直接跟上去，而是等他跟自己之间有了一段距离，他才跟上去。徐掌柜的一直都很悠闲，直到出了巷子，继续往西走，慢慢的远离了喧闹人多的西门镇，最后看着他进了背靠大山的官府大牢。要说徐掌柜的是来探监的吧，他只带了一坛子酒，要不是来探监的，那他带酒来大牢做什么？他也走了过去，还没到跟前，那守门的狱卒厉声道：“你这人来这里做什么？”“我是来探监的。”“探监？”周成走过去，拿出2两银子塞到那狱卒的手里。狱卒见这人还挺会来事儿的：“你来看谁？犯了什么罪？”“我看看姜老二犯了偷窃罪，关在这里有1个多月了。”“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岳父。”狱卒点点头：“这个人我知道，在我们这里表现的也很好，干活也卖力气，你进去吧。”有一个狱卒拦住了他：“你是探监的？”周成点点头。周成只能把刚才在外面说的话又重新的回答了一遍。为了能够成功的进去，他又掏出了2两银子给了这个狱卒。狱卒见到钱，脸上也有了笑容，就带着他去了关押犯人
人的牢房，可是进来之后并没有看到徐掌柜的身影，却被狱卒直接带到了姜老二的牢房门口。姜老二，你家里人来探监了，快过来！一个瘦小的小老头从地上爬了起来。自从他进来之后，还没人来看过他，以为是家里人来了，跑到门旁一看，竟然是周成。怎么是你？过来看看你，在里面还习惯吧？你们只有半炷香的时间。狱卒说完就离开了。你不是来保我出去的吧？不是。那你过来做什么？来看我笑话吗？就是路过，突然想起你还在这里，就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看你还不错，我就放心了。你是过来气我的是不是？不是，真的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你需要点什么，下次过来给你带过来。真的？周成点点头。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姜子那死丫头恨不得我待在里面出不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想跟你打听一个消息，咱们这是互利互惠的事儿。你要给我信息，我给你东西，你要不要？我只有半炷香的时间。你不会害我吧？你都这样了，我还害你做什么呀？没问题，不过我需要身干净的衣服，我还想吃肉，下次来的时候给我带这2样东西就行。好，我答应你。要是做不到，你这辈子没儿子。周成点点头。你问吧。周成的声音小了2个度。昨天下午到现在有没有犯人进来？昨天晚上是有一个犯人被送了进来。你看到那个人的样子了吗？这里这么暗，根本看不清长相，我只是看到他走路的气势不像一个普通人，个头跟你差不多。今天也没有看到他出去干活。姜老二形容的这个人跟孙爷很像。你知道他关在哪里吗？具体关在哪个牢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跟我们一样都关在这里的。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清脆的响声从路的尽头传来。你们官商互相勾结，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的信息。周彪心里一紧，这是孙爷的声音。孙爷没有离开，他被徐掌柜的藏到大牢里了。这个时候，徐掌柜的已经大踏步的走了过来。周成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主动跟他打招呼。徐掌柜，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呢。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来看看我岳父。你也是来探监的？徐掌柜的看了一眼铁栅栏旁边那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他是你女婿？是啊。没想到这么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告辞。说完就离开了。走出监牢的时候，徐掌柜的问监牢里的狱卒：里面探监的那个人是什么关系？他是来看他岳父的。徐掌柜的听狱卒也这样说，那周成并没有说谎，也就放了心。把人看好了，不能让任何人接触到他，明白吗？好。徐掌柜的走了之后，狱卒走了过来。半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你该离开了。周成想要做的事儿已经达到目的，知道孙爷被关押在这儿，他现在也没有能力把人从这里弄出去。你答应下次来给我带的东西，别忘了，我等着你。我明日就过来，不用着急。说完跟狱卒走了。出去的路上，刚才徐掌柜也来探监，这里面的是他什么人呀？犯罪了吗？别人的事儿别打听，容易引火上身。周成笑笑，又从身上掏出银子。这点银子给您买酒喝，别嫌少啊。里面是他什么人不知道，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人，要不然也不能关到这个地方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但是我告诉你，徐掌柜的跟我们监镇的关系很好，你最好不要打听。好，不打听。小兄弟，你今天晚上还当值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其他意思啊，就是想见见那个关押的犯人。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我给你50两银子。那狱卒一听是50两银子，带你去见那个人没问题，但是我要60两。好，我今晚不当班，明日当班。你明日辰时过来，这里的犯人卯时出去干活，牢里没有人，这个时候进去最安全。事情谈成了，周成心里也有了底。张家人对周成这个时候来家里感到很意外，周成直接跟他们说明了来意。听到他要借60两银子，张父什么都没问，也没犹豫，直接拿了60两银子给了周成。周成对张父的信任表示感谢，并说明这些银钱会尽快还上。这事儿啊，不用放在心上，我们家不缺这点钱，只是能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如果告诉张父自己假如遇到麻烦，他也能帮自己一把，他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但隐瞒了孙爷花10万两买制冰手艺的事。他只说那个人想买他们的制冰手艺。照你所说，春满楼的徐掌柜跟官府的监镇合伙把你的那位朋友弄到了监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猜测会不会是为了银钱啊？那个想买制冰的手艺的人是个富商，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身影。他住在徐掌柜的客栈里，会不会是因为发现了他的身份起了歪心思呀？咱们西门镇远离朝廷，又遇上改朝换代，官府贪赃枉法，知法犯法，跟人勾结搞钱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钱，那人恐怕是没命活着出来了。咱们跟官府抗衡，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蛋碰石头，几乎没有胜算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要是我不知道也罢了，现在我知道是这么个情况，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人算计丢掉性命啊。这件事儿你需要我做什么？明日辰时我去监牢一趟，问清楚缘由，才能想解决的法子呀。如果50
时我还没有回来，就说明我出事了。等我大哥明日到镇上来卖兵，告诉他我的情况，让他回去帮我安抚我娘子跟我娘，让他们什么都不要做，好好的生活。不会的，假如你没有回来，我会想办法。我说的是最坏的打算，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有意外。翌日，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人多了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不会有事的。你们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好，那你一定要小心，发觉不对劲儿就及时回来。周成点点头，然后大步离开了。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周成去铺子给姜老二买了一身衣服，又去买了一只烤鸡，最后还买了4个大肉包子，直接去了官府大牢。门外站岗的还是昨天那个狱卒。周成拎着东西径直走了进去。你又来了？昨日没给岳父带东西，他说没衣服换，也想吃肉了，让我今儿个给他送过来。你这姑爷可真好，可惜你来早了，他们都出去干活了，你应该下午送过来。我知道，昨日我跟里面的狱卒说好了，把东西给他，等我岳父回来了再把这些东西给他。您早上还没吃饭的吧？这2个给您。那你进去吧。周成很顺利就进入了官府大牢，见到正在等着他的那个狱卒。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我都等你有一会儿。东西带来了吗？周成把那包银子给了他，那人掂了掂沉甸甸的钱袋子，打开看了一眼，直接收了起来。周成把衣服跟烧鸡也给了他，这个是我买给姜老二的，等他下工回来你帮我给他。没问题。然后又拿过来一身狱卒的衣服，给，把这衣服换上，穿这个进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周成很快就换好了衣服，进了监牢的门。我在大门口给你放风，你快去快回，时间越短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少。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帮你，你不要害我。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的。狱卒点点头，跟他一起下了监狱。他跟着那狱卒一直来到监牢的尽头，在一个牢房门前停了下来。你找的人就在这里。牢房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孙岩。坐在那里的人抬起头来，他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你怎么来了？周成看了一眼旁边的狱卒，狱卒明白，你们有话快说，我去给你们放风。说完就走了。孙爷的嘴角有血，脸都是肿的，一看就知道是对他用了刑的。孙爷，你没事吧？我没事，小伙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昨日我卖完了兵，去春满楼找您，徐掌柜说您头天晚上有事离开了，我当时没多想。回到家之后，我娘子说不对劲儿，你要是跟我们说好的，不可能走这么急啊。她担心您出事，就让我过来盯着徐掌柜。我昨日下午看他带着酒坛子来了这里，所以我花钱买通了狱卒，知道你是在那天晚上被关进来的，我怀疑是你，所以趁着白天这里的囚犯出去干活，进来确定一下是不是您。小伙子，你这样做太冒险了。孙爷，咱长话短说，徐掌柜为什么要把您关在这里啊？我要如何救您出去啊？那徐掌柜的跟官府相勾结，想要我孙家的令牌，有了我孙家的这块令牌，就能控制我整个孙家的产业。他们狼子野心，我当然不会把令牌给他们，所以他们害死了我的2个随从，把我关到了这里。昨天徐掌柜拿着酒坛子过来，就是想说服我把令牌交出来，说他会放了我。我知道他们会在得到令牌的第一时间要了我的命，他们一天得不到令牌，我就是安全的。你想要救我，就要去一趟锦州城，去找那里的知府宋冉大人，他是我的至交好友。这是我的玉佩，你拿着，他看到了自然会过来救我。孙爷从身上扯下玉佩给了周成，周成伸手接过。好，您好好保住身子，这2个肉包子给您，我去锦州城找宋冉大人。小伙子，谢谢你，你这次如果能帮了我，你就是我的恩人，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孙爷，你不用想那么多，我救您并不是为了让您报答我，我不能久留，现在就要离开，您要保重好身体，我走了。好，你快走吧。您保重。周成说完就离开了。周成跑到狱卒跟前，你可回来了，紧张死我了，快点出去吧。俩人刚想走，突然听到上面有说话的声音。这牢房的门怎么是开着的？可能是忘记关了。这么重要的地方能忘记关了？快进去看看。完了，听着说话的声音，好像是我们监斩老爷，怎么办？这里这么昏暗，不靠近看是看不清脸的。你这么紧张会露馅的，正常点没事。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低头，不要抬头，跟我走。狱卒深呼吸了一口气，往门口走去。周成跟在他身后，监镇的身边跟着一个狱卒，看到下面还有2个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这监牢里的骚味儿太难闻了，我们下来通通风，趁着人都出去了，打扫一下，要不然每次进来闻到这味道，脑子疼。你们继续打扫吧。说完，从周成的身边经过，走出2步远，然后又停了下来。这完蛋了，肯定要被发现了。他在心里做了准备，如果让自己抬头，那他会在第一时间送这个监镇老爷上西天。跟周成一样紧张的狱卒吓得脸都白了。监镇老爷转过身来，看向周成，把头抬起来。空气死一样的安静，周成的心脏好像马上就要从心口跳出来。他正想动手，就听到里面发出一声惨叫。此时的监牢里只有孙爷一个人，那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怎么回事？周成没有抬头。刚才打扫的时候，看到他靠着墙坐着一动不动，
跟我过去看看。说完转身就走。周成跟那狱卒互相看了一眼，只能跟着。跟在牢房门口时，只见里面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快把门打开！那狱卒赶紧拿出钥匙打开了门，监正第一时间走了进去。快看看他怎么了！周成第一时间上前查看，地上的孙爷又从地上坐了起来，看到是周成，眼底也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就消失了。你们做什么？周成见他好好的，也明白了，他刚才发出的声音是为了吸引监正的注意，让他安全的出去。你不要费功夫了，回去吧。我们有话要说，你们去外边。周成站起来，跟着其他2个人都退到了牢房门口。活还没干完呢，这里也用不了那么多人，我去打扫。好，你去吧，这里有我们就够了。然后又看向另一个狱卒，你觉得呢？这里啊，确实要不了那么多人，你去吧。周成便离开了。他走到门口，拿起笤帚，把门口简单的打扫了一下，然后出了监牢。你们不用担心，如果他人出不来了，我会想办法。我要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你们对官府的大牢那里不熟悉，我过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我也去。好吧，那咱们就一起过去看看。 3个人走到门口，啊，你们看，那是周大哥，他回来了。姜慈第一个跑了过去，果然看到周成那熟悉的高大身影。他一直紧绷着的心，在看到周成的刹那，顿时轻松下来，随即小跑着迎了上去。周成也一眼看到了姜慈，他的嘴角勾了起来。阿成，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正要去找你呢。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大牢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孙爷？周成点点头，回去再说吧。姜慈跟着周成，2个人来到张家豆腐坊的门口。走，回家说话。你去监牢看到那个人了吗？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今天也很危险。我在监牢里还没出来，监正就去了监牢，我们还遇到了。要不是孙爷弄出动静帮我解围，我今日就跟监正面对面了。周成把去监牢的惊险一幕说了一遍，听得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同时也在为他庆幸，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是孙爷弄出动静，把监正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周成就露馅了。你说的孙爷是不是叫孙坚？是叫孙坚，您知道他？要是他的话，那就能解释了。孙坚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的名字在商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财富富可敌国，全国都有他的店铺生意，做的生意很多，涉猎很广。这么个厉害的人物，跑到我们这个小乡镇，难道专门就是为了你的制兵手艺来的？不是，他之前说过，好像是经过这里看到我们卖兵，才想要买我们制兵的手艺的。坊间有他很多的传闻。多年前战乱，他在逃难的过程中丢失了一个他最爱的女儿，听说他一直都在寻找。都说商人为富不仁，但是这个孙坚的名声很好，做过很多的好事，坊间他还有孙大善人的称号。这个人咱们得救。我没去过锦州城，不知道距离咱们这儿有多远，不行的话要几日能到啊？锦州城我去过，那里很繁华，距离这里差不多有200公里，步行的话最少也得4日，来回10日左右。我以前去锦州城的时候是骑马过去的，一个来回用了4日。哎，你会骑马吗？我家里有马，你可以骑马过去。我小时候父亲教我骑过马，后来他被抓壮丁，连同家里的马也给带走了。那就骑着马去，锦州城在正东，你沿着我家门口的这条路往东一直走，看到雄伟的城楼，那便是锦州城了。要不是小女后日就要出嫁，我就跟你一起去了。我自己可以，只是我这一去就不能参加他们的大婚了呀。那个不重要，救人最重要。你这是第一次出远门，路上要小心啊。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在家里也要好好的，别让我担心。我知道，不要太累，天黑了要住客栈，不要夜晚赶路。这里有20两银子，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周成伸手接过。我知道了，你跟大哥早点回去。然后看向大哥，哥，阿慈跟娘在家里，要你多照顾了。这个不用你操心，快走吧。周成扬鞭打马，马儿像是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阿慈，你跟周大哥的感情真好，真让人羡慕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啊，周大哥那么厉害的人，只是去一趟锦州，很快就能回来的。姜慈有些不好意思，跟张家父母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跟着大哥周彪回去了。哇，祖母好香啊，我想吃一块。太热了，你拿不了，等凉凉再吃。周小宝乖乖地坐在一边，看着祖母忙碌，情绪稳定地说好，感觉温度差不多了，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吃吧，现在不热了。周小宝吃到好吃的，喜笑。真好吃。祖母，婶婶和爹还有二叔什么时候回来呀？祖母也不知道。小宝想他们了吗？我想让他们赶快回来吃饼。我们家小宝真乖，等祖母的饼子都做完了，他们应该就能回来了。李氏心里也在想，他们能够早点回来，自己能够早点知道周成的情况。周小宝站在灶房外面，看着大门口。祖母，你都做完了，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走，跟祖母去门口瞧瞧，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他牵着小宝的手来到大门口。
祖孙两个都看向村口，村口空荡荡的。祖母，他们还没回来。李氏笑笑，在门口的石墩子上坐了下来。咱们坐在这里等着，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周小宝点点头，乖巧的跟祖母一起坐在了石墩子上。俩人刚刚坐下，周小宝就站了起来。祖母，你看，婶婶和阿爹回来了。李氏也看到了，看到人回来，李氏也放心了。咦，怎么只有阿爹和婶婶？二叔没有一起回来吗？李氏心里咯噔一下，站了起来，仔细一看，牛车上只有2个人，他也等不及他们过来了，直接迎了过去。阿慈，阿成呢？怎么没看到他？牛车在李氏跟前停了下来。娘，您别担心，阿成没事儿，他有事要出一趟远门。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西门镇，他出远门做什么？回家我仔细跟您说，您别着急。阿成有重要的事要做，回家再说。见他们都这样说了，李氏提着的心才稍稍的放下。姜慈也担心，但是为了婆母能安心，他也只能故作轻松的安慰婆母。周彪也附和他的话，让李氏安心了不少。只可惜阿成他不能回来参加你大婚了。阿成他有更重要的事，没什么可惜的。娘，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不需要放在心上。你能这样想就好。我今天做的糙米饼子现在还热乎着呢，我去给你们拿。说着站起身就去了灶房。婶婶，祖母做的糙米饼子可好吃了，跟以前的不一样，可香可香了，我都吃了2块呢。是吗？那待会儿婶婶也要吃2块。婶婶是大人，要吃3块。好好好，婶婶吃3块。周彪坐在另一边，看着儿子跟弟妹和谐的像一对亲母子，周彪嘴角也忍不住勾了起来。李氏把所有的糙米饼子从灶房里拿了过来，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今日的糙米饼子我放了野菜、糙米、细面、盐，用猪油在锅里炕出来的，外焦里嫩，味道特别好。小宝都吃了2个，你们也尝尝。好吃。娘，你这糙米饼子不仅卖相好，口味也好，都能拿到镇子上去卖了。李氏被他夸得开心，见儿子周彪坐在一边傻呵呵的笑。你别光坐着了，快吃啊！周彪伸手接过，吃了起来。怎么样？我的想法跟弟妹一样，去镇子上卖，一定会有很多人买的。等以后啊，咱们搬出大山，我就租一间门面，专门做糙米饼子卖。我觉得可以，到时候我帮你。明日家里会很忙，你还要去镇子上卖冰吗？不影响，我明日不卖冰，去义庄送冰。今日不是已经送过了吗？后日我大婚就没时间送了，天这么热，义庄是不能缺冰的，明日必须去一趟啊。姜慈走了过来，娘，大哥说的对，明日我留在家里，大哥能做的我也能做。好吧，明日去镇上买些盐回来，我怕不够用。周彪答应了。周小宝知道今晚二叔不回来，洗完澡就爬上了床。婶婶，天都黑了，别忙了，快来睡觉吧。姜慈关上房门，然后上了床。婶婶，真香，好喜欢你。那小宝喜欢婶婶什么呀？姜慈能感受到小宝对他的依恋。婶婶什么我都喜欢，有婶婶在小宝身边，小宝就很开心，心里很踏实。婶婶，你也喜欢小宝对不对？当然了，婶婶也很喜欢小宝的。那婶婶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还会喜欢小宝吗？那当然，婶婶永远都喜欢小宝。我今天跟祖母去后山挖野菜，听见一个小伙伴偷偷跟我说，后娘不喜欢我，因为他的后娘就不喜欢他，还经常骂他，不给他吃饱。我害怕我后娘也会这样对我，有婶婶爱我，我就不怕了。姜慈听了小宝的话语，有些心疼。只有5岁的孩子，正是什么都不懂、无忧无虑的年纪，竟然想这么多。他这么依赖自己，是他没有安全感。你这么乖，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的。你未来的母亲是一位很好的人，等你见了她，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周小宝抬头对上姜慈的目光。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小宝什么都不用怕，有我们在，谁也不敢欺负你。嘿嘿，婶婶真好。周成来到马圈跟前，他一眼就看到那只棕色的马儿。马圈里有不少的马，唯独这只马儿最耀眼。他来到草料旁，爬上了草垛子，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正好能看到他的那匹马，然后就躺了下来，看着头顶的星星，吹着夜晚的微风，想到了姜慈。如果明天顺利的话，他在午时应该就能到达锦州城，3日应该就可以回到西门镇。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到了子夜时分，他才有了困意。正当他迷迷糊糊就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听到草垛子下面传来2个男人的声音：别担心，大通铺里的人都睡着了，我用了迷药，他们醒不过来。客栈守夜的已经被我买通了，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放心吧。太好了，那马匹一进客栈的时候，我就看上了他那发达的四肢、光亮的毛色，还有那一双跟铜铃一样的眼睛，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千里马，最少也200两银子。我知道一个人专门收这样的好马，要是被他看上了，那500两都没问题。那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人也是最近才过来的，运气好的话能在马市遇到他。这么神秘？哎呀，别说了，快把那匹马找到。在那里。周成看到2个黑影，小心翼翼地走到马圈
旁，其中一个指着马圈里的马，确实是这匹。里面的那个人解开了拴着马的绳子，牵着马走出了马圈。快走，这里还有好几匹呢。哎呀，那些歪瓜裂枣，那人不要也卖不上什么钱，这一匹的钱够咱们快活几个月的了。快走吧，三更半夜不睡觉过来偷马，谁在说话？两个偷马贼朝周围看了一圈，没看到人，吓得站在一边。周成从草垛子上跳了下来。你别装鬼吓人，小爷我不怕，识相的回去睡你的觉，要不然别怪我们兄弟俩要了你的命。周成冷冷地看着他们，脚步一步步地来到距离他们2-3米的地方。你手里牵着的是我的马，你们现在把我的马送回马圈，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要是一意孤行，我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没听过贼不走空吗？这匹马既然是我们看上了，就一定要带走。虽然这匹马是你的，你也不要不自量力，最后不仅马没保住，小命也要搭上，不划算。遇到我们自认倒霉吧。我数到3，把马给我送回马圈。1、2，你找死！说完，对面的2个人立刻从身上拔出2把明晃晃的刀，一左一右就朝着周成砍了过去。周成很轻松地躲过了，没有砍到人。2个偷马贼很生气，又朝他砍了过来。月光下，周成躲闪自如，好几个回合，那2个偷马贼没占到一点便宜。2个偷马贼此时的心里也清楚，面前的这个男人不简单，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哪怕他们是2个人，也占不到他的便宜。最后吃亏的还得是自己。马虽然好，但是小命儿更重要。其中一个偷马贼对另一个小声说：“咱们不是他的对手，还是撤吧，咱们走。”说完，撒腿就跑了。周成不想多事，他明日还有正事要做，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是少惹事为好。他走到马儿跟前，牵着缰绳，把他赶到马圈里。夜晚又重新恢复了安静。周成再次爬上了草垛子，然后闭眼睡了一觉。锦州城的城门高大，很有气派。有不少的官兵排成排站在一边，城门口有很多人，男女老少，一边是出城门的，一边是进城门的。出城门的有不少人，但是进城门的就比较少了。进城门和出城门的人都在排队，而且官兵查的也很认真。周成也下了马，牵着缰绳排队，就听到身边的人在议论：上次我来的时候，城门口只有看路引的官兵，怎么今日这么多官兵站在这里？是出了什么事吗？我听说呀，是前朝余孽傅国兴不死，来了锦州城，这几日都在排查，不仅这里严，城里也严。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怎么这么多的官兵呢？听说这2日抓了不少人，只要有嫌疑就给抓起来。排查的时候千万别紧张，被当成嫌疑人抓起来就麻烦了。那被抓了不是太冤枉了吗？哎，那有什么办法？只能自认倒霉，自求多福了。没等多久，就轮到他了。他先递上了录影，官兵看完了录影，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把他打量了一番，然后又叫来2个人。你是从西门镇过来的？周成点点头。你来锦州城做什么？我来锦州城走会朋友。你的朋友是谁？锦州知府宋冉，宋大人。你说你是宋大人的朋友，有什么可以证明？周成没想到他们会排查的这么严，自己跟宋冉根本就不认识，哪里来的证据啊？他这一犹豫，官兵的脸色就更严肃了。把人抓起来！等等，我有样东西能证明，你们先松开我。你先松开他。周成从身上拿出孙爷给他的那个玉佩。我有这个可以证明，宋大人只要看到这个，你们就知道抓错人了。那个官兵从他手里拿过那个玉佩，狐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对身边的那个官兵说：“你把这个拿去给宋大人看看。”那个官兵拿着玉佩走了。周成被带到城墙边上，差不多能有1炷香的功夫，拿他玉佩的那个官兵回来了。他直接到了另一个官兵跟前，在他耳边说了什么。那个官兵朝这边走了过来，来到周成跟前。锦州城最近不太平，为了城里百姓的安全，所以排查的行为严厉了一些，在这里跟你说声抱歉。我能理解。你现在没事了，宋大人现在公务繁忙，没有时间亲自过来接你，让我带你过去。你要是忙的话，我自己可以过去的。还是我们送你过去吧。那官兵把他送到了知府门口，对门口的小厮说：“这位是宋大人的客人。”宋大人让我在这里等着贵客。周成跟着那个小厮去见宋大人，小厮把他带到会客厅，给他倒了杯茶水。请您稍等一会儿，然后就出去了。一盏茶没有喝完，就听到爽朗的笑声从外面传了进来。孙兄，小弟来迟了。周成放下茶盏，站了起来，就看到从门外走进来一位身材中等、身形消瘦、留着胡子的男人。
你是？周成对着宋然施了一礼。宋大人，是宋坚，孙爷他出事了，让我拿着玉佩来找您。他说您是他的至交好友，只有您才能救他。他出了什么事了？宋冉说完，走到正位上坐了下来。小兄弟，你也坐，慢慢跟我说来。孙爷现在在西门镇，他被西门镇的镇监和人勾结，为了得到孙爷的孙家令牌，被他们关在了西门镇的官府大牢。一个监镇竟然猖狂到如此地步，简直目无王法，胡作非为。跟监镇勾结的人是何人？你可知道？他是西门镇春满楼的掌柜，姓徐，叫什么不清楚。孙爷就是住在他的春满楼客栈里，才被他算计的。一个镇子上的客栈掌柜能知道孙坚？既然知道孙坚是什么人，还敢觊觎他的孙家令牌？一只小蚂蚁想要吞一头大象，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吞不下去。这个叫徐掌柜的，跟你们镇上的监镇有大问题。我也是这样觉得。那徐掌柜看起来人畜无害，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样子，任谁都想不到他能跟监镇勾结，做出这样的事来呀！我怀疑他们身后是不是还有更厉害的人呢？你说的不错，他们没有这样的胃口。南国刚刚建国，还有很多前朝的余孽没有清除干净。这些人为了逃避朝廷的追杀，都跑到了一些偏远的地区，隐姓埋名隐藏了下来，暗地里招兵买马，复辟之心不死。他们想要复辟，就需要大量的银钱。那孙坚就是最好的金库。近几日锦州城也发生了有人在背地里偷偷的招兵买马，这几日整个锦州城都在严查。他想到昨天夜里偷马贼说的那些话，觉得这也是一个线索。昨天晚上我在清风楼客栈住宿的时候，半夜有2个偷马贼去偷我的马。我听到那2个偷马贼的谈话，说是最近来了一个专门收购优质马的人，价钱给的也非常高。他不经常现身，但马贩子都会等他，只要他出现，就会把所有的马全都买走。你可知道那个马市在哪里？马市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想知道也不难。哦，你说。清风楼客栈的守门跟那2个马贩子有勾结，只要找到那个守门的，应该就能知道马市所在了。你的这个消息对我很重要，我现在就派人过去调查。那孙爷的事儿，孙爷暂时不会有事，你一路辛苦，先去休息。只能点头同意了。小厮带着他来到休息的客房。您先休息一会儿，我让厨房给您做点吃的端过来。不用客气，我身上有带来的干粮，还没吃完呢。啊，厨房已经在做了。您是宋大人的客人，不需要这么客气。您还需要做什么，也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您去办。如果不麻烦的话，帮我喂喂马吧。哦，您的马现在正在吃草料。多谢。客房也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凳子。不一会儿，饭菜就端过来了。这是我们府里的家常便饭，宋大人吃的也是这些啊，已经很好了。小厮见他满意，就退了出去。周家村，哎呀，我们周家村最有福气的就是您了。阿慈善良孝顺又能干，家庭和睦。自从他来了你们家，瞧这日子一日胜过一日。老大现在又娶亲，亲家的条件还好，人家姑娘也愿意嫁到山里来。我们都羡慕不来。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谦虚。我们家阿慈确实是十里八村都找不到的好媳妇儿，尽心尽力的为了我们这个家好，把我当成亲娘，把小宝当成自己亲儿子对待，还能干，不怕苦。老大的这门亲事，要不是阿慈，也不见得能成。阿慈是老天爷派来我们家的福星。娘，我做这些不都是应该的吗？您把我当成亲闺女对待，每天做好吃的给我吃，我需要什么都给我买，家务活也不让我伸手，能嫁到周家是我的福气。瞧瞧瞧瞧，你们婆媳还互相夸上了，真是让人羡慕啊！我也想要一个阿慈这样的儿媳妇儿，你说要向何方磕头才能有这样的福气呀？这福气可不是磕头就能有的，是人家上辈子修来的。嘿，你们明日可是有口福了，这么多的野味儿，饭都不用吃了，光肉就能吃饱了。我呀，做了这么多年的厨子，办了这么多年的酒席，能舍得办得这么丰盛的，还只有你们一家啊。哥，你拿着陶罐做什么？啊，闲着也没事，我看家里消食也用的差不多了，我去找点回来。家里的消食还够用几天的，不用着急，明日是你大婚，还是在家里歇着吧。我待不住啊，反正家里也没事，我出去转转，心情更好。那你自己进山小心点，注意安全。好，我会注意的，我走了。姜慈看着处理出来的2大木盆的肉，对婆母说：“娘，把这些肉放在冰窖里吧，我担心会坏掉。”厨子不是说没事吗？天太热了，明天要是吃坏了肚子怎么办？放冰窖里保鲜，不容易变质。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把这些肉放进冰窖里，还能防止老鼠过来偷食。我跟你一起弄。周小宝看着被厨子处理出来香喷喷的各种肉，不断的咽着口水。小宝想吃吗？婶婶，我可以吃吗？这是咱们家的东西，当然可以吃了。你想吃什么肉？这不是明日办喜事用的吗？办喜事也不缺你这口，这么多肉呢，够吃的。嘿，我想吃鸡。李氏拿出一只卤好的鸡出来，坐在这里吃吧。天快要黑了，
周彪才回来，带去的长口陶罐里装着1罐子的硝石，怎么这么多？我在一个山洞里发现的，里面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啊！今后不用到处去找了，那里的硝石够咱们用很久了。锦州城在知府的客房里，倚靠在床头的周成突然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他的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子，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做了一场噩梦，他再也待不住了，走了出去。这个时候，小厮也小跑着过来了，把您的东西带齐了，宋大人让我过来带您过去。去哪里啊？您去了就知道了。小厮没有再多言，脚步快速的在前面带路。周成跟着小厮来到大门口，月光下，门口集结了很多士兵，宋大人也坐在马上。宋大人，您这是跟我去西门镇上马？他也没有继续多问，直接翻身上马，驾！马儿如箭一般飞了出去，周成随后跟上。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西门镇。兵分两，一路把春满楼包围起来，一路把官府包围起来。徐掌柜的是在睡梦中被人从被窝里直接抓了起来的，另外一路直接敲开官府大门。你们监镇在哪里？不，我们监镇还在睡觉。带路。你们跟我来。他走在前面，突然几个官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你们谁呀？哪儿的呀？我是锦州城知府宋冉，不想死的快点让开。周成跟宋冉还有几个官兵跟着小厮来到监镇的房间门口。这里就是把门打开。宋冉的话音刚落，身后跑过来2位全副武装的士兵，直接冲到门前，一人一脚，直接把房门踹倒在地。不知死活，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影响本老爷休息。你们是谁？想要造反吗？快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他的声音很大，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心里还在想着怎么回事。宋冉一个手势，他身边的官兵冲进了房间，直接把还光着脚的监镇给控制住了。你们是谁？知道这样对我的后果吗？宋冉走进了房间，在正位的位置上坐了下来。范泽，你不认得我这身官服，你也不认得吗？还是说装疯卖傻？刚才太昏了，我没看清楚，原来是知府大人，小的有眼无珠，还请大人莫要怪罪。范泽，你作为一镇的监镇，跟前朝余孽互相勾结，暗地里替他们招兵买马，谋反之罪是要诛九族的。你想过这样的后果吗？这么隐秘的事情，他怎会知道？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小人冤枉，小人每日兢兢业业，以心为国效力，从来没有谋反之心，更没有跟前朝余孽互相勾结，请知府大人明鉴，莫要冤枉了小人。那你把孙坚关在大牢里，要他交出孙家令牌，意欲何为？范泽顿时愣在当场。孙坚的事儿只有他跟徐掌柜知道，徐掌柜不可能自己说出去的。范成是你的弟弟吧？他在马市帮你买马被我抓了，他交代了你所有的事情，你不用再狡辩了。大人，我也是被逼的，他们控制我的一家老小，若是我不听话，他们就会杀了我的家人，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除了听他们的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跟他们同流合污。看在我是被逼的份上，给我一条生路吧。说完头磕在地上，空空直响。想要我帮你也不是不可以。大人，只要能保全我的家人不受连累，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说出指使你的幕后之人是谁，你的消息越是有用，你就可以戴罪立功。我可以保证你的家人不会因为你而受到连累。胁迫我的那个人就是春满楼的徐掌柜。这个答案出乎意料，一个春满楼的掌柜能控制一个镇的监镇。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知道。是谁？他是前朝的三皇子。听到这个消息，宋冉激动地站了起来。当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前朝皇帝、太子、其余皇子悉数被杀，最后清理尸体的时候，发现三皇子不在其中。周成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反转，徐掌柜的竟然是前朝的三皇子。他怀疑他不像是个买卖人，想破脑袋也不敢往他是皇子身上想。抓住了三皇子，拥护他的那些前朝余孽就再也翻不出浪花了，新王朝就能彻底安定下来，人们安居乐业，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而宋冉宋大人为新朝廷扫除了障碍，立了大功，皇帝一定会给他加官进爵。周成跟着宋大人一起去了官府大牢，把孙坚从牢里救了出来。三皇子为了能够尽快得到孙坚的孙家令牌，对他进行了各种折磨。孙坚身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伤。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说完便昏了过去。他们把孙坚送到了官府衙门，找来了郎中。经过郎中的诊断，确定孙坚没有生命危险，需要静养的回答后，宋冉也就放了心。周成留在这里看护孙坚，宋冉要去审讯三皇子。宋大人，您去忙您的事儿，孙爷有我在，您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让他尽快好起来的。小伙子，好样的，我会记住你的。孙坚，我就交给你了。说完就离开了。周成在孙坚的床边坐了下来，看着闭着眼
眼睛还在呼呼大睡的孙爷，周成的心也彻底安静下来。一阵阵喜庆的百鸟朝凤的唢呐声钻进了他的耳朵。今日是大哥大婚的日子，这唢呐声不用想也知道是张家豆腐坊传出来的。张家豆腐坊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张秋云一身红色嫁衣，头上的凤冠以凤凰点缀，娇嫩的脸上略施粉黛。张母看着自己在手心娇养长大的闺女马上就要离开她，成为别人的新娘，再也不能时时刻刻看到她了，心里难受，鼻子发酸，热泪盈在眼眶里。娘的小棉袄长大了就要飞走了。娘，女儿一直都是你的小棉袄，永远都不会飞走的。您跟爹给我陪嫁了一套院子，今后我们搬到这里来住，依旧可以天天见面。娘知道，可是娘的心里呀，就是舍不得你。你这人真是的，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咱闺女说的对，又不是不回来了。以后他们一家搬到镇子上来住，江家之间的距离也就几百米，天天都能见到面，还有很多年都见不到一面的，你应该知足了。哎，你这样说呀，我现在的心里呀好受多了。嘿，接亲的时辰快到了，你们好好准备准备，不要耽误了吉时。我出门去看看。张父说着出了房门。周彪的迎亲队伍此刻已经到了西门镇，他一身大红色的袍子，长发束冠，红色的丝带垂落在肩上。他骑着高头大马，跟迎亲的轿子都是花钱租来的。哎，这不是卖冰块的那个小伙子吗？今日这身打扮像是换了一个人，我差点都没认出来啊！确实是哈。哎，你不说我差点没认出来，张家小姐当街求亲的人原来就是他呀！哎呦，这样的小伙子谁会不喜欢呢？周彪走在前面，听着人群的议论声，嘴角勾起了微笑。张家这边也听到了唢呐声，张秋云的心里很激动。娘，是我相公来了吗？听着动静啊，应该快到家门口了。娘，您快去瞧瞧，人到哪里了？你这丫头就不能稳重一点，毛毛躁躁的，成何体统？娘，这里又没什么旁人，我要那么稳重干什么？快去帮我看看。好好好，我去给你瞧瞧。说完起身走了出来。张晨文跑了过来，娘，爹在门口等您呢，妹夫的接亲队伍已经到了，咱们一块过去迎接。好好好，咱们走。张父在门口等他们。张母到了以后，张父跟他一起出了院子的大门去迎接女婿。张晨文作为大舅子也跟着上前一起迎接。周彪的迎亲队伍已经在张家大门口停下了，张家父母迎了上来。周彪弯腰行了一礼，媒人递上进门的聘礼，这叫开门礼。张父接过礼品递给张晨文，然后引他们一起进门。张秋云看到周彪很高兴，正想上前叫他周大哥，就见后面跟进来很多人，想到他娘叫他表现得稳重一些，忍住上前的冲动，对着周彪微微俯身行了一礼。周彪看到张秋云那张略施粉黛就美得不像话的一张脸，竟然怔住了。哎呦，你瞧瞧，新郎啊都被新娘给迷住了，咱们秋云今天呢就像天女下凡。张秋云也被周彪看得红了脸。哎呦，我们家的姑爷呀也一表人才，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哎，好了，时候也不早了，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吃完饭秋云就该去上花轿了。大家簇拥着新郎新娘一起去吃饭。吃完了饭，张秋云回到了闺房，周彪出去准备。娘，女儿舍不得你。你这孩子刚才还来劝我说以后你来镇上住，咱们娘俩天天见面的，开心点儿。今儿个是你大婚的日子，你越开心，今后的日子就越顺。娘，我想抱抱您。说完伸开了双臂，张母也高兴地伸手把她搂在了怀里。我闺女以后的日子一定会一帆风顺的，婆母喜爱，妯娌和睦，夫妻恩爱，平安喜乐到老。一定会的，我一定会幸福的。张秋云松开了手。到了婆家不能跟家里一样，要学勤快一些，要尊重长辈，孝敬公婆，跟妯娌和睦相处，把周彪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多替你相公着想，他们家就不会亏待你。娘，你说的我都明白。还有，如果受了委屈，要回来跟我们说，爹娘还有你哥哥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张秋云的眼泪刚刚憋回去，又被母亲的话说得感动得热泪盈眶。时辰到了，该上花轿了。张母把红盖头拿了过来，盖在张秋云的头上，搀扶着她的手，为她带路。吉时已到，该上花轿了。张秋云跟着母亲走出了她的闺房，来到花轿跟前。张秋云坐进了轿子，周彪拜别了张家人，然后离开了张家。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往周家村走去。张秋云坐在花轿里，摇摇晃晃的，很是自在。才出西门镇没多久，他就在花轿里睡着了。周彪掀开轿帘叫他，张秋云才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过来。到家了，娘子，请下轿。他把手放在周彪的手掌心，门口放着一个火盆，在媒人的提醒下，周彪牵着张秋云跨过火盆，寓意驱邪避祟，把路上沾染的邪气晦气全部留在火盆中，以后的生活红红火火，人丁兴旺，一辈子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进了家门，去正厅开始拜堂环节。父亲失踪，有族里的一位大伯代替父亲，李氏坐在另一边，媒人在一侧高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两人跟着媒人的节奏完成了拜堂仪式。最后张秋云被送入洞房，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张秋云并没有觉得不自在，而是心里充满了好奇。她偷偷地掀开盖头的一角，把整个房间看了一遍。新房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崭新的，款式也都是她没有见过的新款式。娘，小宝呢？他不是跟你在一块的吗？我让他回来吃饭，他没回来吗？我没看到他。坐在桌子上的人也都说周小宝没来吃饭。没事，我出去找找，肯定是跟别的孩子出去玩了。说完就出去了。出了门，在院子里看了一圈，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也看到好多孩子。他朝那些孩子走了过去。你们看到小宝了吗？有好几个孩子摇头，都说没看到。有一个孩子指着新娘子房间的方向，他好像去那边了。姜慈就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然后他就看到有个小小的身影趴在新房的门，偷偷的往里张望。婶婶，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叫你去祖母那儿吃饭吗？你怎么自己跑到这儿来了？我想看看我爹的新娘子。那你为什么不进去？我不敢。婶婶带你过去好不好？啊，婶婶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看她戴着红盖头，我看不到她的脸。看不到脸没关系，我带你去跟她打声招呼。走，婶婶带你过去。周小宝内心忐忑的跟着姜慈来到新房门口，新房的门开着，能看到新娘子安静的坐在床沿上。阿慈，姜慈牵着小宝的手走了进来。张秋云的目光落在这个跟周彪有8分像的孩子身上，确切的说比周彪还要好看。孩子有些腼腆的看着他，目光中带着审视。他在周小宝面前蹲了下来。你就是周小宝吧？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看到你我就知道啦。他以后就是你娘亲了，跟娘亲打声招呼吧。周小宝对姜慈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是他对娘亲这个词很陌生，突然开口叫这2个字，他张了张嘴，到底还是没有叫出声。小宝跟你还不熟，他不好意思。时间长，你们彼此了解了，你就知道这孩子有多好了。我明白，他对我也不了解，张不开口是正常的。日后呢，我们一起生活，我会学着做一名合格的母亲，让他从心底里接受我。姜慈最喜欢的就是张秋云的性格，爽快大方，有什么说什么，不用别人猜测他说话的真假。我相信你。就在这个时候，张秋云的肚子叽里咕噜的叫了2声，饿了吧？我去前面给你弄点吃的过来。来之前在家里吃了一点点，是有点饿了。小宝，你在这里陪陪娘亲，婶婶去拿吃的，很快就回来。姜慈走出了新房。小宝，走，跟我去那边坐坐好不好？周小宝点点头，也伸出了手。张秋云见他这么配合，很高兴。他坐在床沿边，周小宝站在他面前。张秋云从脖子上取下他从小戴到大的平安锁，这个呢是能辟邪挡灾的平安锁，它跟了我16年。今天我把它送给你，保佑你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健康长大。小宝虽然只有5岁，但比同龄的孩子早熟。张秋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这个年轻漂亮的新娘把她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了自己。也给我了，那谁来保护你啊？张秋云没想到周小宝能说出这样的话，姜慈没有骗他，这孩子确实懂事乖巧，招人喜欢。那以后你来保护娘亲好不好？可是我还是小孩子，没能力保护我。没事，等你长大了再来保护我，你愿意吗？周小宝想了想，点点头。小宝真乖，来，娘亲把平安锁给你戴上。张秋云说着，就把平安锁戴在了小宝的脖子上。真好看，小宝喜欢吗？周小宝对这个新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她也没有之前那么陌生了。婶婶跟自己说过，这个新娘是个很好的人，婶婶果然没有骗她。等姜慈端着一碗吃的过来时，周小宝跑了过来，把她戴在脖子上的平安锁给姜慈看。婶婶，你看。
是你的娘亲，怎么可以叫姐姐呢？辈分差了，这是不对的。哦，我知道了。小宝，你为啥不叫她娘亲呢？一提起娘亲，我就会想到那个来我们家里闹事的胡氏，我喊不出来。姜慈没想到是这个原因，想到胡氏的悲惨下场，姜慈的心情也沉重了下去。他们没让小宝知道胡氏已经死了的事儿，你心里是不是想他？没有，就是提起娘亲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讨厌他，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姜慈能理解小宝，胡氏再坏也是小宝的母亲，虽然没有养育过他，但是毕竟是怀胎10月生下来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姜慈吃完饭从灶房里出来，看到大哥走路有些飘了，给他泡了一壶茶，他坐着喝茶醒酒。送完最后一桌客人，已经到了申时，外面的事有我跟阿慈，你进屋吧，新娘已经等你多时了。李氏催促他入洞房，周边有些不好意思。没事，天还早呢。不早啦，你娘子在等你呢，去吧。周彪推门进了洞房，看到他的娘子坐在床边，周彪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了一个弧度。张秋云盖着红盖头，虽然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知道周彪来了。周彪走到他跟前停了下来，拿起桌子上的洗衬挑起了红盖头。张秋云脸色绯红，都不好意思跟他对视，一副娇羞小女人的模样，这跟平时的他判若两人。周彪被他娇羞的模样吸引，越看张秋云心里越喜欢。他走到桌子边，倒了2杯酒，端着走了过来。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喝了这杯合卺酒，咱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喝了合卺酒，周彪弯腰把他打横抱起。娘子，洞房花烛夜，莫要辜负了这美好的良辰美景啊！都挺相公的。张秋云伸手揽住他的脖子，脸滚烫的像是要着了火似的。西门镇官府，孙爷整整睡了1天，到申时才清醒过来。周成见他醒了过来，周成把已经熬好的药端了进去。孙爷靠在床头，脸色比之前红润了不少。孙爷，把药喝了吧，是我亲自在门口熬的，很安全。孙爷伸手接过，一口气喝了个干净。是你救了我的命，要我怎么报答你呢？只要不让我摘天上的星星，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只要你没事就好，我不需要您的任何报答。现在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这个承诺永远有用。把你这次去锦州城找宋冉的事儿说给我听听。周成仔仔细细的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孙爷听了十分的震惊。你说徐掌柜是前朝的三皇子？周成点点头，他隐藏的够深的。随即笑容重新爬到了脸上。周成能抓住三皇子，你可立下了大功，朝廷一定会重赏你的。我不需要，能跟我家人住在一起，过着平凡的日子就已经知足了，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就没想过要建功立业？没有，我爹在我10岁出头的时候就被抓去做了壮丁，10多年都过去了，秦朝灭亡，新朝建立，我们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他的一封家书，至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的任务是守护我家人的安全，让他们不再受任何人的欺辱，这是我活着的目标。你爹被抓走做了壮丁，他没有写信回来，你们也没有去找过他吗？我们一直都在打听，问了跟他一起被抓去做壮丁的叔叔，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现在都改朝换代了，他如果还活着，应该已经回来了，就算不能回来，也会给家里来封书信。现在都没回来，多数应该已经不在了。周成的父亲都已经参军10多年了，这么久都没有消息，人不在了，几率是非常大的。你的父亲叫什么？我认识的人多，能帮你打听打听。我爹叫周大牛。只有这么一个名字吗？他就叫周大牛，小名大牛。好，我记住了，等我回去，我一定帮你打听到他的消息。多谢孙爷。睡了1天了，我想起来走走，你陪我走走吧。好。我没事的，不用扶着我。走，咱们出去走走。周成跟着他出了房间，外面的天看着很快就要黑了，月亮已经早早的挂在天幕中。他们没有走远，出了门之后，沿着连廊慢慢的走着。你为了这件事儿，好几天没回家了，家里人一定很担心吧？要不你明日回家吧？你在这里，我也不放心。宋大人跟我说让我照顾好您，我怎么好回去呢？要不你带我去你家里吧，你们答应我教我制冰手艺的。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我担心宋大人回来找不到我们。可以跟他留在这里的士兵说一声，我说不说都无所谓。他要收拾三皇子下面那些逆贼，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明日咱们一起回去。孙坚点头说好。翌日天刚蒙蒙亮，周彪就醒了，看着张秋云那张娇美的小脸，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了微笑。张秋云醒了过来，对上周彪的目光，张秋云嘴角弯了起来。是不是要起来给伯母敬茶了？娘子，时候还早呢，继续睡吧，到时候我叫你。张秋云听他这样说，伸手搂他的腰。相公，你也别起，再睡会儿啊。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们都没穿衣服，天已大亮，夫妻2人从床上爬了起来。你还好吧？
我没事真没事啊，没事，我年轻有精力，不用为我担心。说着便下了床，腿软的差点没站稳。周彪没忍住，被他给逗笑了。张秋云见他笑自己，也跟着笑了。我是没站稳，相公，天都这么亮了，不会耽误了敬茶吧？没关系，敬茶不过是一道程序罢了，只要不超过辰时都没关系。我去打水，进来洗漱。周彪说着便出去了，看着镜中的自己，心想：不要胡思乱想，马上就要给婆母敬茶了，打扮得大方得体才行。他换了一身红色的新衣服。这个时候，周彪打了一盆水过来，放在洗脸的架子上。张秋云站在他面前转了一圈。好看吗？好看，快洗漱，时候差不多了。听到这个答案，张秋云的心里很高兴，很快乐的去洗漱了。张秋云洗漱完，然后俩人一起出了房间，俩人一起去了正厅，给李氏敬了茶。李氏拿了一对金镯子戴在了张秋云的手腕上。张秋云很是惊讶，他没想到婆母会给他一对金镯子啊！娘，这太贵重了。娘，您什么时候准备的？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山里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山外的事情了解的不多。我们家条件不好，你不嫌弃嫁进来，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你是位好姑娘，我们不能亏待你。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姑娘家喜欢什么，是阿慈给我出的主意，说打一副金镯子，你肯定喜欢。这件事也没告诉阿彪，是阿慈亲自让人定做的，在这个日子送给你，只要你喜欢，我们的心意就没白费。喜欢。娘，阿慈，你们太让我感动了，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全家都喜欢你，你值得我们这样对你。姜慈的话把张秋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上前拉着她的手。阿慈，你真好，我娘家赔了我不少嫁妆，家里要是没钱了，都拿出来用。不需要，家里每日都进账，不缺银钱，以后家里的吃穿用度都用家用里的钱，你的嫁妆都是你的。张秋云没想到会是这样，这跟她嫁进来之前的想法不一样。你以后也要参与进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干活，努力赚钱，把日子过好，所以不要有心理负担。好，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去吃饭吧。姜慈不在家，周小宝就跟着张秋云。张秋云不像娘亲，她更像是一个大姐姐，她跟自己玩弹弓打鸟，俩人比赛，看谁能把天上的鸟儿打下来。满院子都是小宝快乐的笑声。李氏听着小宝的笑声，比他吃蜂蜜都甜。张秋云不像是一个母亲，更像是一个玩伴。冰块卖完了，姜慈打算去张家。大哥，咱们走吧。你听说了没？昨天晚上春满楼客栈官府出事了，被官兵给抄了。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儿？官府都被抄了？监镇都被抓起来了？那肯定是出了大事儿了，快去瞧瞧。都跟你说了，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你现在去能干什么呀？走吧。姜慈跟周彪互相看了一眼，阿成回来了。周彪点头表示同意。走，去我岳父家里看看，二弟应该还在他那里。周彪赶着牛车来到张家豆腐坊，今日站在这里卖豆腐的是张晨文。哎呦，你们是不是太拼了？今儿个可是你新婚第一天，怎么就来镇上卖冰块了？你怎么知道我今日卖冰了？有人推着冰块从我家门口过去，我能不知道吗？马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姜慈跟周彪也都从牛车上下来了。我二弟回来了吧？昨天晚上把我爹的马送回来了，你们不用担心他，他很好，一点事儿都没有，还立了大功呢。以后你们周家要飞黄腾达了。刚才我听到有人议论说，昨天晚上官府前围了好多官兵，官府的监镇都被抓起来了，是真的吗？是真的，不仅是监镇被抓了，就连春满楼的那个徐掌柜也被抓了。是不是查出来什么了？说出来怪吓人的，那个徐掌柜的来头可比监镇大多了。你快说吧，别在这里卖关子了。听说那徐掌柜是前朝的三皇子。姜慈跟周彪听了都震惊不已，前朝的三皇子怎么会在西门镇这样的小地方开客栈？这件事儿说来话长，这里也不是说那件事的地方。我娘在家里，回家让她给你们说吧。我二弟不在这里吗？哦，他不在，他现在人在官府照顾那个叫孙爷的人。昨天晚上是他把我爹的马给送过来的。家里就先不去了，我们先去官府找他。也行，你们说去找他的话，官府门口的人肯定也能让你进去。姜慈跟周彪两人都上了牛车。对了，等会儿你们记得来家里吃饭呀。不用麻烦了，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回来呢。说完就走了，两人赶着牛车来到官府门口。姜慈下了牛车，就往那门口站岗的官兵跟前走。你们是什么人？这2日官府不办案？我们不是来报案的，我们是来找人的。找人也不行。我是来找周成的，跟孙爷在一起的那个。你是他什么人？他是我相公。好吧，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帮你把人从里面叫出来。那名官兵直接来到了周成他们住的地方，跟他说了门口有个说是他娘子的女人来找他。周成知道是姜慈来了。孙爷，我出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当面跟他说一声感谢。说完跟着周成一起出了官府。周成跟孙爷还没出门，姜慈跟周彪就看到他们了，于是迎了上去。阿成，你还好吧？我很好，这些天让你跟家里人担心了。
咱们又见面了。孙爷，您看起来精气神不错呀。这都是周成的功劳啊！走进里面去说话。姜慈看了眼守在门口的2位官兵，是自己人，没关系。姜慈跟着他们进了官府，从周成的口中得知事情的全部经过。姜慈只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知道孙爷想跟着他们去周家村，一边休养一边看他们治兵，顺便把手艺学会了。姜慈跟周彪都赞同，周成也能回家，不用一直在这里照顾他。早上的时候，周成就已经跟这里的管事说好了，管事同意孙爷跟他回家休养去。如果宋大人回来了，直接去张家豆腐坊通知一声，他们就会回来。回去的路上，周彪跟周成坐在车头，姜慈跟孙爷坐在牛车上，一边看着山里的风景，一边聊着天。姜慈伸手挡住刺眼的阳光，手腕上那个银色的镯子便露了出来。孙爷看到姜慈的手腕上那个银色的镯子，姜慈跟孙爷说话，孙爷好像也没听到，他的目光怔怔地看着姜慈手腕的方向。孙爷，您看什么呢？听到姜慈的话，孙爷这才从他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你手上的镯子很有特点，市面上很少见，是定做的吗？不是，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是不是很好看？你娘？你说这是你娘给你的？是呀。能拿下来给我看看吗？可以啊。说着就把镯子拿下来递给了孙爷。孙爷手有些颤抖的接过他递过来的镯子，看起来很激动。孙爷，您的手在抖，没事吧？我没事，我没事。我有些激动。孙爷把那镯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手颤抖的越是厉害，然后颤颤巍巍的把镯子翻了过来。当他看到里面刻字的时候，一颗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是一个镯子而已，怎么还哭了呢？孙爷，您没事吧？你是说这个镯子是你母亲的？从我记事开始，这镯子就一直戴在我母亲的手腕上。您见过这样的镯子吗？你娘是叫孙蝶衣？姜慈点点头。你娘现在可好？能带我去见见她吗？不仅是姜慈，就连周成跟赶车的周彪都好奇地转过头来。我娘她在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什么？不在了？怎么会这样？孙爷老泪纵横，差点说不出话来。姜慈心里隐隐约约猜到了什么。孙爷，您认识我娘？如果你娘就是孙蝶衣，这个镯子也是你娘的，那她就是我在很多年前丢失掉的那个孩子。这个消息又把周彪跟周成震惊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我对娘的了解并不多，那时候我年纪小，后来她不在了。我从祖母跟大伯母的聊天中得知，我娘是我爹从外面捡回来的。刚捡回来的时候，她不说话，家里人都以为她是个哑巴。后来在家里待了半年，熟悉了之后，她才开口说话。然后祖母就撮合他们在一起了。我娘的后脖梗有一块蝴蝶样的青色胎记，有手指肚那么大，我亲眼见过的。没错了，他就是我丢失多年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脖颈处那个胎记而取的名字。您别难过了，这不是您的错，我娘知道您来找她，她在天上一定会很开心的。当年是我太大意了，才把他弄丢了，他一定还在怪我。孩子，能跟我说说你娘是怎么死的吗？我娘是被我堂姐给害死的。她把事情的经过仔仔细细的跟孙坚说了一遍。孙爷气愤的攥紧了拳头。她死得好，这么坏的女人，老天都在收她。只是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我想去看看你娘的坟墓。外祖父，我娘的坟墓已经过了，回头的话还要走1个多时辰才能到。她的坟墓在山上，还要爬山。您现在的身体情况恐怕做不了这些，要不等您身体康复了，我带你去好不好？好，我听你的。他把手里的镯子给了姜慈。好孩子，没想到我们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相认。这一切都是天意呀！3天之后，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这几日，他也知道了治兵的法子，并且知道了这是姜慈发明出来的。震惊之余，更多的还是欣慰。有这么聪明的外孙女，也是他的骄傲。这么聪明的人留在大山里，他的才气就被埋没了。他年纪大了，肯定不能让自己辛苦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孙家帝国，因为没有继承人而崩塌。而现在看到了希望，无论是自己的外孙女还是外孙女婿，他们的人品、聪明才智都是他一直寻找。这天吃了晚饭，孙坚把姜慈跟周成叫到自己跟前。祖父，您怎么这么严肃？发生什么事情了？阿慈、周成，我想让你们答应我一件事。祖父，您说，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孙爷伸开手，他的手心里藏着一块雕刻精美的青铜方形牌，正中间刻着一个孙字。这是什么？周成看到这块青铜牌，脸色也严肃起来，心里想着，这莫不就是孙家的令牌？但是想想不可能啊，如果孙家令牌在他身上，早应该在徐掌柜的手里了。
这就是我们孙家令牌，我要把孙家令牌交给你。姜慈听到孙家令牌的时候已经很震惊了，又听到要把令牌交给他，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连忙摆手：“这怎么可以啊？我不能要！”祖父，你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传给舅舅呀。孙坚叹了口气，把孙家的情况跟他们说了。孙家的产业太大了，家里的那些人没有能力，我不想让不相干又没有能力的人得到我辛苦一辈子的产业。要是没有遇到你们，我也会寻找有能力的人来接手我留下的产业。你们是我的亲人，你身上流淌着我孙家的血脉，给你最合适不过了。姜慈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产业竟然没有一个继承人，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竟然砸在了自己的头上。他要是成了孙家的继承人，那他这辈子也值了。只是他有心却没胆，他并不懂得做生意，而且还是这么大的摊子，要是在自己手里塌了，怎么对得起外祖父的信任？祖父，我不行，我没有做生意的经验，我怕自己担不起您对我的这份信任。你行，我行走江湖多年，一个人是什么心性脾气，我只要接触就能够看清楚。没有经验没关系，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跟我身边，保证用不了2年，所有的东西都能学会。可是，没有什么可是，除非你跟周成不愿意帮我，看着我们孙家落入外人的手里，那样就算我死了都不能瞑目啊！你是我的外孙女儿，周成是我的外孙女婿，你们必须要帮我。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姜慈却不知道怎么拒绝。他看向周成，周成感受到一个老人因为没有继承人的焦虑，他相信姜慈有这个能力。祖父既然这么相信我们，你就答应吧。你这么聪明，我相信孙家在你手里以后只会越来越好。姜慈都没有这样的信心，周成是不是太高看他了？你看，不只是我这么想，你是我孙家的血脉，你要相信自己。姜慈看着手里的孙家令牌，这个青铜令牌一面刻着孙字，背后是一个令字，这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一份巨大的责任。他抬头对上外祖父那期待的目光，跟周成那肯定的目光，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那自己就试试。如果跟您走，我想把家里人都带出去。那是自然，我有很多房产，你们跟去了皇城，房子随便挑。这件事儿还要问一问娘跟大哥和大嫂，得要他们同意了才行啊。姜慈觉得周成说的对，虽然他是好心，但是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成跟姜慈和李氏说了这件事儿，李氏听了很震惊，震惊之后便是高兴。这是好事啊，我都听你们的，我们一家人不分开，你们去哪里，我要跟着去哪里。现在大哥成亲了，秋云的娘家在这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着我们一起走。这么好的事情，他们不会拒绝的。我们家最想离开大山的就是阿彪，不过这件事等他们回来，还是要问问他们。今天是3日回门的日子，周小宝在这3天里已经跟张秋云混熟了，他非常喜欢这个像姐姐一样的娘亲。张秋云也非常喜欢周小宝，决定回门带着周小宝一起回去。他的决定让周家所有人都很惊讶，回门带继子回去还从来没听说过。李氏跟姜慈劝他不要带孩子回去，免得被人说闲话。我才不在乎呢，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说去呗，只要别让我听到。要是让我听到了，我直接把他们嘴撕了。娘，阿慈，你们放心，我这个人最不在乎的就是别人的想法，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你不在乎，你父母能不在乎吗？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那别人也只能说我是大度，对待继子像亲生儿子一样。你们也别劝我了，我一定要带小宝回去，他是我儿子，我让他见外祖母、外祖父还有大舅舅，那不是应该的吗？李氏跟周彪都很感动，张秋云是真的把周小宝当成自己的孩子了，也就由他了。一家3口赶着牛车，姜慈把上回借张家的60两银子给了周彪，让他帮忙还给张家父母，另外还给张秋云40两银子，到西门镇买一些礼品回去。张秋云已经知道了周家的情况，周家的当家人是姜慈，家里的一切吃穿用度都从姜慈手里支出，张秋云没有任何意见。阿慈真好，给咱们40两银子买东西。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呐，你以后一定要好好跟他相处，他不会让你吃亏的。小婶婶是天下最好的人了，我最喜欢她。那我跟小婶婶比，你更喜欢谁呀？当然是小婶婶啊！你不喜欢我吗，小宝？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小婶婶。以前你还没来我们家的时候，我听村里的小朋友说继母不好，我很担心。但小婶婶跟我说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跟别人不一样。她说如果我看到你一定会喜欢你的。她说的没错，我确实很喜欢你，但是我更喜欢小婶婶。我这样说不会生气吧？当然不会啊，因为我跟你一样喜欢你的小婶婶。真的吗？真的，我从来不说谎话的。
周彪看着他们跟亲母子一样互动，心里说不出来的幸福感。这种感觉他跟胡适也有过，经历了那样的事儿，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幸福了。如果没有姜慈的撮合，或许他就错过了这段姻缘。到了西门镇，只花了10两银子就买了很多东西。闺女今日回门，张家在门口放了鞭炮。爹娘，哥，我回来了。张秋云开心地从车上下来，他们也看到了车上那个漂亮的孩子，他们也没想到张秋云会带孩子回来。周围的邻居看到张秋云带了孩子回来，上来跟他打招呼：“秋云呐，怎么还带个孩子回来啦？”张秋云刚想对回去，张母笑着说：“这是我外孙来外祖父、外祖母家，不是很正常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这样说就是认下了周小宝，想看笑话的人也不能再说什么。张秋云把继子带回娘家，只能说明他大度。那人被对的没有话回，尴尬的脸通红。其他人没有继续议论。来，外祖母抱抱。张母把他抱在怀里。周小宝，小婶婶跟你说的话都忘了吗？外祖母、外祖父、大舅舅，我叫周小宝。好孩子，真讨人喜欢。走，外祖母带你去吃好吃的。张母抱着小宝带头走了。周彪心里很感动。张秋云说把小宝带过来的时候，他心里是有些担心的。现在看到周家人没把小宝当成外人，还在外人面前给小宝证明，除了感动，更多的还是感激。周家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就坐在一起吃饭了。桌子上的饭菜很丰盛。周小宝坐在张秋云跟张母之间，不仅张秋云给小宝夹菜，就连张母也把好吃的夹在小宝面前的碗里。周小宝本来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就被他们的善良给感染了，脸上也有了笑容。外祖父、外祖母、大舅舅也喊得顺口了。吃完了饭，张春文说带小宝出去玩，周小宝很高兴，就跟着他走了。哥，你别走太远啊！更别带他去你那些狐朋狗友那里。知道了，不用你来嘱咐我，我心里有数。嘿，你这臭小子！你哥呀，虽然平时有些不靠谱，但是真遇到事儿啊，他还真是可靠的。孩子也很少来镇上，就让他舅舅带他去转转。好吧，别太久啊，我会担心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小宝，跟舅舅走吧。周小宝眉眼弯弯，跟着张晨文走了。张父跟周彪有男人的话题，张秋云跟母亲有很多体己话要说，所以他们去了张母的房间。闺女啊，你手腕上的金镯子很好看，看起来要不少银钱吧？你婆母给你的？我婆母给的，好看吧？好看。看来你婆母对你还是很满意的，舍得给你金镯子。我看这上面雕刻的纹路花样也很好看，你这对金镯子可是要不少钱。闺女，你没嫁错人家。这个金镯子呀，是阿慈专门给我定做的，也是她定做好了以后给了婆婆，婆婆又给我的。我就知道那孩子好相处，所以才放心把你嫁过去的。妯娌能做成这样，不能说没有，那也是极其少见的。你以后啊，要好好跟他相处，像他那样的人呢，不会让你吃亏的。娘，你说的很对。今儿个我回门了，阿慈还给了我40两银子，让我买礼品回家，这里还有60两，是给你们的。张秋云从身上的斜挎包里拿出6个10两的银锭子，放在了桌子上。你说这些钱是阿慈给你的？张秋云点点头。周家长家的不是你婆母吗？我们家是阿慈长家。为什么呀？你婆母今年还不到50，怎么就把长家全给了阿慈了？阿慈还是2房，这不符合常规呀。娘，周家制冰的手艺啊，就是阿慈做出来的。周家现在的生活条件能这么好，都是阿慈的功劳。您说他来长家有问题吗？制冰手艺是阿慈做出来的？张秋云点点头。哎，怎么可能啊？她一个小女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她就有这样的本事，从心底里佩服她。我想好了，我要抱紧她这条大腿。周家呀，马上就要飞黄腾达喽。你这丫头没心没肺的。周家有卖冰的手艺，今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差。只是你说马上飞黄腾达，这是不是太夸张了？我说出来，您肯定吓一跳。哎呀，你娘我活了几十年了，没什么能吓我一跳。你说说看。那个被监正和3皇子关押的孙爷是阿慈的亲外祖父啊！你没跟我胡说吧？这种事怎么还能乱说？娘，我说的都是真的。孙爷可是有名的大商贾，周家救了他，现在又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您说我们周家是不是要飞黄腾达了？说不准呀，我们周家还能去皇城生活呢。哎呀，这可真是了不得了，这跟做梦似的。世间怎么会有如
如此巧合的事，你这丫头啊，命好，掉进福窝里了呀！如果真有机会在皇城安家，那这辈子也值了。娘俩说了好一会儿话，张晨文才带着周小宝回来。此时的周小宝从头到脚都换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哎，哥，你带小宝买衣服去了？眼光不错呀，这身衣服让我们家小宝穿上更有精神了。嘿嘿，他喊我大舅舅，我只要给份见面礼啊。这衣服是他自己选的，我只负责付钱。哎呀，我们家小宝啊，真有眼光。张秋云的夸奖，周小宝很高兴。一直到饮食，他们准备回去，因为这里有风俗，当天出门要当天回，不能住在娘家，这是风俗。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卯时，眼看着天就要完全黑了。周小宝一见姜慈，就把在张家好玩的事儿跟他分享，听得其他人也都哈哈大笑。张家人能如此对待小宝，周家人都十分的感激。他们这边热热闹闹，那边孙爷问周彪：官府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没有，岳父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情呢。目前为止，宋大人还没回来，你也别着急，住在这里把身体养好。那边有了消息，我岳父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孙坚也只是问问，清剿前朝余孽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只是他想在离开这里之前再见宋大人一面。这次如果没有宋大人，他最后的下场恐怕就是死在牢里。这边张秋云也知道了姜慈跟周成还有婆母要跟孙坚去京城定居的事儿，问自己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去。张秋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事情太过突然，好像做梦一样。周小宝听到婶婶跟祖母都要去，我要去，二叔婶婶还有祖母去哪里，我就要跟着去哪里。周彪也同意，大家的目光落在张秋云的身上。小宝是聪明的孩子，他应该进私塾读书，今后考上状元做大官。我在皇城还有很多产业，你们去了就能有工作，住的房子我给你们提供现成的。我可以跟你们保证，你们去了皇城绝对不会后悔的。如果后悔了，我亲自把你们送回来。哦，这么好的事我怎么会不答应啊？我嫁到了周家就是周家的人，一切都以周家的利益为重，只要是对小宝好的，对我们周家好的，你们去哪里我们就跟着去哪里呀。听到张秋云的回答，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秋云，你是我周家的好媳妇儿，你能如此通情达理，娘很开心。娘，我这不是应该的吗？你嫁到周家来享福呀，是我的福气呢。不瞒您说，我今个还跟我娘说了这件事呢。我说呀，我要抱紧阿慈的大腿，等她跟二弟飞黄腾达了，我们也能跟着过好日子。没想到呀，这就实现了。两只凤凰都飞到了你们周家，这是多大的福气呀！您说的是，这村里村外不知道有多少家都羡慕我呢。以前我出去都不愿意跟人打招呼，现在我出去啊，哪里人多我就走哪里。一桌的人都跟着笑了，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吃完了饭，周彪跟周成又开始制冰。明日还要去送兵吗？啊，是送去义庄的，顺便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想想其他办法，先做好准备。就算我们以后没办法送兵了，他们也不至于手忙脚乱的。孙坚点点头，做买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在这方面他们都做得很好。特别让自己敬佩的是，他们手里已经有了自己给的1万两的银票了，但是他们没有因为突然有了这么大的一笔钱而迷失了方向，依旧脚踏实地的做着事情，这样的心态是很难得的。第二日，周彪去义庄送冰块，姜慈跟周成带着孙坚3个人坐着牛车在姜家寨的方向停了下来。周彪自己去西门镇，他们约定好时间，周彪送完兵回来，在姜家寨的村口等他们。姜慈指着姜家寨的位置，外祖父，那儿就是姜家寨。孙坚已经从姜慈的口中得知了闺女跟外孙女在姜家受到的那些委屈，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姜慈已经替他出了气，不仅跟姜家断亲，还让害死他闺女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报应。3个人来到姜家寨的村口，继母许氏跟他闺女姜明艳背着背篓从村里走了出来。呀，你看那个人好像是姜慈。姜明艳指着经过村口的3个人，姜慈也看到他们了，他装作没有看到。周氏也看到了，此时的姜慈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瘦小单薄的姜慈了，现在的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贵气。娘，我跟您说话呢。周氏这才回过神来，啊，听到了。我们家都这么困难了，姜慈现在过得这么好，让他帮帮咱们吧。
你以为我不想吗？他恨我们，我们过得越惨，他越开心呢。他不会帮咱们的，那都是江明慧搞的鬼，要不然我们也不能那样对他。他也知道事情的原因，应该不会还记恨咱们的。毕竟他到底是爹的亲生闺女，身上流着我们江家的血脉。虽然他跟咱们断了亲，但是血脉是改变不了的。我就不信，咱们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他，他还能无动于衷。你说的也有道理，咱们试试。咱们想想怎么跟他说合适。江慈三人经过江家寨村口的时候，周成也看到了周氏母女。刚刚我看到了周氏母女，我也看到了。周氏母女是你继母和继妹吗？江慈点点头。孙坚回头看了一眼，见有一对母女迈着小碎步跟了上来。他们跟上来了，别管他们，就当不认识。阿慈，是你吗？江慈没有回答他的话，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一般，就连脚步都没有停。周成跟孙坚也紧跟着江慈的步伐。周氏心里有数了，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他没有放弃，小跑着追上江慈，拦在了他们的前面。你们有事儿？哎呦，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你们这是去哪里呀？跟你没关系，你没事的话让开，不要挡住我的路。哎，阿慈，我有事。我跟你们江家已经断绝关系了，你有事没有必要跟我说。你们江家的事儿我也不想知道。江慈根本不给他机会，江明艳直接跪在江慈跟前。姐，你就不要跟我们计较了，以前的事都是江明慧从中搞鬼，要不是他，家里人不可能那样对你。现在祖父祖母、大伯大伯母还有我跟娘都非常后悔，姐，你就原谅我们吧，跟我回家看看祖父祖母好吗？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做过的事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你还能收得回来吗？泼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来，但是我们想弥补你。算了吧，你们就直接说吧，你来跟我说这些的真正目的。母女两个互相看了一眼，江慈就知道这对母女是另有目的的。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们母女身上，如果你们不说的话，请让开，不要挡路。江明艳这才站了起来。哎，姐，实不相瞒，我们确实有事求你。自从江明慧的事情之后，祖父祖母身体每况愈下，也苍老了很多，大伯母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家里现在就靠着大伯父卖柴火，我跟娘每日进山挖野菜讨生活，每天都吃不饱，我们都快要活不下去了。我知道你现在生活过得很好，能不能伸手帮我们一把？你找错人了，我不是慈善家，我再跟你说一遍，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们是死是活跟我都没有关系，听懂了吗？让开，别求他了，他就是个冷心冷血的人。外祖父，咱们走吧。孙坚跟周成跟着江慈走了，留下一脸震惊的周氏母女。他刚才喊那个男人叫外祖父，他娘不是爹从外面捡回来的吗？江慈找到他外祖家了？应该是的，江慈的母亲埋在后面的那座山上，他们来江家寨，应该就是带着他外祖父看他母亲的。他看起来很贵气，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别看了，去挖野菜去。江慈他们半个时辰之后来到他娘的坟墓前，他娘的坟墓焕然一新，不仅立了碑，还把坟墓用石头全部都砌了起来，坟墓的周围野草也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这难道是江家人做的？墓碑上面有我的名字跟江老大的名字，除了江家人，没有别人会这样做。孙坚没有听他们说什么，他的目光落在墓碑上，孙坚老泪纵横，泪水一颗接着一，根本止不住。江慈跟周成站在一边，听着孙坚的哭诉，也湿了眼眶。好一会儿，孙坚才从悲痛中走出来。江慈把身上包里带来的贡品拿了出来，放在墓碑前。他给原主的娘磕了一个头。娘，外祖父来看您了，您一定很开心吧？我也要跟外祖父走了，以后我就不能常来看您了。但是您放心，我每年都会回来看您的。说完又磕了一个头。周成也跪下来磕头。娘，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阿慈，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你安息吧。孙坚见到自己的女儿，心愿已了。三个人下了山。我想去一趟江家，我想去江家跟他们说一声感谢，希望在我们不在的日子里，他们能多去看看母亲，把坟墓周围的野草清理干净。清明节的时候能给他多烧些纸钱。你这样的想法很好，我支持你。我也支持。好，那咱们走吧。周氏跟他闺女挖了野菜，已经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把在村口遇到江慈等人的事跟他公婆还有许氏说了。听到江慈的外祖父找到了，他们的反应都很震惊。没想到这么多年，孙蝶衣竟然还能找到亲人。娘，您不生气吗？为什么要生气？明艳都给他跪下了，我也放下长辈的身份，低声下气的跟他说家里的情况，希望他能伸手帮一把。哼，他却无动于衷，您竟然不生气？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孽呀，怪不得他。自从他娘死了之后，他在这个家里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再说了，我们之间都断了亲了，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凭什么还要人家伸手来帮咱们？你跟明艳就不应该多这个嘴。瞧你说的，我这样低三下四的，还不是想让你们能吃饱饭，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你不理解也就算了，还来埋怨我。
要不是每天我跟明艳一起去山里挖野菜，回来想方设法做吃的，就凭大哥赚的那点银钱，还要拖着一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你还能有力气坐在这里理直气壮的埋怨我吗？那好，你既然看不上我们母女，那我们就离开这里，让你儿子养你吧。说完拉着江明艳，咱们不伺候了，这个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咱们娘儿俩随便去哪里都比这里过得好。娘，您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家，离开这里我们还能去哪里？您别冲动啊。我没有冲动，这个家我早就待不下去了。你跟我走，我带你过好日子。你要是不走，就留下来自生自灭吧。江老太知道周氏的心变了，她想离开江家了。江家的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周氏跟江老大一起能勉强维持家里的基本生活。江明艳虽然是女孩，但也是江家唯一的孙女儿。要是周氏把江明艳给带走了，他们江家彻底后继无人了。她压下心底的火气。周氏，你不要胡闹。我没有要埋怨你的意思，我只是把事情分析出来给你听。我知道你辛苦，你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如果我刚才的话让你听着不舒服，我可以跟你说声抱歉。咱们江家不能没有你，也不能离开你，留下来吧。等明艳他爹回来了，咱们的日子就会好了。娘，祖母都这样说了，您就别生气了。现在虽然困难了些，但是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有地方住，有衣服穿，相互也能有个依靠。您说呢？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们家就是个无底洞，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必须走。明艳，跟娘走，娘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氏，你想要去过好日子，我不拦着你，但是你不能逼迫我孙女跟你一起出去。你一没手艺，二没才华，一个深山里的妇人，你要用什么手段给你闺女好日子过？婆母的反问让周氏顿时语塞。你看你现在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谋生，你出去一定会后悔的，最后还得回来。到时候你再想进我家的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走了就不会再回来。明艳，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走？明艳是我们江家的孩子，也是我们江家唯一的孩子。我们就算不能给他好日子，最少能让他有地方住，有东西吃。如果你心里还疼他，就放过他。你想走的话，就自己离开。如果不走，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咱们好好的过日子。你想得美，想把我拖死在你们家吗？明艳，你到底跟不跟我走？娘，您就留下来吧，我不想离开这里。哼，我白疼你了，就是个小白眼狼。你不走，我自己走。说完，转身就进了屋子。娘，您不能走。你让他走，过不了2天，他自己就会主动回来的。祖母，你怎么这么确定？要是他不回来了呢？他自己走，我不放心啊。好啦，你不用担心，他现在离开肯定去你外祖父家，你外祖父家的条件也不好，你的2个舅舅也都住在一个家里，他们家地方那么小，你娘回去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谁家的条件都不好，他去了还得多双筷子，占了人家的口粮。就算你舅舅没什么，但是你舅妈们能高兴啦？他住不了2天就会自己出来，他身上没钱又没地方住，最后只能乖乖的回来。你可不要跟他去受那个委屈。真的吗？当然啦，我可以跟你保证，他不会撑过1周就会回来。祖母，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去看看我娘。江老太点点头。江明艳来到她娘住的房间，看到她娘正在收拾她那些破旧的衣服。周氏见江明艳来了，以为是江明艳后悔了。娘就知道你不可能不要娘，去你房间把你东西都收拾一下，咱们都带走。娘，我不走。不走来做什么？哼，想要劝我留下来，你就不要想，我早就想离开这里，只是今天下定了决心。娘，我不是来劝您的，您想走就走，到外面看看也好。如果你累了，不想待在外面了，就回来，我在家里等你。我走了就不会回来了，以后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娘吧。周氏没想到他竟然跟自己说这个，把收拾好的包袱挎在肩上，气哄哄的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跨过门槛出了房间。江明艳眼含泪水的走出了房间，看到他母亲头也不回的走了，江老太走了过来。明艳啊，别难过了，你娘的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知道，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了，咱们也留不住他，只能让他离开。在外面经历人情冷暖之后，他就知道哪里都不如家里，这样他今后再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不会像今日这样冲动了。祖母，我知道了。周氏离开江家寨，从村口出来之后，头也不回的走了。江慈远远的就看到了他，那不是周氏吗？他这是要去做什么？这么远，你能确定是周氏？就是他。
去江家就知道了。3个人走进了江家寨，快到江家门口的时候，遇到2个村里的邻居。他们看到江慈十分的好奇，因为他跟江家断绝关系的事儿，当时整个江家寨的人都做了见证。江明慧的事儿，整个村也都传得沸沸扬扬。江家人还给江慈娘的坟墓立了碑，这件事儿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江慈回来了，不知道要做什么。江慈只是打了招呼，也没跟他们多聊，就来到了江家的大门口。江老太把江明艳哄好之后，跟他一起坐在灶房门口收拾周氏刚才挖回来的野菜，直到听到2声敲门声，他们才抬起头，看到江慈他们。祖母，他们怎么来了呀？哎呦，阿慈啊，你们来了，快屋里坐。进屋就不必了，你们把我娘的墓碑立了起来，我来跟你们说一声感谢。你娘也是我们江家的媳妇，我们给她立碑不是应该的吗？她以前也是我最喜欢的儿媳，后来发生的事儿也是我们江家对不起她呀，做这些也是弥补我们心里对她的亏欠，希望她在天有灵的话能够原谅我们。我娘善良，你们有这份心，她知道应该会原谅你们的。阿慈啊，你能原谅我们吗？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之间早就没有关系了，以前的种种我都放下了，我不会再怨恨你们，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们还有牵扯。今日过来就是因为你们给我娘立了墓碑，我觉得有必要过来跟你们说声感谢。我知道现在是说什么都没用了，是我们把你给弄丢了，怪不得旁人，都是我们眼盲心瞎，对不起你。他看向了站在江慈一侧的孙坚，您就是蝶衣的父亲是吧？蝶衣是我的女儿，我叫孙坚，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们并没有参与到害死我女儿的事件中来，我不怪你们。我想知道蝶衣被你儿子带来这里之前的情况，可以跟我说说吗？蝶衣他呀，没有跟我们说过他的家庭情况，我们问过他，他说他都忘记了。刚来的时候，他的精神受了刺激，连话都不说。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哑巴，后来他在我们家里住下来，身体逐渐康复了之后，我从跟他平时的聊天中知道，他跟家人走散了之后，一开始自己流浪，饿了吃树皮草根，渴了就喝河沟子里的水，因为他长得好看，就被人给盯上，哄骗帮他找家人，他相信了，那人就把他给带走了，转手就把他卖给了黑市里的人牙子，他受不了刺激，精神就出了问题，看起来呆呆傻傻的，不像正常人。虽然他长得很好看，但是个傻子啊，跟他一起的人呢都被卖光了，只有他卖不出去。人牙子当时看他长得好，是花了大价钱的，以为可以大赚一笔，没想到却是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傻子，丢了可惜，又卖不掉。人牙子一生气就打他出气，他每日都是生活在恐惧中。终于有一日，他找到了个机会逃了出来，一直沿街乞讨。老二看到他的时候，他正被几个乞讨的女人按在地上打，看他可怜，老二替他赶走了那些抢他吃的乞丐，把他给救了。老二给他买了一个馒头，他狼吞虎咽的吃了。我家老二要走，他就在后面跟着，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最后我家老二问他是不是要跟他回家，蝶衣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才把他带回来的。一开始我并不想收留他，我觉得他不会说话，可能脑子有问题，但是我家老二说他可怜，把他留在家里，给他一口饭吃，等他恢复了就把他送走。他在我们家就留了下来，他每日都跟老二形影不离，我家老二也喜欢他。过了大半年，他才开口说话，恢复到正常人的样子。老二也到了说亲的年纪，我见他们互相彼此喜欢，就让他们成了亲。第2年就有了阿慈，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江慈也是第一次听到孙蝶衣原来还有过这样一段悲惨的遭遇。要是江老太说的都是真的，那江老二就是孙蝶衣的救命恩人。您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江家都这样了，你觉得我还有必要胡说吗？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孙坚眼眶通红，蝶衣遭受的一切都是自己太马虎，走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不在车上，等他回去寻找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都怪我，如果当时离开的时候能多看一眼，蝶衣就不会遭受这些。他都不愿意提起我们，他心里一直都在怪我。外祖父，事情都过去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您也不是故意的，您今日跟我娘说的那些话他都听到了，他会原谅你的。就算他原谅我，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您现在还有江慈，她是蝶衣最爱的女儿，
您好好待他的女儿，他会原谅您的。孙坚看向姜慈，是的，蝶衣的女儿还在，还有机会赎罪。事情竟然以这种方式反转了，这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你救了蝶衣，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我很感激你们。听说你们的生活很艰难，我会给你们一笔银钱，让你们也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您说的都是真的吗？孙坚点点头。太好了，祖母，我们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我们不要您的银钱，我想让你们帮我把我的儿子从牢里救出来，可以吗？我没问题，只要监牢能放人。姜老太一听，浑浊的眼睛都亮了，又把目光落在了孙坚身上。我会想办法把人从牢里弄出来。太好了，太好了！老二如果能平安回来，我们家就不会这么艰难了。父亲能回来当然是好事，但是祖母怎么可以拒绝姜慈外祖父的好意呢？家里的情况已经这样了，娘过不了这样的生活，都选择离开了。如果有这一笔钱，我们都会过得很好，绝对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他走到姜慈跟前，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以前小不懂事，跟江明辉一起欺负你，我也跟你道歉。不用，我都放下了，你跟我道歉没有任何意义。姐，我还是要厚着脸皮，求您能帮帮我们。我之前和娘跟你说过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们家快要活不下去了。我娘因为受不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也离家出走了。我们家靠大伯一个人养活我们一大家子，恐怕我爹还没有回来，我们就饿死了。看在我们曾经是一家人的份上，帮帮我们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姜慈就说这周氏怎么走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周氏一直都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他选择离开一点都不意外。你想让我怎么帮你？我们需要买米面粮油，家里在几天前就断粮了，这几日吃的都是野菜啊！你要是不信，跟我去灶房看看。这个忙我可以帮，我给你的钱也只是一时的，你们还是要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你想让我帮你多少？祖母，您觉得多少合适？只要5两就行。他这么多年身上从来没有存过5两银子，这些钱够他们生活2、3个月的。姜慈身上没有带那么多银子，外祖父，我没带银钱，你帮我给他们5两银子吧。孙坚明白，只是他没想到他们只要了5两银子，5两银子实在太少，根本就坚持不了几日。他用眼神问姜慈是不是太少了。姜慈明白他的意思，孙坚不明白姜慈的想法，从身上拿出一锭5两的银子递给姜老太。姜老太伸手接过，这么大的银锭子他还是头一次见。家里什么都没有，想留他们吃饭，家里都没东西，只能说一些感谢的话。您什么都别说了，我只希望你们能经常去打理我娘的坟墓，到了节日给她烧点纸钱，我就已经很感激了。你放心，我们会的。好，那我就放心了，咱们走吧。周成跟孙坚跟着姜慈就走了。等大伯回来，让他去我外祖父家把我娘找回来吧。他要是知道我爹要回来了，姜慈他们还给了咱们这么多钱，娘一定会回来的。不行不行，他要回来自己会回来，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因为家里有钱了叫他回来。为什么呀？如果以后家里没钱了，他还是会跑的。他只有在外面吃够了苦头，尝到了人情冷暖，他才会后悔长记性，回来之后就不会再走。江明燕觉得祖母说的有道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出了姜家寨的孙坚说，其实可以多给他们一些，5两银子用不了几日。穷人乍富，舔胸叠肚，他们平时连肚子都吃不饱，突然有了一大笔钱，就会得意忘形，会出事的。5两银子对您来说只是一点小钱，但对他们来说，节约着用的话，够他们吃2、3个月的饱饭了。你说的道理我知道，只是2、3个月之后呢？姜老二回来后，就可以跟以前一样，和姜老大一起赚钱养家，他们还会回归到以前的生活。以后每年我们回来祭拜娘亲的时候，只要他们能把娘亲的墓打理好，那个时候再给他们一些银钱，这样会更合适。就照你说的办吧。时候还早呢，现在去西门镇还不晚，去官府把姜老二弄出来吧，他在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也不用为了这件事儿再跑一趟。周成的话得到了姜慈跟孙坚的赞同。是你们把我捞出来的？是我外祖父把你捞出来的。你外祖父，你娘的父亲？姜慈点头，看向站在一边的孙坚，他就是我外祖父。看着跟孙蝶衣有5分相似的面容，姜老二知道姜慈说的都是真的。想到孙蝶衣，他心里是内疚的。若不是自己辜负了他，孙蝶衣就不会走上不归路。而现在他的父亲竟然出手把自己从监牢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捞了出来，他应该跟姜慈一样恨自己才对。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现在先离开这儿，要回答你这个问题1句2句也说不清楚。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什么？他不是恨不得自己在牢里永远都出不来吗？怎么突然间就转性了呢？犹豫地问了一句。阿慈，你原谅我了吗？对上他的目光，姜慈竟然心软了。姜慈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吧。姜慈带着他去酒楼，要了1份烧鸡1份竹薯，美美的吃了一顿。这顿饭象征着新生，重获自由，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吃完了饭，姜慈给他买了一车子的米面
粮油。现在江家没有吃的，这一车子省着吃的话，也足够他们一家吃上1年。江老二感动之余，心中倍感疑惑，江慈怎么突然就原谅自己了？岳父也没有怪他。阿慈，江家是不是出事儿了？江家人都还好，只是江明辉跟江明慧已经不在了，许氏精神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周氏嫌弃江家条件艰苦，已经离开了江家，其他人都还好。江老二听到他爹娘没问题，提着的心也就放了下去。明慧怎么会？他是跳崖自杀的。江老二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难道是她婆家逼死了她？跟她婆家没关系，她杀了3个人，其中就包括江明辉。事情败露后被官府抓了，她自己知道自己活不了了，挣脱官府的人之后就跳了崖。不可能，他们姐弟之间的关系那么好，江明辉不可能杀了他的亲弟弟。事实就是如此。江慈把事情的整个经过跟江老二说了一遍，听完江慈的叙述，江老二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不敢相信，看着长大的江明慧竟然在那么小的年纪用那种恶毒的手段害死了江慈的娘亲，把整个江家人都玩弄于股掌。长大后为了一己之私害死了他的亲弟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甚至害死了2名证人。江明慧不是人，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鬼。周成把牛车赶到了江家站，江家老2口看儿子回来了，又心疼又是高兴。江老大也从他娘的嘴里知道了江慈今日来家里的情况，没想到速度这么快，不仅把人送了回来，还送来1车的粮食。这1年就不用担心挨饿了。他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这样的帮助。江家2老也感动得热泪盈眶，把牛车上的东西全部都搬下来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一想到咱们曾经那样对他，我就想抽我自己的嘴巴子。我们都对不起他，我们把这么好的孩子给弄丢了。要不是我们帮他娘的坟墓立了碑，他或许永远都不想跟咱们联系了。你们给蝶衣立牌了？就是因为立碑的事儿，江慈他们才愿意重新踏入咱们江家。蝶衣的父亲跟我打听了蝶衣的情况，我把你救了他的事儿跟他们都说了。江慈跟他祖父为了感谢你救了蝶衣，所以才会跟我们放下隔阂，送钱送粮来帮助我们。我真是昏了头了。不只是你昏了头，我们全家都昏了头。但凡我们能对他好一些，也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他虽然原谅了我们，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们再有任何的关系，这都是我们的报应啊！没有机会了吗？没有了。天都快黑了，江慈他们还没有回来。这都去了1天了，怎么还没回来？娘，您说他们不会有事吧？你放心吧，爹跟我二叔可厉害了，就连山里的大黑熊都怕他们不会有事的。小宝说的没错，应该是有事被耽搁了，不用为他们担心，咱们在家等着他们就好了。但是张秋云还是很担心。那咱们再去村口看看，或许现在人已经回来了呢。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小宝，咱们一起去村口等你爹他们回来。张秋云牵着小宝的手走在前面，3个人一起来到了村口，便看到一辆牛车往这边走了过来。周小宝开心地跳了起来，指着那牛车的方向。娘，你看，我爹他们回来了。张秋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看了眼身边的婆母李氏，婆母笑着点点头。张秋云高兴地蹲在小宝的跟前。小宝，你刚才叫我什么？娘。张秋云的鼻子都酸了，他一把把周小宝给抱了起来。臭小子，听到你喊我娘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娘，你喜欢我叫你娘，那我以后都叫你娘，好不好？当然好啦，乖儿子，你呀就是娘的亲儿子，娘会一辈子都好好待你的。娘，我以后长大了也会好好孝顺您的。这孩子简直太讨人喜欢了，张秋云感动的眼眶都红了。娘，你怎么哭了？娘呀，是太高兴了。李氏看到他们如此，心里也是十分的欣慰。江慈他们一到跟前，张秋云就把周小宝叫他娘的好消息告诉了江慈他们。江慈他们听了也很开心。你们怎么回来的这么晚？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江慈就把今天的事儿说了一遍。李氏听了也很感慨，也希望他们今后能把日子过好。第2日，周彪去西门镇卖冰，是张秋云跟着去的。他要回一趟娘家，把他要跟周家人一起去皇城的事儿告诉他们。张家父母见闺女姑爷都非常的开心，张秋云就把他来的目的跟爹娘说了。张父跟张母都知道这是好事儿，都为他们开心。我们都商量好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回来看望你们一趟的，如果有时间，中间也有可能回来。你们以你们的日子
子为主，不用想着我们。再说了，我们也可以去皇城看你们，距离不是问题，只要你们能过得好，我们就高兴。你爹说的对，只要你们能过得好，我们做父母的就放心了。啊，对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啊？孙爷的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也就这2-3日时间。啊，这么快呀？孙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这里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所以必须要尽快回去啊。他有那么大的产业，确实有很多事情。你们到了皇城，给家里来封书信，让我们知道你们住在哪儿。今后啊，我们有时间也能过去看看你们。张秋云跟周彪一直待到申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临走之前，张母给了他一个荷包，让他回到家再打开。张秋云一路上好奇的不行，走到半路实在是没忍住，便把那个荷包打了开来。看到里面的东西，张秋云眼眶都湿润了。那是一张500两的银票。你怎么了？我爹娘给了咱们500两的银票。听到是500两，周彪紧急地拉紧了缰绳，扭止住了前蹄，车子停了下来。这么多银钱，他们得多久能攒下这么多呀？咱们不能要，现在就给他们送回去。不用了，我爹娘就是担心我不要，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把银钱给我。他们是担心我们去了皇城，没有足够的银钱傍身，将来的日子会不好过。如果有了这笔钱，他们心里就能踏实一些。要是我们把钱送回去，他们反而会担心我们。只是500两实在太多了，这得存多久才能赚这么多钱呢？他们不会把手里的银钱都给咱们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拿着呀。你可别小瞧了我们家的豆腐坊，这方圆几十里的人啊，吃的都是我们家的豆腐。我们张家豆腐坊啊，在西门镇开了很多年了，家里不可能就这么一点银钱。我们收了这些钱，我爹娘也不会受很大的影响啊。这也是我爹娘给咱们的后路。假如遇到了什么事情，这500两银票就很重要了。为了让爹娘安心，咱们就把钱收着吧。这次我们一家跟着孙爷去皇城，我一定会在他手下好好干活。今后弟妹掌管了孙家的产业，跟着他，咱们今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等咱们安定下来，手里也有了钱，就把咱们爹娘一起接到皇城。他们有做豆腐的手艺，把张家豆腐坊开在那里，肯定比西门镇能赚更多的银钱。你说这样好不好？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那到时候我们在皇城那边站稳了脚跟，就把爹娘也接到皇城，把咱们张家豆腐坊呀开到皇城，那这样我们又能在一起了。阿彪，咱们这一次去皇城一定要好好干。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不会让你后悔选择了我。我的眼光不会错的，你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的。两个人一路上都在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又过了2日，孙爷的身体也彻底康复了。他们打算明日出发去皇城，快要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李氏心里有一丝不舍，娘，以后想回来了就回来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住够了就回皇城那边，又不是不要这儿了，这儿啊永远都是咱们的家。我知道是这个理，只是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就要离开了，有些不适应。都只是暂时的，我其实心里也舍不得这儿，咱们一家人只要在一起，到哪都是家。是啊，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无论去哪里都是家。张秋云带着小宝出了村子，在村子周围用弹弓打树上的鸟儿，打草丛里的野兔子、野鸡，鸟俩玩得不亦乐乎。他们只出去了一小会儿，周小宝就用弹弓从树上打下来好几只鸟儿。周小宝在张秋云的夸奖下，越发的超常发挥，竟然还打中了一只野兔子。不过可惜的是，那只野兔子的生命力太强了，虽然打中了，身上受了伤，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没关系，我可以为你作证，你真的打到了一只野兔子。哦，你看那边有一只野鸡。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带尖角的石子，拿起弹弓瞄准那只死到临头的山鸡，嗖的一声，弹弓里的石子朝着那只野鸡快速的飞了过去。那只可怜的野鸡就这么应声倒地。张秋云在第一时间跑了过去，抓住那只还在扑腾的野鸡。周小宝迈着小短腿也跑了过来，开心的看着自己的收获。走，咱们回家，让他们都看看我家小宝有多厉害。今天就吃小宝打的这只野鸡跟那几只傻鸟。好，咱们回家我就把它们收拾了，炖着吃。张秋云把野鸡跟那几只傻鸟拿在手里，小宝跟着他来到村口，看到一个男人在村口徘徊。姑娘，请等等。有事吗？你别紧张，我不是坏人。你认识姜慈吗？你找他？她是我闺女，我有事要找她。你能帮我跟她带个话吗？让她出来见我一面。你们不是已经断绝关系了吗？他来找他做什么？我找她有很重要的事儿，你能帮帮我吗？阿慈是我弟妹，我们是一家人，要不跟我去我家里找他吧？还是不用了，我找她只说几句话。好吧，你不去的话，那就在这里等着，我回去把你来的事情告诉他。至于他来不来，就不是我说了算的。一回到家里，周小宝就跑到姜慈跟前，把姜老二找他的事儿给说了。听到是姜老二来了，看向张秋云。小宝说的没错，他说他是你父亲，有话要跟你说。我让他来家里，他说什么都不来，他就在村口等你。我跟他还有什么好说的？要不你还是去看看吧，我看他来找你好像是真有事。是
是啊，去看看吧，没事的话他不会来找你。那我出去看看。哎，阿慈，要不我跟你一起去，你自己去我也不放心。没事的，你放心吧，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说完就走了。江慈自己出去了，李氏也不放心。娘，他是阿慈的亲爹，现在阿慈又给了他们家那么大的帮助，他不会伤害阿慈的。我怀疑他是不是来找阿慈恢复关系的。你说的是有可能的。娘，你说阿慈会给他机会吗？阿慈是不会跟他恢复父女关系的。您为什么这么确定？虽然阿慈的娘是江明慧害死的，但是他爹嫌弃他娘不能生儿子却是真的。这么多年他对江慈的虐待也是真的，他从5岁就没有了娘亲，在江家受了10多年的磨难。那些年他是如何熬过来的？过去的苦难像把刀子深深地戳在他的心上，就算把刀子拔下来，伤口永远都在。张秋云这才明白的点点头。江慈出了家门，就看到站在村口的江老二。看到江慈过来了，江老二脸上带着笑。阿慈，你来了。听说你有话要跟我说，我来了，你说吧。阿慈，我是来跟你忏悔的。爹错了，爹不是人，以前做过那么多不是人干的事儿，让你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委屈。一想起这些事儿，我都非常的后悔。阿慈，你能给爹一个机会吗？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赎罪的。江老二现在看起来虽然很可怜，但是他没有权利替原主原谅他曾经对原主的虐待。就算是原主，相信他也不想再跟江老二还有情感上的牵扯。都忘了吧，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我不用看到你们，我就不会想到曾经受到的那些伤害，这对我们都好。咱们之间的父女关系太浅，到此为止也是一种解脱。所以你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的幻想，咱们就是熟悉的陌生人。如果你的心里真的对我有愧，那就不要再来打扰我。回去吧，江家需要你这个顶梁柱，以后不要再走歪门邪道，走正道，赚钱养家，把日子过好。明日我就会离开这里，过年的时候我会回来看望我娘，希望在我不在的日子里，你能在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的日子里，能去后山给我娘烧点纸钱，我会很感谢你的。你要离开这里？江慈点头。能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吗？我们一家要跟外祖父去皇城。去皇城？还回来吗？我们以后会在皇城安家，不会常回来，但是我娘还在这儿，以后每年我都会回来看她的。只要你能把我娘的坟墓照顾好，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是我对不起她，以后我会用我的后半生跟她赎罪的。皇城很远，希望你们一路顺风。谢谢，你回去吧。江老二最后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了。他的背影看着虽然有些可怜，但江慈不是救世主，他们之间的缘分就只有这么一点，这样的结果也挺好的。江慈回到家里，听到他拒绝了江老二跟他恢复关系的事儿，也不觉得奇怪。没多久，家里的男人也回来了。我对硝石不了解，如果那真的是硝石矿的话，都是朝廷管控的，就连我也不能开采。这是深山，谁也不认识这是硝石矿，朝廷的人也管不到这里来。私自开采是重罪，没事还好，如果出事了，那是要被杀头的。没有硝石就没有办法制冰。这不会对咱们以后制冰有任何的影响，只要有银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第二日，周彪赶着牛车，一家人就上路了。江慈他们跟着孙坚，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有钱人。一路上几乎每一座城都有他的产业，衣食住行全部都有。牛车也换成更舒服有轿子的马车，另外还买了2匹马。周成跟孙坚一人骑着1匹马，周彪赶着有轿子的马车，江慈他们女眷坐在里面，还从镖局里雇了好几个身手了得的保镖。这一日，一行人继续按照原来的路线往前走，前往下一座城。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的周成和孙坚突然停了下来。怎么回事？怎么停下来了？问已经跳下马车的周彪。轿子后面那些镖师也都警惕地分散开，警惕地望着周围。周彪跟孙坚调转马头，来到轿子跟前。前面的路被人截断了，不是新的，明显是故意的，我们应该是被人盯上了。那我们现在岂不是很危险？话音刚落，突然一支箭头直接对着孙坚的脑袋飞了过去。周成反应急速，伸手把孙坚往他旁边一拉，那箭头从周成的耳边飞速而过，扎在了树干上。周成的耳朵被蹭了一道很深的伤口，鲜红的血滴滴答答的滴落在肩膀上。雇来的镖师把轿车跟孙坚都围了起来，紧接着好多支飞箭嗖嗖的朝他们飞了过来。那些镖师都很有经验，挥舞着手里的刀，把那些飞过来的箭头纷纷的打落在地，还有一些插在轿子上。好几个回合，刺客都没有占到便宜，便从对面的丛林中窜了出来，挥舞着手里的刀朝着这边砍了过来。周成护着孙坚，周彪跟镖师们一起冲到前面，跟那一伙黑衣人打了起来。这些人都不是吃素的，周彪虽然强壮，但是打架没有章法，差点被对方用刀抹了脖子。幸好身边一个镖师用刀先一步从背后插进了刺客的胸膛，周彪这才躲过一劫。周成把孙爷带到马车的一侧，这里有马车挡着，您就站在这里，别露头，这些人是奔着您来的。你不用为我担心，这些人是经过训练的，看起来身手都非常了得，你赶紧去帮他们。
周成点头，他的身上带着弓箭，这次去皇城，这弓箭一直背在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大哥周彪又跟一个黑衣人缠斗在了一起。那黑衣人身形灵活，周彪累得只有躲避的份儿。正当周彪无力招架，那黑衣人的刀子再一次向着他砍过来的时候，周成的弓箭对着那个黑衣人就飞了出去，直接精准地射在黑衣人的肩膀上。那黑衣人的肩膀一阵剧痛，手臂顿时失去了握刀的力气，手上的刀掉在了地上。周彪再一次躲过一劫。大哥，你快过来！周彪知道周成的能力，听话地跑到他的身边。周成的箭再一次精准地射了出去，这一次箭头扎在了黑衣人的大腿处，钻心的疼让那黑衣人直接抱住了大腿。他一箭一箭地发出，那些黑衣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全都丧失了战斗力，被镖师们全部都绑了起来。坐在轿子里的姜慈他们听到外面的动静，知道安全了，他们都从轿子上下来了。黑衣人脸上的黑色面罩被一一的拿了下来。孙坚震惊地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他的小舅子王八丹。王八丹？怎么会是你？王八丹的双肩都被周成的弓箭扎进了肉里，双肩疼得动弹不得，被孙坚那失望的眼神看得心里发虚，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姐夫，我错了，你饶了我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我的手段，背叛我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对你还是有些了解的，跟我说实话，是谁让你这么做的？王八丹抬头对上孙爷的目光，你不说我也能猜到是谁，机会只有这一次，你若是不抓住，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件事我迟早会查得清清楚楚。姐夫，是我姐，她听说你找到了自己的亲外孙女，还带着你的外孙女一家，每到一座城就会带着她去所有的孙家旗下的店铺转一圈。她认为你找到了继承人，她很生气，你不把孙家令牌交给您的2个闺女，却要交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外孙女。为了保全孙家的家产，她才出此下策。我姐跟我说的时候，我是犹豫的，可是她说只要你死了，孙家的所有家产就是我们王家的，所以我就鬼迷心窍了，便答应了她，实施了这次行动。姐夫，我错了，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好，我可以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既然想要吞我孙家的财产，不可能就只让你来刺杀我这么简单，你们还有后续在等着我呢吧？说说吧，只要你说的有价值，我可以饶了你，你还可以过着无忧的生活。这些年，您的妾室生的孩子，不是夭折，就是还未出生就胎死腹中，或者直接不能生，都是我姐做的手脚。自从您说孙家的产业不会给家里的2个外甥女，要给有能力的人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把孙家的产业一点一点的转移到了王家。孙家现在很多的铺子表面上还是孙家的，其实王家是背后的最大利益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知道你们行踪的原因。很好，这些年被你们王家暗地里操纵的产业都有哪些？这些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吧？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哥那里有一个簿子，上面记载了这些年被他收买的人员名单。你把那份名单给我拿回来。我只知道有这个名单，但是我并不知道名单被藏在了哪里。我相信你有办法拿到名单。好，我会想办法的。好，我希望我们到皇城的时候，你已经拿到了那份名单。好，你们到皇城的时候，我一定把名单拿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不要跟我耍花招。你回去之后的一举一动我都会知道。如果你有不轨的行为，你知道后果。姐夫，您就是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跟您耍花招啊。那就好，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承诺你的都会做到。那些黑衣人都是王八丹找来的，身上的剑被拔下来之后，他们就离开了。那些黑衣人听到了不该听的，回去之后要是胡说八道，会不会给咱们带来麻烦呢？不会，王八丹这个人做事谨慎，他不会让自己出现任何差错的。前面的路被破坏了，他们的马车过不去，周成他们搬来石块，把破坏的路垫平了，姜慈他们的马车才顺利的通过。1日之后，经过一段山路的时候，周彪尿急，所有人都停下来休息。周彪一个人下了坡道，走到一块岩石边上，准备对着岩石放水。他的目光不经意间看到岩石的下方横七竖八躺着5具尸体，尸体身上穿着一身黑衣。这不是昨天的黑衣人吗？他们的脸色发紫，死相难看，一看就是中毒而亡。那个王八丹把这些人都灭口了，他的尿液也憋了回去，然后跑回到马车前。怎么了？我看到昨天那几个黑衣人的尸体了，他们死相凄惨，应该都是中毒死的。孙坚也没有想到王八丹竟然会把他们全部都杀了，知道他做事谨慎，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大手笔。周成跟镖师听了也都很震惊啊，这一
杀了那么多人，太恐怖了。你姐夫没看到你的脸吧？哦，没有，我们袭击他们的时候戴着面罩，他看不出我是谁。他们队伍中有一个弓箭手，百发百中，我中了2箭，要不是我马儿跑得快，我就见不到你了。你带去的那5个人死透了吧？姐，你就放心吧，都死了。都死了就好。这件事情要是被孙坚知道了，我们整个王家一个都活不了。他不会知道的，姐，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你做事我当然放心，只是如果他活着回来，那就把继承人给带回来了，我们王家可就彻底没机会了。孙家的产业到了外人的手里，我不甘心。然后对身边的心腹道：你去王家，让我哥来我这里一趟，我有话要跟他说。王家老大很快的就到了孙宅，兄妹3人坐在一起研究对策。既然1次没有成功，那么就来第2次。不行，这一次没成功，孙坚一定会更加警惕。如果再派人刺杀，成功了还好，若是失败了，那就是麻烦。妹子，你听我说，我们这次不在外面动手，他不是要回来了吗？咱们在家里动手。在家动手？王家老大点点头。可是家里人太多，在家动手更容易露馅儿。不会，只要买通溥仪就没有问题。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只是溥仪能同意吗？他可是孙坚从外面请来的，没有银钱办不了的事，实在不行就把他儿子绑了，我就不信他能不答应。你说的不错，他家的条件普通，家里又那么多人，用银钱收买他靠谱。王八蛋一直没有说话，他在想着要如何才能从大哥的手里拿到那份名单，因为他知道大哥他们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觉得不行，姐夫我了解，他平时很温和，一副淡泊的样子，但是他有很强的警惕心，说不准他已经怀疑咱们了，再次动手不是好主意。你不是说孙坚不会怀疑你吗？我只是说万一怀疑咱们了呢？就算有万一，也要赌一把。孙坚不死，咱们王家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说了，我们这些年私下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要是被他知道了，咱们王家就会被扫地出门。为了咱们王家的将来，必须要这么做。好，大哥说的对，咱们没有时间了。孙坚回来一定会查是谁在刺杀他，早晚会怀疑到咱们的头上，留下他就是个悬崖，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好吧，你们都这样认为，那就这样做吧。我跟溥仪很熟，当年我跟孙爷一起请他来家里做溥仪的，这件事情就让我来做吧。如果他不答应，那我就直接把他给做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那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了。姐，你就放心吧，这次我不会再让他有活着的机会。就这么定下来吧，我下午要出一趟远门，要3日后才能回来。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你怎么能出远门呢？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等事情办完了不行吗？你在家里坐镇，我心里才踏实，我自己面对他心虚。我有一批私货，我必须要过去处理掉，这事儿耽误不得，被人怀疑传到孙爷耳中，那就完了。阿姐，你也不要担心，我打听了，孙坚还在回来的路上，只要是孙家店铺，他还继续带着他的外孙女进入，照着他的速度回到皇城，至少也要7日之后了。在他们回来之前，我有充足的时间赶回来。你能及时赶回来便好。王家老大看了王八蛋一眼，我不在，这里就交给你了。哥，你放心去吧，我办事儿，你放心。就连老天爷都在帮他。大哥在家，他想找那份名单就不容易。大哥若是走了，他随便找一个借口就能有理由进他的书房。6日之后，姜慈他们一行人终于进了皇城。王氏知道他们回来了，带着自家的2个闺女女婿，还有王老大、王八蛋以及其他的仆人，站了一院子。老爷，你可回来了，走了这么久，我每日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你安全回来呀，我也就放心了。让夫人忧心了。老爷，他们是……我有喜事要告诉你，她叫姜慈，是爹姨的女儿，我的外孙女儿，是我孙家今后的掌舵人，他们都是我孙女的家人，今日特地带他们过来见见你。今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这是好事，得好好庆祝一下。王氏走到姜慈面前，你瞧瞧，这长得真好看，不愧是我孙家的孩子。你娘呢？我娘不在了。真是个可怜的孩子，现在回家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来，这是你大姨，这是你大姨夫，这是你2姨跟2姨夫，那这位是你大舅舅跟2舅舅。姜慈一一打了招呼。王氏热情地让管家收拾房间，让姜慈他们暂时住在这儿。住在这里就不用了，我准备把皇城跟上那个王府给他们住。都听您的，那座宅子呀一直都空着，没人居住也不好，正好阿慈回来了，住在那里最合适不过。
不过呀，那里太久没人居住了，需要人去打扫。这2日呢，就暂时住在府里，等那边都打扫好了再过去。老爷，您看这样可以吗？夫人说的是，一切都听你的。王氏脸上的笑容就一直没有下来过，可她2个闺女的脸色可不好看。王府那座宅子他们都要过，父亲没有给他们。他们一起去了正厅。孙坚说：这一路凶险异常，半路遇到杀手，要不是我早有准备，今日恐怕就见不到大家了。哎呀，老爷，你没受伤吧？八蛋，快去叫郎中。没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老爷，那怎么可以啊？您可是我们孙家的顶梁柱，您的岁数也不小了，在身体上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八蛋，你快去把府医请过来，好好给你姐夫看看。好，我这就去。王八蛋站了起来，说完就离开了。还是夫人最关心我，这不都是应该的吗？不仅是我，兰儿跟晴儿也都关心你，他们知道你今日回来，马上就从家里过来了。孙坚看了他们一眼，不知道这2个闺女是不是跟他们娘串通一气。他常年在外，1年之中能在家里的时间不会超过2个月。这2个闺女跟他的关系并不亲近。兰儿跟晴儿见父亲这么看着他们，心里也发虚，只是笑容挂在脸上，却不敢跟他对视。孙坚心里就明白了，这俩闺女也参与进来了。他心里愤恨不已，王氏为了自己的野心，竟然将闺女牵扯进来了。你们有心了，女儿都是应该的。俩人异口同声。孙坚点点头，说了声好。姜子他们静静的看着他们各怀心思，说着最违心的话，都觉得孙坚可怜，偌大一个家，最亲近的人为了得到孙家的掌家权，联合在一起设计弄死他。姜慈觉得胳膊上都起了鸡皮疙瘩。现在他算是明白了，外祖父为什么要到处物色有能力的人来继承他的家业，知道他是自己的外孙女儿，就要把孙家令牌交给他。没多久，王八丹就带着府医来了。孙爷，您的气色看起来不大好，我来给您把把脉。好，可能是在路上走得久了，那你就给我看看。孙坚把手放在脉诊上，府医给他把脉，不一会儿就松开了手。身体是没有大问题，气血生成不足，脉象细弱，容易身体疲劳。不过没关系，我给您开一副药，吃个2、3日就好了。好，都听你的。没事就好，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们在路上走了1个多月了，肯定都很累了。我把房间都提前收拾出来了，让管家带他们先去休息，你也去休息，等会儿把药熬好了，我再去叫你。孙坚配合的点点头。姜慈他们跟着管家去了王氏为他们准备的住处。王氏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外间。娘，我爹睡下了。王氏点点头。我爹也太偏心了，王府的那座大宅子，他竟然给了那个来路不明的。我一想到这个就来气。不用生气，没命住进去。苏晴儿跟王八丹正坐在熬药的炉子前熬药。苏晴儿对母亲他们想要父亲命这件事儿一直都很犹豫，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厚，可是眼看着他被害死，自己心里实在是过不去这个坎，但是也没有办法。母亲、2个舅舅、包姐孙兰儿，还有自己的相公都同意了，他也没有办法不同意。从知道这件事开始，他心里就闷闷不乐。怎么了？这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对我来说不是好事，我不想他死。小舅舅，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不行吗？后悔了？我同意是因为你们都同意了，我是被逼迫的。他毕竟是我爹，我现在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孙晴儿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只能继续下去。哎呀，你什么都不用想，出主意跟做这件事的人不是你。我知道，等会儿药熬好了，您给端过去，我就不过去了。王八丹说好，用了1炷香的功夫，药就煎好了。我给送过去。这都很长时间了，药怎么还没有端过来？我过去瞧瞧。王氏也跟着站了起来。走，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娘俩正说这件事儿，王八丹端着熬好的药送来了，看到只有他一个人。哎，晴儿呢？我去让他把药渣给处理了。姐，你去把姐夫叫醒，趁热喝了，效果会更好。好，你跟我一起进来吧。说着就带头进了孙坚的房间。孙坚虽然躺在床上，却没有睡着，他在等待着他最亲近的人对他的谋杀。王氏来到孙坚跟前，看了一眼王八丹，王八丹点点头。王氏这才俯身去叫孙坚。孙坚睁开眼睛，装作刚睡醒的样子。怎么了？老爷，药熬好了，赶紧趁热喝了吧，喝完了再睡。好。
好。孙坚从床上坐了起来，伸手接过王氏递过来的汤药，一口气喝了下去。王氏伸手把碗接了过去，还没放到桌子上，孙坚的眉头皱了起来，然后捂着肚子，一脸痛苦的神色。我肚子疼，快去喊福一过来啊！孙兰儿有些害怕，父亲的面目有些狰狞，他躲在母亲的身后不敢看。王氏跟王八丹都站着没动。你们还站着做什么？快去找府医！你去把府医叫过来。王八丹看了一眼孙坚，王八丹离开之后，王氏在床沿边坐了下来，他冷漠地看着孙坚抱着自己的肚子在床上痛苦地挣扎。孙坚挣扎了一会儿就不挣扎了，动作跟幅度也越来越小，剩下的就是抽搐。王氏眼角一滴泪水划过。你别怪我，这都是你逼我的。你若不是把孙家的产业送出去，我们也不会用这样的法子来对付你。你放心，等你死了之后，我就让你的外孙女下去给你陪葬。黄泉路上你们不会孤单，你最爱的2个女人和你的几个被我害死的孩子都会在下面迎接你们的，在下面你们一家子就能团聚了。娘，爹不动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孙兰儿惊恐地看着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父亲。这个时候府医也走了进来，快来看看他是不是已经没了。府医上前检查他的双眼，伸手把脉。我的药已经起效了，没有生还的可能。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不会超过1炷香，人就死了。好，你做得很好，接下来好戏就要登场了。孙坚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跟皇帝的关系也非常不错，如果他死了，肯定会震惊到朝廷。孙坚死了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做好了预判跟准备，那就是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全身而退。王氏也在第一时间在姜慈随身带来的包裹里找到了未经炮制的乌头。孙家的家丁把姜慈他们控制起来，等到官府的人到来，因为死的人在皇城是个很有身份的人，伊马斯的人不敢怠慢，在第一时间跟着王家老大来到了孙家。大人，你要为我们做主啊！杀人凶手已经找到了，就是他们。王氏的手指向了姜慈。证据呢？王氏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乌头。这就是证据，我家老爷的药里面就是因为多加了乌头在里面，才导致了死亡。府医就在这儿，大人您可以问他。伊马斯指挥随着王氏的手指方向看到了那名府医。药是你开的？是我开的。这位夫人刚才所说，你是否认同？府医看了一眼王氏，表现得有些忐忑。你看我做甚？你直接回答就好。府医还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任谁看了都知道他有难言之隐。你实话实说，要是有一句隐瞒或者没有证据的乱说，我会把你给抓起来。我说真正想要孙爷死的人是他们。府医的手直接指向了王氏跟他的同伙。王氏跟王家老大他们听了，脸色都变了。大人，您可别听他胡说，孙爷是我姐夫，我们一家人都受姐夫的恩惠，都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怎么会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呢？这人肯定是被人收买了，所以才会把罪名扣在我们头上。大人，并非如此，事实是他们让我开药毒死孙爷，然后让我配合他们诬陷孙爷的外孙女，那乌头根本就不是那姑娘的。不是这样的，他在胡说，他在诬陷我们。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你为什么要来害我们？是你给老爷开的药，也是你说的。老爷的死是因为药里头加了乌头，如果不是那丫头，那就是你，是你故意害死了我家老爷，你才是那个凶手。大人，你们快点把他给抓起来，对他严刑拷问，还我们清白呀！大人，这位夫人说的也有道理，药是你开的，你有很大的嫌疑，把人抓起来。这时王八丹走了出来。慢着，我能作证，府医说的都是真的，想要害死我姐夫的人就是他们。平地一声惊雷，把王氏他们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二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是想害死你的至亲吗？我说的都是事实。大人，他跟那府医肯定是一伙的，就是他去给姐夫找来的府医，这个府里的下人都知道，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就知道了。不用了，我小舅舅跟府医说的是事实，我也可以作证。接二连三的打击，王氏支撑不住，指着孙琪儿：“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我就说你跟老二怎么就待在一起？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你们好歹毒的心！把人都带回兵马司。”伊马斯指挥的话刚落，就听到一声：“我没死。”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说话的地方。孙坚正步伐坚定地朝着他们这边走了过来，王氏这边都震惊得跟见了鬼似的。孙坚走到跟前了：“老爷，你没死啊！太好了，你还活着。”我没死，你很失望吧？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别演了，你跟王家人
人对我做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们想要害死我，我就配合给你们看，看看你们的真面目而已。王氏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孙坚的掌控之中。王氏知道自己完了，继续狡辩也没有用，这都是你逼我的。你的心里从来就只有你那个死去的女人，跟你那个丢失了那么多年的孩子。你可以浪费时间去寻找你那个失踪不知死活的女儿，也不愿意留在家里多陪我跟孩子们。现在你又要把孙家的产业交给一个外姓的野丫头，也不愿意交给你的2个女儿。你从来就没有把我们放在你心上。我在孙家谋划多年，以为只要你没有儿子，我的2个孩子就是孙家的唯一继承人。到最后你没有找到你那个心心念念的女人，却带回了她的女儿，你还要把孙家交给她一个野丫头，我如何能甘心？我给过他们机会，是他们没有能力，我不可能把我孙家的产业交给没有任何能力的人，交给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孙家产业最终变成你们王家的产业。过上2年，再一点点的把我打拼半生的努力化为乌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寻找有能力的人把孙家的产业交出去，也不愿意留给你们2个女儿的原因。我防的就是你们王家的人。阿慈不是野丫头，她是我孙家的外孙女，也是我孙家的子孙，用不了多久她就是我孙家产业的继承人。而你作恶多端，暗地里害死我那么多的子嗣，还要来谋杀我，你罪恶的人生算是走到头了。姐夫，你误会了，我们王家从来对你们孙家都是忠心耿耿，从来没打过你们孙家家产的主意啊！我们辛辛苦苦为你打拼，你不能给我们扣帽子啊！哼，是吗？说完从怀里拿出一个账本，这么多年你们王家利用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我孙家的买卖中获得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利益，这可都是证据。当王家老大看到那个账本时，他知道自己再如何狡辩也没有用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么隐秘的东西怎么会到了孙坚的手里。他把目光看向王八蛋，八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哥，你别怪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保住我自己，我没有其他的办法。你为了你自己就可以让我们做你的踏脚板，牺牲我们成全你吗？王八蛋没有说话。大人，您的时间宝贵，事情的经过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把人都带走吧。伊马斯指挥使点点头，是你们自己走，还是压着你们跟我走啊？姐夫，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姐给你们孙家生了2个孩子，她还是孙家的当家主母，兰儿是你的女儿。我为你们孙家鞠躬尽瘁这么多年，就算做错了事，咱们都是一家人呐，你也不能把我们送进官府。若是我们都被抓了，那就是天大的笑话。就算你不为我们着想，难道你不怕毁了孙家的名声吗？在你们想要害死我的那一刻，咱们之间就不存在关系了，世上只会骂你们王家人忘恩负义、狼子野心，想要害死我，侵占孙家的野心。一直没有说话的孙兰儿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在了孙坚面前。爹，女儿错了，女儿不应该受大舅舅的蛊惑，让我鬼迷心窍迷了心智，做出这番大逆不道的事了。爹，你原谅女儿吧。你选择跟你舅舅站在一起的那一刻，也不算是我的女儿了，把人都带走吧。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把人带走。这都是我做的，跟他们没有关系，我认罪。跟我们回去，自然会查清楚。带走。孙晴儿的夫婿也被带走，拉着晴儿说：快帮我向岳父大人求求情，我也是被逼的。你心术不正，配不上我的女儿。从现在开始，你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关系。说完看向孙晴儿，你值得更好的。孙晴儿点点头，女儿都听爹爹的，一切都由爹爹做主。好，你跟他的关系我来给你们处理掉，你安心的住在家里。3日后，王氏他们被兵马司送到刑部，姜慈他们一家人也住进了皇城边上那座曾经是前朝王爷住过的王府里。在这3日里，孙坚带着他、周成、周彪一起去了皇城的许多家店铺，见到了许多有身份地位的人。孙坚把他介绍给他们认识，让他们知道姜慈就是孙家产业的继承者。姜慈的名字很快就在皇城中传了开来，这件事情也很快传到了新皇的耳中。新皇传来消息，让孙坚带着姜慈去宫里面圣。姜慈见到新皇的第一眼，就觉得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特别是他的那份眉眼，跟大哥周彪有5、6分的相似。他们见面是在皇帝工作的宫殿，新皇对孙坚很是热情，直接站起身来迎接他们。姜慈学着孙坚对新皇进行了跪拜之礼，起身之后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皇帝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皱纹明显，看起来一脸的疲惫。听说他勤政爱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早朝，晚上工作到子夜，甚至忙碌到
一个通宵，看来传言不假。他面前的工作台上还摆放着大量的折子。两人寒暄了几句，皇帝就把目光落在了姜慈的身上。这位就是你的外孙女儿？是。我听说你要把孙家的产业交给她来管理，是真的吗？是，她有经商的天赋，脑袋也聪明，心地善良，又是我的外孙女儿，把孙家的将来交给她，我放心。你如愿以偿了，今后就不要在全国各地到处乱跑了，就留在皇城。没事了，可以来宫里陪我说说话。孙坚说好。你在西门镇发生的事儿，宋然都跟我说了，那三皇子已经被囚禁起来，跟随他的那些人跟军队也都进行了围剿，现在整个南国的前朝余孽基本上都已经清除干净了。这2日宋然就会从锦州来这里，他立了大功，这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我没做什么，我也是宋大人救出来的。具体的情况我还不了解，你把详情跟我仔细说说。孙坚把事情发生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跟皇帝说了一遍。皇帝听了脸色严肃。你说那个给你报信的人叫周成？是。你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吗？他现在是我的外孙女婿，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小侄子，还有母亲，都住在山里的周家村，现在都跟着我来到皇城了。孙坚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皇帝站了起来。姜慈一直都在观察着这位皇帝，听说他也姓周，大哥的面相跟他有5、6分的相似，心里就有些怀疑这位新皇跟周家的关系。现在看到他这么感兴趣地问周家的情况，他的第6感告诉他，这人就是失踪多年的公爹。孙坚倒没往这边想，见皇帝站了起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皇上，您这是？半晌，皇帝才开口，他们是我的家人，你带我去见见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孙坚大吃一惊。您能确定吗？皇帝点头。好，他们现在就住在皇城边上那座王府里。你做得很好。然后带了几个暗卫，就跟孙坚和姜慈一起离开了皇宫，前往皇城边上的王府。我的心里发慌，阿慈出去不会有事吧？阿慈是跟着孙爷出去的，就算是有事，也只能是好事。还是你会安慰人，是不是这好日子太安逸了？我总觉得不习惯，天天有人伺候着，什么都不用做，感觉胳膊腿都要生锈了。我瞧着前面的那个园子挺好的，要不咱们把里面的花花草草给拔了，种点菜之类的也不错，你觉得呢？这样能行吗？这里是孙爷的房子，咱们在这里种菜合适吗？要不等他们回来了问问。为什么呀？姜慈那愉悦的声音传了过来。李氏跟张秋云看向门外，就看到姜慈跟孙爷2个人，后面还跟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那男人身材高大，脸色黝黑，穿着的衣服看起来跟普通人一样，但是周身散发出来的气质却自带一些威严。可是跟他们一起的这个中年男人却是眼眶通红的盯着屋子里。张秋云刚想起来迎接，就被婆母李氏抢先一步从他面前冲了过去。来到门前，周大牛，真的是你吗？周大牛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老泪纵横。是，我是周大牛。听到确切的回答，李氏终是忍不住伸手抱住了周大牛。这么多年，你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一封信也没有？你知道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不是我不想跟你们联系，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打仗，从一个军队换到另一个军队。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让人帮忙送过信，可是周家村在深山，送信的人根本找不到，把信又给我带回来了。后来我也尝试过几次，都没有送出去。战场上死伤无数，我也有很多回差点死在战场上，看着战友们一个个的在我面前倒下去，身体被战马踏碎。我知道我有一日也会死在战场上，我努力让自己在每一次的战场上活下来，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活着见到你们。没想到中间隔了这么长时间。李氏听到他的解释，心里也就释然了，他松开搂着周大牛的手。你能活着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姜慈也被他们相见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爹娘，快进屋坐着说话吧。周大牛抬头看向张秋云，她是阿彪的媳妇儿张秋云。李氏微笑着点点头。爹知道我来的时候，阿慈把周家的情况都跟我说了。一行人进了屋子，听说我还有一个小孙子，他现在在哪里？李氏笑着对张秋云说，你去把小宝带过来见见他祖父。张秋云笑着应了声好，就去带周小宝了。小宝今年5岁了，还没进过私塾。我们来了之后，孙爷把京城最好的私塾先生请到了家里，专门教小宝读书习字，现在跟私塾先生在一块儿呢。周大牛看向孙坚，你做得很好。孙坚毕恭毕敬，还站起来施礼。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孙爷，你不必如此客气，若不是您，我们也不能这么快跟大牛相聚。您是我们的恩人。李氏说完站了起来，对身边的周大牛说：如果没有孙爷，咱们不可能这么快团聚，咱们一起谢谢他。周大牛也站了起来，就要给孙坚施礼。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为何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张秋云牵着小宝的手，高兴地走了进来。爹娘，小宝我给你们带来了。周大牛看到周小宝的时候，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周彪。周小宝也不怕人，来到周大牛跟前。你真的是我祖父吗？是啊，来，让祖父好好看看。周小宝见他和蔼可亲，大胆地走了过去。周大牛把小宝抱着坐在自己的腿上。祖父，您不走了好不好？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周大牛没想到周小宝会说出这番话，他心里很是触动。今后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祖父带你们去祖父的家好吗？祖父，您在这里也有家吗？是啊，你愿意跟祖父一起走吗？只要祖母、爹娘还有二叔跟小婶婶愿意跟您走，小宝也愿意跟你走。当然了，祖父的家就是你们的家。你在这边有家？周大牛点点头。李氏听了，就像是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了。你不愿意跟我回家？哼，你都有家了，应该也有孩子了吧？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周大牛这才明白，这是李氏误会了。我如今还是孤身一人，哪里来的孩子？你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之前的10多年，我都跟着军队打仗，在皇城安定下来也不过3个多月。我一直想着要去把你们给接过来，但是有太多的事要做。我想着等到一切都稳定下来，就去把你们都接过来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不信我？我就知道你不是没良心的人。那你们还愿意跟我走吗？你是我们周家的当家人，你去哪里我们就跟着你去哪里。阿彪跟阿成要是知道你回来了，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孙爷他们去哪里了？他们在铺子里，已经让人去叫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周成跟周彪两兄弟听到孙爷叫他们赶紧回家，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们说，两个人放下手里的工作，一起往家走。二弟，孙爷跟弟妹不是去皇宫面见皇帝了吗？这突然叫咱们回去，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应该不会，孙爷跟当今的皇上关系不一般，应该没事儿，你别胡思乱想，回去了就知道了。周彪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两个人脚步飞快的来到了家里。周小宝眼尖，高兴的指着过来的两人：祖父，您瞧，我爹跟我二叔回来了。周大牛离开的时候，两个孩子才10岁出头，一眨眼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已经长成了强壮的小伙子。周彪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周小宝从他祖父的腿上滑了下来，迈着小短腿跑到门口迎接他们。爹爹，二叔，祖父回来了。哥，小宝说什么？小宝好像说他祖父回来了，难道孙爷帮咱们找到爹了？周彪弯腰把周小宝抱在怀里。这个时候，周大牛已经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阿彪，阿成，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年，父亲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就是一个中年还略带沧桑的男人。人老了，模样变化却不大，他们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周大牛。李氏、孙坚、姜慈还有张秋云也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你们的爹回来了，快给你们爹磕2个头。周彪放下小宝，跟周成一起跪在周大牛的面前，叫了他一声。周大牛听了热泪。好孩子，都快起来。看到你们一家人团聚，真为你们高兴。进屋说话吧。一家人又重新回到了正厅。爹，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打听您的消息，一直都没有消息。跟您一起被抓去捉壮丁的宝叔几个月前已经回到周家村了，因为他的腿残废了，不能继续打仗了，人就回来了。前朝已经灭亡了，您怎么没有回去找我们呢？新朝刚刚建立，前朝余孽还在兴风作浪，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我想等到所有的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再去把你们接过来。现在前朝余孽已除，你们也来了皇城，在这里见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爹，现在已经是新朝了，您是前朝的人，新朝的事儿和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就是咱们南国的皇帝。除了姜慈，其他人都震惊地睁大了眼睛，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简直太离谱了。这怎么可能？阿慈，是不是我听错了？娘，您没听错，也就是当今圣上，是咱们南国的国君。现场寂静无声，虽然知道这个消息是真的，但也无法一下子就能接受这个现实。周大牛他们在一起吃了饭，周成两兄弟才接受他们已经是皇子的身份，李氏也接受了他即将成为南国的国母。接受了之后便是忐忑，忐忑之后便是高兴。在第2日的时候，一纸诏书昭告天下，周彪跟周成的皇
子身份和李氏的国母身份。转眼过去了1年，姜慈也在孙坚的手下磨砺了1年，从孙坚身上学到了很多做生意的本领，能巧妙的谈判，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制冰生意也展开得如火如荼。有孙家这个强大的背景支持，制冰生意做到了全国。西门镇硝石矿的开采权也被姜慈拿了下来，姜慈的威信很快就在孙氏立了起来，他在孙氏彻底站稳了脚跟。张秋云也把他的父母从西门镇接了过来，跟他们住在一起，没多久就生下了一位小公主。李氏在宫里给小公主办满月宴，很多达官显贵前往祝贺。姜慈跟婆母张秋云坐在一起说话，周小宝手里拿着一个油腻腻的大鸡腿跑了过来，要给姜慈吃。闻到那股香味，姜慈竟然反胃呕吐了。李氏见了大喜，你这是有喜啦！叫身边的人去叫太医。太医来了，给姜慈把脉，证实了他有喜的事实。第2年，他成功的诞下一对龙凤胎，满足了周成想要1儿1女的愿望。往后的很多年，他跟周成双鬓斑白，周成没有纳妾，跟他一生一世一双人，恩爱到老。